东荒道域，玄天圣地后山，幽冥剑，阴风如刀，切割着周围嶙峋的怪石。叶晨趴在泥泞中，目光灼灼地盯着前方那株九转凝魂草。为了这株草，他查阅了宗门藏经各3000卷古籍，推演了无数次路线，才避开了外围的巡查阵法。老师，确定没问题吗？叶晨低声问道，手心全是汗。戒指中，丹老自信道：放心，此草药龄3000载，正是药力最盛之时，周围无妖兽，天赐良机，取了它，老夫便能为你炼制筑基灵液，助你重塑根骨。好，叶晨不再犹豫，身形如电，伸手抓向灵草。就在指尖触碰到灵草光晕的前一瞬，住手！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严。紧接着，一股柔和却浩瀚的力量凭空出现，如同一堵气墙，将叶晨硬生生弹了回来。叶晨落地，翻身而起，警惕地看向来人。一名白衣男子踏空而来，神色清冷，腰间悬挂着一枚象征着监察之权的紫金令牌。洛无尘。他落地后并没有看那株灵草，而是拿出一本泛着金光的册子，淡淡地扫了叶晨一眼。外门弟子叶晨私闯幽冥剑禁地，违反宗规第3条，念你初犯，且未造成破坏，罚没半年月例，速速退去。洛无尘合上册子，语气公事公办，没有任何私人情绪。叶晨愣住了，他想过会被抢，会被骂，但没想过会被执法。他看了一眼近在咫尺的灵草，极度不甘心。富贵险中求，既然来了，怎能空手而归？大师兄，叶晨深吸一口气，抱拳道：师弟知错，愿受责罚。但这株九转凝魂草乃是无主之物，师弟既然发现了，按宗门机缘自取的规矩，是否可以带走？他再赌洛无尘作为首席，要脸面，不会明抢。洛无尘闻言，终于将目光投向那株灵草，随后眉头微皱。你说这是九转凝魂草？叶晨挺直腰杆，正是。古籍记载，九叶九转，通体幽兰，乃是修复神魂的圣药。读书读傻了。洛无尘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抹讥讽。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你只知其表，不知其里。此处乃是极阴之地，地下封印着上古尸魔的一缕怨气。这草长在这里，早已不是什么灵药，而是吸食怨气长大的尸魔化。不可能！叶晨脱口而出。老师，可我在古籍中对比过无数次，其文理色泽皆与灵药无异。戒指里的丹老也传音道：一派胡言！老夫炼药一生，难道还分不清灵草和毒草？这小子分明是想诈你！有了丹老的背书，叶晨底气更足。大师兄，师弟虽愚钝，但也略懂药理。这草根茎清澈，并无煞气，绝非毒物。若大师兄不信，师弟愿当场试药。洛无尘看着一脸倔强的叶晨，眼神变得怜悯。既然你不死心，那便让你看看真相，只是代价你要自己付。说完，洛无尘并未触碰灵草，而是双指并拢，对着灵草根部的土地轻轻一点。地气引，这一指看似是引动地气勘察，实则是洛无尘将早已准备好的一缕太阴石骨毒顺着指缝打了进去。咕嘟咕嘟，泥土突然翻滚起来，原本清澈的灵草根茎在接触到那股隐秘的毒气后，瞬间产生了剧烈的排斥反应。嘶！那株原本圣洁的九转凝魂草猛地抽搐起来，叶片瞬间变成了诡异的紫黑色，根部更是渗出令人作呕的黑水，一股肉眼可见的黑烟升腾而起，周围的花草触之即死。什么？叶晨大惊失色，连退数步。看到了吗？洛无尘大袖一挥，一道光幕将那黑烟挡住，声音变得严厉。此物早已变异，平日里伪装成灵草模样，一旦受到外力激发，便会释放尸毒。你若是刚才直接采摘，此刻这双手已经废了。叶晨脸色惨白，脑瓜子嗡嗡的。怎么会？老师，这戒指里的丹老也傻眼了。这怎么可能？刚才明明一点邪气都没有，难道真是隐性变异？这天地造化，当真如此诡谲？事实胜于雄辩，眼前的灵草确实变成了毒草。丹老再自信，也不敢拿叶晨的小命去赌那个万一。看来是我们看走眼了。丹老叹息一声，语气颓败。叶晨满脸苦涩，像是泄了气的皮球。洛无尘看着那株已经彻底黑化的灵草，神色凝重地说道：此地出现尸魔花，说明后山封印松动，此事事关重大。说着，他取出一个刻满符文的特制玉盒，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将那株剧毒的黑草铲了起来，放入盒中，贴上封条，动作规范专业，如同处理核废料。叶晨看着被装进盒子的草，心中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直觉，忍不住喊道：大师兄，这草既然已毁，不如交给师弟处理。师弟想带回去研究一下，长个记性。他还是不想放弃，哪怕有一丝希望能提炼出一点药力也好啊。洛无尘动作一顿，转过身，眼神变得异常冰冷。胡闹！一声厉喝，吓得叶晨一哆嗦。洛无尘举起手中的玉盒，义正言辞：此物乃是剧毒污染源，一旦泄露，方圆10里寸草不生，外门弟子定会死伤惨重。你区一个炼气期弟子，拿什么去研究？凭你的一腔热血，还是凭你那微薄的灵力？我叶晨语塞，依据玄天圣地律第7章第12条，凡发现不可控之危险源，必须由真传弟子以上级别进行封存，并移交天行峰统一销毁。洛无尘冷冷地看着他：叶晨，你若执意索要此物，
我有理由怀疑你被魔道蛊惑，企图在宗门内投放尸毒。你想去执法堂走一遭吗？一顶投放毒物的大帽子扣下来，叶晨瞬间清醒了。这已经不是机缘的问题了，这是由于持有违禁品要坐牢的问题了。师弟不敢。叶晨冷汗淋漓，连忙低下头。师弟只是一时糊涂，多谢大师兄教诲。哼！洛无尘收起玉盒，收敛了威压，恢复了那副清冷的模样。既然知错，便速速离去。今日之事烂在肚子里，莫要引起恐慌。说完，洛无尘脚踏虚空，化作流光远去，只留下叶晨一人站在原地，看着那个潇洒离去的背影，心中既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又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空虚感。明明是来寻宝的，怎么最后不仅被罚了月礼，宝物没了，自己还差点成了投毒犯，最后还得感谢大师兄不杀之恩。老师，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叶晨喃喃自语。丹老沉默了很久，才悠悠道：逻辑上天衣无缝，律法上无懈可击。小臣子认栽吧。这位洛首席不仅实力强，这扣帽子的本事更是深不可测啊！高天之上，洛无尘把玩着手中的玉盒，他随手撕掉封条，打开盖子，指尖轻弹，一道净化术落下，那黑漆漆的伪装瞬间褪去，重新露出了九转凝魂草那晶莹剔透的本体。宗门律法真是个好东西。他将灵草收好，目光望向远方，眼神中透着一股漠视苍生的冷意。在这个世界上，真相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它是废草，它就是废草。你就算知道是假的，你也得给我忍着。系统提示：恭喜宿主完成一次掠夺，判定成功，用宗门律法实行完美抢劫，逻辑闭环，获得奖励太初养魂木，王阶上品，获得特殊称谓大义凛然的强盗。天命掠夺系统痛苦守恒定律：气运之子损失任何机缘宝物，宿主将获得高阶品质的同类奖励。终极收割：杀死气运之子，获得终极奖励，无需等到气运归零。奖励取决于气运之子的初始气运等级，等级由低到高，紫、金、红、紫金。红颜攻心，针对女性重要角色，引发剧烈情绪波动或达成羁绊，需实质关系，可获奖励。玄天圣地，青云峰，晨曦初露，紫气东来。洛无尘盘膝坐于崖畔，身前那团幽蓝色的异火缓缓熄灭，在他掌心，一枚散发着凛冽寒气的丹药正滴溜溜的旋转。九转凝魂草不愧是天地奇珍，即便只用最基础的手法炼制成丹，品质也达到了极品。他感受着丹药中蕴含的蓬勃魂力，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没有任何犹豫。洛无尘仰头将丹药服下，轰！药力化作涓涓细流，滋润着他的识海。原本就已经处于神功境后期圆满的瓶颈，在这股力量的冲刷下，如纸糊般破碎。虽然没有引发天地异象，但洛无尘的双眸在睁开的瞬间，仿佛有两道冷电划破虚空，方圆100米内的落叶瞬间静止，随后无声粉碎。神功境巅峰，水到渠成，这等修为足以碾压同代，神识范围足足扩大了1倍，对细微之处的感知也更加敏锐了。洛无尘站起身，掸了掸衣袖上不存在的灰尘，神色慵懒。这就是掠夺的快感吗？比起枯燥的打坐苦修，确实要令人着迷得多。同一时刻，外门弟子居所，狭窄昏暗的茅屋内，空气沉闷。叶晨盘坐在硬板床上，看着手指上那枚暗淡无光的戒指，眉头紧锁，神色焦虑。老师，您的气息。戒指微颤，传出丹老疲惫却平静的声音：小臣子无需惊慌，老夫只是神魂消耗过度，需要进行一次长眠来稳固本源。死不了，都怪我。叶晨握紧拳头，指节发白。若是我能再强一点，若是我能据理力争，拿下那株草，那种情况下，你争不过的。丹老打断了他，语气中带着一丝凝重。那个洛无尘，老夫有些看不透，他所做的一切合情合理，甚至合乎律法。即便老夫阅人无数，也无法确定他究竟是真心为了除害，还是早已看穿了一切在演戏。叶晨咬牙道：不管是真是假，结果就是他拿走了灵草，而我们一无所获。老师，我总觉得那草最后变黑有些蹊跷，怀疑可以，但在没有证据之前，把它放在心里防备即可。丹老的声音越来越轻，此次沉睡，短则3、5月，长则1年半载。这段时间，老夫无法再指点你修行，也无法借给你力量，一切都要靠你自己了。还有那个洛无尘，若他真是伪君子，那他的城府简直深不可测。在他面前，收起你的傲气和怀疑，不要让他看出任何端倪。切记，切记！声音渐渐消散，戒指彻底归于沉寂，变成了一个冰冷的凡物。老师，叶晨轻唤了一声，却再无回应。他沉默良久，缓缓吐出一口浊气，并没有歇斯底里的发泄，少年的眼神反而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明与坚毅。老师放心，叶晨绝不会让您失望。他从怀中摸出那瓶兑换来的九阳回春丹，眼神复杂。洛无尘，不管你是真君子还是伪君子，这笔账我记下了。你说我没资格研究那株草，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弱。下个月的外门大比，前10名可入内门，获得进入灵药园的机会，那里或许有唤醒老师的灵物，我会拿到第一，堂堂正正的站到你面前。叶晨闭上眼，将那颗丹药吞下，开始运转功法，冲击炼气9层的壁垒。青云峰，听涛亭，云雾翻涌，茶香袅袅。
洛无尘正悠闲地品着茶，似乎在等待着什么。片刻后，一道清丽绝俗的身影破开云雾而来，白衣胜雪，气质清冷，宛如画中仙子，正是圣女江心月。心月见过大师兄。江心月微微欠身，语气虽依旧清冷，但比起对旁人，已多了几分敬重。洛无尘放下茶盏，温润一笑：“师妹来了，坐。”两人对坐饮茶，洛无尘并未急着开口，而是随口聊起了修行上的见解。他悟性极高，对功法的理解往往一针见血，几句话便让江心月美眸异彩连连。大师兄对道的理解，心月自愧不如。江心月由衷感叹，略有所悟罢了。洛无尘摆了摆手，目光随意地望向山下外门的方向，似乎想起了什么，轻叹了口气。聊了许久枯燥的修行，也是时候办正事了，得提前扭曲一下这位既定红颜对叶晨的第一印象，否则明日大比之上，若受气运影响，让他站到了叶晨那边，一位圣女的偏袒，终究会带来些不必要的麻烦。师妹，今日唤你来，除了品茶，其实还有一事相托。江心月放下茶杯，正色道：“大师兄请讲。”洛无尘手只轻轻摩挲着杯沿，神色间流露出一丝忧虑。下个月便是外门大比，这是魏宗门选拔良才的关键，但我最近观外门风气，似乎有些走偏了。走偏了？江心月不解。洛无尘微微颔首，语气变得有些低沉。修仙之人，手重修心，心若静，道自成。但我前几日在后山巡视时，偶遇几名外门弟子，他们的眼神让我也感到几分心惊。他顿了顿，似乎在回忆那个画面，缓缓道：“那眼神中没有对大道的敬畏，只有赤裸裸的欲望、偏执，以及一种仿佛要吞噬一切的戾气。那种为了变强而不择手段的狠劲，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动力，但弱过了头便是魔障。”说着，洛无尘看向江心月，语重心长：“师妹，你修的是太上忘情点，灵觉最是敏锐，更是接下了担任此次大比主考官的宗门任务。”江心月此时脑海中已经有了画面感，他最讨厌的便是这种急功近利、满身戾气之徒。大师兄是担心这些人一旦得势，会坏了宗门的根基。不错，洛无尘叹息道：“天赋可以培养，但心术不正却是大忌。我担心我平日里太过温和，看不透这些伪装，所以大比之时，还请师妹多费心。若遇到那种看起来苦大深仇、眼神阴鸷、行事不留余地之人。”洛无尘全程没有提一个名字，但每一个字都在精准地描绘此刻叶晨的状态。刚受了委屈，老实沉睡，发誓复仇，拼命想要赢。这种状态下的叶晨，在不知情的人眼里，不就是苦大深仇、眼神阴鸷、行事不留余地吗？江心月听完，只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清冷的小脸上满是肃然。大师兄放心。心月明白了，他眼中闪过一丝寒芒。我辈正道，绝不容许戾气横行。若真有大师兄所说的那种人，心月定会让他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道。看着江心月那一副我要去净化考场的坚定模样，洛无尘温和地点了点头，替他续上一杯茶。有师妹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他垂下眼帘，遮住了眼底那一抹得逞的笑意。境界划分：凡境断体、炼气、先天；灵境筑基、神魂、神功；王境生死玄关、半步王境、封王；圣境入圣、真圣、大圣；地境准地、大地；夜深沉、风露重。青云峰之巅，寝宫的大门紧闭，殿内没有点灯，只有几颗夜明珠散发着幽冷的微光。洛无尘身着单衣，慵懒地靠在太师椅上，手中把玩着一枚晶莹剔透的流影石。他的嘴角挂着一抹玩味的笑意，目光投向殿门处：“进来吧，还要我在外面请你不成？”声音不大，却透着一股不容抗拒的威压。吱呀，殿门被缓缓推开，一道纤细的身影走了进来，随即迅速反手关上门，仿佛生怕被人看见。来人是一名身着真传弟子素色道袍的少女，她生得极美，肌肤胜雪，眉眼如画，气质清冷出尘，宛如一朵濯清莲而不妖的白莲。安若雪，天魔教圣女，潜伏玄天圣地，只为图谋圣地至宝。然而此刻，这位高傲的圣女却脸色苍白，贝齿紧咬着红唇，娇躯在微微颤抖。安若雪，见过主人。最后两个字，她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无尽的屈辱。洛无尘轻笑一声，手指一弹，那枚流影石飞到半空，灵力催动下，一道清晰无比的虚影投射在半空之中。那是几日前的后山深夜，画面中月色凄冷，平日里连踩死一只蚂蚁都要念往生咒的安若雪，此刻正站在一头昏睡的五色灵鹿旁。她那原本清澈如水的双眸，此刻竟泛着妖异的紫芒，周身缭绕着令人心悸的黑红魔气，原本圣洁的气质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妖媚与邪恶。只见他纤手如玉，轻轻按在灵鹿额头，动作优雅的仿佛在抚摸情人。然而下一瞬，那灵鹿的身躯虽然没有流血，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干瘪下去，一缕缕精纯至极的血气精华化作淡淡的红雾，顺着他的指尖被贪婪地吸入体内。随着红雾入体，画面中的安若雪仰起头，脸上露出一抹艳足而迷离的笑容，舌尖轻轻舔过红唇，那副模样魅惑众生，却又魔性深重。精彩，真是精彩！洛无尘看着空中的画面，轻轻鼓掌，声音带着毫不掩饰的戏谑与嘲弄。他转过头，看着面无血色的安若雪，
悠悠说道：“若是被爱慕你的师弟们看见，他们心目中冰清玉洁，连大声说话都会脸红的师姐，私底下竟然是一尊吞噬生灵、修炼魔功的女魔头，你说他们会作何感想？是会心碎而死，还是会斩妖除魔？”安若雪脸色骤变，那一瞬间，羞耻与恐惧冲垮了理智。她脚下步伐一错，身形如鬼魅般暴起，五指成爪，带着凌厉的魔气，不顾一切地抓向那枚流影石。哪怕是毁了它，也好过被握在别人手里。然而，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流影石的瞬间，嗡！一股浩瀚如海的神魂威压轰然降临，直接将他周围的空间锁死。定！洛无尘坐在椅子上动都没动，只是淡淡吐出一个字。安若雪的身形瞬间僵硬在半空，随后重重摔在地上。想抢！洛无尘缓缓起身，走到他面前，捡起掉落的流影石，居高临下的俯视着他。你是不是太天真了？这不过是个复刻版，母石被我藏在了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但只要我心念一动，它就会自动出现在执法堂长老的桌案上。他蹲下身，修长的手指划过安若雪苍白的脸颊，语气嘲弄：“毁了这块石头，除了激怒我，没有任何意义。你这个恶魔！”安若雪眼眶泛红，眼中满是恨意。我是魔教中人，可你身为正道首席，行事却比我还要卑鄙，你就不怕我跟你鱼死网破？若是我死在这里，你也脱不了干系。鱼死网破，你配吗？洛无尘笑了，眼神中满是不屑。我是光风霁月的谪仙，你是藏污纳垢的魔女，我就算现在杀了你，只要把你尸体往执法堂一扔，说我偶然发现了潜伏的魔念，顺手清理门户，你猜大家是会怀疑我，还是会赞颂我会演如剧，立下大功？安若雪呼吸一滞，脸色惨白如纸。是啊，他是高高在上的首席，自己只是个伪装的真传弟子，只要坐实了自己是魔教奸细，他杀自己不仅无过，反而有功。见彻底击碎了他的侥幸心理，洛无尘坐回软榻，慢条斯理地抛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你也别指望天魔教会来救你。洛无尘漫不经心地说道：“据我所知，你们魔教对待任务失败的棋子，手段可比正道很多了。若是让他们知道你不仅没拿道至宝，还暴露了身份，导致多年的布局功亏一篑，你说为了平息正道的怒火，同时也为了切断线索，天魔教是会想办法救你，还是会直接派人清理门户，把你当作弃子杀人灭口？”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狠狠劈在安若雪的心头。不要！安若雪彻底崩溃了，身体止不住的颤抖。她太清楚教内的手段了，如果在正道这边暴露，她还能求死个痛快；如果被教内判定为弃子，那面临的将是万重噬心、抽魂炼魄的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现在正道容不下他，魔道也会抛弃他。天地之大，竟然只有眼前这个男人的身边是他唯一的苟活之地。想明白了。洛无尘看着他那绝望的眼神，知道火候到了。想活命就乖乖听话，只要你这把刀好用，我自然舍不得折断你。他伸出手指了指自己脚边的空地，过来。安若雪颤抖着双手，缓缓解开了腰间的束带，素色的道袍滑落，露出了里面那一层令人血脉喷张的风景。原来在这层象征正道的素衣之下，他竟然被迫穿着一件薄如蝉翼、绣着魅魔纹路的红色肚兜。这是洛无尘上次强迫他穿上的，说是为了时刻提醒他的身份。这种极致的反差让洛无尘眼中的火焰瞬间升腾。安若雪如同提线木偶般僵硬地走到他面前，跪坐在冰冷的脚踏上，将头深深埋进他的膝盖，不敢看他。抬起头来，洛无尘捏住他的下巴，强迫他看着自己，看着我。记住，你是万人敬仰的圣女，但在我这里，你只是一只听话的。呜！安若雪发出一声悲鸣，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滴在洛无尘的手背上，滚烫却又冰凉。帷幔落下，遮住了满室的春光。洛无尘并没有像对待爱人那样温柔，说：“谁是你的天？你是？”大声点！洛无尘是我的天。在这有趣的屈辱中，安若雪惊恐地发现自己修炼的天魔魅骨，竟然在洛无尘霸道的纯阳灵力冲击下，产生了诡异的共鸣，身体背叛了意志。这种身心的反差感让他崩溃。天将明，洛无尘神清气爽地穿戴整齐，一身白衣纤尘不染，再次变回了那个令人敬仰的大师兄。床榻之上，安若雪裹着被子缩在角落里，双眼空洞，身上布满了青紫的痕迹，仿佛一只破碎的瓷娃娃。穿好衣服，回去吧。洛无尘系好玉佩，头也不回地丢下一瓶丹药，这是养神丹，对你的修为有好处，别死了。安若雪看着那瓶丹药，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光芒，她默默地抓紧了那瓶药，指节发白。是，主人。声音沙哑，带着一丝人命的凄凉。境界划分：凡境断体、炼气、先天；灵境筑基、神魂、神功；王境生死玄关、半步王境、封王；圣境入圣、真圣、大圣；地境准地、大地。1月之期，转瞬即逝。今日乃是玄天圣地3年一度的外门大比，晨钟暮鼓，响彻云霄，99座悬空岛屿齐齐震动，无数流光从各处山峰飞掠而出，汇聚向巨大的外门广场。广场中央早已升起了10座巨大的白玉演舞台，每一座都笼罩在防御阵法之中，灵光流转，威严无比。
而在演武场正上方的云端，悬浮着一座金碧辉煌的观礼台。骆无尘身着一袭绣着金丝云纹的首席真传道袍，端坐于正中央的主位之上。他面带微笑，气质温润，身旁虽然坐着几位外门长老，但隐隐都以他为尊。骆首席天赋卓绝，入门便是真传，平日里忙于修炼，今日竟也有空来视察外门大比，实乃这些弟子的福分。一位白发苍苍的外门长老抚须笑道，语气中满是讨好。长老言重了。骆无尘放下茶盏，谦逊道：无尘虽未在外门待过，但也深知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道理。外门弟子乃是我圣地根基，若能从中发掘几块璞玉，也是宗门之幸。这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点出了自己身份尊贵，又表现了对宗门的责任感，引得周围几位长老连连点头，心中暗赞首席气度非凡。说着，他的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下方密密麻麻的人群，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戏谑。叶师弟，舞台已经搭好了，可别让我失望啊！演武场下人声鼎沸，叶晨背负一柄厚重的玄铁重剑，独自站在角落里，周围的弟子大多三五成群，谈笑风生，唯独他显得格格不入。这一个月以来，他没日没夜的苦修，就是为了今天。虽然没有凝魂草唤醒老师，但我凭借那枚丹药和以前的底蕴，终于突破到了炼气9层巅峰。叶晨握紧了拳头，眼神阴鸷而锐利。因为长期在心中积压着对骆无尘的怨气，再加上丹老沉睡带来的不安，以及为了变强而进行的自虐式修炼，导致他现在的形象确实不太好。眼窝深陷，布满血丝，面容冷峻，浑身散发着一种生人勿近的冰冷气息。若是不知道的人看了，还真以为他是哪个魔道宗门派来的杀手。那株草被抢之仇，老师沉睡之恨，今日我就要用实力狠狠打那个伪君子的脸。叶晨在心中低吼，我要拿第一，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叶晨才是真正的天才。就在这时，一道清冷的声音通过扩音阵法响彻全场。肃静！高台之上，江心月一袭白衣，如寒梅傲雪，御剑悬空。他是今日的主考官，负责维持秩序与评判。大比规则，点到为止。第一轮淘汰赛开始。随着江心月一声令下，巨大的光幕上开始滚动名字。第3擂台，叶晨对战王猛。看到自己的名字，叶晨猛地抬头，眼中金光爆射。第一个就是我吗？很好。他脚下一踏，整个人如同一颗炮弹般射向擂台，落地时发出一声闷响，尘土飞扬。他的对手王猛是个身材魁梧的壮汉，在外门也是小有名气的恶霸，修为在炼气8层。哟，这不是那个整天捡垃圾的叶晨吗？王猛扛着一把鬼头刀，满脸横肉的笑道：怎么捡不到宝贝，来这儿找打？赶紧滚下去，别让爷爷动手。若是一时失手，没收助力，断了你的手脚，可就不好了。若是以前，叶晨或许会一笑置之，或者用言语反击，但今天他心中憋着一团火，一团想要证明自己，想要发泄怒火的火。废话真多。叶晨缓缓拔出背后的玄铁重剑，眼神冰冷的像是在看一个死人，要打就打，不打就滚，找死！王猛大怒，浑身灵力爆发，鬼头刀带着呼啸的风声朝着叶晨当头劈下。擂台上，面对王猛是大力沉的一刀，叶晨竟然不避不闪，太慢了。就在刀锋即将临身的瞬间，叶晨动了，没有花哨的招式，只是纯粹的力量宣泄。崩山击！轰！叶晨手中的重剑后发先至，带着一股狂暴的劲风，狠狠砸在王猛的鬼头刀上。当一声刺耳的金铁交鸣声响起，王猛只觉得一股排山倒海的巨力袭来，虎口瞬间崩裂，鲜血飞溅，手中的鬼头刀直接被震飞出去，插在了擂台边缘。这一瞬间的爆发让全场为之一惊。好强！这叶晨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竟然有如此巨力，一招震飞王猛，这至少是炼气9层的实力吧？是个天才啊！就连云端上的几位长老也是眼前一亮，纷纷点头，不错，此子根基扎实，爆发力极强，是个好苗子。听到周围隐约传来的惊叹声，叶晨心中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快感。就是这样，看到没有，这就是我的实力。但他觉得还不够，仅仅是击飞武器，还不足以震慑全场，还不足以发泄他心中积压了1个月的怨气。他要立位，他要让所有人都不敢再轻视他。于是，在王猛已经武器脱手，空门大开，明显处于下风的情况下，叶晨并没有收手。他顺势欺身而上，眼中闪过一丝狠厉，灵力灌注右腿，狠狠一脚踹在王猛的膝盖上。还想断我手脚？嘿哈！咔嚓！令人牙酸的骨裂声通过战法传遍全场。啊！王猛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整个人跪倒在地。但这还没完，叶晨反手一剑被拍在王猛胸口，砰！王猛狂喷一口鲜血，肋骨不知断了几根，整个人如破麻袋一般倒飞出10几米，重重砸在擂台下，当场昏死过去。一招残暴秒杀，全场原本准备响起的欢呼声瞬间卡在了喉咙里。死寂，死一般的寂静。叶晨收剑而立，站在擂台中央，胸膛剧烈起伏。他环顾四周，目光如电，脸上露出了一抹自认为霸气，实则略显狰狞的笑容。还有谁？他大声吼道。然而，并没有人回应他的热血。那些原本对他实力表示赞赏的长老们，此刻眉头紧紧皱了起来。这过了吧，胜负已分，王猛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为何还要碎人膝盖，断人肋骨？此子虽有实力，
但这手段未免太过狠辣，没有半分同门之意。修仙界确实实力为尊，但在玄天圣地这种名门正道，若是对魔修狠辣叫除魔卫道，对同门师兄弟如此狠辣，那就叫残暴不仁。云端之上，江心月原本只是觉得叶晨气质阴郁，此刻亲眼看到这残暴的一幕，俏脸瞬间布满寒霜。如果是生死搏杀也就罢了，这明明只是同门切磋，点到为止。这人果然心术不正。而就在这微妙的气氛中，坐在主位上的洛无尘轻轻放下了手中的茶杯，在这寂静的观礼台上发出了一声极轻极轻却又清晰可闻的叹息。唉，这一声叹息包含了太多意味，遗憾、失望、不忍。旁边的长老立刻问道：“首席为何叹气？”洛无尘摇了摇头，看着下方不可一世的叶晨，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悲天悯人的神色。没什么，只是觉得可惜了一块璞玉。他顿了顿，声音温和却诛心：“修仙之路，天赋决定下限，德性决定上限。若心中只有杀伐而无敬畏，这路怕是走不远啊。”这句话如同盖棺定论，首席大师兄都这么说了，那就说明这人是真的有问题。原本还有些犹豫的长老们瞬间统一了口径。首席所言极是，此子戾气太重，即便入了内门，恐怕也是个祸害。先记下吧，这等心性，哪怕拿了第一，也要慎重考虑是否收徒。听着周围长老们的议论，风向瞬间转变，洛无尘嘴角微不可察地勾起一抹弧度。又经历了数轮高强度的对决后，叶晨拄着玄铁重剑，胸膛如风箱般剧烈起伏，汗水浑着灰尘流进眼睛里，刺痛难忍。但他不敢眨眼，他的目光死死穿过众人影，盯着观礼台最高处那张紫檀木桌，那里摆放着本次外门大比第一名的奖励1小瓶运神玉髓，那是极其罕见的神魂类天才地宝。虽然丹老沉睡前曾说过，这种级别的宝物还不足以让他苏醒，但至少能滋养那虚弱到极致的神魂，防止本源进一步溃散。那是老师的救命药，哪怕唤不醒他，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师的气息越来越弱。叶晨在心中咆哮，眼底的红血丝如同蛛网般蔓延。他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哪怕眼前只有一根稻草，也会拼了命去抓。下一场决赛，叶晨对战刘云。随着裁判的声音落下，全场掀起了一阵热浪。一道轻影飘然落在擂台上。刘云，人称折扇公子，他衣衫整洁，气息平稳，与狼狈不堪的叶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云唰的一声打开折扇，看着叶晨那副随时可能倒下的模样，眼中闪过一丝不忍与傲气。叶师弟，你已是强弩之末。刘云劝道：“不如就此认输。虽然拿不到第一，但凭借你的表现，进前10入内门已是板上钉钉，何必为了虚名伤了根基？”虚名？你懂个屁！叶晨嘶哑着嗓子吼道。在他眼里，刘云的劝说就是在阻挡他获取资源，就是在断绝老师的生机。少废话，要打就打，谁挡我的路，我就杀谁，冥顽不灵。刘云眉头微皱，收起折扇。既然如此，那就得罪了。轰！战斗爆发。刘云并未动用杀招，他的剑法如同他的为人一样中正平和，留有余地。他每一次出手都只是为了逼退叶晨，想要让他知难而退。然而他低估了叶晨的疯狂。给我滚开！在一次交锋中，叶晨竟然完全放弃了防御，任由刘云的长剑刺穿了自己的左肩。噗！鲜血飞溅。刘云一惊，下意识想要收剑，生怕伤了同门性命。就是这那一瞬间的犹豫，叶晨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容。他猛地向前一步，让剑身穿透得更深，以此锁住了刘云的剑。随后右手挥舞着那重达1000斤的玄铁重剑，当作门板一样狠狠拍了过去。滚下去！砰！一声沉闷的巨响，刘云整个人被拍飞出去，胸骨塌陷，重重砸在擂台之下，手中的折扇也被震得粉碎。全场死寂。叶晨拔出肩膀上的剑，鲜血如注，但他却像是感觉不到疼痛一般，仰天狂笑，哈哈哈哈！我赢了，玉髓是我的了。擂台下，刘云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却呕出一大口鲜血。他看着台上那个疯狂的背影，原本清澈的眼眸中渐渐涌上一股怨毒与阴霾。为什么我好心留手，不想重伤他，他却利用我的仁慈下死手？难道正如师尊所说，修仙界就是人吃人？难道我的坚持都是笑话？我是不是也该变得残忍一点？那一刻，刘云的道心动摇了，一股名为黑化的戾气正在他心中滋生。好人没好报，那我就不做这个好人了。哼！云端之上，江心月冷哼一声，看着叶晨的目光充满了厌恶。赢了比赛，输了德性，这种人简直是魔道胚子。就在全场气氛压抑，刘云即将堕入心魔之际，一直沉默的洛无尘终于有了动作。他缓缓站起身，目光掠过擂台，直接无视了那个正在狂笑的胜利者，落在了台下的刘云身上。刘师弟。洛无尘的声音温润如玉，蕴含着一丝清心咒的灵力，瞬间让刘云心中翻涌的戾气抑制。刚才最后一击，你犹豫了。刘云身躯一颤，低下头，声音沙哑且带着一丝怨气。是。刘云愚钝，心慈手软，才遭此败绩，给外门丢脸了。不。洛无尘摇了摇头，脸上露出了一抹赞许的微笑，声音传遍全场。你并非输在实力，而是输在仁义。面对疯魔般的对手，你宁愿冒着落败的风险，
也不愿重伤同门。这份风骨比一场胜负更珍贵。轰！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瞬间劈开了刘云心中的阴霾。大师兄，懂我。大师兄没有觉得我蠢，反而觉得我有风骨。洛无尘手掌一翻，那瓶原本作为第1名奖励的运神玉髓虽然还在桌上，但他却从自己的私库中取出了一枚更加珍贵的3文清灵丹和一块随身玉佩，随手一挥，流光落在刘云手中。丹药为你疗伤，玉佩许你承诺，持此玉佩可随时来清云峰悟道。洛无尘看着刘云，眼神温和。切记，修仙先修德。今日你虽败，但在我心中，你才是真正的赢家。扑通！刘云心中的怨气、不甘、黑化倾向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感动和是为知己者死的冲动。他双膝跪地，热泪盈眶，重重磕头，多谢大师兄教诲。刘云定不忘初心，誓死追随大师兄。什么胜负，什么受伤，有了大师兄这句话，有了这枚玉佩，输了又如何？甚至输得好啊，不输怎么能得到大师兄的青睐？大师兄英明，刘师兄好样的，虽败犹荣。那个叶晨虽然拿了第1，但跟刘师兄比起来，简直就是个野蛮人。舆论的风向瞬间被扭转，在洛无尘的这波操作下，输掉比赛的刘云成了有德之士，成了众人追捧的对象。而叶晨，他捂着流血的肩膀，站在擂台中央，看着那瓶近在咫尺的运神玉髓。他赢了，他拿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可是为什么感觉这么冷？洛无尘甚至没有看他一眼，没有颁奖词，没有赞许，甚至连一个眼神都欠奉，仿佛他只是一个负责把奖品拿走的工具人，不值得任何关注。周围人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他身上，看那个野蛮人拿到东西就走吧，真晦气。就是除了会打架还会什么？一点教养都没有。叶晨死死握着剑柄，指甲崩裂。他明明赢了，明明是靠实力赢的，为什么在那个男人的3言2语下，自己就成了令人作呕的小丑？洛无尘，他盯着云端上那个接受万人敬仰的身影，心中除了对老师的担忧，更种下了一颗名为仇恨的种子。系统提示：气运之子叶晨气即败坏，道心受损，宿主获得神魂结晶中，使用后可提升神魂强度。玄天圣地内门杂一峰偏僻一角，夜色如墨，寒鸦啼鸣。这里虽然名义上属于内门区域，但灵气浓度甚至不如外门的一些风水宝地。四周杂草丛生，屋舍破败。叶晨盘坐在满是灰尘的木床上，借着月光，小心翼翼地将那瓶费尽千辛万苦夺来的运神玉髓滴入漆黑的戒指中。滴答，青色的灵液渗入界面，泛起一阵微弱的涟漪。老师，叶晨紧张地呼唤。良久，戒指中终于传出了一丝极其微弱的波动。呼，小臣子。丹老的声音苍老而疲惫，仿佛随时会断气。这运神玉髓算是把老夫从魂飞魄散的边缘拉回来了，但想要彻底苏醒，甚至恢复力量，还远远不够。听到老师的声音，叶晨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松了一分，但随即又是一阵揪心。还不够吗？那还需要什么？弟子这就去找。需要七叶灵参或者地心火枝。丹老断断续续地说道，这些都是灵阶上品的草药，只有内门的灵药园深处才可能拥有。小臣子，你如今入了内门，处境却比外门更艰难，万事小心。说完这几句话，丹老的气息再次沉寂下去，显然是积蓄力量去了。叶晨握紧了拳头，感受着体内刚刚突破到先天境初期却依然虚浮的灵力。赢了第一又如何？因为洛无尘的态度，分配洞府的执事长老直接把他扔到了这鸟不拉屎的地方，连每月的供奉都被克扣了一半。走在路上，那些师兄师姐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看瘟神，避之唯恐不及。灵药园，叶晨眼中闪过一丝狠厉，不管多难，我都要混进去。既然这正道容不下我，那我就自己杀出一条路。同一时刻，青云峰灯火通明，歌舞升平。洛无尘平退了左右侍从，独自一人斜倚在软榻上，在他面前跪着一名身着素白长裙的少女安若雪。此刻的她早已没了身为魔教圣女的高傲，她低眉顺眼，双手交叠放在膝前，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没有灵魂的木偶。若雪呀，洛无尘把玩着手中的酒杯，声音温和的让人如沐春风。这几天过得可还习惯？安若雪娇躯微颤，低声道：回主人，习惯，习惯就好。洛无尘放下酒杯，走到他面前，伸出手指挑起他的一缕秀发，放在鼻尖轻嗅。是时候检验这几天调教的成果了。今天大比上的那个叶晨，你看见了吗？洛无尘轻抿了一口手中的酒水，语气淡漠。安若雪眼中闪过一丝疑惑，但还是老实回答：看见了。此人行事偏激，手段狠辣，像是个疯子。疯子？洛无尘笑了，摇了摇头，不，他是个可怜人。现在的他内心充满了仇恨和孤独。他蹲下身，直视着安若雪的双眼，嘴角勾起一抹恶魔般的微笑。而在这种时候，他最需要的是一束光。我要你去接下看守灵药园的任务，然后接近他，关心他，让他爱上你。什么？安若雪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洛无尘，声音都在颤抖。你要我去勾引那个蝼蚁？我是你的。他想说我是你的女人，虽然这是一种屈辱的关系，但在他潜意识里，既然身体已经给了眼前这个男人，那他就是属于他的。
如今让他把自己推给别的男人，哪怕是逢场作戏，他也感到一种本能的抗拒和委屈。但话到嘴边，看着洛无尘那双深不见底的眸子，他又变成了耻辱的沉默。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洛无尘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手指有一搭没一搭地敲击着软塌的扶手。看着安若雪那副屈辱、惊恐，却又因为被推给他人而表现出强烈抗拒的模样，洛无尘很满意，这才是他想要的反应。倘若刚才安若雪毫不犹豫地接下任务，那么在洛无尘看来，这女人便失去了调教的价值。很好，洛无尘心中暗自冷笑，懂得自身归属权的魔女，才是我洛无尘想要的。试探结束，看着眼前这只已经彻底落入网中的猎物，洛无尘嘴角的笑意变得真实了几分。哦，他伸出手，轻轻摩挲着安若雪的脸颊，语气慵懒：“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让你去勾引他，不过是你们天魔教有一门不传之秘千幻琉璃诀，此功法能千变万化，易容改貌。还有你潜伏在我玄天圣地，竟然能混到第3真传的位置，这份滴水不漏的演技。至于身体接触……”洛无尘轻笑一声，眼神中透着一股傲慢的洁癖，那种低贱的东西也配？听到这句话，安若雪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不敢置信的惊喜。原来在他心里还是很在意我的。不过洛无尘收回手，站起身，打量着他那副样子，若有所思道：“看你这副不情不愿的样子，若是强行让你去，怕是演不出那种全心全意的深情。万一露出马脚，反倒不美。也罢。”洛无尘摆了摆手，对着虚空淡淡道：“苏柔，进来。”话音刚落，店门开启，一名身着淡青色外门弟子道袍的少女走了进来。她长相清秀，虽不及安若雪绝色，但胜在眉眼温顺，有一种小家碧玉的柔弱感。弟子苏柔见过圣子。少女跪伏在地，声音恭敬。这是洛无尘早年随手布下的一枚贤旗，因家族蒙难被洛无尘救下，从此死心塌地，平日里混迹于外门，毫不起眼，正好适合这种灰姑娘的剧本。若雪，任务变了。洛无尘指了指地上的苏柔，漫不经心地说道：“接下来的戏由她去演，你只需在暗中配合，负责提供情报即可。”是。安若雪连忙退到一旁，主动上前为洛无尘斟酒，动作比以往更加柔顺。洛无尘看向苏柔，眼中没有一丝温度。你去灵药园接近叶晨，记住，不需要多余的言语，只需要在他最狼狈的时候，给他一块手帕，一个笑容，做他的白月光，做他在这个冰冷宗门里唯一的依靠。弟子明白。苏柔重重磕头，为了圣子，苏柔万死不辞。看着这一幕，洛无尘饮尽杯中酒，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叶师弟啊，比起高高在上的圣女，这种平凡却温暖的师妹，应该更能击穿你那颗自卑又敏感的心吧。3日后，玄天圣地灵药园西门，这是一片专门种植低阶灵骨和处理废弃灵植的区域，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发酵的酸腐味。叶晨穿着一身灰扑扑的杂役服，作为惩罚任务，正满脸阴沉的将一筐筐沉重的灵肥倒入田中。他是内门弟子，还是大比第一，居然被安排来挑粪，欺人太甚，欺人太甚！叶晨一边干活，一边在心中疯狂咒骂。周围路过的几个弟子都离他远远的，还在指指点点，看，那就是那个疯狗叶晨。啧啧，得罪了大师兄，赢了第一又怎样？还不是来挑粪？这些声音像针一样扎在叶晨心上，他紧紧握着铲子，指节发白，眼中的戾气几乎要化为实质。就在他即将爆发，想要扔下铲子杀人的时候，这位师兄，一道怯生生、软糯糯的声音突然在他身后响起。叶晨猛地回头，眼神凶狠，滚！然而当他看清来人时，凶狠的表情瞬间僵在了脸上。只见一个身穿淡青色外门弟子道袍的少女正站在田埂上，她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掩鼻而过，而是怀里抱着一摞厚厚的账本，看起来有些吃力。少女长得不算倾国倾城，但那一双眼睛却格外清澈。此时被叶晨这一吼吓得像只受惊的小兔子，眼眶瞬间红了。对不起师兄，我不是故意打扰你的。少女低下头，声音颤抖：我是外门弟子苏柔，接了宗门任务来核对灵肥的数量，我迷路了。看到这一幕，叶晨心中的戾气莫名地消散了大半。这几天他见惯了冷眼、嘲讽、鄙夷，这还是第一次有人叫他师兄，有人在他面前表现出这种单纯的无助，而不是厌恶。这里是西区，叶晨生硬地说道，语气虽然依旧冰冷，但比刚才缓和了一些。核对数量，去找那边的管事，别来烦我。谢谢师兄。苏柔如释重负，抬起头，露出了一个虽带着泪花却纯净无比的笑容。那笑容并不惊艳，却充满了温暖的烟火气。师兄，你流好多汗，擦擦吧。苏柔犹豫了一下，从怀里掏出一块洁白的手帕，小心翼翼地递了过去，眼神真诚，演技满分。我听说过你是大比第一名，我觉得你很厉害。轰！叶晨愣住了，他看着那块手帕，又看着少女那崇拜的眼神，早已筑起的心房在这一刻被狠狠撞击了一下。我觉得你很厉害，这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叶晨接过手帕，粗糙的手指触碰到少女微凉的指尖，触电般收回。他转过身，掩饰住眼底的一丝慌乱。无聊，嘴上这么说，但他却将那块手帕紧紧攥在了手心。而苏柔看着那个倔强的背影，
虽然还在微笑，但眼底深处却是一片冰冷的漠然。这就是圣子要我攻略的人。哼，果然像条流浪狗一样，给点骨头就摇尾巴。半个月的时间如流水般逝去，灵药园西区的日子枯燥而沉重，挑粪、施肥、除草，日复一日的劳作消磨着修士的傲气。叶晨原本以为那个叫苏柔的女弟子只是心血来潮，或者是受人指使来试探他，所以起初几天他始终保持着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离我远点。当苏柔试图帮他分担重物时，叶晨只是冷冷的避开，声音低沉：我是被宗门排挤的人，跟我走得太近对你没好处。他虽然孤僻，但并非不识好歹，他不想因为自己连累这个看起来弱不禁风的外门师妹。然而苏柔并没有因为他的冷漠而退缩，他是真的被分配到了这里工作。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默默地在另一块田里整理废弃的灵植，核对账目。他干活很认真，哪怕手被荆棘划破，也只是皱皱眉继续干活。他似乎听进去了叶晨的警告，从不主动纠缠，只是在远处怯生生地喊一句：叶师兄走。然后在叶晨休息的时候，默默在他旁边的石头上放一壶清水，自己则退到远处。这种有分寸的善良让叶晨心中那道厚厚的冰墙慢慢裂开了一道缝隙。戒指里丹老的神念也曾数次扫过苏柔，骨龄16，炼气3层，资质平平，体内灵力杂乱，是个典型的底层弟子，身上没有高阶法宝，也没有易容的痕迹。丹老最终给出了判断：小臣子不必太过紧张，这丫头看起来确实只是个为了生存而奔波的可怜人，而且她对你也并无恶意。有了老师的确认，叶晨对苏柔的态度终于从警惕变成了默许。直到那天黄昏，叶晨干完活前往善堂领取今日的灵食，刚走到善堂外的回廊，就看到前方围了一群人，并没有什么吵闹和打斗，只有一种令人窒息的冷漠与高傲。人群中央，苏柔正跪在地上，慌乱地用衣袖擦拭着地面，在她面前站着一名身着锦衣的内门弟子，神色倨傲，一脸嫌弃地看着自己的鞋子。对不起，对不起师兄，我不是故意的。苏柔的声音带着哭腔，不住地道歉。原来是他刚才端着热汤不小心踉跄了一下，溅了几滴汤汁在那位师兄的靴面上，一句对不起就完了。那锦衣弟子并没有动手打人，那样太失身份，他只是用一种看垃圾的眼神看着苏柔，语气轻慢：这双踏云靴乃是万宝阁的精品，沾了你这泔水般的汤汁，若是洗不干净，这靴子便废了，你赔得起吗？周围的弟子们大多抱着手臂冷眼旁观，有的甚至眼鼻轻笑，真倒霉，碰到个毛手毛脚的蠢货。这苏柔也是，走路不长眼，也不看看撞到的是谁。赔，把它卖了都赔不起这双鞋吧。没有霸凌，只有傲慢。这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比直接动手打人更让人感到屈辱。苏柔手足无措，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会洗干净的，求师兄开恩。洗，用你的脏手洗，我嫌更脏。锦衣弟子冷哼一声，转身欲走，丢下一句轻飘飘的话：去执法堂领罚吧，就说你冲撞师兄，毁坏灵气，一旦去了执法堂，不死也要脱层皮。这一幕深深刺痛了叶晨的眼睛。曾几何时，他也是这样被那些所谓的天才踩在脚下，用规矩和身份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从不把底层弟子当人看，只当作是挡路的石子。站住！一道低沉的声音响起。叶晨拨开人群，大步走了进去。他身上还带着干活留下的泥土气息，但那双眼睛却锐利如刀。他弯腰扶起地上的苏柔，然后转头看向那名锦衣弟子：几滴汤汁而已，用灵力一震便可清除，何必咄咄逼人？叶晨的声音不卑不亢。锦衣弟子转过身，看到是叶晨，眉头微皱。虽然叶晨现在混得惨，但毕竟是大比第一，那股煞气还在。我当是谁？原来是叶师弟啊！锦衣弟子皮笑若不笑。怎么？你要替他出头？弄脏了东西要赔偿，这是天经地义的规矩。规矩是吧？叶晨从怀里掏出几块下品灵石，那是他仅剩的积蓄，直接扔在地上。这些灵石足够你买10瓶清洁药水了。这件事到此为止。锦衣弟子看着地上的灵石，脸色有些难看。为了这点小事跟叶晨这个疯子起冲突不划算，而且对方确实给足了赔偿，虽然动作很羞辱人。哼，物以类聚。锦衣弟子拂袖而去，算我倒霉。人群散去，回廊下只剩下叶晨和还在抽泣的苏柔。叶晨低头看着他，语气生硬：别哭了，在修仙界，眼泪是最没用的东西。虽然话不好听，但他却并没有走，而是挡在了风口处。谢谢，谢谢叶师兄。苏柔抬起头，眼睛红肿，却努力露出一个笑容。他从怀里掏出一个有些陈旧的小铁盒，颤抖着递给叶晨：刚才我看你手背上有干活留下的伤口，这是我自己熬的止血膏，虽然不值钱，但是很好用的。叶晨一愣，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背，确实有一道刚才干活时被灵植划破的血痕，他自己都没注意。刚才面对锦衣弟子时，苏柔吓得发抖，却还注意到了他手上的伤。叶晨的心在这一刻塌陷了一块。在这个冷漠的宗门里，大家都在看他的笑话，只有眼前这个弱小的师妹在看他的伤口。他沉默了许久，终于伸出手接过了那个铁盒。谢谢。从那天起，叶晨和苏柔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不再是冷漠的同事，而是一种在这个冰冷宗门里
抱团取暖的伙伴。他依旧话不多，但干重活时会默默帮他分担。他依旧胆小，但在他休息时会笑着递过来一块干净的手帕。他们会在黄昏时坐在田埂上，苏柔会说起他那个在凡俗界体弱多病的弟弟，说他拼命留在外门就是为了寄点零食回去救命。这让叶晨想起了沉睡的老师，心中的共鸣愈发强烈。我们都是为了重要的人在拼命活着啊！叶晨看着身边的少女，心中那道厚厚的防线在不知不觉中为了他打开了一扇门。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一切的傲慢解围绅士都是那个坐在青云峰上的男人为他量身定做的剧本。青云峰，洛无尘看着水镜中叶晨收下那盒药膏的画面，轻轻抚摸着手中的玉扳指。看，他对身后的安若雪笑道，这就是人性。你若一开始就送他金山银山，他会怀疑你有阴谋，但你若是送他一面镜子，让他看到另一个自己，他就会把心都掏出来给你。安若雪看着镜中那个演技精湛的苏柔，心中涌起一股寒意。那个苏柔的背景是假的，弟弟是假的，连那盒药膏都是洛无尘特意找来的一种带有慢性致幻成分的迷魂香，长期使用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对赠予者产生性爱。主人，英明。安若雪低下头，声音干涩。洛无尘关掉水镜，站起身，伸了个懒腰。火候差不多了，叶师弟已经信任了这根拐杖，接下来就该让这根拐杖无意间给他指一条死路了。他转头看向安若雪，眼神幽深，去安排一下灵药园的那头紫电玄鹰最近是不是该到了发情期，需要服用大量的安魂药物来镇压了。黄昏，热浪滚滚，受流火天灾影响，整个玄天圣地如同置身火炉。灵药园内的低阶灵执年头打脑，空气干燥的仿佛一点就着。叶晨擦了一把额头的汗，心情烦躁。好热呀！苏柔坐在一旁的树荫下，小脸通红，不住地用手扇风。他看了一眼远处的核心区，嘟囔道：这鬼天气，连那边的防御光幕都被烤得红彤彤的，看着就吓人。还有那个张执事，这么热的天还喝那么多酒？苏柔皱了皱鼻子，刚才我送账本时，隔着老远都能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像是发酵了很久的果子味。他醉的路都走不稳了，也不怕出事。叶晨原本在发呆，听到这里，心中微微一动。果子味的酒。戒指里一直沉默的丹老突然开口：小臣子，把那丫头的袖子拿来闻闻。叶晨虽然疑惑，但还是找借口凑近了苏柔。一股极淡却极具穿透力的幽香钻入鼻腔，果然是千日醉龙涎。丹老的声音多了一丝凝重，这种酒乃是驯兽之宝，气味能让妖兽陷入深度沉睡。那只是身上有这味道，说明他刚给高阶妖兽喂食过。叶晨心中一跳，老师，您的意思是那头紫电玄鹰睡着了？大概率是。丹老沉吟道，但光是守护兽睡着没用，核心区的乙木青龙锁神阵乃是6阶王级大阵，莫说是你，就算是神宫境的强者硬闯，也会在瞬间被青木神雷轰成渣。6阶。叶晨倒吸一口凉气，眼神瞬间暗淡下去，那岂不是没戏了？别急，看天。丹老的声音透着一丝大师的风范，今夜是流火天灾最盛之时，地火上涌，焚烧天际，火克木，乃是天道至理。这乙木青龙阵虽然品阶极高，但它属木，在如此恐怖的天地火威压制下，他的威能至少被削弱了90%，再加上无人主持，丹老冷笑一声，在老夫眼里，他现在就像是一个因为脱水而布满裂纹的鸡蛋壳，虽然还硬，但只要找准那个起点，用神魂力量一次，就能神不知鬼不知的钻进去。叶晨握紧了拳头，眼中燃起了希望的火焰。这不是运气，这是老师的本事，是知识的力量。哪怕机会渺茫，但只要有老师在，就没有不可能。老师，我们干吧。风险依然很大。丹老犹豫了片刻，最后叹了口气，罢了。为了那株灵参，老夫今晚便燃烧一缕本源魂力，助你破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夜深人静，暗红色的天空下，叶晨一身夜行衣潜伏到了核心药园外围，近距离感受下，那乙木青龙锁神阵即便被削弱了90%，散发出的威压依然让人心悸。光幕之上，隐约可见一条青色龙影在痛苦的游动，似乎在抵抗着漫天的火气。小臣子，听我指挥。丹老的声音变得无比严肃，向左3步，前卫。那里是龙影的逆鳞之处，也是灵力最薄弱的节点。叶晨一言一动，现在屏住呼吸，老夫要出手了。嗡！一股晦涩而古老的神魂波动从戒指中涌出，化作一根无形的细针，精准地刺入了光幕上的某一点。原本坚不可摧的光幕，在这一次之下，竟然像是水波一样荡漾开来，随后悄无声息地融化出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圆洞。快进！只有3息时间。丹老喝道，声音明显虚弱了几分。叶晨身形如电，瞬间钻入。刚才那一瞬，他清晰地感觉到了阵法的恐怖。如果没有老师的手段，他就算有100条命也进不来。进来了！叶晨心中狂喜，但他不敢大意。他运转敛息术，每一步都踩在丹老指点的盲点上，小心翼翼地绕过古树，直奔东南角。终于，那株七叶灵参出现在眼前，在夜色中散发着淡淡的莹润光泽。叶晨手心全是汗，他迅速用玉铲将其挖出，小心翼翼地封入玉盒，收入储物戒。得手了，走！拿到东西后，叶晨没有丝毫贪恋，按照原路返回。在丹老的再一次神魂爆发下，光幕再次裂开一道缝隙，叶晨如同一只灵巧的狸猫，
瞬间钻出阵法，没入黑暗的丛林之中。身后那光幕上的裂缝迅速愈合，仿佛从未有人来过。叶晨不敢有丝毫停歇，他避开大路，专门挑选那些崎岖难行的山石小径，朝着内门弟子的居住区狂奔。大约奔行了1刻钟，在一处能够遥望内门青云峰的断崖后，叶晨猛地停下脚步，躲入一块巨岩的阴影中。哈哈，他靠在冰冷的岩石上，胸膛剧烈起伏，汗水已经湿透了叶行一。老师，这里应该暂时安全了。叶晨一边喘息，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此时的他距离内门区域只剩下一条山道，相比于外围，内门虽然灵气更浓郁，但高阶弟子的神识探查也更频繁。别大意。戒指里丹老的声音显得有些虚弱，显然刚才那2下消耗了他不少魂力，但语气依旧严厉。内门不比外围，卧虎藏龙，你现在的气息太乱，心跳如雷，若是此刻撞上哪位出来纳凉的长辈或师兄，一眼就会被看出破绽。叶晨闻言心中一凛，连忙深吸一口气，试图平复激荡的心情。行了，赶紧运功调息，把身上的土腥气和那丝若有若无的药香散干净。等你这一身热汗落下去了，再装作刚练完功回来的样子，大摇大摆的回去。夜色浓稠如墨，叶晨怀揣着那株滚烫的七叶灵参，在树林中急速穿梭。近了，前面就是外门弟子的居住区，只要混进人群，回到自己的破屋，有丹老的掩盖，谁也查不到他头上。哈哈，圣地的守卫也不过如此。叶晨心中狂跳，那是死里逃生后的亢奋。然而就在他即将冲出树林边缘的一刹那，嗡！毫无征兆的一道刺目的金色光柱从天而降，瞬间笼罩了方圆100丈的区域。紧接着，无数道符文在空中交织，化作一座巨大的陆河困龙阵，将这片树林封锁得如同铁桶一般。什么？叶晨猛地刹住脚步，脸色瞬间煞白，整个人如坠冰窟。阵法？这里怎么会有如此高阶的困阵？而且看这灵力波动，分明是早就布置好，专等鱼儿入网的。怎么会这样？叶晨在心中绝望的嘶吼：“老师，您不是说万无一失吗？您不是说推演过了吗？”戒指里传来丹老一声充满悔恨与苦涩的长叹：“小臣子，是老师害了你。”丹老的声音苍老了10岁。其实我也觉得一切太顺利了，但我的神魂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我对那株灵参的渴望太强烈了，这份急切蒙蔽了我的灵觉，让我下意识忽略了那些不合理的细节，只想去赌那一丝可能。是我太贪了，是我低估了这背后的布局者。听到老师这番话，叶晨的心彻底凉了，连无所不能的老师都承认栽了，这就是个死局。大胆狂徒，竟敢夜闯灵药园，盗取宗门重宝！一声暴喝如同滚雷般在夜空中炸响，数道流光从四面八方激射而来，瞬间落在叶晨周围，将他团团围住。为首一人身着黑色的执法堂长老法袍，面容冷厉，正是铁面阎罗力长老。在他身后跟着10几名手持法器的执法堂弟子。把你的储物借交出来！厉长老没有废话，神功境的威压直接碾压而下。叶晨被压得跪倒在地，膝盖骨发出碎裂的脆响，但他依然死死捂住戒指，不能交，交了就是死。厉长老，弟子冤枉！叶晨做着最后的挣扎，大声喊道：“弟子只是路过，并未偷盗，还敢狡辩！”厉长老冷笑一声，侧身一让：“苏柔，你来告诉他，他是怎么路过的。”听到这个名字，叶晨浑身一僵，不可置信地抬起头，只见黑暗中一个娇小的身影缓缓走出。苏柔低着头，似乎有些不敢看他，手里还紧紧攥着那块手帕。苏师妹，叶晨的声音在颤抖，眼中满是血丝。你怎么在这里？是不是他们逼你的？苏柔深吸一口气，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叶晨，然后指着他对厉长老说道：“回禀长老，就是他。这半个月来，叶师兄一直在向我套话，询问灵药园的防守漏洞。今日黄昏，得知阵法受天灾影响后，他便露出了异样的神色。我怕他走错路，一直盯着他。刚才亲眼看到他换了叶行医出门。”轰！叶晨只觉得脑海中有什么东西炸开了，痛，太痛了，比断了坤还痛1万倍。他在这个冰冷的宗门里，唯一信任的人，唯一当做朋友的人，竟然一直在监视他，最后亲手把他送进了地狱。为什么？叶晨双目赤红，死死盯着苏柔，声音嘶哑得像野兽：“苏柔，我对你那么好，有人欺负你，我帮你出头，我把你当朋友，你为什么要害我？”面对叶晨的质问，苏柔眼中的畏惧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寒的冷静。害你？苏柔摇了摇头，轻声说道：“叶师兄，你搞错了吧？是我逼你去偷的吗？是我拿刀架在你脖子上，让你去挖那株灵参的吗？”他看着叶晨，眼神中甚至带着一丝怜悯。我只是抱怨了几句天气和知识，如果不是你自己心怀鬼胎，如果不是你自己贪婪，我的那些话不过是普通的闲聊罢了。是你自己想偷，你心里的贼念才是把你推向深渊的真凶，关我什么事？噗！这一番话如同利剑穿心，直接击碎了叶晨所有的心理防线。他想反驳，却发现无从反驳。是啊，没人逼他，是他自己想偷，是他自己觉得宗门欠他的，是他自己跳进来的。苏柔只是递了一把刀，而捅进胸口的是他自己。强词夺理，强词夺理啊！叶晨崩溃的嘶吼，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瘫软在地。哼，还在执迷不悟！厉长老大手一挥，直接隔空射走了叶晨的储物剑，光芒一闪，那株七叶灵参掉落在地。人赃并获，叶晨盗窃宗门重宝，数额巨大，且不知悔改。厉长老声音冰冷，如同宣判死刑，废除内门弟子身份，打入天行风水牢，3日后行刑，带走。与此同时，青云峰露台之上，洛无尘负手而立，周身散发着神功境巅峰的恐怖气息，9座虚幻的神功在背后若隐若现，宛如神王降世。他看着水镜中被像死狗一样拖走的叶晨，神色淡然。叮，脑海中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响起，系统提示气运之子叶晨失去关键机缘七叶灵参，王阶下品，触发痛苦守恒定律，宿主获得高阶品质补偿。恭喜宿主获得9曲灵参，王阶极品，功效药力温和醇厚，不仅可修复神魂，更能稳固神功根基，助宿主冲击王境瓶颈。系统提示气运之子叶晨遭遇情感背叛与牢狱之灾，道心受损，宿主获得神魂结晶大，使用后可大幅提升神魂强度。9曲灵参，不错。洛无尘看着手中凭空出现的一株宛如囚笼般的紫色人参，满意地点了点头。虽然不是圣药，但对于现在的他来说，这种能稳固根基、冲击王境的极品灵药，反而比虚无缥缈的圣药更实用。他收起奖励，重新将目光投向远处那座孤傲的天剑峰。真正的重头戏现在才开始。天剑峰下，一道月白色的剑光划破长空，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直奔青云峰而来。剑光散去，露出一张绝美却冷若冰霜的脸庞。顾倾城看着前方那座巍峨的宫殿，深吸一口气，握紧了手中的长剑。为了那个曾以命相救的少年，哪怕是去求那个深不可测的大师兄，他也在所不惜。天剑峰顾倾城，求见大师兄。清越的声音在青云峰前回荡，久久不散。青云峰，听涛阁，云海翻涌，松涛阵阵。这里是整个玄天圣地最接近天空的地方，也是权力的象征。洛无尘端坐在案几后，正专注于手中的一卷古籍，神色淡然，仿佛对外界的纷扰毫不知情。进来吧。阁门无风自开，顾倾城大步走了进来。他今日并未佩戴长剑，只是一身月白剑袍，整个人显得干练而凌厉。即便手中无剑，他整个人也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刃，带着一股宁折不弯的英气。见到洛无尘，他收敛了浑身的剑意，恭敬行礼。天剑锋顾倾城，见过大师兄。洛无尘放下古籍，温和一笑。顾师妹平日里是个修行的痴人，今日怎么有空来我这青云峰？快坐。顾倾城没有坐，他神色凝重，开门见山，师兄，我来是为叶晨之事。听说他因盗窃灵药被执法堂抓了，3日后就要行刑。叶晨，洛无尘眉头微挑，脸上露出了一丝恰到好处的惊讶。他放下茶杯，目光上下打量着顾倾城，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洛无尘笑了笑，语气中带着几分不解。顾师妹，你是天剑锋唯一的真传，剑心通明，前途无量，而那叶晨不过是个手脚不干净、品行低劣的罪徒。你们2人鱼泥之别，你怎么会认识这种人？甚至还为了他亲自跑来我这里求情？这一番话虽然语气温和，却字字诛心，既点出了叶晨卑劣的身份，又暗中抬高了顾倾城，让他产生一种我不该和这种人有瓜葛的潜意识羞耻感。顾倾城脸色微僵，眼中闪过一丝尴尬，但很快被坚定取代。师兄有所不知，虽然他如今犯了错，但他曾对我有恩。他深吸一口气，解释道：3个月前我遇险，是他以命相搏，引开魔修救了我。一个连命都不要的人，怎么会去偷东西？这里面一定有误会。误会？洛无尘看着他，轻轻叹了口气：师妹，你太重情义了，这容易让你被蒙蔽双眼。执法堂厉长老铁面无私，若非人赃并获，又怎会轻易定罪？卷宗我都看过了，铁证如山。他站起身，负手而立，语气变得严肃：在其位，谋其政。我虽是首席，也不能随意干涉执法堂办案。若人犯了错都来找我求情，那宗门规矩何在？可是顾倾城急了，咬牙道：师兄，我知道这让你为难，但我修的是无垢剑道，救命之恩若是不报，因果未了，必生心魔。我只求能保他一命，我愿用我所有的功绩点来赎他的罪。洛无尘沉默了，他看着眼前这个倔强的女子，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为难和不忍。功绩点救不了必死之罪。洛无尘缓缓说道：除非有人愿以自身前途和名誉为担保，替其赎罪。他顿了顿，似乎在权衡利弊，最后才像是下定了决心。师妹，我可以出面保他不死，但我有一个条件。顾倾城猛地抬头：师兄请讲。你也知道，为了一个罪人去压执法堂，即便是对我而言，也是极大的代价。洛无尘的声音平静而有力，所以从今日起，你欠我一个无条件的必须偿还的人情。将来若我有需要，无论是什么事，只要不违背正道大义，你都必须为我去做，不得拒绝。这是一个沉重的承诺。对于剑修而言，这几乎是把自己的一半卖给了对方。顾倾城沉默了，他在权衡，为了一个可能已经堕落的叶晨，搭上自己的未来，值得吗？但下一瞬，他想到了自己的道：若因果不了，剑心蒙尘，我这辈子都别想再进一步。为了我的道，这笔债必须还。想通了这一劫，顾倾城眼中再无犹豫，目光清澈如剑。我答应。
他斩钉截铁地说道：“只要能保他不死，还清这段因果，顾倾城任凭师兄差遣。”洛无尘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这个结果在他预料之中。好，洛无尘从袖中取出一块令牌，递给顾倾城：“拿着我的手令去执法堂，告诉厉长老，念在叶晨初犯且有立功表现，免除死罪，废除修为，逐出宗门。”顾倾城接过令牌，心中大石落地。虽然付出了巨大代价，但道心通达，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多谢师兄成全，师兄仁义，倾城铭记在心。他刚要转身离去，洛无尘却突然叫住了他：“顾师妹，且慢。”洛无尘看着他，眼神中带着一丝怜悯。既然你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还清了因果，有些事情，我觉得你有权知道真相。真相？顾倾城一愣，你一直觉得他是个有傲骨的少年英雄，对吗？洛无尘随手一挥，一枚流影石悬浮在空中，这是执法堂审讯时提取的画面，以及他在被抓捕前的表现。你自己看吧。画面展开，第一幕，深夜的树林里，叶晨面目狰狞，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只要拿到这灵药，我就能翻身，我要把所有看不起我的人都踩在脚下。”贪婪之相，令人作呕。第二幕，被抓捕时，叶晨双目赤红，死死盯着苏柔，咆哮道：“苏柔，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狰狞的表情，活脱脱一个被揭穿后气及败坏的罪犯。洛无尘在一旁适时解说：“经过搜魂，此子体内寄宿残魂早已心性大变，偷盗灵药是为了供养魔物，甚至不惜利用欺骗爱慕他的师妹。事发后还反咬一口。”顾倾城呆呆地看着画面，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但紧接着一股强烈的憋屈和愤怒涌上心头。既然如此，为什么？顾倾城猛地看向洛无尘，心中暗骂：为什么刚才不说？为什么要等我答应了那个条件，把人情欠下了，才把这流影石拿出来？这不是坑我吗？一种被算计的感觉油然而生。他看着洛无尘的眼神中带上了一丝怀疑。然而当他看到洛无尘那张脸时，心中的怀疑却动摇了。此时的洛无尘负手而立，眉头微蹙，眼中满是悲天悯人的遗憾和对师弟师妹误入歧途的痛心。那副光风霁月的模样，哪里有半点阴谋家的影子？唉，洛无尘叹了口气，似乎看穿了他的想法，温声道：“师妹莫怪，我刚才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我知道你的性子，你修的是直剑，若不让你把这恩情报了，你道心难安。我若先给你看这个，你虽会厌恶他，但心中始终会留下一根刺，觉得欠了一条命没还，这对你的修行是大忌。现在你承诺已许，因果已了，我再让你看清他的真面目，是为了让你以后不再被他蒙蔽，彻底斩断这段孽缘。”洛无尘看着他，目光诚恳：“师妹，我是为了你好。”轰！顾倾城心中的那一丝怀疑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羞愧。原来如此，大师兄竟然考虑得如此周全，连我的道心都顾及到了。我竟然还怀疑大师兄想坑我的承诺。顾倾城啊，顾倾城，你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顾倾城低下头，脸颊微红，心中对洛无尘的敬仰更上一层楼。多谢师兄良苦用心。他再次行礼，语气比之前更加恭敬。师兄教诲，倾城明白了。这令牌我会送去，从此以后，我与那叶尘恩断义绝，再无瓜葛。看着顾倾城那彻底归心的模样，洛无尘微笑着点了点头，重新端起茶杯。这就对了，你看，他还得谢谢咱呢。天行风，水牢，这里是玄天圣地阳光照不到的阴暗角落。黑褐色的污水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腐臭，无数水蛭和毒虫在水中游弋。叶晨被2条刻满符文的锁链吊在水池中央，污水没过他的胸口，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刺骨的寒意侵入骨髓。老师，我不想死。叶晨嘴唇乌青，意识已经开始模糊。3天了，没人来看他，没人听他解释，只有无尽的黑暗和死寂。戒指里，丹老的声音充满了无力。小臣子，坚持住，一定会有转机的。你是天命所归，绝不会死在这里。就在这时，哐当，厚重的牢门被重重推开，一道刺目的光线射了进来，刺得叶晨睁不开眼。那是阳光吗？逆光中，2道人影走了进来。走在前面的是那个让他恐惧的厉长老，而跟在他身后的是一道身着月白剑袍、身姿挺拔如松的绝美身影。叶晨努力睁大肿胀的眼睛，呆看青来人后，那颗原本已经死去的心猛地跳动了起来。顾师姐，他声音沙哑，带着难以置信的狂喜。你是来救我的吗？我就知道，这世上只有你信我。在他心里，顾倾城是那个被他救过命的女神，是正义的化身。只要他来了，真相一定会大白。然而，顾倾城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冲过来解开锁链，也没有露出半分关切的神色。他只是静静地站在岸边，居高临下地看着水里那个狼狈不堪的少年，那眼神冰冷厌恶，仿佛在看一坨不得不处理的脏东西。厉长老，顾倾城没有理会叶晨的呼唤，而是举起手中那块刻着落字的紫金令牌，声音冷硬：“奉首席手令，免除罪徒叶晨死罪。”厉长老看着那块令牌，脸色微变。虽然他身为长老，但在宗门内，那位首席大人的威望早已盖过了许多长老。哼，算你小子命大，竟然能让洛首席亲自为你求情。厉长老一挥手，打出一道法诀，哗啦，锁链松开，叶晨像一滩烂泥一样摔进水里，呛了几口臭水，
才狼狈地爬上来。可，多谢师姐，多谢师姐救命之恩。叶晨顾不得身上的剧痛，挣扎着爬到顾倾城脚边，想要伸手去抓她的裙摆。师姐，我是冤枉的，你一定要相信我，是那个苏柔陷害我，是，别碰我。顾倾城向后退了一步，避开了叶晨满是污泥的手，那动作中的嫌弃不加掩饰。叶晨的手僵在半空，愕然抬头，师姐。叶晨，我不欠你了。顾倾城看着他，语气平静的可怕。3个月前，你救我一命，今日我用我的前途和一个人情换了你一命，从此以后我们两清。两清？叶晨茫然了。师姐，你在说什么？我是被冤枉的呀，我是被人设计的。冤枉？顾倾城冷笑一声，那是叶晨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你是想说，你没有在树林里发疯说要踩死所有看不起你的人？你是想说，你没有体内寄宿残魂？还是想说，你没有利用苏柔对你的感情？轰！叶晨如遭雷击，他怎么知道？特别是体内寄宿残魂这件事，这是他最大的秘密，除了他和丹老，没人知道。是不是很惊讶？顾倾城看着他那惊恐的表情，心中最后一丝疑虑也消散了。看来大师兄给他的留影石是真的，这人果然心虚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顾倾城转过身，不再看他一眼，仿佛多看一眼都会脏了眼睛。叶晨，我曾以为你是个傲骨铮铮的少年，现在看来是我瞎了眼。你救我一命，我保你不死，这很公平。现在带上你的东西，滚出玄天圣地，这辈子别再让我看见你。说完，他化作一道剑光，冲天而起，瞬间消失在天际，走得决绝，没有一丝留恋。叶晨跪在地上，呆呆地看着那道远去的剑光，并没有劫后余生的喜悦，只有一种被人狠狠踩碎了脊梁骨的绝望。连他也觉得我是个小人吗？连他也看不起我吗？起来，别在这装死！厉长老一脚踹在叶晨身上，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洛首席有令，废除修为，逐出宗门。听到废除修为4个字，叶晨原本呆滞的眼神猛地剧烈颤抖起来，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瞬间吞噬了他。不要废我修为！他发疯似的向后缩，双手死死护住丹田，涕泗横流。求你别废我，我好不容易才爬上来的，我好不容易才不是废物了。如果是以前，他或许还能咬牙忍受，因为那时候他不知道山顶的风景，不知道拥有力量是什么感觉。但现在他体验过先天境的强大，体验过大比第一的荣耀，体验过将敌人踩在脚下的快感。他知道从泥潭爬出来有多难，那是无数个日夜的血泪。现在让他再回去，让他再变回那个任人欺凌，连杂役都能踩一脚的垃圾，我不行，我受不了的。叶晨跪在地上疯狂磕头，额头撞得鲜血淋漓，哪里还有半点天命之子的尊严？长老，求求你，哪怕砍我一只手，哪怕挖我一只眼，别动我的修为，我不能再当废物了呀！那种得而复失的痛苦，比杀了他还要恐怖1万倍。但厉长老哪里会听他的废话？聒噪，一掌拍下，砰！叶晨只觉得丹田处传来一声清脆的碎裂声，仿佛是他梦想破碎的声音。紧接着，那辛苦修炼出来的先天真气，如同决堤的江水，瞬间溃散，顺着经脉流失殆尽。啊！凄厉的惨叫声在水牢中回荡，那声音里不仅仅是痛，更是信仰崩塌的绝望。完了，全完了！他又变回了那个一无所有的废物，甚至比以前更惨，因为这次他还背负着小偷和人渣的骂名。半个时辰后，玄天圣地巍峨的山门外，如同丢垃圾一般，一个浑身是血的身影被扔了出来，重重滚落在满是尘土的台阶下。叶晨趴在地上，像一条断了脊梁的野狗，他的储物皆被收走了，修为被废了，名声臭了，除了一身破烂的衣衫和手中那枚已经没有任何光泽的废铁戒指，丹老寄宿之物因看似凡物未被收走，他一无所有。山门内那些曾经嘲笑过他的外门弟子，此刻正站在结界内，对着他指指点点。看，那就是曾经的大比第一，啧，手脚不干净，活该。听说是首席仁慈才饶了他一条狗命，不然早死了。叶晨艰难地抬起头，透过被血糊住的视线，看向那高耸入云的青云峰，那里云雾缭绕，仿佛住着神明，而他是从神明脚下被踢落凡尘的垃圾。洛无尘，他在心中默念着这个名字，没有嘶吼，没有诅咒，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不死不休的冰冷。30年河东，30年河西。叶晨抓着那枚废铁戒指，用尽最后的力气从地上爬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向着山下的茫茫荒野走去。青云峰露台，洛无尘负手而立，看着那个如蚂蚁般消失在视野尽头的小黑点。叮，系统提示音悦耳动听，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急促。系统提示检测到气运之子叶晨正处于极度痛苦状态，状态分析：修为被废，肉体痛苦 max， 红颜决裂，情感痛苦 max， 尊严尽失，精神痛苦 max， 希望破灭，道心濒临崩溃，触发痛苦守恒定律。恭喜宿主获得极品神魂结晶圣阶下品。注：此物乃天地本源魂力凝聚，服用后可让宿主神魂发生质变，提前凝聚神魂法相，为冲击王境甚至圣境打下无上根基。极品神魂结晶吗？洛无尘手中浮现出一枚散发着璀璨星光的透明晶体，感受着其中浩瀚的魂力，
满意地点了点头。叶师弟，你真是我的福星啊！仅仅是废了你的修为，就能给我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他收起结晶，目光再次投向那个已经快要消失在天际的背影。叶晨有金色气运，戒指里还有各件多识广的老鬼。洛无尘的眼神逐渐变得冰冷，如果让他活着离开，保不准在哪个山沟里就能遇到机缘，涅槃重生。想到这里，洛无尘不再犹豫，他并没有召唤手下，也没有动用任何宗门力量对付气运之子，派那些只有蛮力的手下去，纯粹是送经验。这种时候，只有身为大反派的自己亲自出马，以绝对的实力碾压才最稳妥。叶师弟，山高路远，为兄不放心你一个人走。洛无尘身形一阵扭曲，瞬间消失在原地，只留下一句轻飘飘的话语消散在风中。还是让师兄亲自送你上路吧。玄天圣地山门外，百里荒野，轰隆，雷声滚滚，暴雨如注，天地间一片混沌，仿佛要将这世间的一切污秽都冲刷干净。叶晨趴在泥泞的古道上，身上的伤口被雨水浸泡得发白，每一次挪动都伴随着钻心的剧痛，但他依然咬着牙，双手死死扣进烂泥里，像一条濒死的野狼，一点一点地向着前方未知的黑暗爬行。苏柔、厉长老，你们都该死！他在雨中喃喃自语，声音微弱，却充满了怨毒。你们废我修为，毁我前程，只要我叶晨不死，总有一天要杀回宗门，让你们跪在我脚下忏悔。直到现在，他心中依然有一个巨大的阴影挥之不去。这一切太巧了，苏柔的背叛，阵法的巧合，厉长老的及时出现，就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操控着一切。那个名字洛无尘，无数次在他的脑海中浮现，又无数次被他强行压下。他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那个高高在上、完美无瑕的大师兄会费尽心机来对付他。老师，老师，你说话呀！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戒指里，丹老的声音极其虚弱。往东走，找个避雨的地方。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对，只要活着。叶晨眼中燃烧着名为野心的火焰。我是天命所归，老天爷既然让我穿越，就绝不会让我死在这里。仿佛是在回应他这股不屈的执念。咔嚓，一道刺目的紫色雷霆从天而降，狠狠劈在了前方100米处的一座断崖之上。轰隆隆，山石崩裂，巨石滚落。随着那断崖的一角被雷霆劈碎，一股古老、苍茫、带着淡淡金色神息的气息，竟然从那裂缝深处渗透了出来。即便是在这倾盆大雨中，那股气息依然凝而不散，甚至让周围的雨水都自动避让开来，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那是……叶晨猛地抬起头，瞳孔剧烈收缩。戒指里原本已经绝望的丹老，更是发出了难以置信的惊呼：上古禁制！这种气息，这是圣阶以上的波动！天啊，小臣子，这是机缘，这是今天的大机缘啊！我就说，老天爷不会亡我！叶晨狂喜，苍白的脸上涌起一抹病态的潮红。果然，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就是我叶晨的命，谁也夺不走。只要拿到里面的东西，我就能重塑根基，我就能杀回去。叶晨不知哪里来的力气，手脚并用，疯狂地向着那处裂缝爬去。近了，更近了。透过碎石，可以隐约看到里面是一个古老的石洞，洞中央悬浮着一块散发着混沌气息的金色骨骼。那股力量让他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那是丹老声音颤抖，传说中的至尊骨，天生至尊，万法不侵。小臣子，快！那是为你量身定做的逆天改命之物，我的，是我的。叶晨眼中满是贪婪与狂热，伸出满是泥污的手，颤抖着抓向那洞口的禁制。然而，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那层金色光幕的前一刹那，哒哒哒，一阵轻缓、富有节奏的脚步声突兀地在暴雨中响起。这声音并不大，却清晰地穿透了雷声和雨声，每一步都像是踩在叶晨的心脏上。叶晨浑身一僵，动作定格在半空，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战力感瞬间袭遍全身。有人？这种荒山野岭，这种鬼天气，怎么会有人？一双洁白无瑕、不染一丝尘埃的云纹锦靴缓缓停在了他的手边，挡住了他通往机缘的路。叶晨机械地抬起头，视线顺着那尘埃不染的黑袍向上移，最终定格在一张戴着青铜面具的脸上。黑袍人洛无尘撑着一把油纸伞，低头看着趴在脚下的叶晨，面具后的双眼带着一丝戏谑的笑意。叶师弟，那个熟悉的声音在雨幕中悠然响起，你真的很让人惊喜。我本来以为把你扔出山门就是结局了，没想到你这寻宝鼠的体质竟然还能给我带来这么大一份厚礼。轰！叶晨脑海中嗡的一声，这声音，这语气，还有那句寻宝鼠，你一直在跟踪我。叶晨声音颤抖，死死盯着那张面具，你到底是谁？黑袍人轻笑一声，并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微微俯身，悠悠地说道：说起来，那天晚上在灵药园，苏师妹演得不错吧？她跟我说，为了让你相信，她可是流了不少眼泪呢。还有那天气的变化，我想你应该也猜不到，那是有人动了手脚，专门为你和你那位博学的老师开的一扇后门吧。这一句话如同惊雷，狠狠劈在了叶晨的天灵盖上。叶晨瞬间瞪大了眼睛，眼球上布满了红血丝，呼吸几乎停滞。苏柔的演技，天气的操控，阵法的后门，原来那天晚上的一切不是巧合，不是运气，更不是苏柔一个人的背叛，这是一个局，一个早就布好
将他和老师所有反应都算计在内，等着他往里跳的死局。而能布下这个局，又能让苏柔那种外门弟子乖乖听话，还能操控执法堂判决的人，整个玄天圣地只有一个人，那个一直被他怀疑却始终不敢确认的名字，此刻终于清晰无比地浮现出来。洛无尘。叶晨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吼声，那是被愚弄到极致的愤怒与绝望。他指着黑袍人，手指剧烈颤抖：“是你，果然是你！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已经是高高在上的首席，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为什么？”洛无尘微微一笑，语气平淡的像是在讨论天气。需要理由吗？因为你有价值，因为你会找宝物，这就是理由吧。现在，你的使命完成了。他缓缓抬起脚，踩在了叶晨那只伸向机缘的手上，用力碾压。啊！叶晨发出了惨叫，十指连心，他的手指骨在洛无尘的脚下寸寸碎裂。但比肉体更痛的是智商和尊严被彻底践踏的羞辱。这是一种生命层次的跃迁，如同虫化蝶，如鱼化龙。洛无尘微微皱眉，承受着那种灵魂深处的战栗感，但他的姿态依旧优雅。随着最后一点精液融入，他的胸口处爆发出一声若有若无的大道轰鸣，一块烙印着繁复道纹、散发着亘古气息的金色骨骼彻底成型。刹那间，洛无尘身后的9座神功法相自动浮现，随后在这股至尊气息的统御下，竟然开始缓慢融合，隐隐有着向王境领域演变的趋势。外界，玄天圣地上空，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被紫气覆盖，延绵3万里。紧接着，一株巨大的混沌青莲虚影在9天之上缓缓绽放，莲叶托起日月星辰，莲心孕育大道真理。咚！一声悠扬的钟声自虚空中响起，传遍了整个东荒道域。圣地主峰大殿深处，一道绝美的身影瞬移而出，立于云端。她身着一袭紫金色的流仙长裙，勾勒出惊心动魄的完美曲线，3000青丝如瀑，肌肤胜雪，眉心处一枚娇艳欲滴的粉色花瓣印记熠熠生辉，既增添了几分圣主的威严，又带着一种惊心动魄的妖冶与冷艳。玄天圣主南宫令，一位早已踏入圣境的绝世强者，也是东荒无数难修心中的梦幻神女。此刻，这位平日里冷若冰霜的女帝正美眸流转，紧紧盯着青云峰的方向，眼底深处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艳与炽热。混沌种青莲竟然引发了这种传说中的异象。南宫令红唇轻启，声音清冷而动听：“无尘，你究竟还要给本座多少惊喜？”他玉手轻挥，一道柔和的结界瞬间笼罩了整个青云峰，隔绝了外界窥探的目光，亲自为爱徒护法。传本座法旨！南宫里威严的声音响彻宗门，即日起册封洛无尘为玄天少主，为同父圣主，见之如见本座。轰！全宗沸腾，无数弟子对着青云峰的方向顶礼膜拜，眼神中充满了狂热的崇拜。密室内，异象收敛，一切归于平静。洛无尘缓缓睁开双眼，瞳孔深处似有星河幻灭。他站起身，那一身白衣无风自动，气质比之前更加出尘，仿佛一尊行走在人间的神智。门外早已等候多时的安若雪感受到这股恐怖的威压，膝盖一软，不由自主地跪了下去。恭喜主人神功大成！安若雪低着头，声音颤抖。她对外虽是玄天圣地第3真传，拥有神功境中期的不俗修为，但在如今的洛无尘面前，她感觉自己渺小的像一只蝼蚁。起来吧！洛无尘心情不错，随手丢给他一枚玉简，这是一门适合你体质的神通，拿去练吧。谢主人恩赐。安若雪如获至宝。洛无尘走出密室，来到听涛阁的露台，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师兄，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只见江心月正坐在阁中的茶案旁，正在熟练的烹茶。见洛无尘出来，他连忙起身，眼中满是崇拜与喜悦。与之前大比时相比，他身上的气息更加飘渺，显然修为又精进了不少。心月来了。洛无尘坐到对面，接过他递来的灵茶，轻抿一口，看你神满气足，想必近日修行有所突破，多亏了师兄。江心月美眸亮晶晶的，上次听了师兄关于太上忘情典的那番未入情和谈忘情的教诲，心月如梦初醒。回去闭关后，我不再刻意压制心绪，反而顺其自然，没想到瓶颈竟然真的松动了。他看着眼前这个完美的男人，脸颊微红。现在我已经摸到了神功境后期的门槛，师兄真乃神人也。洛无尘温和一笑，是你悟性好，我不过是随口一提。他自然不会说，那只是他为了攻略他而随口胡诌的废话文学。没想到这傻丫头还真练成了。江心月正色道：“对了，师兄，最近外界似乎不太平，听长老们说，天机阁发布了最新的天骄榜，预言黄金大事即将开启，各种上古体质、隐世宗门的传人纷纷出世。据说西漠那边出了个佛子，天生金刚不坏；北原有个蛮神传人，力能搬山，也涌现出了几位千年难遇的绝世天骄。大家都说这一世是为了争夺那唯一的地位。”说到这里，江心月有些担忧地看着洛无尘：“师兄，虽然你现在是少主，但竞争对手实在太多了。”洛无尘闻言却只是淡淡一笑，他伸出手替江心月理了理鬓角的发丝，动作自然而亲密，让圣女的脸颊瞬间飞起红霞。黄金大事吗？洛无尘转头望向云海深处，眼神幽深而自信。也好，若这世间只有庸才，
那这成帝之路未免太过无趣。既然那些牛鬼蛇神都出来了，他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不必担心，洛无尘温声道，这天他下来有师兄顶着，你只需要安心修你的道便好。江心月重重点头，看着眼前这个完美的男人，心中充满了安全感。就在这时，天边一道紫光飞来，化作一枚传讯玉符，落在洛无尘手中。上面只有简短的一行字，却带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与一丝若有若无的幽怨。来圣主封建我南宫烈。洛无尘眉梢微挑，指尖摩挲着玉符。看来那位美艳的圣主大人对于自己搞出这么大动静，有很多话想私下聊聊啊。青云峰听涛阁。洛无尘收起传讯玉符，看着面前一脸关切的江心月，温和一笑。圣主召见，想必是关于册封少主的事宜。心月，你且在此安心修炼。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一旁身着真传弟子服饰恭敬势力的安若雪，眼中闪过一丝深意，随后对江心月说道，顺便替我指点一下安师妹。她虽已晋升第3真传，修为也到了神功境中期，但在对宗门核心功法的领悟上，还需要向你这位圣女多请教。江心月看了一眼安若雪，这位安师妹平日里虽低调，但容貌气质皆是不俗，尤其是那双桃花眼，总让她觉得有些太过妩媚。不过既然是大师兄的吩咐，且对方也是真传序列，他自然要拿出师姐的风范。是，师兄放心。江心月微微颔首，虽然心中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师妹有些许警惕，但更多的是被师兄信任的喜悦。身为师姐，心月定会好好与安师妹切磋交流。洛无尘点了点头，语气变得郑重了几分。我此去圣主峰，不知何时归来。这几日青云峰上的内务和阵法运转，就劳烦你多费心了。你细心，交给你我放心。这句话虽然没有点破什么，但那种家里交给你的信任感，瞬间击中了江心月的软肋。她俏脸微红，心中像吃了蜜一样甜，立刻挺直了腰杆，正色道，师兄言重了，为您分忧是心月的分内之事，您不在的时候，我一定帮您守好青云峰。看着江心月那副誓死守护家园的可爱模样，洛无尘微微一笑，又看了一眼低眉顺眼，实则心知肚明的安若雪，确信这两人暂时打不起来后，他身形一晃，化作一道流光，向着那座悬浮在最高处的圣主峰飞去。圣主峰水月宫，这里没有那些金碧辉煌的装饰，只有大片大片的紫色竹林和流淌的灵泉，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兰花香气，那是南宫里身上独有的味道。洛无尘轻车熟路地穿过竹林，宫殿深处青纱幔帐层层叠叠，朦胧而静谧。弟子洛无尘拜见圣主。他在最后一层纱帐前停下，躬身行礼，声音清朗，恪守着弟子的本分。进来吧。一道清冷磁性却莫名带着一丝慵懒的声音传出。洛无尘撩开纱帐走了进去，只见一张巨大的白玉软榻上，南宫里正斜倚着靠枕。他褪去了平日里那套繁琐庄重的圣主法袍，只穿了一件淡紫色的丝绸长裙，长发随意的挽起，露出一段修长白皙的脖颈，眉心那枚粉色的花瓣印记在柔光下熠熠生辉，让他整个人看起来既圣洁不可侵犯，又透着一种惊心动魄的妩媚。他手里拿着一卷古籍，见洛无尘进来，美眸流转，视线在他身上停留了许久，才缓缓放下书卷。不错。南宫里红唇轻启，神功境巅峰，肉身无瑕。无尘，你这次给本座的惊喜实在太大了。他坐直了身子，向洛无尘招了招手，过来，让本座看看你的骨头。洛无尘依言上前，在软榻边半跪下来，神色恭敬。南宫里伸出纤纤玉手，指尖带着一丝微凉，轻轻按在了洛无尘的胸口，一股柔和却浩瀚的圣力顺着他的掌心探入，检查着那块新生的混沌至尊骨。然而随着检查的深入，南宫里的指尖却不可抑制地微微颤抖了一下，掌心下是青年坚实有力的胸膛，那蓬勃的心跳声每一次震动都仿佛顺着他的手臂直接传导到了他的心尖上。其实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缘由，每当靠近这个名为徒弟的男人，他体内沉寂多年的气血便会莫名躁动，仿佛两块磁石相互吸引，那种源自生命本源的契合感，让他这位早已心如止水的圣境强者都无法抗拒。南宫里，你在想什么？他在心中暗骂自己，强行压下那种本能的悸动。他是你的晚辈，是宗门的希望，那种名为师徒的伦理大山，是你绝对不能触碰的红线。他猛地收回手，动作有些仓促，脸上飞快地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红晕，随即被他强行用圣力压下，恢复了往日的高冷威严。可确实是传说中的混沌至尊骨。南宫里别过头，不再看洛无尘那双仿佛能看穿人心的眼睛，语气变得公事公办。既然觉醒了此等神体，日后修行切不可懈怠，莫要辜负了这等天赋。洛无尘将他刚才那一瞬间的慌乱尽收眼底，他并没有点破，反而表现得愈发恭顺完美，扮演着一个不知师尊心意的好徒弟。弟子谨遵圣主教诲。见他如此规矩，南宫里心中既松了一口气，又隐隐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失落。他深吸一口气，平复心绪，玉手一翻，那枚象征着最高权力的玄天圣令出现在手中。黄金大事已至，天骄争霸。无尘，从今日起，这宗门的一半权柄，本座便交给你了。南宫里将令牌递给他，神色严肃。外事杀伐，内务决断，
你皆可一言而定。若有长老不服，持此令，如本座亲临。”骆无尘双手接过令牌，神色郑重：“弟子定不负圣主厚望，必将带领宗门登临绝巅。”好。南宫里看着他意气风发的模样，眼中的严厉逐渐融化，化作了一抹柔色。另外1个月后便是东荒天骄盛会，你代表宗门去一趟坠龙谷，去会会那些所谓的天骄，告诉世人，在这个时代，只有我玄天少主才是唯一的真龙。是。正式谈完，宫殿内陷入了短暂的寂静。按照规矩，骆无尘此时应该告退了。骆无尘也确实站起身，准备行礼告退。若圣主无其他吩咐，弟子便先行告退，回去巩固境界。慢着！南宫里突然开口叫住了他。话一出口，他自己都愣了一下。留下他做什么？孤男寡女，深夜共处一室，传出去成何体统？但看着骆无尘投来的询问目光，南宫里咬了咬红唇，强行找了一个蹩脚却又合理的借口：“你刚刚突破境界，尚需打磨，今晚就留在水月宫陪本座下一局棋吧。”他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威严且自然。上次你赢了本座绊子，本座近日研究了一套新棋路，正好拿你试手。顺便，本座也可以助你梳理一下混沌气的运用。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是长辈对晚辈的考校与指点，也是他给自己那颗躁动的心找的一块遮羞布。既是圣主，有雅兴。骆无尘微微一笑，重新坐下，动作优雅地整理了一下衣摆。那弟子便恭敬不如从命了。1个月后，坠龙谷外，原本荒凉的戈壁，此刻已被几股恐怖的气息切割的泾渭分明，并没有想象中的人山人海。能有资格站在这里的，无一不是东荒赫赫有名的霸主势力。东方，大衍圣地的青玉园盘旋浮半空，大衍圣子双瞳碱水，似有八卦流转。南方，子府皇朝的9辆黄金战车排开，3皇子金甲加身，杀伐之气冲霄。西方，瑶池圣地的七彩祥云之上，圣女怀抱琵琶，仙音袅袅。然而就在这时，9声苍茫古老，仿佛来自远古洪荒的龙吟，陡然间在9天之上炸响。这声音之大，威压之盛，瞬间盖过了在场所有人的气势。所有人骇然抬头，只见苍穹裂开，9条长达100丈、身披青色鳞甲的蛟龙，拉着一座如移动天宫般宏伟的沉香辇破云而出。而在辇车之后，一艘通体由星辰紫金打造的玄天灵舟缓缓驶来。灵舟之上虽然只有寥寥30余人，但那股凝结在一起的恐怖大势，竟然硬生生压得在场其他3大势力的气场黯淡无光。是玄天圣地！3皇子瞳孔骤缩，握着战戟的手紧了紧。9龙拉车，好大的排场！那应该就是那位刚被册封的少主骆无尘。在无数道或忌惮、或惊艳、或嫉妒的目光中，队伍缓缓降落，占据了最中央、视野最好的位置。骆无尘在江心月的陪同下，缓步走出辇车。他一身不染尘埃的白衣，周身缭绕着淡淡的混沌气，双眸深邃如渊。面对周围那些足以横扫一方的顶级天骄，他的眼神没有丝毫波动，仿佛在看一群稍微强壮一点的蚂蚁。后方灵舟上，安若雪也带领着那30名精英弟子飞身而下。他走到骆无尘面前，神色清冷孤傲，行了一礼：“少主已抵达。”骆无尘微微颔首，语气平淡：“归队。”这一幕让在场的其他圣子皇子感到一种莫名的憋屈。要知道，安若雪作为玄天圣地第3真传，其修为气质丝毫不逊色于在场任何一位圣子。但就是这样一位足以和他们平起平坐，甚至隐隐高出一头的绝世天骄，在骆无尘面前却只能执下属之礼，恭敬听令。这种无形的阶级落差，比任何言语上的挑衅都更具杀伤力。仿佛在骆无尘眼里，他们引以为傲的身份不过是人家手下的级别罢了。然而在远处的一座不起眼的石峰上，一个身着灰色布衣、背着一把袖剑的少年正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叫楚天，骆云宗大师兄，九霄尊者转世。哼，玄天圣地。楚天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人倒是都不错，根基扎实。那30个弟子若是放在千年后，也有资格做我宗门的外门弟子了。他的目光扫过大衍圣子、3皇子等人，微微点头。这些所谓的圣子皇子勉强算是有点看头。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被众星捧月的骆无尘身上，眼底的平淡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极力压抑的灼热。这就是玄天少主，简直是一座移动的宝库。9龙拉车、混沌体意象，这等惊世的底蕴放在他身上未免太过浪费了。作为重生者，他最看不起的就是这种二世祖。在他以往的认知里，骆无尘就是那种专门给主角送装备、送经验、送女人的反派经验包。混沌谷倒是个好东西。楚天摸了摸背后的袖剑，眼神变得贪婪而孤傲，放在你身上简直是暴殄天物。等进了坠龙谷，本座会亲手把它挖出来。本座重生归来，这副肉身根基太差，若是能炼化了这块混沌谷，正好可以重铸本座的9霄剑体，助我重回巅峰。就在楚天在心里给骆无尘判了死刑，并预定了他的骨头时，高台之上，骆无尘的目光看似随意地扫过全场，实则早已开启了系统的气运探查。叮，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警告：发现高危气运目标，姓名楚天，身份9霄尊者转世，重生流气运之子，气运等级红色，传说级金手指，前世记忆，尊者道心，免疫威压，
神剑诛仙，封印中当前状态万猪吃虎，极度自负，正在鄙视宿主并图谋宿主的混沌骨。洛无尘的眉梢微不可察地挑了一下，图谋我的混沌骨，想拿去炼剑铁，好小子，有志气。他看了一眼那个躲在角落里一脸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灰衣少年，虽然楚天极力收敛气息，但在系统的视野里，那根冲天而起的红色气运光柱简直比坠龙谷里的宝光还要耀眼。想拿我当踏脚石？洛无尘心中冷笑。楚天啊楚天，你大概忘了，你前世是尊者不假，但你现在只是个神功初期的弱鸡。既然你带着前世的记忆来送快递，那本少主就不客气了。洛无尘收回目光，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对付这种重生者，最忌讳的就是直接硬刚，最好的办法是利用他们的先知。你负责带路，我负责截胡；你负责装逼，我负责打脸。最后，当你满载而归，以为要劫起的时候，我再连人带宝一起收割。诸位，洛无尘温润的声音传遍全场，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少主威仪。坠龙谷秘境开启在即，凶险万分。我玄天圣地愿与诸位同道共勉。他顿了顿，眼神中透着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似乎是在对在场的某个人说，希望大家都能在里面找到属于自己的机缘。轰！话音刚落，谷口静止震动，一道巨大的空间裂缝缓缓撕开，坠龙谷开启了。轰隆隆！随着空间裂缝的彻底张开，一股来自远古洪荒的苍茫气息，夹杂着浓郁的血腥味，瞬间席卷了整个谷口。坠龙谷开启，冲啊！真龙宝树就在里面，遍地是宝，谁抢到就是谁的。数以万计的修士如同过江之鲫，疯狂地涌入那道巨大的光门。然而，机缘往往伴随着死亡。吼！刚一进入外围区域，震天的兽吼声便此起彼伏。只见迷雾翻涌，无数潜伏已久的嗜血魔藤、铁背苍狼、鬼面魔蛛从暗处扑杀而出，仅仅一瞬间，外围就变成了修罗场，鲜血染红了大地，残肢断臂横飞。但在这片混乱的杀戮中，有几股力量却如同礁石般屹立不倒，甚至逆流而上，强势碾压一切阻碍。南方金光漫天，挡我者死！紫府皇朝的三皇子身披金甲，手持一杆方天画戟，如同一尊战神冲在最前方。他身后9辆黄金战车轰鸣，18名黄级未结成战阵，如同一台绞肉机。一头试图偷袭的黑灵蟒刚探出头，就被三皇子一戟劈成2半。沐浴着兽血，他狂笑道：“痛快！这才是哪儿该来的地方。”东方剑气纵横，大眼圣地的阵营中，大眼圣子背负双手，步履从容。他双眸中八卦流转，仿佛能看穿迷雾中的一切杀机。每一步落下，周围必然有一道剑气凭空生成，精准地刺穿一只前伏妖兽的咽喉。坎位有毒障，离位有杀阵。诸位师弟，随我走生门。西方仙乐飘飘，瑶池圣地的仙子们在瑶池圣女的带领下，脚踏七彩祥云。圣女怀抱琵琶，仙指清波，一阵阵肉眼可见的音波涟漪扩散开来。那些原本凶残的妖兽听到这乐声，竟然变得眼神迷离，呆立当场，任由仙子们飘然远去。这便是顶级势力的底蕴，在普通修士眼中的绝地，在他们脚下如履平地。高空之上，洛无尘独自一人踏空而行，他的一袭白衣在腥风血雨中不染尘埃，周身缭绕的混沌气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立场，任何靠近他3丈之内的妖兽或毒虫都会在瞬间被碾压成齑粉。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去抢夺那些显眼的灵草或矿石，对于他这个级别的存在来说，外围的这些资源虽然珍贵，但还不足以让他停下脚步。洛无尘微微闭目，再次睁开时，双瞳之中混沌气流转，仿佛有2个世界在生灭。虽然这坠龙谷迷雾重重，隔绝神识，但在这双眼睛面前，一切虚妄皆无所遁形。整个世界的色彩在他眼中褪去，只剩下了气运与灵力的流动。在他的视野中，下方那几位天骄头顶皆有紫气升腾，气势如虹，确实是当世人杰。若是没有意外，他们将来必是一方霸主。但洛无尘的目光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停留，他在找那个最特别的颜色。找到了。洛无尘目光一凝，锁定了东南方向一片看似荒凉，毫无宝光，甚至连妖兽都懒得光顾的石林区域。在常人眼中，那是一片死地，但在他的神瞳之中，那里却有一道极细微却坚韧无比的红色光柱，正以一种极其诡异的路线避开了所有的战场和兽巢，悄无声息地向着深处前行。那不是楚天又是谁？放着大路不走，偏走死路。洛无尘神色平静，看来那里果然藏着好东西。此时，下方的三皇子似乎刚刚斩杀了一头守护兽，获得了一株千年灵药，引来一阵欢呼。洛无尘只是淡淡扫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对于现在的他而言，这些所谓的3阶灵药早已入不了他的眼，他要的是足以改变命运的重宝。你们慢慢争。他身形一晃，化作一道流光，悄无声息地脱离了主战场，向着那片被所有人忽视的石林掠去。迷雾石林边缘，楚天从一片灌木丛中钻了出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他回头看了一眼远处喊杀声震天的战场，脸上露出了标志性的冷笑。一群蠢货，在外围打生打死，抢那点残羹冷炙。殊不知，真正的机缘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楚天摸了摸背后的袖剑，眼中闪过一丝傲然。仗一世，
这坠龙谷被各大圣地天骄翻了个底朝天，却唯独漏掉了这处隐秘之地。后来还是被一个散修误打误撞发现，才让世人知晓这里竟然藏着龙血诸果。这一世，这份机缘是本座的了。他并没有发现，在万米高空的云层之上，有一双冷漠的眼睛，正格着重众迷雾，静静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坠龙谷外围迷雾石林，这里是楚天记忆中除了核心传承外最重要的一处机缘地。为了避开外围的兽潮，也为了甩开那些凡人的苍蝇，他足足绕了2个时辰的路，甚至动用了前世的秘法燃烧精血，才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了这里。呼呼，楚天站在那块巨大的阵法石前，大口喘着粗气，额头上满是汗水，但他眼中的兴奋却怎么也掩饰不住。这处石林地势偏僻，又有天然毒障掩盖，若非有前世记忆指引，寻常修士根本不可能发现这里别有洞天。楚天自信一笑，这第一份机缘，本座拿定了。他不再犹豫，双手如穿花蝴蝶般结印，一道道繁复的金色符文打入巨石。这上古阵法虽然繁琐，但对于拥有尊者见识的他来说，破解只是时间问题。1刻钟，2刻钟，随着灵力的消耗，楚天的脸色渐渐发白，但眼中的光芒却越来越盛。终于，轰隆隆，伴随着沉闷的摩擦声，巨石缓缓移开，露出了那个隐蔽的洞口。开了！楚天顾不得调息，眼中满是狂热，身形一闪，直接冲进了洞穴深处。龙血诸果，有了你，我就能重塑根基，再登巅峰。然而，他的脚步猛地定在原地。只见洞穴深处，那方原本应该生长着诸果灵树的灵池中央，只剩下一个崭新的、刚被挖开的土坑，空气中甚至还残留着浓郁的药香。那泥土的断茬还是湿润的，证明那株灵药被人取走的时间绝对不超过半刻钟。空的，楚天瞳孔骤缩，脸色瞬间阴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他大步走到土坑前，手指捻起一点湿润的泥土，眼神冰冷如刀，没有强行破阵的痕迹，没有大规模的灵力波动，这怎么可能？楚天猛地抬起头，环顾四周，外面那座巨石阵法明明完好无损，也就是说，去走宝物的人不仅发现了这个极其隐蔽的地方，而且手段通天，甚至可能掌握了空间法则。这处隐秘之地，哪怕是在当年，除了那个误打误撞的幸运儿，也根本无人知晓。这一世，本座明明是第一个赶来的，到底是谁？一个让他极为忌惮的念头在脑海中浮现。难道这世上不止我一个重生者？楚天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震惊与暴怒。他毕竟是尊者转世，心性坚韧，没有像普通人那样崩溃，而是迅速开始分析利弊。如果是别的重生者，那他比我更强，比我更早布局。看来这一世的成帝之路不会像我想象中那么顺遂了。楚天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土坑，眼中闪过一丝狠戾。既然第一份机缘没了，那就去争下一份。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因为一次失利而停下脚步。不管你是谁，敢抢本座的东西，就要做好被反噬的准备。叮！远处正在赶往核心区域的洛无尘脑海中，系统提示音乐耳响起。系统提示：气运之子楚天错失龙血诸果，产生同行竞争的强烈危机感，触发痛苦守恒定律，宿主获得高阶同类奖励真龙精血1滴。注：此乃开启真龙巢穴的钥匙之一。洛无尘脚步微顿，嘴角勾起一抹淡然的弧度。凭借他的混沌神瞳，这坠龙谷内的一切宝光都如黑夜中的烛火般清晰。他没有回头，只是继续前行。深藏功与名。半个时辰后，坠龙谷核心区域真龙巢穴入口，这里的天空呈现出一种令人压抑的暗金色，各大势力的天骄齐聚于此，却被那道高达1000丈、散发着恐怖龙威的血色光幕挡在门外。给本皇子开！三皇子浑身浴血，大戟都要砍卷刃了，那光幕依然纹丝不动。不行，推演不出。大眼圣子双目流血，八卦罗盘崩碎了一角，无奈摇头。众人绝望了，宝山在前，却不得其门而入。就在这时，一道白衣胜雪的身影踏空而来，洛无尘独自一人，神色从容，仿佛这漫天的龙威对他来说只是微风拂面。玄天少主，大眼圣子仿佛看到了救星，你来的正好，这真龙境至非人力可破，不如我们4家联手。联手？洛无尘停在光幕前，侧过头看了他们一眼，眼神平静，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道与疏离。没有这个必要。话音落下，掷地有声，在众人错愕的目光中，洛无尘并没有施展什么玄妙的法诀，也没有祭出什么惊天的法宝，他只是非常简单、非常直接地握紧了拳头。轰！那一滴早已被他炼入骨髓的真龙精血，此刻在他体内疯狂咆哮，滚滚混沌气与金色的龙威交织，汇聚在他的右拳之上，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周围的虚空都开始扭曲变形。比起三皇子那种借来的外力，这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无敌力量。开！洛无尘低喝一声，一拳轰出，没有什么花哨的技巧，就是纯粹的力量宣泄，如同一颗混沌流星，狠狠砸在了那道血色光幕上。咚！一声比之前所有人攻击加起来都要恐怖的巨响炸开，整座龙首山峰都在剧烈摇晃。那道连18皇级位合力都无法撼动分毫的血色光幕，在这一拳之下，竟然如同脆弱的琉璃一般，瞬间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裂纹。紧接着，砰！光幕炸裂，化作漫天血雨消散。那条通往核心深处的康庄大道
被他硬生生用拳头轰了出来。洛无尘收回拳头，理了理有些褶皱的衣袖，率先迈步走进了通道。人群后方的阴影里，刚刚赶到，正准备寻找机会混进去的楚天，正好目睹了这一幕。他死死盯着那个背影，瞳孔巨震，呼吸变得急促起来，一拳轰碎了真龙怨念。楚天脑海中灵光一闪，瞬间将所有线索串联了起来。普通的体修绝对做不到这一点，除非他体内有真正的真龙之力，而那株失窃的龙血珠果树下就可能孕育着一滴真龙精血。是他！楚天心中一沉，目光变得前所未有的凝重。那个拿走珠果的人就是洛无尘，而且他已经炼化了那滴精血。看着洛无尘那从容不迫的背影，楚天第一次在这个时代感受到了一种名为不可控的威胁。难道他也是重生者，而且是比我更了解这个时代、更早布局、天赋更妖孽的重生者？穿过那道被轰开的龙首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片令人绝望的红色海洋。龙苑煞海，狂风呼啸，血浪滔天，这里的每一滴海水都蕴含着足以腐蚀神功境强者的恐怖煞气。海面上巨大的龙魂虚影狰狞掠过，发出直刺灵魂的尖啸。这是一场筛选，更是一场残酷的淘汰。冲啊！真龙宝藏就在眼前，岂能退缩？一名来自二流圣地的圣子，自是有神功境初期的修为，祭出一艘极品防御灵舟，想要强行渡海。然而灵舟刚一入水，便发出了令人牙酸的滋滋声。不好，这水有毒！那圣子惊恐大叫，但为时已晚，血水瞬间腐蚀了灵舟的护盾，如同强酸泼在豆腐上。下一瞬，连人带船直接化为了一滩血水，融入了茫茫煞海之中，连神魂都未能逃脱，被水底钻出的怨灵撕咬吞噬，发出凄厉的惨叫。我不信，我乃风灵体，御风而行，不沾片水。另一边，一位以身法著称的天骄腾空而起，试图从高空飞跃，但他才飞出100丈，海面上空那无形的净空龙威便轰然压下。砰！那人像只被打断翅膀的苍蝇，直挺挺地坠入海中。一头100丈长的古龙虚影跃出水面，一口将其吞下，只留下一蓬血雾在空中爆开。救命！我不去了，我要回去啊！我的腿化了，师兄救我！短短片刻，这片血海便吞噬了数十名自命不凡的年轻俊杰。岸边那些原本跃跃欲试的修士们脸色惨白，两股颤颤，再也不敢踏出半步。这哪里是机缘地，分明是修罗场。唯有那些真正的顶级天骄踩着同伴的尸骨逆流而上，好重的怨气。不过正好磨砺本皇子的战意。子府三皇子大喝一声，浑身金甲爆发出万丈光芒，他头顶悬浮着那枚传国玉玺，仿垂下丝丝缕缕的黄道龙气，化作一条五爪金龙盘绕周身。黄道镇压，面对扑面而来的血色巨浪，他不退反进，手中大戟横扫，硬生生将巨浪劈开。另一边，大眼圣子神色肃穆，双眸中八卦飞速旋转，前3连坤6段，水火既济，他并没有硬抗，而是总能在巨浪拍下的前一瞬找到那稍纵即逝的灵力薄弱点。他脚踏虚空，步伐玄妙，看似惊险万分，实则片叶不沾身。瑶池圣女盘坐于一朵七彩祥云之上，素手拨弄琴弦，音波化作无形的屏障，将那些试图靠近的怨灵纷纷净化。不愧是黄金大师的领军人物，虽处险地，却各显峥嵘。在距离他们不远处的另外2个方向，一轮清冷的皓月虚影缓缓升起，江心月衣袂飘飘，素手轻扬，祭出了一件极品灵气广寒月轮。太上忘情，冰封千里。他红唇轻启，月轮旋转间洒下万道银白色的月华。那些原本狂暴的血色巨浪，在接触到月华的瞬间，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冻结，化作了一座座晶莹剔透的冰雕。他赤足踏在冰面上，步步生莲，宛如广寒仙子临凡，清冷而不可侵犯。而在他的侧后方，安若雪的处境就显得有些艰难了。他此刻运转的是玄天圣地的高阶秘传太玄成风诀，脚下踩着一团飘忽不定的青色风团。但因为他主修的是魔功，这种正道功法对他来说不仅灵力运转晦涩，威力也大打折扣。在应对如此狂暴的煞海时，他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该死！若能用我的九幽魅影，这区区煞海瞬息可渡。安若雪脸色苍白，额头上满是细汗，身形在风浪中摇摇欲坠，仿佛随时会被巨浪吞噬。他咬着牙，死死压制着体内蠢蠢欲动的魔气，只能凭借身后的灵力抵御硬抗。在旁人看来，这位第3真传虽然天赋不错，但比启圣女来确实逊色了不少。这正是他想要的效果，不显山不露水，做一个合格的陪衬。然而在这些或惊艳或艰难的身影之中，却有一个异类，以一种更加霸道更加不讲理的方式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洛无尘，他没有祭出防御法宝，也没有施展玄妙步伐，更没有动用兵器，他只是背负着双手，径直踏入了这片足以吞噬王者的血海。好！一头由怨气凝聚的100丈龙魂咆哮着从浪涛中冲出，张开血盆大口咬向洛无尘。滚！洛无尘看都没看一眼，只是随手一挥衣袖，轰！那头足以撕碎神功境后期的龙魂，竟然在这一袖之下直接崩碎成漫天光雨。他体内的混沌至尊骨释放出淡淡的混沌辉光，万法不侵。他一步踏出，踩在狂暴的浪头上，砰！
原本想要掀翻他的巨浪，竟被这一脚硬生生踩爆，海面瞬间凹陷下去一个巨大的脚印，周围的海水被这股恐怖的肉身力量震得倒卷而回，根本不敢靠近他分毫。三皇子靠的是黄道龙气，大眼圣子靠的是规避，江心月靠的是冰封，而洛无尘靠的是镇压。我就站在这里，这片海便得给我平在此处，这就是混沌体。三皇子瞳孔骤缩，感受到那股源自生命层次的压迫感，心中的傲气也不由得收敛了几分。就在众天骄八仙过海之时，血海深处的一条隐蔽暗流中，楚天正躲在一件龟壳秘宝下，顺着洋流急速穿梭。哼，一群只会用蛮力的莽夫。楚天通过秘法感应到上方众人的动静，心中冷笑，这煞海越往中心，阻力越大，唯有本座知道这条潜龙道可直达彼岸。洛无尘虽然强横，但他一入硬抗，灵力消耗必然巨大，而我以逸待劳，等到了大殿，就是我翻盘的机会。眼看着前方不远处就是彼岸，楚天眼中露出了狂喜之色，只要先一步登岸，抢占先机，大殿里的宝物就是他的。然而当他即将冲出水面的时候，正在海面上散步的洛无尘脚步突然一顿，他的混沌神瞳穿透了浑浊的血水，清晰地看到了一只正躲在乌龟壳里，顺着洋流鬼鬼祟祟前进的老鼠。哦，居然还能找到这种捷径！洛无尘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他不介意别人凭实力过海，但他很介意有人在他眼皮子底下偷鸡。既然喜欢躲在水底，那就永远别上来了。洛无尘并没有动用什么复杂的术法，他只是缓缓抬起了右脚，体内气血如龙，混沌至尊骨爆发出璀璨的金光，千万斤巨力汇聚于一点，然后对着前方的海面重重一打，轰隆隆！这一脚宛如太古神山坠落，恐怖的劲力瞬间贯穿了千丈深的海水，直接轰击在海底的岩床上，整片海域仿佛沸腾了一般，方圆百里的海水在这一刻被震得冲天而起，原本平静顺畅的暗流，在这股蛮横无理的震荡力下，瞬间崩塌逆乱，化作了无数道绞杀一切的恐怖漩涡。什么情况？躲在水下的楚天只觉得天翻地覆，前一秒还是顺风顺水的高速公路，下一秒直接变成了毁灭风暴的中心。咔嚓！那件足以抵挡神功境巅峰攻击的龟壳秘宝，在这股恐怖的震荡之力下，瞬间布满裂纹。紧接着，狂暴的乱流将它连人带壳卷起，像个破布娃娃一样在海里疯狂旋转，最后被一道冲天起的血色巨浪狠狠拍出了水面。噗！楚天狼狈地喷出一口鲜血，整个人重摔在彼岸的沙滩上。虽然上岸了，但半条命没了。他浑身骨头散架，皮肤被煞气腐蚀的溃烂，趴在地上大口喘息。他艰难地抬起头，正好看到洛无尘踏着最后一朵浪花优雅落地。周围的三皇子、江心月等人也先后登岸，看着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又看了看趴在地上的楚天，神色各异。洛无尘并没有说话，他只是淡淡地瞥了一眼脚边像死狗一样的楚天，眼神中没有嘲讽，也没有惊讶，只有一种仿佛看到路边垃圾般的漠然。随后他理了理衣袖，直接迈步从楚天身边走了过去，向着大殿走去。楚天气得浑身发抖，内脏剧痛。他算的洋流没错，他找的捷径也没错，但他唯独没算到这个怪物的力量竟然强到了可以一脚震碎整个海域的平衡。龙苑煞海彼岸，呼呼！随着一道道狼狈的身影爬上岸边，原本死寂的真龙大殿前终于有了几分人气。子府三皇子浑身金甲暗淡，头顶的玉玺更是裂开了一道缝隙，心疼的他直抽冷气。大眼圣子脸色惨白，发髻散乱，显然神魂消耗过度。瑶池圣女稍微好些，但那原本不染尘埃的裙摆上也沾染了几点腥臭的血渍。他们看着早已站在岸边，眼中除了忌惮，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同样是天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人家过海象是郊游，我们过海象是渡劫。师兄，江心月踏着月华而来，虽然气息微喘，但依旧保持着圣女的风仪。安若雪紧随其后，虽然脸色有些苍白，但并未受伤。做得不错。洛无尘对两女微微颔首，随后转身看向那是座巍峨的宫殿。既然都到了，那就进去吧。他没有理会其他人，甚至没有看一眼那个刚刚从泥坑里爬出来，正在吞服丹药疗伤的楚天，径直迈入了殿门。真龙大殿内，空间极其广阔，99根巨大的盘龙柱支撑着穹顶，每一根柱子上都雕刻着不同的真龙形态，散发着古老的道韵。大殿中央悬浮着一张巨大的龙椅，而在大殿的四周漂浮着数十个光团，每一个光团里都包裹着一件宝物，有龙鳞打造的铠甲，有龙牙打磨的匕首，还有记载着上古秘文的玉简，是真龙遗宝。那是圣阶下品的龙鳞甲。见到这一幕，原本还精疲力竭的众天骄瞬间红了眼，纷纷化作流光冲向那些光团，厮杀声再次响起。然而在这个混乱的战场边缘，重伤初愈的楚天却正贴着墙根，悄无声息地向着大殿的一个角落挪去。哼！楚天看着那些争夺龙鳞龙牙的人，眼中满是鄙夷，那些不过是真龙生前随手丢弃的垃圾罢了，真正的传承根本不在明面上。他的目光死死锁定在大殿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甚至已经积满灰尘的破碎石墩上。根据前世记忆，这石墩看起来是废墟，实则是整个大殿的阵眼。而在石墩内部封印着一缕真龙残魂，那才是开启核心传承真龙9变无上宝术。
的钥匙。洛无尘虽然强，但他终究不是重生者，他不可能知道这种隐秘。楚天心中燃起了最后的希望火苗，只要我拿到真龙9变，修成真龙之躯，就能弥补根基的不足，到时候我依然是那个威震一世的九霄尊者。他屏住呼吸，趁着洛无尘正在大殿中央副手观摩壁画的时机，猛地冲向了那个石墩。给本座开！楚天咬破舌尖，喷出一口精血，落在石墩上，双手飞快结印，打出了一道早已烂熟于心的幻灵法诀。嗡！原本死寂的破碎石墩，在吸收了精血和法诀后，突然剧烈颤抖起来，一道璀璨的金光冲天而起。吼！伴随着一声苍凉而威严的龙吟，一条只有巴掌大小，却散发着纯正龙威的迷你金龙虚影从石墩中钻了出来。真龙残魂现身！这一动静瞬间吸引了全场目光，所有人动作一致，惊愕地看向角落里的灰衣少年。那是龙魂？难道那才是真正的传承？楚天此刻根本顾不上别人的目光，他看着眼前的金龙虚影，眼中满是狂热，伸出双手向虚影传送神念道：来吧，本座乃九霄尊者转世，拥有无上道心，臣服于我，待你重铸辉煌。他自信满满，上一世那个幸运儿就是这样唤醒了龙魂，并得到了认可。这一世他准备得更充分，没理由失败。然而那条迷你金龙悬浮在半空，并没有第一时间冲向楚天。他那双充满灵性的小眼睛先是疑惑地看了看楚天，鼻子耸动了2下，似乎闻到了什么让他嫌弃的味道。啊，就这？他发出一声嫌弃的低鸣，尾巴一甩，直接拍开了楚天伸过来的手。什么？楚天愣住了，被嫌弃了。紧接着金龙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猛地转过头看向大殿中央，那里洛无尘正静静地站在壁画前，周身缭绕着淡淡的混沌气与纯正的真龙血脉气息。当金龙看到洛无尘的瞬间，那双原本高傲的眼睛瞬间亮了，就像是走失多年的小狗看到了主人，又像是饿了3天的色狼看到了绝世美女。啊！一声充满惊喜和谄媚的龙吟响起，金龙虚影甚至连看都没再看一眼楚天，化作一道金色的闪电，屁颠的向着洛无尘冲去。不！楚天目眦欲裂，伸手去抓，那是我的，给我回来！但他哪里抓得住？只见那条金龙瞬间冲到洛无尘面前，并没有攻击，而是轻昵地围绕着他盘旋飞舞，最后甚至讨好地蹭了蹭洛无尘的脸颊。洛无尘似乎对此早有预料，他缓缓伸出手掌，那条金龙乖巧地落在他的掌心，化作一枚散发着玄奥气息的金色玉剑。真龙宝术！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看傻了，尤其是楚天，他保持着伸手的姿势，僵在原地，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灵魂。为什么？明明是我唤醒的，明明是我献祭的精血，为什么他连正眼都不看我，反而像舔狗一样扑向了洛无尘？洛无尘把玩着手中的玉剑，转过身看向角落里失魂落魄的楚天，他的眼神淡漠，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那个谁，我该怎么谢你呢？洛无尘叹了口气，语气中充满了无奈。我本来只是想安静地看个壁画，没想拿传承的，结果你非要把他叫醒，还把他吓得跑到了我怀里。他摊了摊手，一脸无辜，每一句话都像是刀子一样扎在楚天的心口。可能是因为我长得比你像好人吧，或者是他觉得我身上的混沌气和真龙血比你那杂乱的精血要香一点。轰！杀人诛心！这是彻底的杀人诛心！那个谁，楚天哇的一声喷出一口黑血，整个人摇摇欲坠。在这个男人眼里，他甚至连名字都不配拥有。他堂堂九霄尊者转世，处心积虑谋划的机缘，最后竟然成了对方随手捡来的意外之喜。叮！系统提示音如期而至。系统提示：气运之子楚天废静心机唤醒传承，却惨遭嫌弃，并被宿主无视，道心受到暴击，触发痛苦守恒定律，宿主获得高阶同类奖励。检测到获得物品为真龙宝术残缺版，系统自动补全进阶。恭喜宿主获得祖龙创世经地阶极品。洛无尘握紧手中的玉剑，感受着脑海中那部浩瀚无垠的无上经文，嘴角的笑意再也掩饰不住。辛苦了，这位路人师弟。真龙大殿内，杀机如寒潮般席卷。楚天摇摇晃晃地从地上站起来，嘴角的血迹未干，但那双眼眸中却燃烧着疯狂的自信，那是属于九霄尊者的骄傲。他相信，只要自己底牌尽出，区区一个靠资源堆起来的20族，绝不是他的对手。洛无尘，楚天的声音沙哑，如同剑鸣。你抢我机缘，夺我造化，真以为本座是任你揉捏的软柿子吗？本座前世纵横九霄，死在我剑下的准地不知凡几，今日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道。轰！他猛地握住背后的袖剑，一口精血毫不吝啬地喷在剑身之上，以血祭剑，九霄剑诀解封。嗡！原本锈迹斑斑的铁剑瞬间爆发出令人心悸的血光，铁锈剥落，露出了如秋水般凛冽的剑身，一股滔天的杀伐之气冲天而起，甚至让大殿的穹顶都出现了裂痕。准地兵诛仙剑，残，给我死！楚天身形消失，在出现时已在洛无尘头顶一剑斩下。这一剑不仅蕴含着恐怖的灵力，更夹杂着他前世领悟的杀戮法则皮毛，足以斩断虚空。洛无尘并没有拖大，
他感受到了这一剑的威胁，他右手瞬间化作琉璃般的金色，覆盖着细密的龙鳞，以真龙探爪之势抓向剑锋。当一声巨响，洛无尘的手掌稳稳接住了剑刃，火星四溅。哼，徒手接地兵，狂妄！楚天见状不禁反喜，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手腕极其诡异的一抖，剑气脚嗡，那被洛无尘抓住的剑身竟然如游龙般震颤起来，瞬间爆发出千万道细小的无形剑气，顺着洛无尘的手臂疯狂绞杀而上。这是尊者的战斗经验，利用对方的轻敌进行内部爆破，有点意思。洛无尘眉头微皱，手臂上衣袖炸裂，露出了如同白玉般的手臂，上面竟然出现了几道白痕。虽然没破防，但这精妙的劲力运用确实不俗。滚！他体内混沌至尊骨一震，一股霸道的劲力轰出，将楚天震退。楚天借力飞退，凌空一个翻身，稳稳落在盘龙柱上。他看着洛无尘手臂上的白痕，眼中闪过一丝自信的光芒。果然，他虽然境界高，肉身强，但战斗技巧极其粗糙。只要我游斗，未必不能赢。九霄秘术燃血盾，楚天浑身燃烧起血色的火焰，速度暴涨3倍，化作无数道残影，围绕着洛无尘疯狂劈砍。每一剑都直指要害，每一剑都刁钻至极，仿佛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一时间，漫天剑影将洛无尘彻底淹没。旁观的众天骄看得目瞪口呆。天哪，这楚天到底是什么人？子府三皇子看得冷汗直流，手中的大戟都在微微颤抖。神功初期竟然能爆发出这种战力，这剑法太精妙了，换作是我，怕是3招都接不下。大眼圣子也是面色凝重，双眸中推演不断，却发现自己根本看不透楚天的剑路。此子对势的运用以真化境，每一击都借用了天地之力，这绝不是一个普通散修能拥有的底蕴。这等手段甚至超越了许多老辈强者。难道他是某个上古大能的转世身？瑶池圣女更是美眸圆睁，洛少主竟然被压制了。这楚天的战斗意识简直恐怖如斯。剑影中心，洛无尘看着周围密不透风的攻势，神色依旧平静。不得不承认，重生者确实有2把刷子，这种将灵力运用到极致的技巧，是无数次生死搏杀中练就的本能。但技巧再高，也怕板砖。洛无尘叹了口气，声音平淡却清晰地传入了楚天耳中。在这个绝对的力量面前，你的花里胡哨毫无意义。轰！洛无尘不再保留，他身后的虚空中，那一株巨大的混沌青莲异象再次浮现。与此同时，一条太古真龙的虚影盘绕在青莲之上，仰天咆哮。双重异象，混沌阵势，一股难以形容的恐怖重力场瞬间笼罩了整座大殿。原本快若闪电、自信满满的楚天，身形猛地一滞，就像是陷入了泥潭的苍蝇，动作瞬间慢了10倍。什么？楚天大惊失色，他的剑法，他的速度，他的技巧，在这股蛮横无理的力场面前全部失效了。他还有底牌，终究未能亮出，竟就被洛无尘的示弱假象所迷惑了。但即便亮出，或许也难改定局。这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有如此恐怖的领域？抓到你了！洛无尘一步跨出，无视那些变得软绵绵的剑气，直接伸手掐住了楚天的脖子。楚天目眦欲裂，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他所有的骄傲，所有的自信，在这一刻彻底崩塌。原来对方刚才不是跟不上，只是在试探他的深浅。我不甘心！楚天眼中闪过一丝疯狂的决绝。既然我活不了，那你也别想好过，大家一起死！诛仙剑灵，随我一同赴死！爆！其实早在落入洛无尘掌心的那一刹，他就已经悄然启动了不可逆转的毁灭禁制。无论他今日结局如何，是生是死，他的本命剑灵连同那柄诛仙剑，都将化作一场毁天灭地的自爆盛宴。嗡！诛仙剑发出一声凄厉的悲鸣，剑身瞬间变得通红，一股毁天灭地的恐怖波动在剑身内酝酿。准地兵自爆，哪怕是残片，在这封闭的大殿内，其威力也足以将方圆百里夷为平地。该死！那兵器上的威压简直要压他虚空了。疯子，这是要拉着所有人陪葬啊！快跑！周围的天骄们吓得魂飞魄散，大眼圣子更是喷出一口鲜血，强行催动秘法想要逃离，但大殿被龙威封锁，根本逃不出去。绝望的情绪瞬间蔓延，但洛无尘没有退。他看着手中即将爆炸的神剑，眼中闪过一丝决然。想要拉着大家陪葬？做梦！洛无尘冷喝一声，左手死死掐住楚天，右手猛地握住滚烫的剑身，体内的混沌气与真龙血毫无保留地涌入剑身，化作一道道金色的封印锁链，强行镇压那股狂暴的能量。给我定！洛无尘神色未变，体内的混沌本源却已在悄然流转，周身金光大盛，硬生生用自己的肉身和修为去对抗一剑地兵的自爆。轰破！虽然成功阻止了全面自爆，但那股狂暴的剑气反噬还是在他手中炸开了一团血花，恐怖的冲击波震荡开来。而处于爆炸中心的楚天其实早已气绝，就在那毁灭性能量爆发的前一瞬，洛无尘便已无情地掐断了他的生机。随后的能量洪流呼啸而至，直接将这具刚刚断气的尸体瞬间吞噬，化为了漫天劫灰，尸骨无存了。定！系统提示：宿主成功击杀红色气运之子楚天，判定终极收割。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奖励：红色神话级九霄尊者机缘记忆碎片。大殿内烟尘散去，危机解除，
洛无尘身体微微晃了一下，似乎有些站立不稳。他的白衣上沾染了几朵刺目的血霉，右手手掌更是血肉模糊，鲜血顺着渐渐滴落，触目惊心。这一幕落在旁人眼中，却显得格外悲壮与震撼。少主！江心月和安若雪惊呼一声，连忙冲了过来。但有一道倩影比他们更快，一阵香风袭来，瑶池圣女不知何时出现在洛无尘身旁，素手轻扬，一道充满生机的绿色光华笼罩了洛无尘的右手。他看着洛无尘那只为了镇压帝兵而受伤的手，美眸中闪过一丝复杂与深深的敬佩。他看得出来，刚才那种情况，洛无尘完全可以独自逃走，但他为了保住大殿里的众人，竟然选择了最危险的方式。洛少主，你没事吧？瑶池圣女轻声问道，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关切与温柔。洛无尘看着眼前这位戴着面纱、气质空灵的圣女，强忍着体内的气血翻涌，嘴角勾起一抹虚弱却温和的笑容。无妨，他轻轻摇了摇头，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更是让人心折。不过是些许皮外伤，若是让这疯子毁了这真龙传承，伤及诸位同道，那才是罪过。真龙大殿内，尘埃落定，洛无尘静静地站在大殿中央，那一袭白衣虽然染血，却不仅不显狼狈，反而平添了几分凄艳的战损美感。瑶池圣女跪坐在一旁，小心翼翼地托起洛无尘那只血肉模糊的右手，她取出一瓶散发着清香的玉露生鸡膏，用纤细的手指一点点涂抹在伤口上。嘶，药膏触及伤口，洛无尘微微皱眉，弄疼你了吗？云溪的手一抖，抬头看向洛无尘，那双如秋水般的眸子里满是歉意和心疼。这兵器自爆造成的伤口蕴含毁灭法则，普通的治疗术难以愈合，只能先用药膏拔除煞气，会有些痛。无妨。洛无尘看似凄惨骇人，实则只是流于表面的皮外伤。早在那一声定字出口的瞬间，他体内的混沌本源便已疯狂运转，生生将那残缺准帝兵的自爆之威压制了大半。他看着近在咫尺的绝美容颜，闻着她身上淡淡的莲香，眼神温和。有劳云溪仙子了，若非仙子妙手，这只手怕是要费上一段时间。少主言重了。云溪脸颊微红，低下头继续处理伤口，声音轻柔，少主是为了救我等才受的伤，云溪做这点小事是应该的。如果是别人受了伤，他顶多给平药，但眼前这个男人是为了大义而伤，是为了守护而伤。这种英雄气概，对于常年身处深宫，见惯了尔虞我诈的圣女来说，有着致命的杀伤力。江心月和安若雪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虽然心中有些泛酸，但也知道此时插不进手，毕竟人家是专业的奶妈，而且正在给英雄疗伤。这时子府三皇子和大眼圣子走了过来，这两位之前还傲气冲天的顶级天骄，此刻在洛无尘面前却收敛了所有的锋芒。洛少主，三皇子抱拳，神色复杂，语气却格外郑重。今日若非你出手，我等怕是都要折在那疯子手里。这份救命之恩，子府皇朝记下了。不错，大眼圣子也叹了口气。原本以为我推演天机已是不凡，没想到洛少主不仅肉身无双，这份为了同道敢于硬抗强大兵器自爆的胸襟，更是令在下汗颜。这东荒魁首非少主莫属，他们是被打服的，也是被感化的。虽然洛无尘抢了风头，但他确确实实救了大家的命。至于为什么需要被救，面对众人的吹捧，洛无尘并没有表现出得意。他用那只完好的左手指了指大殿四周那些漂浮的光团，那是真龙生前留下的宝物。虽然核心传承真龙宝术已经被他拿了，但剩下的龙鳞甲、龙牙匕首、龙血草等依然价值连城。诸位，洛无尘淡淡道，那疯子虽死，但这大殿内的机缘还在。我既已得了核心传承，剩下的这些身外之物，便由诸位各凭本事去取吧，我不参与。轰！此言一出，众人皆惊，那可是满地的圣阶宝材啊，随便拿出去一件都足以引发腥风血雨。洛无尘竟然不要，竟然让给他们。少主，此话当真？三皇子不敢置信。我洛无尘从不妄语。洛无尘神色坦荡，今日大家受惊了，这些东西全当是给诸位的押金礼。其实他看不上，有了祖龙创世金和混沌至尊骨，这些边角料对他来说就是垃圾，占格子都嫌麻烦，但送给这些人却能换来巨大的名声和人情。少主高义，多谢少主赏赐。一时间大殿内赞颂声如潮，所有人都对洛无尘感恩戴德，恨不得当场结拜。3日后，玄天战舰之上，返程途中，洛无尘独自坐在奢华的船舱内，并没有修炼。他闭着眼，正在消化从楚天那里得到的特殊奖励天命剧本《西莫魔佛篇》。这剧本详尽地记录了一个尚未发迹的小人物的未来，从籍籍无名、受尽欺凌的小沙弥，到日后那个让诸天神佛都为之颤抖的血衣魔僧。原来如此。洛无尘缓缓睁开眼，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他并没有关注那些琐碎的日常，而是直接将目光锁定在了剧本中标注为命运转折点的一段信息上。那是关于3个月后将在西莫开启的一处上古佛国遗迹。在这个剧本的推演中，那里将会走出一个小和尚。那个小和尚天生佛魔双修，拥有一颗玲珑佛心，却因被寺庙误解，同门陷害而入魔，最终成为了一代魔佛，血洗西莫，甚至差点打崩了半个东荒。佛魔双修，被误解的魔佛。洛无尘手只轻轻敲击着扶手，
眼中的兴味越来越浓。洛无尘站起身，推开窗户，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云海，他的目光仿佛穿透了万水千山，看向了遥远的西漠。玄天圣地，主峰广场，恭迎少主凯旋。数万名弟子的呼喊声如同海啸般席卷天地。当那3艘玄天战舰破云归来，当那9条蛟龙拉着的辇车缓缓降落时，整个宗门都沸腾了。消息早已传回这龙骨一役，少主洛无尘不仅力压东荒所有天骄，更是为了保护同道，硬抗残缺，地兵自爆。他不仅带回了真龙宝术，其实是删减版，还带回了无数真龙遗宝，更带回了仁义无双的赫赫威名。现在在这些弟子眼中，洛无尘不仅仅是大师兄，更是神，是光，是唯一的信仰。圣主峰水月宫，喧嚣散去，夜色温柔。洛无尘沐浴更衣后，换上了一袭宽松的月白长服，来到了这座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寝宫。师尊，弟子回来了。他并没有像在外面那样端着架子，而是很自然地走进内殿，坐在了南宫里的对面。南宫里今日似乎有些不同，他没有坐在软榻上，而是盘坐在一方寒玉莲台上，周身寒气缭绕，似乎在压制着什么。那张绝美的脸庞上带着一丝不正常的潮红，眉心的粉色花瓣印记更是鲜艳欲滴。回来就好。南宫里睁开眼，看到洛无尘的瞬间，眼底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被他掩饰过去。他强装镇定地问道：“经说你为了救人，硬抗了残缺，准地兵自爆，伤势如何了？让师尊挂心了，已无大碍。”洛无尘微微一笑，不仅没有收敛气息，反而主动释放出了一缕炼化后的真龙之气。一道无形的龙吟在殿内回荡，这股气息刚扬霸道，且带着一种源自生命本源的原始诱惑力。南宫里娇躯猛地一颤，原本压制的燥热感瞬间反扑。他除了修炼玄天圣地的地经之外，还修有极寒属性地功法，本该心如止水。但洛无尘身上的这股真龙阳气，就像是烈火遇到了干柴，不仅不排斥，反而产生了一种致命的吸引力。那是阴阳相吸的天道之理。师尊，您怎么了？洛无尘关切地凑上前，伸出手想要去扶他。您的气息似乎有些乱，是修行出了岔子吗？随着他的靠近，那股浓郁的男子气息扑面而来。南宫里只觉得浑身发软，理智在崩溃的边缘疯狂试探。他看着眼前这张俊美无助的脸庞，竟然生出一种想要扑上去咬一口的冲动。别过来！南宫里咬着舌尖，利用剧痛让自己清醒了几分。他向后缩了缩，声音有些沙哑：“徒儿，你先把身上的龙气收一收。为师今日修炼到了关键时刻，受不得阳气激荡。”洛无尘眼中闪过一丝戏谑，但面上却是一副恍然大悟的惶恐模样。是弟子疏忽了。他连忙收敛气息，退后2步，恭敬道：“弟子只是想向师尊展示此次的收获。这真龙九变乃是炼体无上法门，弟子参悟后，觉得对师尊的寒毒或许有压制作用。”说着，他取出了一枚玉简，经过系统改良地功法。听着徒弟这番孝心，南宫里心中既感动又羞愧。徒弟一心为了我好，我却在这里缠徒弟的身子。南宫里啊，南宫里，你简直枉为人师！你有心了。南宫里深吸一口气，接过玉简，不敢再看他的眼睛。这功法本座会看的。另外，关于西漠那边，他强行转移话题，想要分散注意力。西漠，洛无尘心头一动，正愁没借口去呢。师尊这就送枕头来了。不错。南宫里正色道：“听雷轩发来请帖，说是3个月后将举办万佛法会，邀请东荒各大势力观礼。听雷轩是凡人或低阶修士想要进入大雷音寺圣地前的候补区，原本只需派个普通长老去即可，但听说那里最近出了一处上古佛国遗迹，可能会有变故，弟子愿往。”洛无尘毫不犹豫地接话。哦，南宫里有些意外。西漠苦寒，且那帮秃驴最爱讲大道理，你平日里不是最烦这些吗？此一时彼一时。洛无尘目光深邃，义正言辞地说道：“如今黄金大势已至，魔道蠢蠢欲动。听说西漠那边魔宗平现，弟子身为正道少主，理应去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难得你有这份心。”南宫里欣慰地点了点头，看着徒弟的眼神越发柔和，也越发拉丝。既然如此，那便由你代表宗门前去吧，记得早去早回。最后4个字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没察觉的依恋。与此同时，遥远的西方，西漠，这里黄沙漫天，佛光与风沙共存。听雷轩作为西漠大雷音寺的附属实力，金碧辉煌，香火鼎盛。然而，在寺庙最偏僻的后山柴房外，一个穿着破旧僧袍，大概16、17岁的小和尚正跪在烈日下的碎石地上。他叫吴心，长得眉清目秀，但那一双眼睛却很特别，左眼是悲悯的金色佛光，右眼却是深邃的黑色魔气。孽障，你可知错？一名身披袈裟的戒律院首座，手持戒尺，怒视着小和尚。在小和尚身旁躺着一只受伤的小白狐，白狐瑟瑟发抖，腿上还带着捕兽夹的伤痕。弟子不知何错之有。吴心挺直了腰杆，声音虽然稚嫩，却透着一股倔强。众生平等，这狐狸虽然是妖，但也是一条性命。弟子救他是顺应佛心。放肆！首座大怒，妖就是妖，生性残忍。你今日救他，明日他就会害人。你体内流着魔血，果然冥顽不灵，天生就是个是非不分的魔种。魔种！吴心握紧了拳头，
指甲刺入掌心。从出生起，就因为这只右眼，他被全寺上下视为异类魔胎。无论他做得多好，念多少经，在他们眼里，他永远是那个随时会入魔的怪物。罚你跪在悔过崖3天3夜，不许吃饭，不许喝水，手作冷哼一声，一脚踢开那只小白狐，把这妖孽扔出去喂鹰。不要！吴兴猛地扑过去，将小白狐死死护在怀里，用那瘦弱的后背承受了手作的一脚。砰！他吐出一口血，却依然没有松手。那一刻，他右眼中的黑色魔气似乎变得浓郁了一分。佛说普度众生，可为什么你们连一只狐狸都不肯度？如果这就是佛，那我不修也罢。玄天圣地，青云峰，夜幕降临，繁星点点。比起外界的喧嚣，这座少主峰显得格外宁静。洛无尘并没有急着动身前往西漠，而是先回到了自己的地盘。有些家务事得在出门前处理好。听涛阁内茶香袅袅，师兄，这就是那龙血珠果。江心月看着玉盒中那枚晶莹剔透、散发着浓郁赤红霞光的果实，美眸中满是惊喜。他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恐怖生机，那是足以让他从神功后期一举突破到巅峰，甚至触摸王境门槛的能量。洛无尘温和一笑，眼神宠溺。此次坠龙谷之行，虽然宝物众多，但这枚果子成色最好，灵力最纯。我得手的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你，可是这也太珍贵了。江心月有些犹豫，这可是能重塑根基的宝药，放在外面足以引起腥风血雨。师兄竟然真的就像送零食一样送给了他，傻丫头！洛无尘伸出手，轻轻刮了刮他的穷鼻。在我眼里，再珍贵的宝物也比不上你。你我之间还分什么彼此？轰！这一记摸鼻杀配合满分情话，直接让江心月的心理防线全面崩塌。他俏脸通红，心中满是甜蜜，再也不推辞，小心翼翼地收起玉盒。多谢师兄。心月这就去闭关炼化，定不辜负师兄厚爱。看着他欢快离去的背影，洛无尘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浮沫，嘴角的笑意逐渐变得幽深。龙血珠果，性至阳，蕴含真龙之气，而你修的是太上忘情典，性极寒，孤阴不生，独阳不长。师妹啊，这一关你自己可过不去。此时，黑暗的角落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呼吸声。洛无尘头也不回，淡淡道：若雪，去守住山门，今夜任何人不得踏入青云峰半步。是，主人。安若雪的身影从阴影中浮现，他看了一眼江心月离去的方向，又看了一眼洛无尘，那张清冷绝艳的脸上竟然泛起了一抹不自然的潮红。因为就在昨晚，他也收到了一枚龙血珠果，而他的储物戒里那枚果子此刻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体内尚未完全消散的被洛无尘帮助压制了一整夜的苏麻丹。他太清楚那种龙气反噬的滋味了，根本扛不住。江师姐，今晚怕是也要遭重了。安若雪咬了咬红唇，心中既有一种有人陪我一起沉沦的快感，又有一种淡淡的酸涩。他恭敬地退下，如同最忠诚的守门人，封锁了整座山峰。2个时辰后，青云峰后山，江心月的修炼境室，原本清冷的境室，此刻却像是一个蒸笼，恐怖的热浪一波波从江心月体内涌出，连周围的寒玉床都开始冒出白烟。好热！江心月痛苦地蜷缩在床上，她身上的衣衫已经被汗水湿透，紧紧贴在曼妙的娇躯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原本白皙如雪的肌肤，此刻泛着诡异的潮红。她低估了龙血珠果的药力，那股狂暴的真龙阳气在她体内横冲直撞，不仅冲散了她的冰系灵力，更点燃了她深埋心底的情欲。那种燥热是从骨髓里透出来的，让她意识模糊，浑身发软。不行，压不住了！江心月咬破舌尖，试图用剧痛唤醒一丝理智，但越是压制，反弹越是猛烈。若是再这样下去，她不仅会走火入魔，甚至可能爆体而亡。师兄，在极度的无助与燥热中，他脑海里只剩下了那个白衣胜雪、无所不能的身影，那是他唯一的依靠。江心月颤抖着手，从怀里摸出了一枚刻着落字的传音玉简。师兄，救我！他将一丝微弱的灵力注入玉简，玉简微微亮起，传出了求救的讯号。仅仅3息之后，轰！厚重的石门被一股柔和却霸道的力量推开，一道修长的身影裹挟着清凉的夜风冲了进来。洛无尘看着床上那个媚态横生、痛苦挣扎的家人，眼中闪过一丝焦急。心月，你怎么了？他快步上前，一把扶住江心月滚烫的娇躯。师兄，看到来人，江心月就像是溺水的人抓住了浮木，整个人直接缠了上来，滚烫的脸颊贴在洛无尘冰凉的衣襟上，无意识地蹭着。热，好热，帮我！他的声音甜腻沙哑，带着一丝哭腔，足以让任何圣人破防。洛无尘眉头紧锁，把脉探查，随即脸色一变，糟糕，是龙气反噬，阴阳失衡。他沉声道：师妹，你这功法属阴，压不住这只阳的龙血，若不及时疏导，恐怕会道基尽毁。那怎么办？江心月早已失去了思考能力，只能本能地索求着他身上的凉意。洛无尘看着他迷离的双眼，叹了口气，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无奈与决绝。事急从权，心月，为了救你，师兄只能得罪了。他并没有推开他，反而顺势将他搂入怀中。随着帷幔落下，进室内的温度陡然升高。师兄，起初
江心月还有一丝清醒的羞耻，但在洛无尘内霸道的引导下，那一丝羞耻很快就被如潮水般的快感淹没。这是一场疗伤，也是一场征服。洛无尘运转体内的混沌至尊骨与真龙血脉，引导着江心月体内狂暴的药力，将其转化为最精纯的能量。反哺二人的修为，阴阳调和，龙凤呈祥。在那狂风暴雨般的治疗中，江心月彻底放下了圣女的矜持，在洛无尘耳边喊出了那句压抑许久的心声：良久。云收雨歇，静室内重新归于平静，只剩下暧昧的空气在流淌。江心月像一只慵懒的猫，缩在洛无尘怀里，脸上带着尚未褪去的潮红，眼神中满是出惊人世的羞涩与幸福。他的修为在这场双修中不仅稳固了，甚至直接突破到了神功境巅峰。而洛无尘则神清气爽地靠在床头，把玩着一缕青丝。叮，期待已久的系统提示音终于响起。系统提示：宿主成功与气运之子已死，心中的女神江心月达成阴阳交泰，判定身心彻底征服，红颜归心。恭喜宿主触发红颜判定奖励，获得特殊体质太阴圣体，被动可大幅增强神魂与恢复力。太阴圣体，洛无尘感受着体内那股新生的与混沌气完美融合的阴柔之力，眼中的笑意愈发浓郁。不仅睡了圣女，还拿了地鼠，这枚龙血珠果用得太值了。师兄，怀中的江心月抬起头，眼神痴迷地看着他。我现在是你的人了吗？洛无尘低下头，在他额头轻轻一吻，给出了那个让他安心的答案。傻瓜，你一直都是。窗外月色正浓，而早已化作荒野枯骨的叶晨，若是知道自己生前只能仰望视若神明的圣女，此刻形状发生改变，恐怕魂魄都要气得再散一次。3日后，玄天圣地山门大开，九龙沉香辇再次腾空而起，化作一道流光，向着遥远的西方飞驰而去。这一次，洛无尘并没有带上江心月和安若雪，一来他刚刚拿下了圣女，需要让他独自沉淀一下那份甜蜜与修为；二来，安若雪作为魔教卧底，去满是秃驴的西漠容易暴露气息，独自上路反而更方便他施展手段。西漠黄沙漫天，这里与东荒的钟灵毓秀截然不同，入目尽是苍凉的戈壁与沙漠，但在那风沙深处，却有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庙宇拔地而起，佛光普照，梵音阵阵。小雷音寺山门前，阿弥陀佛，玄天少主驾临，蓬荜生辉。听雷轩的方丈披着锦襕袈裟，手持9环锡杖，率领18铜人与众高僧亲自迎接。虽然佛门讲究4大皆空，但面对东荒第一圣地的少主，这牌面必须给足。洛无尘走下辇车，一身白衣，纤尘不染，周身缭绕着淡淡的祥瑞紫气。他双手合十，微微欠身，动作标准的挑不出半点毛病，脸上挂着那种悲天悯人的微笑。方丈大师客气了，无尘此来只为聆听佛音，洗涤尘心，顺便见识一下西漠的风土人情。他身上那股经过混沌至尊骨加持的出尘气质，让在场的老僧们都暗暗点头。此子虽是道门中人，却颇具慧根，面如冠玉，目似朗星，当真是一副好皮囊。一番寒暄后，洛无尘被安排在了最高规格的贵宾禅院菩提院。入夜，西漠的夜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和粗粝的沙尘。洛无尘并没有在禅房里打坐，他凭退了侍奉的小沙弥，独自一人信步走向了后山。根据系统的气运探查，那个特殊的紫色气运光点目前还未成长为红色或金色，正位于后山的一处悬崖边，而且光芒暗淡，摇摇欲坠。悔过崖，这里是听雷轩惩罚犯戒弟子的所在，一面是万丈绝壁，一面是罡风呼啸的风口，寻常弟子若是跪上一夜，都要去半条命。此刻，在悬崖边的一块尖锐巨石上，跪着一个瘦小的身影，无心，一个年仅16、17岁的小和尚。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破旧僧袍，膝盖已经被碎石磨破，鲜血染红了地面，但他依然死死护着一团白色的毛茸茸，那是一只受了重伤、奄奄一息的小白狐。啪！一道金色的鞭影抽在吴心的后背上，留下一道血痕。孽障，你可知错？在他身后，一名满脸横肉、手持戒鞭的戒律院首座正怒目圆睁。弟子不知何错之有。吴心咬着牙，声音虽然稚嫩，却透着一股倔强。众生平等。这狐狸虽然是妖，但也是一条性命。他被捕受枷所伤，奄奄一息，弟子救他是顺应慈悲心。放肆！首座大怒，又是一鞭子抽下去。妖就是妖，生性残忍，嗜血成性。你今日救他，明日他就会害人。方丈师兄曾说你天生异瞳，左眼佛右眼魔，乃是祸胎，果然冥顽不灵。祸胎！吴心握紧了拳头，指甲刺入掌心。因为天生异瞳，左眼金，右眼黑，他从出生起就被全寺上下视为异类。无论他做得多好，念多少经，在他们眼里，他永远是那个随时会入魔的怪物。把他交出来！首座冷哼一声，伸手就要去抓那只小白狐，把这妖孽扔下悬崖，摔死了事。不要！吴心猛地扑过去，将小白狐死死压在身下，用那瘦弱的后背承受着首座的拉扯和踢打。他只是一只小狐狸，他没有害过人，求求师叔放过他吧！他哭喊着，泪水混合着泥土，让他看起来狼狈不堪。然而回应他的只有更加猛烈的责骂和鞭打。就在吴心绝望之际，
就在手作手中的戒鞭即将再次落下之时，何至于此？只有短短几字，声音清朗，如同清泉流响，突兀地在寒风中响起。手作手中的鞭子将在半空，猛地回头，只见月光下，一位白衣胜雪的男子正缓步走来。他周身并没有佛光，却给人一种比佛还要神圣的错觉。你是玄天少主？手作认出了来人，连忙收起鞭子，换上一副恭敬的表情。阿弥陀佛，贫僧教训猎徒，惊扰了少主清修，罪过罪过。洛无尘没有理会手作，他的目光落在了那个趴在地上浑身是血的小和尚身上。教训猎徒。洛无尘走到吴兴面前，蹲下身，看着那双即使在绝望中依然黑白分明的异瞳，眼神中没有丝毫嫌弃，反而带着一丝温和的欣赏。这小师傅虽然年幼，但为了护生，不惜以身犯险，这份慈悲心倒是比许多高僧都要纯粹。回少主，此子6根不净，私藏妖物，还顶撞长辈。手作指着那只小白狐，一脸厌恶。妖物乃是不祥之兆，贫僧正要将其超度。妖物。洛无尘伸出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小白狐颤抖的身体。小白狐似乎感受到了他身上的真龙之气，那种源自上位者的血脉压制让他瞬间安静下来，甚至讨好的舔了舔洛无尘的手指。万物有灵。洛无尘抬起头看着手作，微笑道：大师，佛说普度众生，这众生里难道不包括妖吗？他受了伤，被人所救，这是他的缘法。大师身为高僧，何必跟一只小畜生过不去？他的语气平静，却字字珠玑，堵得手作哑口无言。这手作语塞，老脸涨红。洛无尘不再理会他，而是手腕一翻，从储物戒中取出了一朵散发着璀璨金光的莲花七宝琉璃莲。这是他斩杀重生者楚天时得到的战利品之一，是一件难得的佛门异宝，有生死人肉白骨，清净心神之效。他将金莲轻轻放在吴兴手中。小师傅，这朵莲花送给你。洛无尘的声音温润如春风，它能治好你的伤，也能治好这只小狐狸。吴兴呆呆地看着手中的金莲，感受着那股温暖的力量涌入身体，伤痛瞬间消散。他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如同天神下凡般的男人，泪水模糊了视线。为什么？吴兴哽咽道：他们都说我是魔，说我救妖是错的，善恶不在种族，而在人心。洛无尘站起身，挡住了寒风，也挡住了手作那阴鸷的目光。他背对着吴兴，留给少年一个高大伟岸的背影，淡淡说道：你救他是你心中的善，他们杀他是他们心中的执念。若心中有佛，所见皆是佛；若心中有魔，所见皆是魔。说完，洛无尘看向一脸尴尬的手作，语气虽然温和，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威压。大师，这小师傅与我有缘，今晚这事能否看在我的面子上，就此接过？手作看着那朵价值连城的七宝琉璃莲，又看了看深不可测的洛无尘，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玄天少主随便送的一样东西，都比他这辈子见过的宝贝好，这背景根本惹不起。既然少主开口，那便饶这孽障一次。手作狠狠瞪了吴兴一眼，转身匆匆离去。洛无尘也没有多做停留，他并没有说什么诱导堕落的话，因为他知道真正的改变往往源自内心的觉醒。他只需要给这个孩子一点温暖，一点认可，剩下的这个腐朽的制度会帮他完成。好好养着他。洛无尘拍了拍吴兴的肩膀，留下一个鼓励的眼神，随后转身离去，消失在夜色中。吴兴捧着金莲，抱着狐狸，跪在地上，对着洛无尘离去的方向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也就是在这一刻，他那只代表着魔性的右眼，在金莲的映照下，第一次不再感到痛苦，反而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与力量。谢谢你，施主。少年喃喃自语，眼中闪烁着一种名为信念的光芒。若心中有佛，所见皆是佛，那我便守住我心中的佛，哪怕那是世人眼中的魔。翌日清晨，听雷轩的钟声敲响了108下，宣告着万佛法会正式开启。前殿广场上香客云集，诵经声震天。然而在后山偏僻的杂役僧舍，却发生着与这慈悲氛围格格不入的一幕。吴兴蜷缩在漏风的墙角，怀里紧紧护着那只正在沉睡的小白狐，手中死死攥着那朵七宝琉璃莲。莲花散发出的柔和金光，是他这破败世界里唯一的光亮。砰！破旧的木门被一脚踹开，戒律院首席弟子广智带着几个身强力壮的武僧闯了进来。他目光贪婪地盯着吴兴手中的莲花，脸上却挂着大义凛然的冷笑。吴兴师弟，听说你昨日在后山私会外人，还收受了不明来历的宝物。广智伸出手，语气傲慢：师傅说了，此物来历可疑，恐沾染了魔性，交出来，由师兄带回戒律院净化749天。净化？吴兴心中冷笑，谁不知道进了戒律院的东西就从来没出来过？他们分明是看中了这件宝物，这是洛施主送给我的。吴兴咬着牙，身体微微颤抖，却不肯松手，是用来救小狐狸的。它不是魔物，它是佛宝。放肆！广智脸色一沉，你一个杂役弟子也配拥有佛宝？我看你就是被妖狐迷了心智，才会私藏魔物。别我抢！几个武僧一拥而上，拳脚如雨点般落在吴兴身上。吴兴不敢还手，只能死死护住怀里的狐狸和莲花，任由他们踢打。拿来吧，你！广智趁乱一把抓住了莲花，用力一夺。不！吴兴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那不仅仅是一件宝物，
那是他在这冰冷寺庙里得到的唯一的尊重与关怀。情急之下，他那只右眼中黑色的魔气猛地爆发，一股冰冷暴虐的气息从他体内涌出，竟然将几个筑基期的武僧直接震飞了出去。啊！我的手！魔气！他入魔了！广志吓了一跳，随即眼中闪过一丝狂喜。好啊，当众行凶，魔气外露，无心，这次谁也救不了你。一刻钟后，大雄宝殿威武，气氛庄严肃穆。听雷轩方丈端坐在莲花宝座上，两侧是各院首座。洛无尘作为贵客，被安排在左侧上首的位置，手里端着茶，神色淡然。大殿中央，吴心被五花大绑跪在地上，嘴角溢血。那只小白狐也被关在了一个贴满符咒的笼子里，发出凄惨的叫声。启禀方丈，广志跪在地上，举着那朵七宝琉璃莲，一脸悲愤地控诉弟子奉命去查探，却发现吴心师弟私藏重宝，且为了维护这只妖狐，竟然动用魔功打伤同门。弟子恳请方丈明察，清理门户。方丈微微睁眼，目光扫过那朵莲花，眼底深处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贪婪。阿弥陀佛。方丈看向洛无尘，语气温和：洛少主，听闻此物是你所赠。洛无尘放下茶杯，微笑着点了点头，正是，少主慈悲。方丈叹了口气，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但这孽障六根不净，身负魔血，根本驾驭不了此等宝物，反而因为贪念伤了同门，此乃怀璧其罪啊！他话锋一转，声音变得严厉：无心，你私藏妖物，打伤师兄，如今证据确凿，你可知罪？弟子无罪。无心咬着牙，倔强地抬起头：是广志师兄要抢我的东西，是他们先动手的，我只是自卫，还敢狡辩？戒律院首座大怒，手中戒尺一挥，一道金光就要向吴心打去。冥顽不灵的魔种，今日贫僧就废了你的修为！吴心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慢着！一道清朗的声音如同金石坠地，在大殿中回荡。吴心猛地睁开眼，只见一道白衣身影不知何时挡在了他的身前。洛无尘单手负后，仅仅是随意释放出的一缕气息，便将那道戒尺的金光震得粉碎。洛少主，首座大惊失色。洛无尘转过身，看着首座，又看了一眼高台上的方丈，脸上的笑容收敛了几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威严。这朵莲花是我送给他的。他指了指吴心，语气平静却霸道：我送出去的东西便是他的机缘，怎么到了贵寺口中就成了怀璧其罪？难道贵寺的规矩比我玄天圣地的面子还大？这方丈面色微变。还有，洛无尘目光扫过跪在地上的广志，眼神如刀。这位师兄说吴心私藏重宝，笑话！在我看来，这位小师傅为了救一只生灵不惜己身，这份慈悲比在座某些满口仁义道德，实则巧取豪夺的人要干净得多。轰！全场哗然，这是赤裸裸的打脸啊！吴心呆呆地看着挡在身前的洛无尘，看着那个为了他敢于独自对抗整个听雷轩的背影。信我者唯有他。方丈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他知道今天若是强行惩罚吴心，必然会得罪洛无尘，甚至让听雷轩落下欺凌弱小、强取豪夺的骂名。但若是就这样放了吴心，戒律院威严何在？而且那朵七宝琉璃莲，方丈眼珠一转，记上心头。阿弥陀佛。方丈高宣佛号，脸上重新露出了慈悲的笑容。少主言重了，老衲并非不讲道理，既然少主担保，那私藏宝物一事便作罢。但是方丈话锋一转，目光幽深地看着吴心，他身负魔血，今日又动用魔功伤人，魔性已显，若不加以引导，日后必成大患。他顿了顿，抛出了一个致命的提议。听闻西漠深处的上古佛国遗迹即将开启，那里是万佛起源之地，有大机缘，亦有大恐怖，唯有大毅力、大慧根者方能通过。吴心，既然你说你心中有佛，那便去那里走一遭吧。若你能从遗迹中带回那枚传说中的佛地舍利，便证明你佛心坚定，魔性已除。届时不仅之前种种一笔勾销，老衲还亲自收你为关门弟子，传你无上佛法，你可胆去？此言一出，周围的高僧们纷纷色变。佛国遗迹，那里可是号称十死无生的禁地，哪怕是神功境强者进去都未必能活着出来，何况一个筑基期的杂役？方丈，这是要让他去送死啊！洛无尘闻言，眉头微皱，脸上露出一丝担忧的神色。方丈大师，这未免太苛刻了吧？佛国遗迹凶险万分，他一个孩子，他看似在阻拦，实则是在以退为进，进一步刺激吴心的决心。果然，吴心听到洛无尘的维护，心中感动更甚，同时也燃起了一股不服输的火焰。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证明自己、洗刷冤屈，甚至能让洛大哥对自己刮目相看的机会。我去！吴心猛地磕了一个响头，声音虽然稚嫩，却坚定如铁。弟子愿去佛国遗迹，若拿不回舍利，弟子死在里面便是。好！方丈眼中闪过一丝得逞的金光，出家人不打诳语，既然你答应了，那便去准备吧。洛无尘看着这一幕，心中暗笑，面上却是一副无奈又感动的样子。他走到吴心面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叹息道：既然你意已决，那我也不拦你，去吧，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吴心抬头看着洛无尘那鼓励的眼神，只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多谢洛大哥成全。西漠深处，流沙河底，随着一阵空间的剧烈扭曲，吴心的身影重重地摔在了一片坚硬的黑石地上。这里是佛国遗迹。
吴兴抱着怀里瑟瑟发抖的小白狐，艰难地爬起来，环顾四周，入目所及，并没有传说中的金砖铺地、琉璃围瓦，有的只是断壁残垣和漫无边际的尸骨。天空是暗红色的，仿佛被鲜血浸染。四周的一尊尊巨大佛像，或是缺胳膊少腿，或是头颅被斩下。最诡异的是，那些佛像的眼睛里流出的不是慈悲的泪水，而是猩红的血泪。阴风怒嚎，鬼哭狼嚎，这里哪里是极乐净土，分明是阿鼻地狱。这就是方丈说的万佛起源之地。吴兴心中升起一股寒意，但他摸了摸怀里的七宝琉璃莲，想到了那个白衣胜雪，如同神明般信任他的骆大哥，眼神重新变得坚定。不管是地狱还是净土，我都要找到舍利子，我要证明我不是魔。他迈开脚步，向着遗迹深处那座最高的黑色佛塔走去。然而，这片遗迹并不欢迎生者。嘎吱嘎吱，一阵令人牙酸的骨骼摩擦声响起。周围的废墟中，那些身披破烂袈裟的枯骨竟然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们空洞的眼眶里燃烧着幽绿的鬼火，手中拿着断裂的戒刀和禅杖，口中发出含糊不清的嘶吼。魔杀除魔卫道，枯骨僧，这些生前为了镇压魔头而死的高僧，死后被魔气侵蚀，化作了只会杀戮的怪物。阿弥陀佛，各位师祖，弟子无意冒犯。吴兴下意识的想要诵经超度，但回应他的是一柄带着腥风的戒刀。当，吴兴狼狈的就地一滚，险之又险地避开了这一刀，但他身后的巨石却被劈得粉碎。杀杀杀！数十具枯骨僧蜂拥而上，将他团团包围。他们没有痛觉，不知疲倦，只想将眼前这个有着活人气息的闯入者撕成碎片。别逼我，我不想打架。吴兴左支右绌，身上很快就多了几道血痕。他只有筑基后期的修为，面对这些不知疼痛的怪物，只能凭借着七宝琉璃莲的护体金光苦苦支撑。鸡，怀里的小白狐被吓得尖叫，一只枯骨僧的利爪擦着他的尾巴划过，带起一捧血花。小白，吴兴大惊，为了护住狐狸，他的后背应声生来了一记禅杖。噗，一口鲜血喷出，吴兴被打飞出去，重重撞在一尊断头佛像上，护体金光瞬间暗淡，七宝琉璃莲也滚落在一旁。周围的枯骨僧如同潮水般涌来，冰冷的刀锋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要死了吗？我就这样死在这里了吗？我还没有证明自己，还没有报答骆大哥的恩情，第一次杀生就杀得这么顺手。他并不担心吴兴会死，身为气运之子，这种程度的危机只是为了让他觉醒外挂魔血的催化剂。只有手上沾了血，你才会明白，所谓的慈悲是建立在力量之上的。骆无尘手中把玩着一枚晶莹的玉符，那是从方丈那里顺来的关于遗迹的地图。小和尚，杀吧，杀穿这外围，去核心的大殿，在那里你会看到他们想要掩盖的真相，也会看到你注定的宿命。半个时辰后，吴兴站在尸山血海之中，周围的枯骨僧已经被他屠戮一空，满地都是碎骨。他浑身浴血，手中的断刀已经卷刃，他大口喘着粗气，眼中的魔气缓缓褪去，重新露出了那只迷茫的佛眼。我杀人了。看着满地的狼藉，吴兴的手在颤抖。虽然杀的是怪物，但那种杀戮带来的快感和暴虐让他感到深深的恐惧。不，我不是故意的。他慌乱地扔掉断刀，捡起地上的七宝琉璃莲，仿佛只有握着它才能感受到一丝温暖和正义。是他们先动手的，我是为了救小白。吴兴不断的自我安慰，试图洗脑自己。他抱紧了怀里的小狐狸，看着前方那座笼罩在黑雾中的黑色佛塔，那里就是遗迹的核心。方丈说的佛地舍利就在那里，只要拿到舍利，我就能变回好人。只要拿到舍利，大家就会认可我。吴兴擦干脸上的血迹，拖着疲惫的身躯，一步一步向着那座仿佛通往地狱的佛塔走去。他不知道的是，在那座塔里等待他的从来都不是什么佛地舍利，而是一颗被封印了万年的上古魔星。上古佛国遗迹核心区域，黑色佛塔之巅，吴兴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一步一个血印，终于爬上了最后一级台阶。他怀里的小白狐已经因为恐惧而昏厥过去，但他不敢松手，因为这里魔气太重，稍有不慎就会侵蚀心智。到了，终于到了。吴兴看着大殿中央那座悬浮的祭坛，眼中闪烁着希冀的光芒。方丈说过，佛地舍利就在这里，只要拿到它，就能净化身上的魔血，就能得到寺里的认可。然而，当他真正看清祭坛上供奉的东西时，整个人却如遭雷击，僵在了原地。那不是金光璀璨的舍利子，那是一颗通体漆黑，上面布满了诡异血纹的心脏。咚咚，心脏还在有力地跳动着，每一次跳动都伴随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气和足以让众生堕落的魔念扩散开来。仅仅是看上一眼，吴兴就觉得体内的魔血在疯狂沸腾，仿佛要冲破血管去拥抱那个同类。这是什么？吴兴踉跄后退，脸色苍白。这不是佛地舍利，这是魔物，这是大魔头的心脏。为什么？方丈为什么要骗我？就在吴兴心神大乱之际，啪啪啪，一阵刺耳的掌声从塔口另一侧的阴影处传来。师弟果然好本事。广志一脸得意地走了出来，在他身后还跟着一位面容阴鸷的老僧执法堂长老，神功尽出期。这么多机关陷阱，连我和师叔都觉得棘手，
没想到你靠着这身贱命，竟然真的闯过来了。广志看着祭坛上的魔星，眼中满是贪婪，而且还真的用你的魔血解开了这塔顶的封魔禁制。广志师兄，执法师叔，吴昕震惊地看着他们，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快走，这里很危险。那不是舍利，那是魔星。直到此刻，他依然下意识地想要提醒同门。蠢货！执法长老冷哼一声，看向吴昕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用完的垃圾。我们当然知道那是魔星，这可是上古修罗魔佛留下的传承至宝，拥有逆天改命之能。方丈师兄早就推算出一计开启，但奈外围的封印和塔顶的禁制需要极其纯正的魔血献祭才能打开。我们听雷轩乃正道，怎能修炼魔功去开门？长老理所当然地说道。正好，你这个魔种送上门来，让你来就是为了让你用命去填那些机关，用你的血去喂那些禁制。什么？吴昕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人几乎站立不稳。赎罪是假的，证明自己也是假的，当然是假的。广志在旁讥笑道：你一个杂役也配拥有证明自己的机会？若不是那位玄天少主力保你，方丈还不好意思让你来送死呢。不过现在好了，你死在遗迹里也是除魔卫道师不幸牺牲，寺里还会给你立个牌坊。至于这魔星，广志眼神狂热，自然是归寺里所有。祝师叔神功大成。轰！真相往往比谎言更残忍。吴昕看着这两个平日里道貌岸然的高僧，原来在这个佛门圣地里，只有他一个人傻傻的相信慈悲。在他们眼里，他只是一把一次性的钥匙，用完即弃。你们是佛门高僧啊！吴昕嘶吼着，眼角崩裂，流出血泪。你们怎么能这么做？你们的心难道是黑的吗？住口！执法长老大怒，一掌拍出，砰！神功境的掌力何其恐怖！吴昕直接被拍飞出去，重重撞在祭坛边缘，全身骨骼碎了大半，鲜血狂喷，怀里的小白狐也被震飞，落在地上，发出一声惨叫。别急，师弟！广志一脚踩在吴昕的手上，狠狠碾压。等师叔取了宝物，我就送你去见佛祖。执法长老不再理会地上的蝼蚁，他走向祭坛，眼中金光爆射。他伸出一只由灵力凝聚的大手，抓向那颗悬浮的魔星。孽畜，还不归位！然而就在他的灵力大手触碰到魔星的瞬间，轰！那颗原本只是静静跳动的魔星突然爆发出刺目的黑光，一股极其厌恶、排斥的情绪从魔心中传出。他似乎在说：你也配啊！执法长老惨叫一声，那只灵力大手瞬间被黑色的魔火点燃，顺着手臂蔓延而上。他当机立断，一掌切断了自己的左臂，才勉强保住一命。这魔物有灵！他在抗拒贫僧。长老捂着断臂，脸色煞白，又惊又怒。咚咚咚！魔星的跳动频率突然加快，他似乎感应到了什么，缓缓飘起，在空中转了一圈，最后他悬停在了吴昕的头顶。他感受到了下方那个少年体内那股与之同源，甚至更加纯粹的魔血。更重要的是，他感受到了少年心中那股被背叛后的滔天怨气与绝望，那是魔最好的养料。他在选那个杂役。广志难以置信地尖叫道：凭什么？他只是个卑贱的魔种。吴昕艰难地抬起头，他看着悬浮在自己面前的魔星，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同病相怜的亲切感。你也被他们嫌弃吗？吴昕惨笑一声，伸出了满是鲜血的手。住手！执法长老大惊失色，那是寺里的宝物，你敢动，我让你神魂俱灭！他强忍剧痛，单手凝聚出降魔杵，狠狠砸向吴昕的天灵盖。但这一次，吴昕没有躲，他看着那落下的降魔杵，看着那些狰狞的面孔，眼中最后一丝佛光彻底熄灭。佛要我死！吴昕的声音冰冷，如同九幽寒风。那我就成全你们！他猛地张开嘴，那颗上古魔星仿佛乳燕归巢一般，化作一道黑光，瞬间钻入了他的口中。轰！一股毁天灭地的黑色光柱瞬间冲破了佛塔的穹顶，直插云霄，整个遗迹都在颤抖，万魔齐哭。执法长老的降魔杵在距离吴昕头顶3寸处硬生生停住了，不是他不想砸下去，而是被一只瘦小却布满了诡异黑色魔纹的手稳稳地接住了。咔嚓！吴昕轻轻一捏，那件上品灵气级别的降魔杵如同朽木般粉碎。他缓缓站起身，原本瘦弱的身躯此刻散发着令神功境强者都感到窒息的恐怖威压。他的僧袍在魔气激荡下猎猎作响，原本光秃秃的头顶上竟然迅速生长出一头如瀑般的血色长发。最令人心悸的是他的眼睛，左眼的佛光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2只深不见底、没有眼白的漆黑魔瞳。魔佛！执法长老牙齿打颤，那种来自灵魂层面的压制让他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吴昕没有理会他们，他先是走到角落，温柔地抱起那只昏迷的小白狐，将它放入怀中，然后他转过身，看着那2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僧人，嘴角勾起一抹残忍而邪魅的弧度。现在该超度你们了。与此同时，听雷轩、菩提院正在品茶的洛无尘突然放下了手中的茶杯，他转头看向后山遗迹的方向，那里一道漆黑如墨的光柱贯穿天地，即便是隔着重阵法，也能感受到那股令人心悸的魔意。叮！系统提示音响起，系统提示气运之子吴昕佛魔双修，彻底抛弃佛心，吞噬上古魔心，堕入魔道。
气运等级提升，紫色、红色，成长型大反派。当前状态魔佛降世，正在大开杀戒。红色了吗？洛无尘看着系统面板，嘴角缓缓勾起一抹得逞的冷笑，那笑容中没有半分怜悯，只有猎人看到猎物落网时的贪婪与愉悦。杀吧，尽情的杀吧，杀光这些虚伪的和尚，杀出个尸山血海。等你什么时候把这西莫搅得天翻地覆，等你变成举世皆敌的魔头时。洛无尘眼底闪过一丝寒芒，本少主自会率领正道群雄，带着无上光辉来净化你的罪孽。7日后，西莫的天空不再是澄澈的蔚蓝，而是被一层厚重的血色阴霾所笼罩。短短7天，一个名为魔佛的恐怖名号如同瘟疫般传遍了整个西莫，甚至震惊了东荒。传闻那魔头是个只有10几岁的少年僧人，身披血色袈裟，怀抱一只白狐，所过之处寺庙崩塌，佛像流血。他专杀那些平日里道貌岸然、欺压良善的高僧，手段极其残忍，往往是一掌拍碎金身，抽出神魂点天灯。佛既无眼，我便挖了佛眼；天若无道，我便踏碎这天。这句狂悖之言成了西莫无数僧侣的梦魇。听雷轩，大雄宝殿，曾经庄严肃穆的大殿，此刻充满了焦躁与恐慌的气息。方丈在大殿内来回踱步，手中的9环锡杖被他捏得咯吱作响，他的脸色蜡黄，哪里还有半点得到高僧的风范？爆！一名浑身是血的武僧跌跌撞撞的冲进大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方丈，不好了，那魔头攻破了金刚寺，金刚寺主持被他一招摘了脑袋，全寺上下350僧无一幸免。什么？方丈身躯一晃，差点跌坐在地。金刚寺是他们听雷轩下辖最强的分寺之一，住持更是有着神功境初期的修为，竟然连一招都挡不住。这孽障到底在遗迹里得到了什么？方丈心中充满了悔恨。他原本只是想让吴心去当个一次性钥匙，谁能想到这把钥匙打开了地狱的大门，放出了一头他根本控制不住的怪物。方丈师兄，不能再犹豫了。一位首座长老颤声道：“那魔头扬言3日之后要杀上听雷轩，血洗灵山，为您祝寿。我们挡不住啊，挡不住也要挡，难道要看着千年基业毁于一旦吗？”方丈怒吼，但眼底的恐惧却出卖了他。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救命稻草，猛地转头看向后山的方向，快去请玄天少主，只有那位深不可测的洛少主才能镇压这个魔头。菩提院，这里依旧清静雅致，仿佛外界的腥风血雨与此地无关。洛无尘正坐在石桌旁与自己对弈，黑白棋子在他指尖跳跃，发出清脆的声响。少主，院门外传来方丈焦急而恭敬的声音：“贫僧有10万火急之事，求见少主。”洛无尘嘴角微扬，落下一子：“进来吧。”院门推开，方丈带着几位长老快步走入。他们一见到洛无尘，竟然齐齐跪了下去：“洛少主，救命啊！”方丈老泪纵横，那企图无心，如今已堕入魔道，在西莫造下无边杀孽，恳请少主出手，除魔卫道，救西莫苍生于水火。洛无尘故作惊讶地挑了挑眉，放下棋子：“大师何出此言？”他一脸无辜地问道：“那无心小师傅，不是大师您亲自派去一记赎罪的吗？我还记得他说过，定不辱命。怎么，他没带回舍利子？”这一句话就像一记耳光抽在方丈脸上，火辣辣的疼。这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哎，是老内眼拙，看错了人。方丈悔恨道：“那孽障根本没有佛心，他在遗迹中吞噬了上古魔心，如今已是魔威滔天。少主，若是您不出手，这西莫怕是要变成人间炼狱了呀。”洛无尘看着跪在地上的方丈，心中冷笑：“当初逼人去送死的时候，你们可不是这副嘴脸，现在火烧眉毛了，想起我来了。大师，不是我不想帮。”洛无尘叹了口气，露出一副为难的神色：“只是这是贵寺的家务事，我一个外人插手恐有不便。再者，那魔头既然能血洗金刚寺，实力非同小可。我玄天圣地虽然强，但也不能让弟子白白流血啊，这是在要价了。”方丈是个人精，立刻听懂了弦外之音。他咬了咬牙，从怀中取出一枚散发着古老气息的菩提子：“少主，这是我寺供奉万年的悟道菩提子，只要少主愿出手，此物便赠于少主。”洛无尘扫了一眼那枚菩提子，好东西，虽然比不上混沌骨，但也足以让他的神魂再进一步，甚至领悟出佛门神通。大师言重了。洛无尘微笑着站起身，大袖一挥，一股柔和的力量将众人扶起，但他并没有拒绝那枚菩提子，而是顺手收入了袖中。除魔卫道，乃是我正道弟子的本分，既然这魔头如此猖狂，那我洛无尘便却之不恭了。他转过身，目光望向远处血色弥漫的天空，身上的气质瞬间一变，从温润如玉的贵公子变成了锋芒毕露的正道领袖。传我法旨。洛无尘的声音不大，却通过灵力加持，响彻整个听雷轩，甚至传遍了周边的城池。听雷轩企图无心，入魔行凶，天理难容。本少主今日在此立誓，必斩此魔，还西莫一个朗朗乾坤。凡我不死，正道永昌。轰！这一番话瞬间点燃了所有人心中的希望。原本绝望的僧侣和百姓们纷纷跪地高呼：“少主慈悲，玄天少主万岁！”洛无尘听着那山呼海啸般的拥戴声，
看着系统面板上那个红得发紫的气运光点，吴昕嘴角的笑意变得残忍而贪婪。猪养肥了，钱也收了，名声也赚了，现在该去吃肉了。吴昕啊，吴昕！洛无尘心中低语：你以为你是复仇的魔王？不，你只是我成仙之路上的一块垫脚石。7日后，西漠局势彻底崩坏。那个名为吴昕的少年魔佛，仿佛是从地狱爬出来的修罗，他不需要休息，不需要补给，一人一壶，从西漠边缘一路杀到了腹地。沿途的108座寺庙尽数被毁，所有的佛像都被斩去了头颅，所有的经书都被魔火焚烧。佛既不渡我，我便渡佛入灭。这句血淋淋的宣言，随着幸存者的哭嚎，传遍了整个修仙界。听雷轩，须弥广场。今日这里没有诵经声，只有肃杀的战鼓声。为了对抗那个恐怖的魔头，在洛无尘的授意下，听雷轩敲响了精神钟，向整个东荒正道发出了求援。玄天少主有令，诸魔未到，就在今日。随着一道道流光划破天际，各路人马纷纷降临。紫阳宗律3000弟子前来听候少主调遣。狂刀门门主亲至，是杀魔佛。短短半日，广场上便聚集了数万名修士。虽然大多数是西漠本土的小宗门，但这份号召力足以震惊世人。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道自东方而来的凌厉剑光，如同长虹贯日，撕裂了西漠浑浊的风沙。嗡！剑气浩荡3000里，连广场上的战鼓声都被压了下去。一名身着月白剑袍、背负长剑的绝美女子御剑而来，身后跟随着上百名气息强横的玄天执法卫。她容颜绝世，却冷若冰霜，周身剑意森寒，如同一座移动的冰山。顾倾城，玄天圣地第2真传，未来的剑圣。他一出现，原本嘈杂的广场瞬间安静了下来。顾倾城并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他径直按下剑光，落到高台之下，对着那个站在最高处的白衣身影单膝跪地，抱拳行礼。玄天圣地顾倾城奉圣主法旨，谕执法卫前来驰援少主。圣主有令，西漠魔乱，务必护少主周全，一切听凭少主调遣。若有不从者，无论是谁，皆可先斩后奏。他的声音清冷坚定，透着一股公事公办的利落。高台之上，洛无尘身着一袭金丝滚边的白色法袍，负手而立。听到奉圣主法旨这几个字，他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知道，这是那个远在千万里之外的冷艳师尊，在用他的方式告诉全天下洛无尘是他的人，谁敢动他，就是跟整个玄天圣地过不去。这份沉甸甸的偏爱让他心情大好。顾师妹，快请起。洛无尘虚手一抬，一股柔和的力量将顾倾城扶起，语气温和而关切：千里奔波，辛苦你了。有师妹这把玄天之剑在此，何愁魔头不灭？顾倾城站起身，抬头看向洛无尘，阳光洒在他的身上，仿佛为他镀上了一层金边。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劫，这位大师兄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气度，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镇定，确实令人折服。少主言重了，除魔未到，来我辈本分。顾倾城微微垂眸，心中暗道：不论其他，单论这份统御群雄的气魄，他确实担得起圣地少主之位，但也仅此而已。他的剑心依旧通明，没有半分杂念。愿为少主笑死！身后的百名执法卫齐声怒吼，声震9天。洛无尘微微颔首，随后转过身，面向广场上的数万修士。原本温和的气质瞬间一变，变得威严神圣，不可侵犯。诸位！洛无尘的声音在灵力的加持下，如滚雷般炸响。那魔头无心，本是佛门弟子，却自甘堕落，屠戮生灵，毁寺灭佛，已是天理难容。方丈大师慈悲，曾想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送他去一记修心。可他呢，不仅不知感恩，反而吞噬魔心，彻底入魔。站在一旁的方丈闻言，配合地露出了痛心疾首的表情，抹着眼泪：是老衲之过，养虎为患啊。洛无尘大袖一挥，浩然正气直冲云霄。但我正道沧桑，岂容邪魔猖狂？今日我洛无尘在此立誓，不斩此魔，誓不回宗。愿随我出战者上前一步。轰！话音刚落，数万名修士齐上前一步，大地为之震颤。愿随少主诛魔！愿随少主诛魔！声浪如潮，直冲九霄。这一刻，洛无尘的声望达到了顶点。在这些人眼中，他就是救世主，是黑暗中唯一的曙光。洛无尘看着这一幕，微微颔首，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很好，灯光、舞美、群演都已经就位了，是时候开始表演了。报！就在这时，一名探子惊恐地冲上高台，声音都在颤抖：报少主，方丈，那魔头来了！他距离听雷轩已不足30里。全场瞬间死寂，一股压抑的恐惧感在人群中蔓延。人的名，树的影，魔佛这几日的凶名太盛了。洛无尘却笑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有敌人的恐怖，才能衬托出英雄的伟大。来得好！洛无尘拔出腰间的佩剑，剑锋直指山门之外。众将听令，开大阵，迎敌！让那个魔头见识一下何谓煌煌正道。轰隆隆，随着护山大阵的破碎，漫天魔气如决堤的洪水，瞬间淹没了听雷轩的山门。诸位同道，魔头已现，随我杀！狂刀门门主一声怒吼，手持100斤重的鬼头大刀，率先冲了上去。数万名正道修士如同潮水般涌向那个站在废墟上的少年僧人，喊杀声震天动地。在他们看来，
对方只有一个人，哪怕是魔佛，难道还能挡得住这几万人的灵力洪流？然而面对这铺天盖地的攻势，吴昕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赤着双足踩在染血的黄沙上，怀里不再抱着狐狸，那只小白狐此刻已化作一头体长10丈的狰狞3尾妖狐，盘踞在他身侧，獠牙滴血。一群蝼蚁！吴昕的声音沙哑而冰冷。他缓缓抬起右手，掌心向天，做了一个托举的动作。魔佛金身，万叶法相。轰！一尊高达100丈、通体猩红、3头6臂的魔佛法相在他身后拔地而起。那法相没有慈悲，只有无尽的杀戮与怨念。6只手臂分别拿着戒刀、骨珠、人皮骨等魔器，对着冲来的人群狠狠砸下。砰砰砰！就像是拍苍蝇一样，冲在最前面的狂刀门门主，连人带刀被一只魔掌拍成了肉泥。漫天的火符、冰针砸在法相身上，连个火星都没溅起来。啊！惨叫声瞬间盖过了喊杀声。仅仅一个照面，正道联盟的前锋部队就死伤惨重。顶住！不要乱！结阵！方丈在后方声嘶力竭的指挥，但恐惧已经在大军中蔓延。吴昕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他每走一步，前方的正道修士就崩溃后退10步。一人之危，竟恐怖如斯！都给我闪开！就在防线即将全面崩盘之际，一道凌厉的轻斥声响彻战场。顾倾城一身染血的白衣，手持长剑，率领着100名玄天执法卫，逆着溃逃的人群冲了上来。玄天剑阵起！100名神魂境以上的执法卫同时挥剑，剑气汇聚成一条银色的长龙，咆哮着撞向那尊魔佛法像。轰！一声巨响，魔佛法像微微晃动了一下，但剑气长龙却当场崩碎，几十名执法卫吐血倒飞。太上剑诀斩魔！顾倾城没有退缩，他燃烧精血，人剑合一，化作一道惊鸿，直刺吴昕的眉心。这一剑汇聚了他毕生的修为与信念，快若闪电，避无可避。吴昕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他没想到在这群乌合之众里，竟然还有一个能打的，有点本事。吴昕冷哼一声，抬手一掌拍出，滚滚魔气化作黑龙，迎向剑光。枪！枪！枪！金铁交鸣之声不绝于耳。短短几息之间，顾倾城已与吴昕交手了数10个回合。他的剑法空灵而凌厉，竟然在漫天魔气中硬生生撕开了一道缺口，甚至在吴昕的手臂上留下了一道血痕。这女子好强，不愧是玄天圣地的真传。周围的修士们看到了希望，纷纷叫好。然而实力的差距终究无法靠技巧完全弥补。吴昕虽然战斗经验不足，但他体内的上古魔心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恐怖的力量，加上那近乎金刚不坏的魔躯，让他立于不败之地。玩够了吗？吴昕看着手臂上的伤口，眼中的红光更盛。那就结束吧。轰！他不再保留，魔威全开，整个人化作一道残影，瞬间出现在顾倾城面前。一只布满魔纹的手掌无视了漫天剑气，直接抓向了他的长剑。顾倾城面色大变，立刻变招，剑锋一转，削向他的手腕。当！火星四剑，吴昕竟然凭空手接住了极品灵剑的剑锋，那魔纹流转的手掌坚硬如铁，剑刃根本切不进去。碎！吴昕五指用力一握，咔嚓！伴随着一声哀鸣，顾倾城手中的本命长剑竟被这股蛮横的力量硬生生捏碎。长剑崩碎的反噬之力让顾倾城喷出一口鲜血，气息瞬间萎靡。既然你要维护这群虚伪的秃驴，那就和他们一起下地狱吧。吴昕眼神冰冷，反手一掌，带着腐蚀万物的魔气狠狠印向顾倾城的胸口。这一掌若是打实了，以他现在的状态必死无疑。顾倾城看着那越来越近的魔掌，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他想要躲，却发现周围的空间已经被魔气彻底封锁。要死了吗？抱歉，师傅，徒儿给天剑锋丢脸了。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等待着死亡的降临。战场上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难道连玄天圣地的真传弟子也要陨落于此吗？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嗡！一声清越的龙吟突然在9天之上炸响，一道金色的流光以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瞬间撕裂了漫天魔气，出现在了顾倾城的身前。顾倾城没有感觉到预想中的疼痛，他只感觉到一股温暖、宽厚、充满了安全感的气息瞬间将他包裹。他猛地睁开眼，只见一道修长挺拔的白色背影，如同一座不可逾越的神山，挡在了他的面前。那只足以开山裂石的魔掌被一只修长如玉的手轻描淡写地挡住了。掌风激荡，吹起了那人的黑发与衣袂，却吹不动他分毫。洛无尘，他单手负后，另一只手抓着吴昕的手腕，侧过头看着身后惊魂未定的顾倾城，语气平静，却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霸道：“顾师妹，退后！”这一瞬间，顾倾城愣住了。他看着这个挡在身前的背影，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震撼。不仅仅是因为他救了自己，更是因为他展现出的那种从容面对这尊连他拼尽全力都无法撼动的魔佛。这位少主竟然单手就能镇压，原来他的实力竟然强横至此。这就是少主的底蕴吗？一种名为安全感的情绪在这一刻悄然滋生。他握紧了断剑，默默退后半步，将战场交给了这个男人。而对面的吴昕在看到洛无尘的瞬间，浑身的力气竟然奇迹般的凝滞了一下。那双原本充满杀戮的魔瞳中闪过一丝错愕、委屈，甚至是惊喜。洛大哥，吴昕的声音有些颤抖。
在他心里，整个世界都背叛了他，方丈骗他，师兄欺他，唯有洛无尘是那个给他送药、鼓励他、相信他的那束光。洛大哥，你来了！吴昕下意识的想要收回魔气，像个受了委屈、终于见到家长的孩子，指着远处瑟瑟发抖的方丈，急切的解释道：“你听我说，是他们先骗我的，他们让我去送死，他们把这里变成地狱，他们还要杀小白，我只是想活下去，我只是想报仇。洛大哥，你是好人，你一定能理解我的，对不对？你让开，让我杀了那群秃驴，我们就走，好不好？”看着这一幕，周围的修士们都惊呆了。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在这个男人面前，竟然露出了如此脆弱的一面。高空之上，洛无尘并没有松手，他看着面前这个浑身浴血、满眼期盼的少年，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声中带着无尽的悲鸣与不得不做的决绝。无心，洛无尘的声音温润，却如同一把冰冷的刀，缓缓切开了两人之间的联系。我理解你的痛苦，我也曾相信你的善良，但是他指了指周围满地的尸体，指了指那些在血泊中哀嚎的无辜修士，其实大多是去抢功劳被反杀的。你看看你现在，屠戮生灵，毁寺灭佛，魔气缠身，无论你有多少理由，你都已经变成了你曾经最讨厌的魔。洛无尘看着他，眼神中流露出一丝痛心疾首。我救你是希望你成佛，不是让你成魔。你现在的所作所为让我很失望。轰！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吴昕眼中的光一点点暗了下去。失望？洛大哥对我失望了？为什么？明明是他们先害我的，为什么连你也要站在他们那边？不是的。吴昕想要辩解，想要抓住那只手，但洛无尘却轻轻一推，一股柔劲将他震退数丈，彻底拉开了两人的距离。洛无尘转过身，面对着身后的正道大军，背影决绝而孤独，仿佛是为了天下苍生，不得不对曾经的朋友拔剑。魔头吴昕已堕入修罗道，无可救药。他拔出腰间的佩剑，剑锋直指吴昕，浩然正气冲霄而起。今日我洛无尘便代表正道，清理门户，清理门户。听到这4个字，吴昕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暴怒，而是愣住了。他看着那个剑指自己的白衣男子，眼中满是错愕和慌乱，像个做错了事被家长责罚、急于辩解的孩子。不是的。吴昕身上的魔气剧烈波动，显示出他内心的挣扎。他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一步，避开了洛无尘随手挥出的一道剑气。洛大哥，你听我解释，我不想杀人的，是他们逼我的。你看，他指着自己身上的血迹，声音颤抖，是广志他们先动的手，是方丈骗我去送死，我只是想活下来，我只是想保护小白。你不是说过吗？力量没有正邪，人心才分善恶呀。他急切地复述着洛无尘曾经教他的话，像是在抓着最后的救命稻草。他天真的以为，只要把误会解开，那个曾经送他金莲的大哥哥还会像上次一样站在他身前，帮他挡住所有的恶意。然而洛无尘的表情没有丝毫波动，他一步踏出，并指如剑，指尖吞吐着耀眼的金光，再次斩向吴昕。这就是你堕落的理由吗？洛无尘的声音冷漠如冰。我教你分辨善恶，是让你守住本心，可你看看你现在，满身血腥，魔气滔天，你已经变成了彻头彻尾的魔物。噗！吴昕狼狈的躲闪，肩膀上被剑气划出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鲜血喷涌而出，但他依然没有还手。他捂着伤口，眼眶通红，泪水混合着血水滑落。为什么连你也不信我？我没有变，我还是那个吴昕啊。洛大哥，你看看我，我是那个你救过的小和尚啊。我不想打你，你别逼我。他在祈求一丝理解，祈求一丝怜悯。住口！洛无尘再次挥指，攻势更加凌厉，妖言惑众。今日若不除你，天理难容。每一击都直指要害，每一击都带着必杀的决心。杀了他，杀了他！这魔头还在妖言惑众。少主不要留情！下方的正道修士们高声叫嚣，他们的眼中只有恐惧和杀意，没有一个人愿意听少年的辩解。听着周围的喊杀声，看着洛无尘那双越来越冷漠，甚至带着一丝厌恶的眼睛，吴昕心中的那根弦终于崩断了。他停止了躲闪，任由洛无尘的一道剑气贯穿了他的大腿。他跪在虚空中，抬起头，看着那个高高在上的白衣身影，那个曾经给他金莲的人，那个告诉他众生平等的人，此刻正用看垃圾一样的眼神看着他，想要他的命。原来你也和他们一样。吴昕惨笑一声，声音从颤抖变得平静，最后变成了令人心悸的死寂。你给我的光是假的，你给我的温暖也是假的。洛无尘没有回答，只是指尖的光芒更盛，准备给予最后一击。那一刻，吴昕笑了，那笑容不再卑微，不再期盼，而是充满了一种歇斯底里的疯狂与决绝。既然这世上没有光，他猛地伸出手，一把抓住了洛无尘刺来的剑气，锋利的能量割破了他的手掌，深可见骨，但他仿佛感觉不到疼痛，反而死死扣住，不让洛无尘抽回。他抬起头，那双漆黑的魔瞳中燃烧着毁灭一切的火焰。那就让这黑暗吞噬一切吧。轰！吴昕体内的魔气彻底失控，他那只仅存人性的左眼在这一刻也被无尽的漆黑所吞噬。魔化，彻底的魔化。禁术佛魔涅槃血莲华。伴随着一声凄厉的咆哮，吴昕的身体瞬间变得通红，体内的鲜血和魔气开始疯狂燃烧。他要战斗！
他要亲手撕碎这个给他希望又让他绝望的男人。好，那一刻，他身后那尊高达100丈的魔佛法像竟然开始燃烧，化作一朵遮天蔽日的血色莲花，将吴昕包裹其中。他的气息瞬间暴涨，直接突破了神功境的极限，达到了半步封王的层次。洛无尘，吴昕从血莲中冲出，此时的他已经不像人形，更像是一头浴血的修罗。他手持一把由脊骨化作的骨刀，带着同归于尽的气势，狠狠斩向洛无尘的头颅。我要杀了你！面对这燃烧生命的一击，洛无尘却依然站在原地，神色平静。他看着那个彻底堕落，为了杀他而不惜一切的少年，眼中闪过一丝终于等到这一刻的释然。只有在这个时候收割果实才最甜美。洛无尘心中低语，表面上却是大义凛然地叹了口气。冥顽不灵，他缓缓抬起右手，掌心向上，五指微张，意象混沌种青莲。嗡！天地骤然一静，一株充满了太古洪荒气息的青色莲花在洛无尘身后缓缓绽放，莲叶舒展，遮天蔽日，莲花摇曳，洒下万道混沌玄黄气。那是大道的显化，是神性的极致，与对面那朵血腥暴虐的血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灭！洛无尘手掌轻轻向下一压，轰隆隆，那株混沌青莲随之而动，带着镇压诸天万界的恐怖伟力，对着冲来的吴昕缓缓镇压而下，并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有的只是如热汤卧雪般的消融。啊呀呀！吴昕发出不甘的怒吼，他手中的骨刀寸寸崩裂，他身上的血色莲花在混沌气的冲刷下层层剥离。哪怕他燃烧了生命，哪怕他恨意滔天，但在绝对的天赋压制面前，他依然无法触碰到那个男人的衣角。这就是降维打击。不，我不甘心！吴昕浑身浴血，跪倒在虚空之中，他的力量耗尽了，生命之火如风中残烛。他努力抬起头，想要看清那个男人的脸，却发现视线已经模糊。那朵青莲之下，洛无尘白衣胜雪，圣洁的如同从未沾染过尘埃。洛无尘散去异象，脚踏虚空，一步步走到吴昕面前。结束了。他看着这个曾经喊他大哥的少年，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起伏。吴昕颤抖着伸出血肉模糊的手，似乎想要抓住什么，想要撕碎什么，但最终只抓住了虚无的空气。洛无尘并指如剑，指尖凝聚起一点璀璨到极致的金光。噗！金光划过一道冰冷的弧线，洞穿了吴昕的脖颈，一颗年轻的头颅高高飞起，血洒长空。气运之子吴昕，促定！期待已久的系统提示音在洛无尘脑海中炸响，宛如最美妙的乐章。系统提示：宿主成功击杀红色气运之子吴昕，魔佛判定终极收割。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奖励：红色神话级混沌魔神心。物品描述：混沌中孕育的魔神之心，与宿主的混沌至尊骨乃是绝配。融合后，宿主将拥有神魔一体的无上体质。洛无尘散去指尖的剑气，转身面对着那群对他顶礼膜拜的僧人，脸上露出了悲痛而圣洁的神色。魔乱已平，阳光刺破乌云，洒在那个白衣染血的身影上，神圣而不可侵犯。玄天圣地，青云峰。这一日，紧闭了3个月的洞府大门终于缓缓开启。洛无尘身着一袭宽松的月白长袍，赤足走出密室，他的气息变得愈发深不可测。原本锋芒毕露的混沌气，此刻已完全内敛。若非那双偶尔闪过黑金2色的眸子，常人根本看不出他已是一位封王境的强者。神魔一体，返璞归真。恭迎师兄出关。洞府外，一道倩影早已等候多时。江心月身着圣女法袍，气质高贵典雅，她快步迎上前，自然地挽住了洛无尘的手臂，美眸中满是喜悦与关切。师兄，你这次闭关这么久，气息更加深邃了，可是已经踏入王境，侥幸突破。洛无尘微笑着拍了拍他的手背，感受着身边家人的依恋。这段时间辛苦你打理风物了，为你分忧是我的本分。江心月甜甜一笑，随即像是想起了什么，脸色微微一变，语气中带上了一丝酸味。不过师兄你出关的正是时候，瑶池圣地的人来了，此刻正在主峰大殿，说是要与我们玄天圣地亲上加亲。瑶池？洛无尘挑眉。在一旁侍立的安若雪，此时已是神功境后期的第3真传，气质更加冷艳，微微欠身，补充道：回少主，是瑶池的太上长老亲自带队，还带了那位云溪圣女。据说他们带了3颗3000年的蟠桃作为礼单，意图与少主联姻。说到联姻2字时，安若雪的眼神也忍不住在洛无尘身上打了个转，带着一丝只有2人懂的幽怨。洛无尘闻言，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云溪，那个在坠龙谷给他包扎伤口的温柔妹子，送上门的肉哪有不吃的道理？不过联姻这个名分可是个麻烦事，一旦答应了，岂不是等于给自己套上了枷锁？他要的是整片森林，可不是一棵树。走吧。洛无尘大袖一挥，一步踏出，脚下生出混沌莲台。既然贵客临门，我这个当事人若是不去，岂不是失了礼数？玄天主峰亦是大殿，此刻大殿内的气氛有些微妙。上手，南宫里端坐在圣主宝座上，他今日依旧是一袭紫金长裙，眉心的粉色花瓣印记鲜艳欲滴，只是他那张绝美的脸上此刻却没有什么笑容，反而透着一股令人心悸的寒意。他手里端着茶杯，目光冷冷地看着下方的瑶池使团。下方客座上，一位风韵犹存的瑶池美妇长老正笑意盈盈，
而在他身旁，云溪圣女并未戴面纱，露出一张宜嗔宜喜的绝世容颜。她今日特意打扮了一番，身着流云水绣裙，显得格外温婉动人。玄天圣主，我刚才的提议，您意下如何？瑶池长老笑着说道：“我家云溪与贵圣的少主在坠龙谷共患难，早已互生情愫，且云溪乃是尽世青莲体，与少主的混沌体乃是天作之合，若两家联姻，必将成为东荒一段佳话。互生情愫。”南宫里放下茶杯，发出一声清脆的磕碰声。他凤眸微眯，语气清冷：“本座怎么没听吴尘提起过？而且吴尘尚且年幼，一心向道，如今刚突破王境，正是稳固根基的时候。儿女情长只会影响他拔剑的速度。这理由找的，连旁边陪同的玄天长老们都觉得牵强。少主平日里与圣女安真传形影不离，关系亲密，早已是宗门内公开的秘密，也没见影响他修炼啊。圣主，这分明就是不想放人。圣主此言差矣。”瑶池长老也不恼，继续推销：“双修亦是大通途，况且这3颗蟠桃。”少主道。就在这时，殿外传来通报声，众人齐齐回头，只见洛无尘踏光而来，白衣胜雪，风神俊朗。江心月与安若雪一左一右随行，如同日月拱卫。这一亮相，瞬间让大殿内的光线都明亮了几分。云溪看到那个日思夜想的身影，美眸瞬间亮了，下意识地站起身，轻唤一声：“洛师兄。”声音娇柔，含情脉脉。江心月见状，立刻挽紧了洛无尘的手臂，示威般的挺了挺胸，目光与云溪在空中碰撞，仿佛有火花四溅。洛无尘对此视若无睹，他走到大殿中央，先是对着上首的南宫李恭敬行礼：“弟子拜见师尊。”南宫李看着徒弟那越发迷人的风采，心中那股酸意更浓了，但面上还是微微颔首免礼。瑶池的前辈来访，说是为了你的婚事，你自己看着办吧，把皮球踢给我。洛无尘心中暗笑，师尊这是在考验我呀。他转过身看向瑶池长老和云溪，脸上露出了那标志性的让人如沐春风的笑容。见过前辈，见过云溪师妹。洛师兄。云溪走上前，从袖中取出一个精致的玉盒，羞涩道：“听闻师兄闭关冲击王境，云溪特意求了老祖，带了几颗蟠桃来给师兄贺喜。这蟠桃对稳固境界大有裨益，送礼就送礼，还要加上人，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洛无尘并没有拒绝，他大方地接过玉盒，打开一看，3颗如红玛瑙般的蟠桃散发着浓郁的仙气。多谢师妹挂怀。洛无尘合上盖子，看着云溪期待的眼神，温声道：“瑶池与玄天素来交好，师妹的心意我领了。”听到这话，云溪眼中闪过一丝喜色，但紧接着洛无尘话锋一转，目光扫过在场的所有人，最后落在那位瑶池长老身上，语气变得郑重而充满大义：“只是关于联姻一事，无尘虽对云溪师妹亦有欣赏之意，但如今……”他叹了口气，仰望大殿穹顶，仿佛看到了外界的风雨飘摇。如今黄金大势开启，魔乱未平，一族窥伺。无尘身为玄天少主，背负着匡扶正道、守护苍生的重任，魔幻未灭，何以家为？在未曾镇压这一世的所有动乱之前，无尘不敢谈儿女私情，更不敢用一纸婚约束缚了云溪师妹的先途。这对我、对师妹都不公平。这一番话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既给了云溪面子，承认欣赏，又拒绝了婚约，不负责，还立了一个心怀天下、不耽误妹子的伟岸人设。南宫里闻言，嘴角微不可察的上扬，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他看着大殿中央那个从容自信的徒弟，眼底深处闪过一丝满意的光芒。江心月也是松了一口气，看向师兄的眼神更加崇拜了。师兄果然是为了大义。唯独云溪虽然有些失落，但看着洛无尘那坚毅的侧脸，心中的爱慕反而更深了。不愧是我看中的男人，为了苍生而牺牲小我。既然你要镇压动乱，那云溪便等你。名分什么的我不在乎，少主大义。瑶池长老也被这番话堵得没脾气，只能感叹一声：既如此，这婚事暂且不提，但这蟠桃还请少主务必收下，全当是瑶池对少主的一点支持。那就多谢前辈了。洛无尘毫不客气地收下，白送的资源不要白不要。至于人嘛，以后有机会再慢慢深入交流，反正不急于这一时的名分。一场修罗场就这样被他用大义的名分化解于无形，不仅拿了好处，还没得罪人，甚至让几个女人对他更加死心塌地。洛无尘站在大殿中央，感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崇拜与爱慕，心中平静如水。这就是高段位的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只要我站得够高，理由够冠冕堂皇，所有的暧昧都是为了苍生。玄天圣地，青云峰送走了瑶池的使团，洛无尘并未显得有多轻松。他坐在听涛阁的露台上，手中拿着一份刚送来的金色卷轴《九州风云榜》。江心月坐在他对面，手中捧着一杯灵茶，美眸却紧紧盯着那卷轴，绝美的脸庞上写满了不忿。师兄，这天机阁简直是有眼无珠。江心月放下茶杯，语气中带着浓浓的维护与爱慕。你在坠龙谷力压群雄，西漠斩魔佛，如此战绩竟然只排在九州第10，那些中州皇子连面都没露，凭什么排在你前面？在他心里，师兄就是这世间最完美的男子，是唯一的真龙。任何敢于贬低师兄排名的行为，都是对真理的亵渎，虚名而已。洛无尘随手将卷轴扔在一旁，神色淡然。
他很清楚，虽然他现在刚突破至封王境初期，在境界上或许不如那些修炼100年的老怪，但凭借混沌神魔体和真龙血脉，即便是封王境巅峰的强者来了，他也有信心将其镇压。至于能不能越阶斩胜，或许难，但全身而退绝对没问题。师兄总是这么低调谦逊。江心月拖着香腮，看着师兄那云淡风轻的侧脸，心中更是痴迷。这时，一直站在门口负责通传的安若雪带着一名神色惶恐的内门女弟子走了进来。少主，江师姐。安若雪行了一礼，这是我不灭峰的弟子纳兰嫣，有要事求见。扑通，纳兰嫣直接跪倒在地，哭诉道：弟子有罪，给宗门惹麻烦了，求少主做主。在洛无尘的询问下，纳兰嫣将3年前那场退婚的始末娓娓道来。故事很简单，天才少女觉醒体质被圣地选中，不愿嫁给当时经脉尽断的废物未婚夫林凡，于是带着长老上门理性退婚，并愿意给予补偿。结果男方自尊心爆炸，吼出了末期少年穷，定下3年之约。如今3年期满，纳兰嫣颤抖着说道：那个林凡不仅恢复了修为，还得到奇遇，实力暴涨。他已经打伤了守山弟子，正背着一把黑翅闯到了演武广场，扬言要休了我，还要打穿玄天圣地，真是狂妄。江心月冷哼一声，眼中剑意涌动，而洛无尘此刻却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有点意思。他并没有急着表态，而是看向山门的方向，眼中金芒一闪，开启了系统探查。系统探查林凡的底牌，定目标锁定，姓名林凡，身份别原林家弃子，上古冰皇传人，气运等级金色，坚韧不拔行，金手指古玉吊坠，器灵信息木冰云，上古冰皇，属性残魂，女性，上古时期的绝世女帝，准帝圆满，因被挚友背叛而陨落，性格高冷，拥有极寒本源，当前状态极度虚弱，急需高阶寒属性天才地宝重塑肉身。看到女性绝世女帝急需肉身这几个关键词，洛无尘原本慵懒的眼神瞬间变得无比深邃。原来那个所谓的冰皇不是个糟老头子，而是个御姐。洛无尘的嘴角缓缓勾起一抹邪魅狂狷的弧度。林凡啊林凡，你把你的一切都寄托在戒指里的师尊身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那个只有神魂的师尊遇到了一个身怀混沌至尊骨，拥有无数重塑肉身的圣瑶，而且长得比你帅，地位比你高10000倍的男人，他还会选你这个只会喊口号的小屁孩吗？良禽择木而栖，洛无尘在心中冷笑，跟着那个一无所有的小子有什么前途？只有本少主这里才是那位女帝残魂真正的归宿。纳兰师妹。洛无尘收起思绪，看着地上瑟瑟发抖的纳兰嫣，语气变得温和。你既已入我玄天门墙，便是我的师妹，你的私事便是宗门的事。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襟，原本的慵懒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威严。走吧。洛无尘大袖一挥，率先向山下走去。敢在我玄天圣地闹事，打伤我守山弟子，不论他是谁，今日都得给我一个交代。顺便，他目光幽深，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个高傲的女帝残魂在他面前低下头颅的画面，也去见一见那位藏在他背后的高人。玄天圣地山门广场，纳兰嫣，你给我滚出来！林凡手持漆黑的玄冰重尺，怒吼声震动山门。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年的耻辱，今日我要100倍奉还。然而他的豪言壮语还没落地，一股浩瀚如海的威压便从天而降。天空中，洛无尘脚踏混沌莲台缓缓降落，他负手而立，看都没看林凡一眼，目光直接落在了少年脖子上的那块古玉吊坠上。前辈，躲在那小小的玉佩里，不觉得憋屈吗？洛无尘的声音温润如玉，却带着一种穿透灵魂的力量。林凡一愣，下意识地捂住胸口，你在跟谁说话？见对方没有反应，洛无尘微微一笑，他手腕一翻，2样散发着极致诱惑气息的宝物悬浮在掌心。圣阶下品极品神魂结晶，王阶极品9天玄冰髓。前辈，我知道你急需恢复神魂，重塑肉身。洛无尘悠悠说道，这2样东西足够让你恢复3成实力，并种筑一副完美的冰肌玉骨。只要你愿来我青云峰做客，这些便是见面礼。轰！这2样东西一出，吊坠剧烈颤抖了一下，那是本能的渴望。光芒一闪，一道虚幻却绝美的倩影从狱中飘出，悬浮在林凡身后。他身着冰蓝色的宫装，虽然只是残魂，但那股曾经身为皇者的傲气却丝毫不减。上古冰皇木冰云，他那一双美眸死死盯着洛无尘手中的宝物，喉咙微微滚动，但最终他还是强行移开了目光，冷冷道：收起你的东西，本座纵横上古之时，什么宝物没见过，区区2件死物就想让本座背弃承诺？听到这话，林凡心中涌起一股暖流，眼眶湿润。果然，老师还是那个老师，他曾教导我，修仙之人修的是一口傲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哪怕是面对圣阶至宝的诱惑，老师也绝不会折腰。林凡挺直了腰杆，对着洛无尘大笑道：听到了吗？收起你的臭钱，我老师乃是一代冰皇，岂是你这种俗人能收买的？看着林凡那副自我感动的模样，洛无尘不仅没生气，反而轻笑了一声。背弃承诺？穆前辈，你这话说得漂亮。洛无尘向前迈了一步，
身上的混沌至尊骨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他隐藏了魔心，但仅凭这股纯正浩瀚的混沌气，对于残魂来说，依然有着比任何丹药都致命的吸引力，那是温养神魂的无上温床。但你是不是忘了，你现在只是一缕残魂？洛无尘字字诛心，已跟着这个废物3年了。他除了惹事，除了透支你的魂力，帮他擦屁股，他为你做过什么？他的每一次爆种，每一次越阶挑战，燃烧的都是你的本源。照这样下去，不出3年，你就会魂飞魄散。而我，洛无尘指了指自己胸口，语气傲然：我是混沌至尊体，只要你跟着我，不需要任何丹药，单凭我的混沌气温养，你就能长存不灭。再加上这些资源，他将手中的神魂结晶和玄冰髓再次向前推了推，声音变得冷漠：前辈，傲骨是给活人用的，死人没资格谈骨气。穆冰云沉默了，他的嘴唇微微颤抖，想要反驳，却发现自己无话可说，因为洛无尘说的是事实，他的本源已经快要枯竭了。他看着那2样近在咫尺的至宝，又感受着洛无尘那完美的体质，内心深处那个想要活下去的声音正在疯狂的呐喊。但是皇者的尊严让他无法立刻低头。多谢少主好意。穆冰云深吸一口气，声音虽然依旧冷清，但已经没有了刚才的底气。但本座既然答应了护送他来此赴约，便不会半途而废。他在硬撑，也是在给自己留最后一点面子。洛无尘看穿了他的外强中干，他并没有急着逼迫，而是随手收起了宝物。好，既然前辈要讲信义，那我便成全你们。他转过身，看向一旁早已按捺不住的纳兰嫣。纳兰师妹，洛无尘淡淡道，人家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和你打一架，证明当年的选择是错的。你若是避而不战，倒显得我们玄天圣地怕了他。去吧，让他看看这3年里到底是谁在原地踏步，又是谁在青云直上。是，少主。纳兰嫣此时有了少主撑腰，心中大定。他一步踏出，手中长剑出鞘，神功境初期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剑尖直指林凡。林凡，既然你非要自取其辱，那今日我便让你输得心服口服，怕你不成？林凡握紧了手中的玄冰重尺，眼中战意熊熊燃烧。这3年来，他在极寒之地日夜苦修，无数次在生死边缘徘徊，为的就是这一天。如果连一个纳兰嫣都要靠老师帮忙才能打赢，那他这3年吃的苦算什么？那他有什么资格说末期少年穷？老师，你看着吧。林凡在心中默念，眼神坚定。这一战，我要用我自己的力量，堂堂正正的击败他。我要向你证明，你的眼光没有错。杀！林凡怒吼一声，拖着重尺，如同一头下山的猛虎，狠狠冲向了纳兰嫣。洛无尘坐在高台的椅子上，端起一杯茶，嘴角勾起一抹看戏的笑容。轰轰轰！广场之上，红蓝2色光芒疯狂碰撞，雾气升腾，战斗的激烈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按理说，神功境强者体内铸就恢宏神功，灵力浩瀚如海，生生不息，更修成了法相天地的雏形，举手投足间便能引动天地大势。而神魂境在灵力的质与量上，与神功境有着天渊之别，理论上只能被碾压。但此刻，林凡却像是一块顽石，硬是在狂风暴雨中挺直了脊梁。烈阳剑诀，火雨流星。半空之中，纳兰嫣脚踏虚空，手中赤红长剑挥舞，数百道燃烧着烈焰的剑气如同流星雨般坠落，将整个广场化作了一片火海。给我破！林凡手持漆黑宽大的玄冰重尺，身形如陀螺般旋转，尺身之上森白色的一种寒焰缭绕，形成一道冰蓝色的龙卷风，将落下的火雨尽数弹开冻结。只会躲吗？废物！纳兰嫣见久攻不下，有些急躁，身形俯冲而下，试图用剑气近距离斩杀，但这正中林凡下怀。来得好！林凡眼中金光一闪，利用水雾遮掩，不仅没有后退，反而迎着剑锋冲了上去，重尺无锋，大脚不攻，崩山击。他双手握尺，肌肉隆起，那重达1000斤的玄冰尺带着呼啸的风声，狠狠砸向纳兰嫣的长剑。当一声巨响，巨大的力量顺着长剑传来，纳兰嫣只觉得虎口剧痛，长剑险些脱手，整个人被震得向后倒飞，原本流畅的灵力运转出现了一丝停滞。机会！林凡得势不饶人，痛打落水狗。纳兰嫣，你除了境界高，战斗意识简直烂透了。他怒吼一声，身形高高跃起，手中重尺爆发出耀眼的蓝光，周围的温度骤降至冰点。冰皇点，秘术寒霜裂地斩。轰！这一尺带着林凡3年的怨气和苦修，狠狠劈在了纳兰嫣仓促凝聚的护体光罩上。咔嚓！光罩破碎，纳兰嫣惨叫一声，整个人被巨大的冲击力轰飞出去，重重摔在地上，发髻散乱，嘴角溢血，狼狈至极，全场哗然。赢了！神魂境竟然真的打赢了神功境。林凡落地，虽然喘着粗气，身上也布满伤痕，但他却笑得很开心，那是扬眉吐气的畅快。他一步步走向倒地的纳兰嫣，重尺拖在地上画出火星。纳兰嫣，现在的你还有什么资格高高在上？纳兰嫣捂着胸口，看着逼近的林凡，眼中并没有恐惧，而是充满了浓浓的不甘与怨毒。输了，他堂堂玄天内门精英，竟然输给了一个废材，当着少主的面，当着全宗门的面，却比杀了他还让他难受。林凡，你别得意的太早，
纳兰嫣猛地从怀中掏出一张散发着金光的符箓，那是他最后的依仗，也是安若雪转交给他的保命符。你以为有些蛮力就能赢我？这里是玄天圣地，比的是底蕴。大日金乌符，是嗡！随着他灵力的注入，那张符箓瞬间燃烧殆尽，一股神功境后期级别的恐怖火系灵力在广场上爆发开来。这股力量不仅强大，更蕴含着一丝纯正的太阳真意，正好死死克制林凡的寒冰属性。力！一声嘹亮的提名响彻云霄，一只一斩10丈的火焰金乌虚影凭空浮现，带着焚尽八荒的威势扑向了林凡。什么？林凡脸色大变，刚才的战斗已经消耗了他大半灵力，面对这足以媲美神功境后期全力一击的符箓，还是属性克制，他根本挡不住。该死，这女人居然还有这种级别的底牌！林凡想要躲，却发现自己已经被金乌的气机锁定，周围的寒气在这股高温下迅速消融，死亡的阴影瞬间笼罩了他的全身。这一刻，他才明白，所谓的公平决斗从一开始就是个笑话。人家输了可以氪金，他输了就是死。既然如此，他颤抖着手摸向了胸口那块已经滚烫的古玉，这是他最后的底牌，也是他这3年来战无不胜的根本原因。老师，救我！他在心中发出了绝望而急切的呼唤，把力量借给我，我要挡住这一击。大日金乌符，是！随着纳兰嫣一声尖叫，那只由太阳真火凝聚的3族金乌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扑向了林凡。恐怖的高温瞬间蒸发了周围的空气，死亡的阴影笼罩而下。老师，救我！林凡在心中发出了绝望的呼唤。古域之中，穆冰云看着那足以秒杀神魂境的金乌，发出了一声无奈的叹息。虽然他本源枯竭，但在这一刻，师徒3年的情分还是占了上风。这是最后一次了，小凡！嗡！古域骤然爆发出刺目的冰蓝色光芒，一股浩瀚黄境灵魂力虽然残缺，涌入林凡体内，在他身前凝聚成一面厚达3尺的玄冰古盾。轰！金乌狠狠撞击在冰盾之上，冰与火的极致碰撞引发了惊天动地的爆炸，漫天水雾升腾，遮蔽了视线。挡住了！烟尘散去，林凡半跪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七窍流血。虽然那面冰盾已经碎裂，虽然他受了严重的内伤，但他活下来了。不仅活下来了，他手中的重尺还散发着森寒的光芒，准备反击。纳兰嫣，你的底牌用完了吧？林凡擦去嘴角的血迹，眼中燃烧着复仇的快意。依靠外物终究是小道，现在轮到我了。他觉得胜券在握，这种级别的符箓珍贵无比，他不信纳兰嫣还能有第2张。然而对面的纳兰嫣脸上并没有丝毫的惊慌，他看着狼狈不堪却依然想要反抗的林凡，嘴角勾起一抹怜悯而残忍的笑容。用完了！纳兰嫣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林凡，你对圣地的底蕴一无所知。他慢条斯理地伸手入怀，在林凡惊恐欲绝的目光中，他又掏出了一张符箓，而且这张符箓上跳动的不是火焰，而是紫色的雷霆，其威压之强，竟然比刚才那张金乌符还要恐怖3分。这是……林凡的脚步猛地顿住，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被一盆冰水浇灭。9霄雷动符！纳兰嫣2指夹着符箓，并没有急着扔出去，而是像猫戏老鼠一样在他面前晃了晃，语气轻快：“这种级别的符箓，我这里还有很多。”说着，他又从袖子里摸出了一叠3、4张散发着各种恐怖波动的符箓，像扇子一样展开。你看，我还有寒冰符、裂地符、风刃符。纳兰嫣指尖灵力吞吐，那张雷符顿时光芒大盛，引得天空中雷声滚滚，仿佛下一秒就要落下。林凡，你拿什么跟我斗？拿你的头吗？轰！这一幕彻底击碎了林凡的心理防线，绝望，真正的绝望。他拼了命，老是耗费本源才挡住一张，结果人家手里还有一叠，这就是顶级势力对散修的无情碾压。不，这不公平！林凡颤抖着后退，双腿发软。戒指里，穆冰云也沉默了，看着那张隐而不发的雷符，看着那一叠足以轰平一座山的底牌，一股强烈的不满和怨气终于在他心中爆发了。为什么要来这里？我明明早就告诉过你，现在的你还不足以挑战玄天圣地，让你隐忍，让你发育。可你呢？你非要为了那一文不值的面子，为了那个已经抛弃你的女人，跑到这龙潭虎穴来送死。他看着林凡那张写满了老师救我的脸，第一次觉得这个徒弟是如此的愚蠢和自私。你惹谁不好，偏偏要惹玄天圣地这种庞然大物？你把为师当什么了？当成你的万能盾牌吗？这一击落下，我能挡住，下一击呢？你为了你的面子，就要拉着我一起去死吗？就在纳兰嫣手中的雷符即将脱手，就在穆冰云内新天人交战，怨气横生之际，高台之上，洛无尘放下了茶杯，缓缓站起身。他并没有传音，而是直接开口，声音清朗，传遍了整个广场，也清晰地传入了穆冰云的耳中。古域里的前辈，你也看到了。洛无尘指了指下方那张随时会落下的雷符，语气平淡的像是在陈述一个真理：这是一条死路，你若继续帮他，不仅救不了他，连你自己也会魂飞魄散，彻底消失在天地之间。他手腕一翻，那枚极品神魂结晶和那瓶9天玄冰水再次出现在手中，散发着诱人的光泽。何必呢？洛无尘看着林凡胸口的古玉，发出了最后的邀请：良禽择木而栖，只要你现在停手，这2样东西
依然是你的，是陪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一起死，还是拿了资源重塑真身去追寻你的大道？前辈，我想你应该是个聪明人。轰！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洛无尘的话句句戳在穆冰云的心坎上。是啊，为什么要陪他死？他自己找死，凭什么拉上？我是曾经的冰皇，我有大仇未报，我不能死在这里。求生欲在这一刻战胜了一切。小凡，别怪为师。穆冰云的声音在林凡脑海中响起，带着一丝颤抖，但更多的是决绝与冷漠。是你太让为师失望了。嗡！就在林凡准备再次调动古玉力量做殊死一搏的时候，那股原本连接着他经脉源源不断提供支持的力量源泉突然断了，就像是一盏灯被人无情地掐灭了灯芯。林凡浑身一僵，体内的灵力瞬间枯竭，连手中的重尺都拿捏不住，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他呆呆地站在原地，感受着体内空荡荡的经脉，又看了看头顶那张随时会落下的雷符，一种比死亡更恐怖的寒意瞬间吞噬了他。被抛弃了，在最危险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最信任的老师把他抛弃了。老师！轰隆！紫色的狂雷没有任何怜悯，结结实实地劈在了林凡的身上。失去了穆冰云的力量加持，林凡瞬间被打回原形。他像一条被烧焦的野狗，重重砸在地上，浑身冒烟，气息奄奄。但他还没死，不仅因为气运之子命硬，更因为那股支撑着他活下去的怨恨还没有消散。可，林凡艰难地翻过身，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洛无尘手中那枚发光的古玉。老师，为什么？他声音沙哑，充满了被背叛的愤怒。我对你那么好，我把你当亲人，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对我好。古玉光芒一闪，穆冰云的倩影浮现。他站在洛无尘身侧，居高临下的看着地上的林凡，眼神中不再有往日的慈爱，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失望。林凡，你摸着良心问问，这3年到底是谁对谁好？穆冰云的声音清冷，字字诛心。你每一次逞强斗狠，用的都是我的魂力；你每一次死里逃生，靠的都是我的本源。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重塑肉身，可遇到危险时，你喊的第一句话永远是老师救我。你所谓的对我好，就是不断的榨干我，来满足你那可笑的虚荣心吗？林凡愣住了，他张了张嘴，想要反驳，却发现自己竟无言以对。可是，林凡转过头，恶狠狠地盯着纳兰嫣，仿佛要将所有的错都推给别人。是他们逼我的，是纳兰嫣羞辱我，我为了尊严而战，我有错吗？尊严？还没等洛无尘开口，纳兰嫣先笑了。他提着剑，一步步走到林凡面前，脸上带着一种看可怜虫的表情。林凡，你到现在还在骗自己吗？纳兰嫣摇了摇头，当着全宗门弟子的面大声说道：3年前我去林家退婚，我是带着家族长老备了3颗聚气丹和5000灵石去的。我有没有当众羞辱你？没有，我只是在私下里跟你父亲商量，希望能好聚好散，那些补偿足够你林家富贵一生。轰！周围的吃瓜弟子们一片哗然。卧槽，原来是这样，代理退婚，私下商量，这很体面了呀。林凡脸色涨红，脖子上青筋暴起，你胡说，你退婚本身就是羞辱，你看不起我这个废人，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洛无尘此时淡淡插话了，他一针见血地撕开了林凡内心最阴暗的角落。因为你自卑，你无法接受曾经的天才变成了废物，更无法接受未婚妻即将飞黄腾达，而你只能烂在泥里。所以当纳兰师妹提出退婚时，你那脆弱的自尊心爆炸了。洛无尘弯下腰，凑到林凡耳边轻声道，在那场退婚里，真正撒泼打滚丢人现眼的人一直都是你自己啊。轰隆隆，这句话就像是一道比刚才那道雷符还要恐怖的闪电，狠狠劈开了林凡的精神世界。回忆如潮水般涌来，当年的画面在他脑海中重演。那个坐在大厅里客客气气拿丹药出来的纳兰嫣，那个拍案而起歇斯底里大吼30年河东的自己。原来我才是那个无理取闹的人。原来这3年的仇恨，这3年的苦修，这3年的自我感动，都只是为了维护我那可笑又自私的自尊心。不是这样的。林凡抱着头在泥地里疯狂打滚，发出了凄厉的哀嚎。假的，都是假的，你们都在骗我。众叛亲离。这一刻，林凡终于意识到，在这个名为现实的舞台上，他从来都不是那个逆袭的英雄，他只是一个活在自己幻想里的小丑。噗！气急攻心，道心崩碎，林凡狂喷出一口夹杂着内脏碎块的黑血，两眼一翻，彻底昏死了过去。叮！系统提示音在洛无尘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检测到金色气运之子林凡心理防线全面崩塌，道心破碎，气运等级归0，触发痛苦守恒定律。恭喜宿主获得精神类至宝圣阶神魂结晶，注：此物可大幅度滋养宿主神魂，亦可用来喂养高阶残魂，如沐冰云。洛无尘收起奖励，直起身接过安若雪递来的手帕，擦了擦手，神色淡漠，没意思。这时，一旁的奈兰烟提着剑，咬着嘴唇走上前，单膝跪地：少主，此子心术不正，又对我宗门怀有深仇大恨，若是放虎归山，必有后患。他抬起头，眼中闪烁着决绝的杀意。弟子斗胆，恳请少主允许，由弟子亲手了结这段孽缘，斩杀此僚，以正我玄天圣位。洛无尘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一眼地上像死狗一样气运已经彻底熄灭的林凡，价值已经榨干了。他微微颔首，转过身去，不再看那污秽的场面。准，得到首肯，纳兰嫣站起身，手中的长剑发出嗡鸣。他走到林凡面前，看着这张让他做了3年噩梦的脸。林凡，下辈子别再这么自以为是了。噗嗤，长剑落下，精准地刺穿了林凡的心脏，鲜血染红了广场的石砖。曾经发誓要莫欺少年穷的少年，在众人的嘲笑和未婚妻的剑下，走完了他可笑的一生。定，系统提示宿主成功击杀金色气运之子林凡，判定终极收割。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奖励：金色传说级混沌原液1瓶。物品描述：诞生于混沌初开时的本源液体，拥有不可思议的造化之力，可用来淬炼肉身、修补道基，甚至能让普通兵器进化为成长型神器。洛无尘感受着系统空间里那瓶散发着原始气息的液体，嘴角勾起一抹满意的弧度。走吧。他搂着江新月，带着新收的木冰云、古玉，在众弟子敬畏的目光中飘然离去。玄天圣地，青云峰地底冰室，这里是洛无尘特意开辟的极寒之地，四周布满了巨灵阵法。此时，洛无尘站在一方万年寒玉床前，手中悬浮着2样散发着恐怖寒气与魂力的至宝，正是从气运之子林凡那里夺来的9天玄冰髓与圣阶神魂结晶。古玉悬浮在半空，木冰云的残魂飘荡而出，看着那2样东西，美眸中既有渴望，又有一丝难以言喻的复杂。穆长老还在犹豫什么？洛无尘看着他，语气温和。林凡已经是过去式了，你不想为你自己活一次吗？你不想重回巅峰，去清算你当年的那些仇家吗？穆冰云身躯一颤，是啊，他有大仇未报。本座明白了。他闭上眼，不再抗拒，残魂化作一道流光，钻入了那团9天玄冰髓之中。混沌气炼，洛无尘双手结印，掌心中涌出灰蒙蒙的混沌本元气，将那团包裹着残魂的玄冰髓缓缓托起。他的神念如刀，灵力如火，开始一点一点地雕琢这具即将诞生的躯体。重塑肉身，不亚于女娲造人，每一寸骨骼的搭建，每一条经脉的铺设，每一块肌肤的纹理，都在洛无尘的掌控之下。他对这具身体的了解，甚至超过了穆冰云自己。不知过了多久，光芒散去，一具完美无瑕的娇躯出现在寒玉床上，肌肤胜雪，仿佛是用最纯净的冰雪雕琢而成，通体晶莹，不染一丝尘埃，3000青丝如瀑垂落在腰间。那张绝美的脸庞上带着一丝出生的红润和皇者的高贵。冰皇穆冰云，重活一世。他缓缓睁开眼，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寒冰灵力，半步封王，心中涌起一股狂喜。但下一秒，他意识到了什么，猛地低下头，空气突然凝固。他现在一丝不挂，而那个男人正站在床边，额头上带着细密的汗珠，正用一种毫不避讳，甚至带着几分戏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他。看够了吗？穆冰云惊呼一声，下意识的双手护胸，满脸通红，眼中喷射出羞愤的怒火。还不快转过去！她是曾经的女皇，何曾被人如此直白的看过？这简直是大不敬！转过去！洛无尘不仅没转，反而向前迈了一步，嘴角勾起一抹坏笑。穆长老，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这具身体可是我亲手捏出来的，哪里圆润，哪里纤细，甚至每一寸肌肤的纹理，我比你都清楚。你遮遮掩掩的，是在防谁呢？你！穆冰云气得浑身发抖，若不是打不过他，他真想一巴掌拍过去。你休要欺人太甚，虽受制于你，但我这一身傲骨绝不容许你如此轻贱。傲骨！洛无尘轻笑一声，随手取出一件冰蓝色的流仙裙扔在他身上，语气淡漠：先穿上衣服，再跟我谈傲骨吧。现在的你，比起曾经的女皇，更像是个待宰的羔羊。穆冰云一把抓过衣服，飞快地穿好，将那具足以让天下男人疯狂的娇躯包裹得严严实实。他狠狠地瞪了洛无尘一眼，咬牙切齿道：洛无尘，你给我记着，今日之辱，本座日后定会讨回来，随时奉陪。洛无尘耸了耸肩，转身向外走去。不过在那之前，你最好先学会怎么做一个合格的长老，毕竟我可不养闲人。看着他离去的背影，穆冰云磨了磨牙，脸上的红晕却久久未散。该死的混蛋，总有一天我要把你踩在脚下。处理完穆冰云的事，洛无尘回到了听涛阁。此时江新月拿着一份最新的情报走了进来，神色凝重。师兄，最新消息，随着黄金大势的开启，天地气运正在向中州汇聚，各路天骄都在动身前往中州。最近大周皇朝还要举办乾隆宴，邀请各州有潜力的天骄参加。洛无尘看着地图，眼中金光闪烁。果然，如果不去中州，就只能在东荒做个井底之蛙。想要正道成帝，中州是必经之路。既然大家都去了，那我也去凑凑热闹吧。洛无尘合上地图，目光深邃，明日便动身。事业圣主峰水月宫。洛无尘接到传讯，前来辞行。大殿内没有点灯，只有几颗夜明珠散发着幽幽的光晕。南宫丽站在窗边，看着窗外的云海，背影显得有些孤寂。她依旧是一袭紫金长裙，但在夜色下少了几分圣主的霸气，多了几分女子的柔弱。明日便要走了，她问，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是。洛无尘点头，弟子身为玄天少主，不能缺席这场盛会。去吧，雏鹰终究是要展翅高飞的。南宫丽转过身，
走到他面前，伸出纤纤玉手，替他整理了一下衣襟。他的动作很慢，很细致，仿佛要把这份依恋都缝进衣服里。你此去，代表的是玄天圣地的脸面，但切记，过刚一折，若遇到不可敌的老怪物。南宫里眼中寒芒一闪，一股圣境强者的恐怖气息瞬间爆发，捏碎这枚玉符。为师，哪怕撕毁圣地盟约，也会亲自降临中州，为你杀出一条血路。说着，他将一枚带着体温的紫色玉符色进洛无尘手中。洛无尘握住玉符，却没有松手，而是反手握住了那只柔弱无骨的柔仪。师尊被徒弟握住手，南宫里娇躯一僵，下意识想要抽回，却发现徒弟的手劲大得惊人。放肆，快松开！他红着脸，声音却软绵绵的，毫无威慑力。若是被人看见，这里没有别人。洛无尘不仅没松，反而上前一步，将他逼到了窗边的软榻旁。两人之间的距离近到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师尊，徒儿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洛无尘低头看着他，眼神灼热。中州路远，危机重重，徒儿心中实在有些不安。不安什么？南宫里被他那侵略性极强的目光看得心慌意乱，背靠着柱子，退无可退。徒儿怕。洛无尘缓缓凑近他的耳边，温热的气息喷洒在他敏感的脖颈上。怕这一去，再也喝不到师尊亲手泡的茶。轰！南宫里的脑海中一片空白。这哪里是徒弟对师尊说的话？这分明是你这个逆徒！他想要推开他，但手抵在他的胸膛上，却怎么也使不出力气。那股属于混沌神魔体的阳刚气息，混合着他身上独特的味道，让他浑身发软，体内沉寂多年的情愫在这一刻彻底决堤。洛无尘看着他那傅玉具还赢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意。他并没有离开，而是顺势抓住了他的手腕，将他轻轻按在了身后的软榻上。师尊，今晚徒儿不想走了。水月宫内殿，帷幔低垂，挡住了外界的月光，却挡不住殿内那逐渐升温的暧昧气息。南宫里被若无尘逼退到了软榻边缘，退无可退。他那张平日里威严冷艳的脸庞，此刻布满了慌乱与红晕。他双手抵在徒弟的胸膛上，试图推开他，指尖却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无尘，不可！南宫里的声音虽然在颤抖，但语气却异常坚决。我是你师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母。若是传出去，天下人会如何看我们？玄天圣地的清誉何在？他死守着那道名为伦理的防线，不敢越雷池一步。哪怕他的心跳已经快得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哪怕他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渴望靠近眼前这个男人，但理智告诉他不可以。一旦跨出这一步，他就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圣主，而是一个背德的女人。洛无尘看着他那双含着水雾却依然倔强的眼眸，心中暗叹一声，这就叫死鸭子嘴硬。强攻是不行了，那样只会让他反感，得换个路子。师尊教训的是。洛无尘眼中的灼热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深深的失落与自嘲。他松开了禁锢着南宫里的手，后退了2步，拉开了两人之间的距离。那种令人窒息的压迫感消失了，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让南宫里感到心慌的疏离感。是徒儿梦浪了。洛无尘低下头，声音有些低沉沙哑。徒儿只是想到明日便要远赴中州，那里天骄云集，危机四伏，更有不少老怪物蛰伏。此去经年，生死难料。他抬起头，深深地看了南宫里一眼，那眼神里包含了太多有爱慕，有不舍，也有一种既然你不愿，那我便独自承受的决绝。徒儿只是想在临走前再近距离看看师尊，既然师尊不愿，那徒儿便不打扰师尊清修啊。说完，洛无尘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弟子礼，这个礼标准的让人心疼。师尊保重。他转过身，决然向殿外走去。1步2步3步，南宫里呆呆地站在原地，看着那个逐渐远去的背影。那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徒弟，是他在这个世上唯一的牵挂。他说的对，中州凶险，万一他真的回不来了呢？万一这就是最后一面呢？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慌瞬间攫取了他的心脏。南宫里，你修了一辈子的道，难道最后修成的就是这万古长存的遗憾吗？心中有个声音在疯狂呐喊，若他真的一去不回，这所谓的清规戒律难道能陪你度过漫漫余生？当洛无尘的手即将触碰到殿门的那一刻，站住！南宫里的声音突然响起，带着一丝哭腔和颤抖。洛无尘脚步一顿，嘴角微不可察的上扬，但他没有回头，只是背对着他轻声问师尊还有何吩咐。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衣衫摩擦的声音。下一秒，一具温软的娇躯从背后紧紧抱住了他。南宫里双手环过他的腰，脸颊紧紧贴在他的后背上，泪水瞬间打湿了他的衣衫。别走！他不再是那个威严的圣主，只是一个害怕失去爱人的小女人。我不许你说那种不吉利的话，我不许你死。规矩，去他的规矩。洛无尘转过身，看着眼前这个梨花带雨、彻底卸下了防备的绝美女子。师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他明知故问。我知道。南宫里抬起头，泪眼朦胧地看着他，随后踮起脚尖，笨拙而热烈地吻上了他的唇。哪怕是欺师灭祖，我也认了。轰！最后一层窗户纸被彻底捅破。洛无尘不再客气，反客为主，一把将他拦腰抱起，大步走向那张宽大的软榻。既然师尊认了，那今晚徒儿便好好静一静。
小心！大殿的门无风自闭。这一夜，圣主峰的云海翻涌不息，正如殿内那2颗终于交融的心。直到次日清晨，第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洒进大殿。南宫里慵懒地躺在凌乱的软榻上，身上盖着锦被，露出的香肩上布满了红痕。他看着正在穿衣的洛无尘，眼神中再无半点威严，只有满满的柔情与依恋。醒了！洛无尘系好腰带，转过身，在他额头轻轻一吻。逆徒！南宫里声音沙哑，脸颊微红，却没有躲避。你现在满意了？不满意。洛无尘笑了笑，来日方长，等我从中州回来，我们还有一辈子的时间慢慢论道。走了。他站起身，意气风发。后方安稳了，师尊也拿下了，现在的他底气十足。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南宫里裹紧了被子，嘴角勾起一抹从未有过的幸福笑意。数日后，中州大周皇城，这是一座悬浮在9条极品灵脉汇聚之地的巨城。城墙由星辰铁浇筑，通体漆黑，高达1000丈，仿佛一头盘踞在天地间的太古巨兽。啊！9声苍茫的龙吟响彻云霄，玄天圣地的仪仗破云而出。辇车内，洛无尘斜倚在软榻上，透过轻纱俯瞰着下方的皇城。在他身旁，慕冰云身着一袭冰蓝色的广袖流仙裙，端坐在另一侧。他脊背挺直，神色清冷，即便只是安静地坐着，那股源自灵魂深处的皇者威仪也让人不敢忽视。他淡淡地扫了一眼窗外，收回目光，语气平淡：护城大阵尚可，但杀伐不足，守城有余。若是遇到真正的强者强攻，撑不过3日。洛无尘笑了笑，这里毕竟是皇权中心，讲究的是威慑。就在这时，辇车外传来一阵破空声，一队身披金甲、骑着烈焰龙马的禁卫军踏空而来，挡在了仪仗前方。为首的金甲将军拱手，语气虽然客气，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傲慢。玄天少主远道而来，有失远迎。不过皇城上空禁飞，乃是太祖定下的规矩，还请少主收了坐骑，不行入城。不行入城，这是要给个下马威啊！洛无尘还未开口，一旁的慕冰云却是缓缓睁开了双眼，眸中寒光一闪而逝。规矩！他侧过头，冷冷地瞥了洛无尘一眼，语气中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讥讽。洛无尘，你的脾气倒是越来越好了，这种不知尊卑的奴才也配跟你谈规矩？他本意是想击一击洛无尘，让他自己出手立威，然而洛无尘却只是慵懒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嘴角噙着一抹笑意，漫不经心地说道：既然你也看不顺眼，那你还不出手？你！慕冰云一噎，美眸圆瞪，这混蛋，我是让你出手，你反倒指使起我来了。他刚想发作，但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冰室里的那一幕，他消耗本源为他重塑肉身，这份恩情太重了。呼！慕冰云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火气，下不为例。他冷冷地丢下一句话，随后一步踏出辇车。轰！一股无形的极寒黄威如泰山压顶般轰然降临。淅沥沥，那些拥有神兽血脉的烈焰龙马发出了惊恐的嘶鸣，四蹄一软，直接在空中跪了下来。马背上的禁卫军们更是脸色惨白，感觉灵魂都要被冻结了。滚！慕冰云只说了一个字。金甲将军浑身冷汗直冒，惊骇欲绝地看着这个白衣女子。他从对方眼中看到的不是杀意，而是一种漠视。带路！慕冰云收回目光，看都没再看他们一眼，转身回到了辇车旁，依旧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夜幕降临，摘星楼顶层的露台之上，云雾缭绕。当洛无尘带着慕冰云步入会场时，原本喧闹的宴会厅瞬间安静了一瞬。洛无尘径直走到留给他的贵宾席坐下，慕冰云并没有落座，也没有像侍女一样势利，而是自顾自地走到栏杆旁，背对着众人，看着远处的星空，仿佛这场宴会与他无关。主座之上，姬清玄缓缓抬起头，他的目光在洛无尘身上停留片刻后，敏锐地锁定了不远处的慕冰云。同为女帝，他们之间有一种天然的磁场排斥。好强的傲气，姬清玄凤眸微眯，指尖轻轻敲击着扶手。与此同时，洛无尘的脑海中也响起了系统的提示音：定，发现气运目标，姓名姬清玄，身份大周长公主，绝天女帝转世，气运等级红色，帝王之气，统御诸天，金手指，前世记忆，知晓未来大事，帝王心术，人皇印，残缺，当前状态，审视，评估，想要征服，内心想法，此人长相俊美，两世仅见，体质非凡，且似乎不易掌控，若能收服，可做本宫手里最利的一把剑，若是不行，便收进闺中，倒也赏心悦目。系统评价：清修千年，心无旁骛。而今看到洛无尘，忽觉这红尘万丈，人间烟火，也想去亲身尝一尝了。打了一辈子仗，还不能享受享受了？收入闺中。看到最后几行字，洛无尘差点没绷住。这位女帝陛下，胃口挺大呀，把自己当成猎物了，有意思。你就是洛无尘？姬清玄率先开口，声音磁性而威严，直接无视了刚才的小插曲。听说你在东荒闹得挺大，如今一见，确实有几分胆色。洛无尘端起酒杯，并没有起身行礼，态度不卑不亢。殿下过奖。倒是殿下，这摘星楼高处不胜寒，一个人坐久了不冷吗？这话听似关怀，实则透着一股毫不掩饰的侵略性。言下之意，昭然若揭，你这皇权神坛坐得太高太久了，高到让人忍不住想要伸出手
抓住你的脚踝，将你从那不可一世的云端狠狠拽下来。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所有人都能听出那话语背后隐藏的大不敬。姬清玄并未动怒，反而站起身，一步步走下台阶，来到了洛无尘面前。随着他的靠近，一股霸道的黄道龙气压迫而来，试图在气势上压倒洛无尘。冷，他凑近洛无尘，红唇轻启，声音低沉，带着一丝危险。听说你混沌体大成，阳气炽盛，本宫这里正好缺一个赘婿，不知洛少主有没有兴趣入赘我大周？面对这赤裸裸的挑衅和征服欲，一旁的慕冰云只是微微侧目，扫了一眼这边，随即又无所谓的转过头去。在他看来，这种低级的男女博弈实在无趣，而且他也想看看这个能把他拿捏得死死的男人会怎么应对这个强势的女帝。洛无尘并没有让他失望，他看着姬清玄，既没有被激怒，也没有被诱惑，他只是微微前倾，在姬清玄耳边轻声说道：殿下想要我当赘婿，那得看你的床够不够大，能不能装得下我的野心。野心。听到这两个字，姬清玄并没有像众人预料的那样勃然大怒，相反，他那双狭长的凤眸微微眯起，嘴角勾起一抹极其危险却又惊心动魄的笑容。他伸出一根修长且带着护甲的手指，轻轻划过洛无尘的胸膛，指尖停留在他心脏的位置。本宫最不缺的就是野心。姬清玄的声音低沉，带着一股与生俱来的掌控力。洛无尘，你我皆出身霸主级势力，凡俗的权势早已入不了眼，我们争的是那唯一的地位。在我的棋盘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助我登顶的利剑，一种是挡我前路的枯骨，你想做哪一种？我。洛无尘抓住了他那只不安分的手，并没有用力，却恰到好处地阻止了他的进一步动作。他直视着女帝的双眼，眼神清澈而深邃，仿佛能吞噬一切。我不做剑，也不做枯骨。洛无尘淡淡道，我做那个握剑的人。轰！两人之间的气场再次碰撞，这一次不再是单纯的试探，而是两种同样霸道、同样唯我独尊的意志在交锋。姬清玄突然抽回手，大笑出声。他转身走回主座，大袖一挥，那是真正的帝王气象。好，很好，洛无尘，你是第一个敢在本宫面前说要握剑的人，本宫给你这个机会。他坐回凤椅，恢复了高高在上的姿态，眼神玩味，中州龙脉汇聚，机缘无数。若你能在这场大势争锋中证明你的价值，本宫不介意与你玄天圣地结盟，甚至与你共享这城地的契机。但若是你输了，姬清玄眼中寒芒一闪，眼底深处却藏着对于背叛的深深战栗。本宫会抹去你的过往，让你满心满眼只装得下我一人，从此做我最听话的影子，永生永世不得背叛。全场哗然，疯子，这两个人都是疯子。就在这时，一声充满怒意的暴喝打破了这微妙的氛围。狂妄之徒，你也配与殿下对弈？只见贵宾席中，一名身披重甲，浑身散发着铁血煞气的青年猛地站起。他身材魁梧，手持一杆长枪，周身凌厉如火焰般燃烧，赫然是生死玄关半步封王的修为，战神殿传人战霄。他在中州乾隆榜上排名第18，是真正的顶尖天骄，距离封王境仅有1线之隔。作为姬清玄的狂热追求者，他绝容许有人如此亵渎女神。洛无尘，这里是中州，不是你们东荒。战霄长枪直指洛无尘，杀气腾腾。玄天圣地虽强，但我战神殿亦不惧你，敢对殿下出言不逊，今日我便替殿下教训你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蛮夷。气氛瞬间紧绷，所有人都看向洛无尘。然而洛无尘连头都没有回，他端起酒杯，慢条斯理地抿了一口，仿佛刚才那声怒吼只是耳边的蚊子叫。聒噪，他淡淡吐出2个字：你说什么？找死！战霄大怒，灵力爆发，生死玄关的恐怖气势毫无保留地压了过来，手中长枪如龙出海，直刺洛无尘后心。就在这一瞬间，洛无尘放下了酒杯，他甚至没有起身，只是缓缓转过头，目光淡漠地扫了战霄一眼。轰！一股属于封王境真王的恐怖威压毫无保留地从他体内爆发而出。如果说战霄的气势是一条奔涌的河流，那洛无尘的气势就是一片浩瀚无垠的大海，大境界的压制，而且是混沌体加持下的绝对压制。什么？封王境？战霄刺出的长枪硬生生停在了半空，再也无法寸进分毫。他只感觉一股如同太古神山般的恐怖重力狠狠砸在了他的肩膀上，他引以为傲的护体灵气在这股威压面前脆弱的像一张薄纸，瞬间崩碎。噗！战霄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整个人便如遭雷击，一口鲜血狂喷而出。给本少主跪下！洛无尘轻启薄唇，声音不大，却如言出法随。咔嚓！战霄双膝一软，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脆响。在所有人惊恐的目光中，这位排名乾隆榜前20的绝世天骄，竟然真的不受控制地重重地跪在了地上，膝盖将坚硬的星辰石地板都砸出了裂纹。啊呀呀！怎么可能？你竟然已经封王了！战霄屈辱的嘶吼，想要站起来，却感觉肩膀上仿佛压着苍天，连动一根手指都困难。生死玄关与真正的封王虽然只差一步，却是天壤之别，更何况是洛无尘这种底蕴深厚的封王。洛无尘甚至懒得再看他一眼，他收回威压，重新将目光投向主座上的姬清玄，
端起酒杯，轻轻摇晃。抱歉，殿下，刚才有一只苍蝇太吵，我随手拍了一下。死寂，整个摘星楼顶层落针可闻，所有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洛无尘，一眼镇压。仅仅是气势外放，就让乾隆榜第18的天骄跪地吐血。这玄天少主竟然已经踏入了那个传说中的王境。要知道，如今的中州年轻一代能踏入封王境的凤毛麟角。主座之上，姬清玄原本慵懒的眼神彻底变了，他坐直了身子，死死盯着洛无尘，那双凤眸中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光芒。那不再是看待追随者的眼神，而是一种看待同类的眼神。如此年轻的封王境，姬清玄嘴角上扬，露出了一个冷艳至极的笑容。洛无尘，看来本宫之前确实小看你了，你不仅有野心，还有匹配野心的实力。很好。他举起手中的酒杯，遥遥一敬，语气中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霸道。你有资格做本宫的盟友，只要你我联手，这9州天下皆可平分。面对女帝抛出的橄榄枝，洛无尘却只是轻笑一声。他缓缓伸出一根修长的手指，在面前轻轻晃了晃。结盟。洛无尘看着姬清玄，眼中的狂傲比这位女帝还要乘上3分。他找茬道：殿下，你似乎搞错了一件事，在这条成帝之路上，只有弱者才需要抱团取暖，只有弱者才需要抱团取暖。这句话在摘星楼顶层回荡，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了在场所有人的脸上。空气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爆发出了压抑不住的骚动。你说什么？一名世家少主拍案而起，脸色涨红，指着洛无尘的手都在颤抖。你的意思是，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弱者？他愤怒，是因为他被戳中了痛处。狂妄，简直狂妄至极！不结盟，哪怕是大帝年轻时，也需护道者，也需宗门支持。你以为你是谁？几个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天骄，此刻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纷纷出言怒斥。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在愤怒。角落里，几位气息沉稳、身着顶级宗门服饰的势力天骄，听闻此言，身体猛地一震，眼神中闪过一丝明悟。是啊，修仙本就是逆天而行，我等依附皇权，虽得安稳，却也失了锐气。若连独自面对风雨的勇气都没有，谈何成帝？他们深深看了洛无尘一眼，没有说话，却默默起身，对着主座抱拳一礼，竟然直接转身离开了摘星楼。这一幕让主座之上的姬清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这些离开的人都是他重点招揽的对象，是未来的中流砥柱。可现在洛无尘一句话就把他的墙角给撬松了，这还没开始结盟呢，人心就已经散了。洛少主，姬清玄缓缓站起身，凤袍拖地，声音冷得像冰渣子。既然你看不起本宫的盟约，那你可敢证明你有独断万古的资本？他大袖一挥，一道紫金色的流光飞出，落在广场中央。轰隆，大地震颤，一座高达9丈、通体漆黑、布满大道符文的古老石碑拔地而起。天道石碑，此乃我大周镇国神器，可映照修士的道心与潜力，甚至显化未来的地影。姬清玄指着石碑，眼中带着不容置疑的霸道。你若能引动石碑共鸣，压过本宫的意向，本宫便承认你有狂妄的资格。但若是你输了，就给本宫道歉。全场屏息，所有人都看向了洛无尘，这可是赌上了尊严和道心的一局。然而，面对这足以让无数修士疯狂的神器，面对女帝咄咄逼人的赌约，洛无尘只是淡淡的瞥了一眼那块石碑，然后重新坐回了椅子上。他薄唇轻启，吐出了2个字：无聊。静，死一般的寂静，众人的下巴都要砸在地上了。无聊，这可是天道石碑，是能测出大地之姿的神物，你竟然说无聊？连一直独自站在栏杆旁看星星的穆冰云，此刻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嘴角微微抽搐。这家伙不装逼能死啊！而主座上的姬清玄更是被这2个字噎得胸口起伏，凤眸圆睁，心中疯狂吐槽：洛无尘，前世的记忆里根本没有这号人物，他怎能如此之贱？听闻他在东荒素有仁义无双的美名，如今看来，这哪里是仁义，分明就是个贱人。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想直接动手的冲动，冷声道：无聊，你是怕了，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帝资，只是个只会逞口舌之力的绣花枕头？怕。洛无尘放下茶杯，缓缓站起身，他并没有走向石碑，而是直视着姬清玄的双眼，声音平静却震耳欲聋：殿下，你身为大周长公主，难道不明白一个道理吗？成帝与否靠的是手中的剑，心中的道是一路杀出来的尸山血海，岂是一块死物般的石头就能决定的？他指了指那天道石碑，眼中满是不屑：若是这石头说我不能成帝，我就不能成帝了吗？若是这石头说我是废物，我就要自废修为吗？真正的强者从来不需要向一块石头证明自己。姬清玄愣住了，他看着眼前这个侃侃而谈的男人，心中却涌起一股强烈的不快。他说的对吗？对，但这正是他愤怒的原因。他拿出石碑是为了立威，是为了通过展示天命来收服人心，巩固盟约。可洛无尘这番话直接把天命给否定了，把石碑贬得一文不值。他在拆他的台，他在当众打大周皇室的脸。如果承认他说的对，那他这个依靠天命来号令群雄的长公主，岂不成了笑话？好一张利嘴！姬清玄怒极反笑，眼中的战意不仅没有消退，反而燃烧得更加旺盛。既然你说石头测不出你的深浅，那本宫便亲自来测一测。轰！
一股恐怖的蜂王境初期巅峰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而出，9条凝实无比的黄道龙气在他周身盘绕，发出震天怒吼。既然文斗你掀桌子，那就别怪本宫武力镇压了。他前世为帝，这一世重修，虽然境界与洛无尘相当，但他自信同阶无敌。姬清玄一步踏出，瞬间跨越100丈距离，出现在洛无尘面前。他抬起那只带着护甲的玉手，并非杀招，却带着镇压一切的霸道，直接抓向洛无尘的衣领。洛无尘，不用这石头也行，只要你能接下本宫3招不跪，本宫就承认你的道理，否则你就给本宫乖乖去规格。面对女帝的突然发难，洛无尘不退反进，嘴角勾起一抹你终于忍不住了的笑意。切磋，这可比看石头有意思多了。轰！没有多余的试探，战斗在瞬间进入了白热化。摘星楼顶层的防御大阵在第一时间就被2人的气机震碎。金色的黄道龙气与灰蒙蒙的混沌气流在虚空中疯狂对撞，每一次交击都引发了空间的塌陷与重组。周围观战的天骄们早已退到了1000丈之外，脸色苍白的看着那2道如同神魔般的身影。太恐怖了，这真的是蜂王境初期能拥有的战力吗？大眼圣子双目流血，仅仅是试图推演2人交手的轨迹，就遭到了大道的反噬。长公主殿下对黄道龙气的运用已经达到了寂静呼道的境地，便是老一辈的皇主，恐怕也不过如此。战场中央，姬清玄凤袍猎猎，满头青丝狂舞，宛如一尊绝世女战神。她并没有被洛无尘的混沌体压制，反而越战越勇。她前世毕竟是只差半步就证到大帝的至尊，哪怕现在修为尚浅，但她对道的理解远超常人。洛无尘，你的体质虽强，但不懂得运用，不过是蛮力罢了。姬清玄冷喝一声，双手结印，身后浮现出一卷遮天蔽日的山河设计图，地兵仿品，本命法宝，山河为龙，设计为锁，给本宫镇。随着他一声轻斥，画卷展开，那不是简单的凌厉攻击，而是他调动了整个大周皇朝的国运，融合了他前世领悟的镇压大道。万座大山虚影从画卷中坠落，每一座山都代表着一种规则的束缚。好一个借势压人！洛无尘抬头看着那当头落下的万座大山，眼中闪过一丝赞赏。你借山河之势，欲以规则束缚我，但在我的道里，没有什么规则能束缚我。洛无尘并没有动用混沌体去硬抗，他缓缓抬起右手，五指张开，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但一股玄奥至极的道运却在他掌心流转。我心即天心，我意即天意，在我的领域里，山河亦要低头。洛无尘手掌猛地一翻，掌中神国，轰！随着他这一翻手，周围的天地规则仿佛被瞬间颠覆。那原本带着镇压之势落下的万座大山，竟然在半空中硬生生停滞，随后倒卷而回。什么？姬清玄面色大变，他感觉自己对山河设计图的掌控在这一瞬间被切断了。给我开！他咬破舌尖，燃烧本源，强行夺回控制权，手中利剑出鞘，地落9剑，剑光如雨，每一剑都斩在洛无尘灵力流转的节点上，精妙绝伦。比技巧。洛无尘笑了，他双眸深邃，并未动用兵器，而是以指代剑，随手画出。你的剑太规矩了，真正的剑当无拘无束。枪枪枪！2人的身影在虚空中疯狂碰撞，从神通对轰到近身搏杀。姬清玄展现出了身为至尊转世的恐怖底蕴，各种上古秘术信手拈来。但让他绝望的是，无论他使出什么手段，洛无尘总能以一种更加高妙、更加直指本质的方式化解。100招过后，洛无尘似乎失去了耐心，热身结束了。他一步跨出，身后的虚空中并没有出现什么法相，而是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暗。那是混沌的极致，是万物的终点。姬清玄，接我这一招！洛无尘缓缓抬起右手食指，指尖凝聚起一点灰暗的光芒。这点光芒看似微弱，却仿佛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连周围的光线、声音，甚至法则都被强行拉扯了进去。你演化山河设计，那我就让这一切回归虚无。混沌归虚，嗡！一指点出，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湮灭。所过之处，空间如同被橡皮擦抹去的画卷，直接消失了，只留下一道漆黑的虚无轨迹，直指姬清玄眉心。想赢我？做梦！姬清玄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死亡威胁，眼中的骄傲不容许他低头。他双手猛地合十，眉心的花瓣印记爆发出耀眼的红光。他要动用前世留下的同归于尽的底牌至尊法，天地同寿。就在这毁灭性碰撞即将爆发的瞬间，够了！一道苍老却威严的声音带着一丝焦急，瞬间响彻天地。嗡！一名身着麻衣的老者凭空出现在2人中间，他双手同时探出，左手凝聚圣力，死死抵住了那道归虚之光，右手强行压制了姬清玄燃烧的本源。虽然看起来轻松，但老者的袖袍却在这一瞬间化为了灰烬，连手掌都在微微颤抖。大周皇朝第13组圣境强者，轰隆余波散去，整个摘星楼的顶部已经被削平了一半。老祖，为何拦我？姬清玄发丝凌乱，嘴角一显，却依然不甘地喊道：我还能战！清玄，住手吧！老祖看了看自己颤抖的双手，又看了看周围几乎要崩塌的皇城大阵，沉声道：再打下去，你是想把这大周皇城给拆了吗？他转过身看向洛无尘，浑浊的老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忌惮。刚才那一指归虚，
其中蕴含的毁灭真意，连他这个圣人都觉得心惊肉跳，后生可畏。玄天圣地当真出了个了不得的妖孽。洛无尘收敛气息，归墟之意消散于无形。他理了理有些褶皱的衣袖，面对圣人依然不卑不亢，微微拱手：“前辈谬赞，既然前辈出面，那今日便到此为止吧。”他看了一眼满脸不甘、战意未消的姬清玄，淡淡一笑：“殿下实力不凡，在下佩服。今日未分胜负，日后地路争锋，再来讨教。”说完，他不再停留，转身走到一直在旁观战，此刻也神色凝重的穆冰云身边，走了。两人化作流光离去，只留下一个满目疮痍的摘星楼。废墟之上，看着洛无尘离去的背影，姬清玄死死咬着红唇，鲜血滴落。老祖，他声音颤抖：“为何要阻止我？我若是动用那一招，未必不能胜他。”胜！第三组转过身，看着这位平日里最让他骄傲的后辈，叹了口气：“清玄，你还没有看出来吗？你是在拼命，而他是在试招。”什么？姬清玄瞳孔骤缩，如遭雷击。他的气息悠长深厚，根本没有动用底牌的迹象。而且第三组神色凝重，低声道：“老夫刚才隐隐感觉到，他体内似乎还蛰伏着一股极其恐怖的力量。你若真动用禁术，死的一定会是你。这怎么可能？”姬清玄踉跄退后一步，向来骄傲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失魂落魄的表情。他带着底蕴归来，竟然还不如一个当世的天骄。洛无尘，他念着这个名字，手指深深扣入掌心，那种被铜阶压制的耻辱感，混合着一种对强者的极致渴望，在这一刻化作了前所未有的执念。本宫不信。地路漫漫，一时成败算不得什么。姬清玄抬起头，眼中的迷茫消散，取而代之的是更加炽热的野心。总有一天，我要亲手打败你。大周皇城，贵宾驿馆，夜色已深，但整个皇城却无人入眠。摘星楼一战，洛无尘之名如彗星般崛起。驿馆庭院内，洛无尘躺在藤椅上，把玩着手中的酒杯。穆冰云站在他身旁，一袭冰蓝长裙，清冷如月。那个大周长公主有点意思。穆冰云淡淡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审视。她身上的黄道龙气极为纯正，若非获得了完整的古皇传承，便是有大来历。可惜性子太傲，容易吃亏。洛无尘闻言，嘴角微扬，岂止是吃亏，他今天在摘星楼可是吃了个大瘪。叮！就在这时，脑海中沉寂许久的系统提示音突然响起。系统提示检测到红色气运之女姬清玄情绪产生剧烈波动，波动类型羞愤，被当众拒绝，恼怒，被质疑能力，征服欲，想要找回场子，触发红颜攻心机制。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地黄旺气术，可观天下气运，洞察龙脉走向。恭喜宿主获得真龙不死药残片 X1。哦，洛无尘眼中闪过一丝惊喜，原来除了抢机缘和杀人，气人也能拿奖励，尤其是其这种高傲的女帝，收益竟然如此可观。不仅给了一门实用的瞳术，还爆出了不死药的残片。看来以后对这位长公主不能只是一味的打压，还得适当地调戏一下。洛无尘在心中定下了针对姬清玄的特训计划。就在这时，院门外传来一阵骚动，一名大周皇室的内侍恭敬地送来了一个锦盒，说是长公主殿下给少主的赔礼一枚王阶凤血涅槃丹。洛无尘随手收下。这女人一边在宫里气得磨牙给我报金币，一边还要派人来送礼维持风度，真是好玩的紧啊。就在两人交谈之际，嗡，毫无征兆的一道奇异的波动扫过整个中州大地，并非强者的威压，而是一种窥探天机、定夺乾坤的玄妙气息。苍穹之上，星辰退避，一座古老、沧桑，仿佛存在了亿万年的巨大楼阁虚影在夜空中缓缓浮现。楼阁之上悬挂着一卷金色的榜单，垂落下亿万道神光，照亮了九州。天机阁少尊榜，是天机阁。黄金大事已至，天机阁终于要发布含金量最高的至尊榜了。据说凡是能上榜者，皆有争夺那一世地位的资格。整个九州沸腾了。不同于之前的乾隆榜、潜力，至尊榜代表的是真正的战力与气运的综合排名。只见金榜之上，一个个名字缓缓浮现，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种极致的天赋。至尊榜第10名南疆吃梨，体质万古魔体，评价以身饲骨，不死不灭，大地之姿。至尊榜第9名东海敖烈，体质返祖真龙血脉，评价肉身无双，撕裂苍穹，大地之姿。至尊榜第4名北原王腾，体质乱骨战体，评价为战而生，愈战愈强，大地之姿。至尊榜第3名中州天机圣子，体质天机道体，评价算尽天机，趋吉避凶，大地之姿。至尊榜第2名中州姬清玄，体质黄道龙体，评价懂御诸天，万法不侵，有横推一世之姿。前10名无一例外，全部给出了大地之姿的评价。这意味着这个时代至少有10个人拥有正道成帝的潜力。然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尚未显现的第1名上。究竟是谁能压过大周女帝？究竟是谁能凌驾于这群怪物之上？金榜震动，紫气翻涌，最终3个龙飞凤舞，仿佛蕴含着无上威严的大字，
缓缓凝聚在榜首。至尊榜榜首东荒洛无尘，体质混沌至尊体，评价混沌初开，至尊无双，肉身无敌，力压万道。轰！这一刻，九州失声。虽然众人早已猜到是他，但亲眼看到天机阁给出的混沌至尊体评价，依然感到震撼。然而，洛无尘看着天上的榜单，嘴角却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混沌至尊体，他摇了摇头。天机阁虽然厉害，但也看不穿系统的掩盖。他们只看到了他明面上的混沌体和至尊骨，却根本不知道他体内还融合了一颗更加恐怖的混沌魔神性。真正的体质是混沌神魔体，神性与魔性共存，这才是他真正的底牌。连天机阁都只能看到我的一半实力吗？洛无尘眼神幽深，这样也好，让全天下都以为我是个正道的光。等到最后，他转头看向身边的慕冰云，笑道：“看来你的对手也不少，不想被这些后辈超越的话，你可要抓紧恢复了。”慕冰云看着金榜上那些名字，美眸中战意盎然。放心，等我恢复实力，这些人一个都跑不掉。洛无尘笑了，这才是黄金大事该有的样子。后续引发气运之女情绪波动获得的奖励就不写出来了，气运之子痛苦也一样，因为这种奖励作用不会太大。大周皇城的气氛比昨日更加火爆。自从昨夜少尊榜现世，将洛无尘定为榜首后，整个中州彻底炸锅了。无数关于东荒洛无尘是谁，凭什么压过女帝，是不是天机阁搞错了的质疑声甚嚣尘上。与此同时，数不清的挑战书像雪片一样飞向了贵宾驿馆。驿馆内，洛无尘看着桌上堆积如山的战书，不仅没有烦躁，反而饶有兴致地翻看着。南疆古子约我斗毒，西漠苦行僧约我比拼耐力，还有这个中州剑阁传人要以此剑示我之锋芒。一旁的慕冰云正在擦拭着手中的冰剑，闻言冷冷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你现在是众矢之的，全天下的天骄都想踩着你上位，扬名立万，你还笑得出来？这正是我想要的。”洛无尘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涌动的人潮，与其满世界去找机缘，不如坐在最高处，让机缘自己送上门来。他话音未落，轰隆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猛地在皇城城门口炸开，紧接着一股狂暴无匹的黄金血气如同火山爆发般冲天而起，染红了半边天。那股气息之强，竟然直接撕裂了虚空。凤王镜，东荒洛无尘何在？一道雷霆般的怒吼夹杂着恐怖的灵力波动，瞬间传遍了整座皇城。滚出来受死！皇城上空，一辆古老的青铜战车碾碎虚空，隆隆驶来。战车之上，王腾身穿黄金战甲，黑发狂舞，浑身散发着唯我独尊的霸气。他不仅拥有乱骨战体，修为更是实打实的蜂王境出气。在年轻一代中，除了那几个不世出的怪胎，几无敌手。定，发现气运目标，姓名王腾，身份北元王家少主，乱骨大帝隔代传人，气运等级金色，遇强则强，百战不死。王腾手中的金色圣剑遥指一管，洛无尘，天机阁把你排在第一，我王腾不服，出来与我一战。若是输了，就把榜首的位置让出来，顺便把你的脑袋留下。就在这时，两道截然不同的角色身影几乎同时出现在了驿馆上空。第一道是一袭红衣戎装，霸气无双，姬清玄。他脸色有些难看，并非担心洛无尘打不过，而是因为王腾此举是在打大周皇室的脸，更是在动他看中的人。洛少主，姬清玄看着下方的洛无尘，语气虽然依旧带着一股子傲气，但维护之意却溢于言表。这王腾不知死活，竟敢强闯皇城大阵，你若是不便出手，本宫这就调动皇极卫将他镇压。毕竟本宫看中的人，还轮不到这种莽夫来挑衅。而另一道身影则是乘着一叶扁舟，身着淡紫色流苏长裙，面容温婉，气质神秘而知性。天机阁圣女岳玲珑，她手里攥着玉笔，双眼放光，视线就像粘在了洛无尘身上。作为天机阁传人，她习惯了看透世人命数，偏偏眼前这人连阁主都说看不真切，这种游离于推演之外的感觉，对他来说简直有着致命的吸引力。洛师兄，岳玲珑声音清脆，带着一丝自来熟的亲昵。我是天机阁的岳玲珑。这王腾虽然排名第4，但他已经完全炼化了乱骨大帝的一滴精血，肉身堪比半部圣器，很难缠。需不需要我告诉你他的弱点？免费的哦。他眨了眨眼，显然是想借此机会和这位神秘的榜首套近乎，好满足他的探究欲。洛无尘闻言，看了一眼霸道的姬清玄，又看了一眼热情的岳玲珑，眼中闪过一丝真切的惊讶。他摸了摸下巴，有些纳闷，奇怪。洛无尘微微侧头，凑到身边的慕冰云耳边，小声问道：“你说为什么我昨天那么顶撞他，甚至让他下不来台，他今天反而对我好起来了？”慕冰云瞥了他一眼，又看了看天上那个虽然板着脸，但明显是在护犊子的长公主，嘴角勾起一抹嘲弄。有些女人就是贱骨头，你越是不搭理她，她越是想征服你。尤其是像她这种自以为掌控一切的女人，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洛无尘若有所思，忽然问道：“那如果我那样对你，你会怎么样？”慕冰云神色一冷，美眸中寒光乍现，用一种极其平静却让人骨髓发冷的语气说道：“我会等你睡着，把你封禁万年玄冰里。”洛无尘，多谢两位好意。他整理了一下衣袖，不再理会身后的两个女人，抬头看向空中。不过既然人家带着礼物大老远跑来，
我若是拒之门外，岂不是显得太小气？他一步踏出，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地，再出现时已是在万米高空，正对着那辆轰鸣而来的青铜战车。狂风吹动他的白衣，猎猎作响。面对气势汹汹、足以镇压一方的王腾，他不仅没有拔剑，甚至连手都背在身后。王腾是吧？洛无尘淡淡开口，声音不大，却清晰地盖过了战车的轰鸣声。他无视了王腾那滔天的战意，也无视了对方封王境的恐怖修为，他的目光反而落在了那辆古老斑驳、散发着地威的青铜战车上，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光芒。你的车不错。洛无尘微微一笑，就像是在陈述一个既定的事实，但他现在是我的了。狂妄！王腾彻底被激怒了。他堂堂北元少主，乱古大帝传人，千里迢迢赶来挑战，结果对方不仅不把他当人看，反而一上来就要抢他的车，这种赤裸裸的蔑视比杀了他还难受。想要本少主的战车，拿命来换！王腾一声怒吼，浑身金光暴涨，脚下的青铜战车仿佛复活了一般，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车身之上一道道繁复的圣纹亮起，一股令人窒息的威压席卷全场。这是一件圣阶下品的战车，攻防一体，全力催动之下，足以撞碎山岳，连出入圣境的强者都要暂避锋芒。乱古战法崩天撞，轰隆隆！王腾并没有下车，而是直接驾驭着这辆恐怖的圣兵，将全身灵力注入其中，携带着碾碎虚空的恐怖动能，对着洛无尘狠狠撞去。小心，那是圣兵！下方的姬清玄和岳玲珑同时惊呼，以肉身硬抗圣兵冲撞，这简直是找死！然而，面对这毁天灭地的一击，洛无尘依然站在原地，纹丝不动。他看着越来越近的狰狞车头，眼中没有丝毫轻视，只有一种见猎欣喜的从容。来得好！就在战车即将撞上他的瞬间，洛无尘猛地抬起右手，五指张开，掌心之中灰蒙蒙的混沌气疯狂旋转，体内的真龙血脉更是发出雷鸣般的咆哮。他的手臂瞬间变成了暗金色，肌肉线条如龙盘球结，蕴含着足以搬山填海的伟力。停！他暴喝一声，单手按在了那疾驰而来的战车车头之上。轰！恐怖的冲击波瞬间炸开，方圆百里的云层被一扫而空，空间在这一刻出现了肉眼可见的扭曲，一道道漆黑的裂缝如蜘蛛网般蔓延。洛无尘身上的白衣疯狂鼓荡，长发乱舞，他的脚下虚空瞬间崩碎，但他的人却像是一座太古神山，死死定在原地，一步未退。而在他对面，那辆携带着万军之力的圣阶战车，在发出一声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后，竟然真的被那只手硬生生地逼停在了半空。肉身和圣兵，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看着天空中那震撼人心的一幕。一个人，一只手挡住了一辆冲锋的圣阶战车，这肉身是怪物吗？战车之上，王腾身躯巨震，险些被这股巨大的反震力甩飞出去。他死死抓住车栏，看着那个近在咫尺、单手按车，虽然衣衫猎猎但面色不改的男人，瞳孔中先是闪过一丝震惊，随即化作了更加疯狂的战意。好，好，好！王腾不怒反笑，眼中的金光几乎要喷涌而出。洛无尘，你果然没让我失望，想要我的车？王腾怒极反笑，他猛地一跺脚，身下的青铜战车发出一声哀鸣，被他强行收入体内。他不需要战车护体，因为他王腾本人就是世间最强的兵器。洛无尘，别以为挡住了战车冲撞就有资格狂妄！王腾一步跨出虚空，浑身黄金血气如火山喷发，瞬间染红了半边天。今日本少主就让你见识一下何为乱古战铁，何为同阶无敌！杀！没有任何花哨的试探，王腾整个人化作一道金色闪电，瞬间欺身而进。他五指握拳，拳锋之上缭绕着古老的战意符文，一拳轰出，虚空寸寸崩碎。来得好！洛无尘眼中也闪过一丝战意。自从融合了混沌神魔体，他还没遇到过一个能让他稍微活动筋骨的对手。他不退不避，同样一拳轰出，拳若混沌，重若万钧。轰！两只拳头在万米高空狠狠撞在一起，仿佛两颗陨石对撞。恐怖的冲击波瞬间横扫而出，将方圆百里的云层瞬间震散。皇城的防御大阵剧烈摇晃，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好硬的拳头！王腾只觉得手臂发麻，但他不仅没退，反而借力转身，右腿如战斧般劈下，带起一道撕裂苍穹的金光。乱古搏杀术踏天足！太慢！洛无尘抬手格挡，手臂之上混沌气流转，硬生生扛下了这足以踢碎山岳的一击。随即他反手一记手刀斩向王腾的脖颈，砰砰砰！两人在空中疯狂对轰，快得连残影都看不清。每一次碰撞都伴随着雷鸣般的巨响，金色的神血与灰色的混沌气在空中交织炸裂。短短10息之间，两人已经交手了上百回合。下方的众天骄看得目瞪口呆，一个个脸色苍白。这真的是封王境初期的搏杀吗？大眼圣子深吸一口气，声音都在颤抖。这种破坏力简直堪比圣境强者交手，我们与他们相比，简直如同萤火治愈皓月，太强了！这就是至尊榜前列的含金量吗？战场中心，王腾越打越心惊，他引以为傲的乱古战体，号称肉身无双，万法不侵，可打在洛无尘身上，却感觉像是打在了一块不可撼动的神铁上，反而是他自己的骨头在隐隐作痛。怎么可能？
王腾咬牙切齿，心中掀起惊涛骇浪。乱谷大帝曾言，体质并非无敌，唯有无敌的信念才能铸就无敌的肉身。昔日大帝凡体正道，亦可镇压诸天神体。我的信念不输于人，我的战意不弱于人，为何在绝对力量的碰撞上，我竟然会被他压制？这种打击比输了招式更让他难以接受。我不信！王腾怒吼一声，拉开距离。既然肉身占不到便宜，那就拼底蕴。乱谷亦向万谷皆乱。轰！王腾身后一片浩瀚的古战场虚影浮现，那是一片被战火烧焦的大地，无数神魔的尸骨堆积成山。而在那尸山血海之上，一尊模糊的地影背对苍生，独自前行。随着这异象一出，周围的天地法则瞬间变得混乱不堪，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乱谷时代。若无尘，在我的领域里，万道皆乱，唯我永恒。王腾手掌一翻，一柄古老而沧桑的长剑出现在他手中。乱天剑，这是乱谷大帝早年征战天下时所用的佩剑，杀气之重，足以惊神泣鬼。斩！一剑斩下，混乱的法则之力汇聚成一道灰色的剑光，带着令万物凋零的气息，要将洛无尘彻底埋葬。面对着绝杀一剑，洛无尘站在虚空中，衣衫猎猎，看着那尊金色地影，神色依旧平静。界仙人之威，终究是落了下乘。王腾，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天地异象。洛无尘缓缓张开双臂，体内那颗混沌魔神心开始剧烈波动。嗡！天地瞬间暗了下来，在洛无尘身后，混沌气翻涌，化作一片无边无际的混沌苦海。而在苦海之上，一株青莲摇曳生姿，洒下万道清辉。紧接着，青莲之畔，一尊三头六臂、面目狰狞的太古魔神虚影拔地而起，仰天咆哮。混沌种青莲加神魔半生，双重竞技异象。好！魔神虚影发出一声怒吼，伸出巨手，竟然直接抓住了王腾斩下的那道混乱剑光，用力一捏，咔嚓！那道蕴含着乱谷真意的剑光被生生捏碎。紧接着，魔神一步跨出，直接撞入了王腾的万谷皆乱异象之中，如同狼入羊群。魔神挥舞着巨臂，将那片古战场虚影撕得粉碎。所谓的万谷皆乱，在真正的混沌面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噗！异象被破，王腾狂喷一口鲜血，气息萎靡。怎么可能？我的异象竟然败了！王腾披头散发，状若疯魔。他是天之骄子，他是大地传人，他怎么可能败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东荒人？我还有最后一招！王腾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猛地捶击胸口，逼出了一滴散发着恐怖波动的七彩精血，那是乱谷大帝留给他的本源精血，是用一点少一点的保命底牌。与此同时，他的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白，他在燃烧本源与兽元。精血既到，兽元燃魂，乱谷尽数万谷皆空。轰！王腾整个人化做了一道燃烧的金色流星，这一击燃烧了他的所有底蕴，威力已经超越了封王境，触碰到了圣境的门槛。空间在他面前如纸糊般破碎，一切法则都在这一击面前让路。死吧！面对这同归于尽般的一击，洛无尘眼中的戏谑终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认真。他深吸一口气，右手握拳，缓缓拉开架势。这一次，他没有动用混沌气，而是调动了体内那股刚刚融合不久却霸道无双的真龙之力。一条金色的太古真龙虚影缠绕在他的手臂上，龙吟之声响彻九霄。既然你想看大地手段，那我便成全你。真龙宝术，龙帝拳，一拳轰出，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响，所有的声音都被这一拳吞噬了。天地间只剩下一道金色的龙形光柱，迎面撞上了那颗燃烧的金色流星。滋滋滋，两股力量在空中僵持了一瞬，紧接着碎！洛无尘一声低喝，龙形光柱骤然爆发，直接贯穿了金色流星。啊呀呀！王腾发出一声惨叫，身上的金光瞬间熄灭，整个人如同破麻袋一般倒飞而出。他的右臂已经彻底消失，半边身子都被打烂，鲜血淋漓，惨不忍睹。轰！他重重砸在下方的广场上，砸出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天地重归寂静，洛无尘收回拳头，立于苍穹之上，俯瞰众生。白衣虽染尘，但那股无敌的气势却压得所有人都喘不过气来。他看着坑底那个还在抽搐的身影，淡淡道：“王腾，你的大帝之姿不过如此。”深坑底部，王腾躺在碎石堆中，眼神空洞。我的无敌路断了。他看着自己的断臂，心中那个名为乱谷传人的骄傲之柱轰然倒塌。洛无尘抬起手，指尖金光凝聚，准备送他最后一程。就在这时，数字嘎尔一声暴喝，如同9天惊雷，瞬间炸响在皇城上空，虚空如同镜面般破碎。一只遮天蔽日的金色大手，带着圣境强者独有的法则威压，跨越万里的空间，一把抓向坑底的王腾。北元王家主王霸天，一位成名已久的入圣境强者。圣人。洛无尘眼神一凝，他虽然狂，但不傻。封王境与圣境之间隔着天堑，为了一个已经废掉的王腾去硬抗圣人一击，性价比太低。退！洛无尘身形一闪，如游鱼般划出100丈之外，避开了圣人威压的中心。那只金色大手一把捞起濒死的王腾，迅速缩回虚空裂缝之中。玄天圣地的小辈，今日断臂之仇，坏道之恨，我王家记下了。腾儿乃是大帝之资，待我族清净底蕴，为其重塑真身，他必归来斩你正道。
虚空中传来王家家主愤怒而偏执的咆哮，随后裂缝迅速闭合，圣威消散，风暴平息，一道红色的倩影掠至洛无尘身旁，正是姬清玄。他看着王家家主离去的方向，秀眉紧蹙，语气中带着一丝凝重。王家那个老东西竟然亲自出手了。洛少主，你这次放虎归山，恐怕会有不小的麻烦。王腾若是不惜代价恢复，凭他的乱骨传承，未来仍是一大隐患。他这番话虽然是在分析局势，但也隐隐透着一丝对洛无尘没能斩草除根的遗憾，觉得他虽然实力强，但做事还不够干净。然而洛无尘却转过头看着这位指点江山的女帝，并没有解释，也没有反驳，他只是淡淡的回了3个字：那咋了？姬清玄呼吸一滞，准备好的一肚子权谋分析瞬间卡在喉咙里。那咋了？这敷衍的态度，你……姬清玄气结，胸口剧烈起伏。本宫是在好意提醒你，那可是乱骨大帝的传承。叮，系统提示：气运之女姬清玄产生气结、无语情绪，触发红颜攻心机制。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悟道茶叶100年份。洛无尘心中暗笑，果然这重生女帝就是欠对。他不再理会姬清玄那杀人的目光，转身带着慕冰云离去。虽然嘴上说的轻松，但他心里却有一杆秤。乱骨大帝，洛无尘在心中冷笑。古籍记载，乱骨大帝一生百败，在绝望中极尽升华，最终正道，靠的是一颗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无敌道心。而这个王腾呢，顺风顺水，依靠家族资源和帝兵横行霸道，一旦受挫就道心崩塌，甚至需要老父亲跨域来救。这种人空有乱骨的体质，却无乱骨的魂。洛无尘眼神漠然，反正到时候他那个望子成帝的父亲肯定会逼他再来送死的。叮，系统提示：宿主成功击碎气运之子王腾的无敌道心，使其道心崩溃，身心双废状态，气运等级金色，破损状态，触发痛苦守恒定律。宿主获得高阶奖励，恭喜宿主获得斗战胜法9秘之一斗字秘。洛无尘满意的收起奖励。而在远处的人群中，天机圣女岳玲珑正拿着一支玉笔，手中的金册已经被他捏出了指印。他的目光死死盯着洛无尘的背影，眼中布满了血丝。看不透，完全看不透。我用了天机革秘传的观气术，甚至动用了本命罗盘，竟然还是只看到一片混沌。岳玲珑咬着嘴唇，心中那种被未知折磨的瘙痒感让她几乎发狂。作为天机阁圣女，她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越是神秘，她就越想知道答案。书上说，若想看清迷雾，必须走进迷雾。岳玲珑看着洛无尘离去的方向，眼神逐渐变得坚定而狂热。既然远观不行，那就近距离接触。深夜，贵宾驿馆，观星台，喧嚣散去，洛无尘独自一人坐在台上，沐浴着星光，参悟着刚到手的斗战胜法。就在这时，一阵香风袭来，一道曼妙的身影如同月下精灵，悄然落在了观星台的另一侧。天机阁圣女岳玲珑，她今晚换了一袭淡紫色的流苏长裙，月光下肌肤如玉，透着一股神秘而知性的美感。洛师兄，岳玲珑走到他面前，声音轻柔：这么晚了，还在修炼？洛无尘睁开眼，看着这个半夜送上门来的圣女，似笑非笑。岳师妹深夜造访，若是被外人看见，恐怕有损清誉吧。清誉？岳玲珑摇了摇头，她走到洛无尘对面的蒲团上坐下，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对于天机阁的人来说，真相比清誉更重要。他身体微微前倾，距离洛无尘只有咫尺之遥，甚至能闻到他身上那股清冽的气息。洛师兄，我白天用天机眼看了你一天，却只看到一片混沌，我不甘心，也不明白。岳玲珑看着他，眼中闪烁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光芒。为什么我看不到你的任何轨迹？你明明坐在这里，却仿佛不属于这片古史。让我看看，让我看看那混沌之下究竟藏着什么，好吗？洛无尘看着这个求知欲爆棚的女人，心中暗笑。你想知道？想。岳玲珑重点头，只要你能解开我心中的疑惑，我可以答应你一个条件。条件就不必了。洛无尘伸出手，修长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不过天机不可泄露，岳师妹若是真想看，只能用最原始的方法。什么方法？岳玲珑急切问道。摸骨。洛无尘淡淡道，命格虽可遮掩，但骨相连通大道，你若能摸透我的骨相，自然能窥见一丝天机。摸骨。岳玲珑一愣，随即脸颊微红。修仙界的摸骨往往需要极其亲密的接触，甚至灵力入体探查，但为了心中的答案，他咬了咬牙，好，我摸。他伸出颤抖的小手，轻轻搭在了洛无尘的手腕上，然后顺着手臂向上探向他的肩膀、锁骨。然而当他的指尖真正触碰到洛无尘肌肤的那一刻，轰！一股蕴含着混沌神魔气息的恐怖波动顺着接触点瞬间冲入了他的体内。在这股意境中，他仿佛看到了一尊顶天立地的神魔，正冷冷地注视着他。那种绝对的强大，绝对的神秘，瞬间击穿了他的心理防线，让他产生了一种想要顶礼膜拜的冲动。岳玲珑身子一软，大脑一片空白，整个人不受控制地倒进了洛无尘的怀里。他不仅没有探查到任何东西，反而被那股霸道的气息瞬间击溃了心房，浑身酥软，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岳师妹，你这摸骨的手法？洛无尘顺势搂住她的纤腰，在她耳边低语，声音带着一丝戏谑，怎么像是在投怀送抱？
岳玲珑满脸通红，想要辩解，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力气离开这个温暖宽厚的怀抱，而且那种被混沌气息包裹的感觉，竟然让他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迷醉感。这就是他的秘密吗？好大，好可怕，但我还想看。洛无尘看着怀中眼神逐渐迷离的圣女，笑了。既然来了，今晚就别走了，我们慢慢摸透为止。岳玲珑倒在洛无尘怀里，大脑一片空白。那一瞬间的接触，让他感觉自己仿佛触摸到了天地的终极。那不是温热的肌肤，而是一方正在演化的宇宙，浩瀚、混沌，充满了原始的野性与神性。他本该立刻起身，保持圣女的矜持，但他的手却死死抓着洛无尘的衣襟，指尖颤抖，眼神中流露出的不是羞涩，而是一种朝闻道、夕死可以的狂热。岳师妹，洛无尘并没有推开他，也没有趁机轻薄，他只是低头看着怀中的女子，眼神深邃如渊，嘴角挂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你这摸骨的手法怎么停了？岳玲珑回过神来，深吸一口气，强压下神魂的战力。师兄，你的体内藏着一个世界。他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盯着洛无尘，那不是反骨，那是道的载体。我刚才只看到了一角，我想看全貌。他的语气急切，甚至带着一丝恳求。对于一个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推演天机的人来说，洛无尘就是一个活着的未解的天道谜题。这种诱惑比长生不老还要致命。想看全貌？洛无尘轻笑一声，抓着他的手腕，引导着他那颤抖的指尖，缓缓划过自己的胸膛，停留在那块混沌至尊骨所在的位置。那就用心看。轰！指尖触及的瞬间，岳玲珑的神识再次被拉入那片灰蒙蒙的混沌之中。但这一次，他依然只能在边缘徘徊，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穿透那层迷雾，看清核心的本源。不行，还是看不清。岳玲珑痛苦地摇了摇头，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有一层无形的壁垒挡着我。师兄，帮我！岳师妹，你要明白。洛无尘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带着一丝蛊惑的磁性。有些道，光靠眼睛是看不清的，光靠神识也是摸不透的。混沌本无形，唯有阴阳交汇，身心如一，方能打破壁垒，感悟其真谛。身心如一，岳玲珑娇躯一颤，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若是普通女子，此刻定会羞愤欲绝，但她是岳玲珑，在她眼里，这具身体不过是修行的皮囊。若是能用这皮囊换取一次窥探终极的机会，只要那样做，我就能看清吗？他抬起头，眼神清澈而执着，仿佛在询问一个学术问题。不错。洛无尘的手指轻轻划过他的脖颈，只有成为了我的一部分，我的道才会对你毫无保留的敞开。岳玲珑沉默了片刻，随后他做出了决定。他缓缓闭上了眼睛，双手环上了洛无尘的脖颈，动作虽然生涩，但态度却异常坚决。既然如此，他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种现身真理的决绝。那就请师兄助我悟道。他不在乎名分，也不在乎世俗的眼光，他只想知道那混沌的最深处到底藏着什么风景。洛无尘笑了，他一把将这位圣女拦腰抱起，大步走向驿馆的内室。好，今夜我会让你把这混沌看得通透。这一夜，驿馆内室的灯火摇曳了一整晚。对于岳玲珑来说，这是一场从未有过的论道。他终于冲破了那层迷雾，真正触碰到了那股浩瀚如渊的混沌本源。每一次的接触，每一次的神魂共鸣，都让他对天机的理解加深一分。当第一缕晨光洒入房间时，洛无尘已经穿戴整齐，站在床边。他看着床上那个还在沉睡的女人，神色淡然。叮！系统提示音响起。系统提示：宿主成功拿下重要剧情人物天机阁圣女岳玲珑，气运等级金色，判定通过展示混沌大道，成功激发其求知欲，达成深度羁绊，触发红颜攻心机制。恭喜宿主获得奖励7天神术圆满。注：此术可完美遮掩宿主及其身边人的天机，即便是大地清零，也无法推演宿主的过去未来，推演只会反馈虚假的过去未来。洛无尘整理了一下衣领，这女人倒是个纯粹的修道种子，可惜太纯粹了，容易被骗。他没有叫醒岳玲珑，也没有留下什么温存的话语。他转身推门离去，背影决绝而潇洒。今日他还要去应付那位大周长公主的邀约，没空在这里儿女情长。就在他离开后不久，床榻之上，岳玲珑缓缓睁开了双眼。他的眼中并没有被抛弃的幽怨，反而爆发出了一阵璀璨的神光，瞳孔深处仿佛有无数符文在飞速重组。嗡！一股玄奥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原本停滞在神功境后期的瓶颈，竟然在这一刻轰然破碎。神功境巅峰，距离半步封王只差一线，这就是混沌的演化吗？岳玲珑坐起身，看着自己晶莹剔透的肌肤，感受着神魂中多出的那一丝无法言喻的变数，嘴角勾起一抹痴迷的笑意。他并不在意洛无尘的冷漠离去，相反，他看着那上空荡荡的门，就像是看到了一座挖掘不尽的宝藏。这种感觉前所未有。我的天机术因为沾染了他的气息，竟然发生了质变。他伸出手指，在虚空中轻轻一划，一道以前从未见过的轨迹清晰浮现。看来以后，岳玲珑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为了补全我的道，我必须经常去找洛师兄探讨一下了。贵宾驿馆外廊，随着身后房门轻轻合上，隔绝了岳玲珑那逐渐平稳的呼吸声，
洛无尘理了理衣襟，神清气爽地走到了庭院中。昨夜的论道成果斐然，不仅收服了天机阁圣女，还顺带解决了不少修行上的疑惑。正如他所料，岳玲珑醒来后并未纠缠，反而因为修为突破而陷入了顿悟，甚至都顾不上送他。这种一心向道的女人，有时候比那些恋爱脑可爱多了。洛无尘刚感叹完，一名早已等候多时的黄级卫童领便迎了上来，恭敬呈上拜帖：洛少主，长公主殿下在听雨轩备下薄酒，有要事相商，请少主务必赏光。这么接，洛无尘眉梢微挑，接过拜帖，看来你们殿下是坐不住了，带路吧。大周皇家园林，听雨轩，这里环境清幽，四面环水，是皇宫内难得的清静之地。姬清玄今日一身干练的黑色劲装，长发高束，显得英姿飒爽，少了几分宴会上的妩媚，多了几分杀伐果断的皇者之气。他坐在石桌旁，正在擦拭一柄古朴的长剑。见到洛无尘走来，他并没有起身，只是抬眼示意，态度平等，既没有刻意拉拢的热情，也没有高高在上的傲慢。洛无尘也不客气，在他对面坐下，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殿下大清早找我，应该不是为了请我喝茶吧？姬清玄深深看了他一眼，不再绕弯子，直接在桌面上展开了一幅凌厉凝聚的地图。上古战场1个月后开启，这是本宫整理出来的内部地图，其实是前世记忆整理的。核心区域有一座隐秘的青铜祭坛，其上封印着一团圣道本源。圣道本源，洛无尘眼神微动，那并非寻常的能量结晶，而是上古圣战时期诸位先贤为后世留下的一处布局。濒死的圣人们在生命最后一刻强行压下战火戾气，将毕生道果凝聚而成的星火。它不仅能助修士洗精伐髓，甚至能让断裂的大道根基在温和的胜利滋养下重续。对于蜂王境冲击圣境来说，这既是重铸完美道基的无上辅助，更是先贤留给后人的无上一则。虽然比不上不死神药那般逆天，但也足以让各大圣地传人抢破头了。但我找你不仅仅是为了寻宝。姬清玄抬起头，眼中的杀意不再掩饰。我要杀一个人，东海龙宫太子敖烈。提到这个名字，他的声音冷得像万年寒冰。前世正是这条孽龙背信弃义，联合外敌背刺他，导致他陨落。洛无尘挑了挑眉，有些意外。据我所知，殿下的实力在蜂王境中也是顶尖。那敖烈虽然是至尊榜第9，但应该不是殿下的对手吧？何须我出手？单打独斗，本宫3招之内便可斩下他的龙头。姬清玄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厌恶，但这丝阴险狡诈，知道本宫要针对他，竟然提前联合了南疆古子吃离，还有好几个古教的传人，组成了什么屠凤盟。本宫虽然不惧，但双拳难敌4手，若被他们布下大阵困住，也会有些麻烦。原来如此，被围殴了呀。洛无尘点了点头，表示理解。但他看着眼前这个虽然在求援，却依然昂着头，一副我是看得起你才找你模样的女帝，突然觉得有些好笑。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看着姬清玄的眼睛，问出了一个极其扎心的问题：殿下，我有个问题。讲。你大周皇朝人才济济，依附于你的天骄也不在少数，为什么这种关键时刻你不找他们，反而来找我这个昨晚才拒绝了你盟约的外人？姬清玄一愣，眼神闪烁了一下，下意识地回避了洛无尘的目光。因为你够强，本宫只与强者合作，至于其他人，本宫信不过。信不过？洛无尘嘴角勾起一抹戏谑的弧度，声音轻飘飘的，却像针一样扎进了姬清玄心里。殿下，你不会没有朋友吧？轰！这句话一出，姬清玄整个人都僵住了。那张平日里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绝美脸庞，瞬间长得通红，一直红到了耳根。愤怒、羞耻、被戳穿的窘迫，种种情绪在他眼中交织。你胡说！姬清玄猛地站起身，拍着桌子，有些气急败坏，递着估计：本宫这是王道，什么朋友不朋友的？那是弱者才需要的廉价情感。他虽然在反驳，但声音却有些颤抖，眼神也在躲闪。那副色厉内荏的模样，哪里还有半点女帝的威严，反而像个被人戳中了痛处，恼羞成怒的傲娇少女。洛无尘看着眼前这个破防的女帝，心中暗暗摇头。果然嘛，他在心中默默吐槽，这些所谓的重生女帝，剧本都是一样的，不是被身边人背刺，就是被好闺蜜下毒，最后搞得众叛亲离。真不知道是他们性格有问题，太高傲不合群，还是他们运气太差，身边全是坏人。叮！系统提示：气运之女姬清玄被戳中孤独与社交障碍的心理死穴，产生强烈羞愤情绪，触发红颜攻心机制。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帝皇氧气术。洛无尘收回思绪，不再逗她，过犹不及，再斗下去，这女人真要翻脸了。好，是王道，是孤寂。洛无尘像是在安抚一只炸毛的猫，摆了摆手，站起身来。此时，姬清玄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他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羞恼，闭上眼，再睁开时，眼中已恢复了往日的清冷与威严。废话少说，姬清玄冷冷道，仿佛刚才那个脸红的人不是他。人黄金、残卷加上熬烈的龙珠，这就是报酬。这笔生意，你接是不接？洛无尘看着瞬间变脸的女帝，伸手拿走桌上的地图和玉简，嘴角微扬，接。既然殿下给的这么大方，那我便走这一遭。洛无尘收起东西，没有再说什么多余的废话，转身向外走去。
走到亭口时，他脚步微顿，头也不回地挥了挥手：“放心吧，殿下，既然我们是合作关系，那这就是双赢的局。我这人最讲信誉。”看着他潇洒离去的背影，姬清玄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下来。他坐回石凳上，摸了摸自己还有些发烫的脸颊，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没有朋友吗？他喃喃自语，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意。但不知为何，看着洛无尘离去的方向，他心中那种万古长存的孤独感似乎真的淡了一些。1个月后，中州边境断龙山，虚空裂缝阵战，上古战场的入口即将开启，各大势力的战舰悬浮于空，遮天蔽日。在北元王家的阵营中，王腾站在战车之上，整个人看起来阴郁沉闷，眼窝深陷。当洛无尘的九龙沉香辇降临时，他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根本不敢与那个白衣身影对视。洛无尘只是淡淡地扫了他一眼，便收回了目光。另一侧，天机阁的云舟之上，岳玲珑身着圣女法袍，气质出尘。他并没有看即将开启的秘境，而是目光灼灼地盯着刚到的洛无尘。回想起那一夜的论道，他脸上不由得泛起一丝红晕。师妹，在他身旁，一身道袍，双目炯炯有神的天机圣子，保持着温润如玉的师兄形象，关切地说道：“上古战场凶险万分，法则混乱，待会儿进去后，你且站在我身后，师兄定会护你周全。”岳玲珑有些不耐烦地皱了皱眉，敷衍道：“多谢师兄，我自己能行。”他转过头，正好迎上了洛无尘投来的目光。洛无尘嘴角微扬，给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岳玲珑心领神会，悄悄眨了眨眼，指尖轻轻划过嘴唇，做了一个极其隐晦的动作。而在他身边的天机圣子对此一无所知，还在那里自信满满的规划着探险路线。东方天际，海浪滔天，东海龙宫太子敖烈踏浪而来，在他身后，南疆古子赤离、北元兵临族少主等数位顶级天骄一字排开。姬清玄，敖烈目光阴冷，死死盯着大周皇朝的战舰，以这疯女人追杀了本太子半年，今日到了这上古战场，也该算算总账了。姬清玄站在剑首，手按长剑，凤眸寒煞。敖烈，今日便是你的死期。死期？古子赤离舔了舔嘴唇，阴恻恻地笑道：“长公主殿下，这地路太窄，容不下那么多人。你们霸占了榜首和榜眼，挡了大家的路。若是你们不死，我们怎么出头？这就是黄金大势的残酷，没有什么正邪之分，只有挡路与不挡路。”面对这豪华的猎杀阵容，姬清玄转头看向身边的洛无尘，语气坚定：“洛少主，按照约定，敖烈归我，其他人麻烦少主替我挡住。”然而洛无尘负手而立，并没有动。他看着对面那4个虎视眈眈的同阶强者，脸上露出了一丝为难的神色。“殿下。”洛无尘慢条斯理地开口：“我们之前的交易是我帮你杀人，可没说要我帮你抗住4个同阶强者的围攻啊，这风险是不是太大了点？”他向后退了一步，拉开了与姬清玄的距离，一副这活儿我不想接的模样。姬清玄心中咯噔一下，这一步后退就像是一把尖刀，精准地捅进了他内心最脆弱的伤疤上。前世众叛亲离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那种被信任之人，哪怕只是交易伙伴，在关键时刻抛弃的冰冷感，让他如坠冰窟。洛无尘，姬清玄双目通红，死死盯着他，声音都在颤抖：“连你也要在这个时候背弃我吗？”他没有崩溃，但那种愤怒中夹杂着的一丝委屈和失望，却比崩溃更让人动容。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并肩作战的强者，结果还是看走眼了吗？叮！系统提示：检测到重生女帝姬清玄产生强烈的被背叛感与孤立感，触发红颜攻心机制。恭喜宿主获得奖励黄道龙器3缕。而在洛无尘身后，一身冰蓝长裙，修为已经恢复到封王境初期的穆冰云，看着洛无尘这副坐地起价的无赖模样，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他忽然想起了前些日子在贵宾驿馆，他对洛无尘说过的那句话：有些女人就是贱骨头，你越是不搭理她，她越是想征服你。尤其是像她这种自以为掌控一切的女人，得不到的永远是最好的。看着此刻愤怒、委屈，却又死死盯着洛无尘不放的姬清玄，穆冰云心中不禁感叹：这家伙还真是活学活用啊！果然，就在姬清玄即将爆发的前一瞬，背叛。洛无尘突然收起了那副玩世不恭的表情，他一步跨出，重新站在了姬清玄的身侧，甚至稍稍靠前半个身位，用并不宽厚却异常挺拔的背影挡住了对面联军那滔天的气势。殿下言重了。他侧过头，看着姬清玄那张苍白且愤怒的脸，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意。我只是想提醒殿下，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谁都不可全信，哪怕是我。姬清玄愣住了，但紧接着一股更加强烈的羞愤涌上心头。他堂堂女帝转世，竟然被这个男人像耍猴一样戏弄。他刚才的退缩是假的，就是为了看他的笑话，就是为了教训他。洛无尘，你敢耍我！姬清玄气得浑身发抖，恨不得一剑捅了他。但看着那个挡在身前的背影，他又不得不承认，在对方站出来的那一刻，他心底竟然该死的松了一口气。叮！系统提示：气运之女姬清玄产生羞愤、恼怒情绪，并伴随依赖感的加深，触发红颜攻心机制。恭喜宿主获得奖励上古定颜丹。洛无尘听着脑海中的提示音，心情大好，这女帝果然是个宝藏。虽然这个上古定颜丹好像并没有什么用，不过
洛无尘转过头，目光扫过对面的敖烈等人，眼神变得淡漠而霸道。既然收了你的定金，我洛无尘就有始有终。你去杀你的龙，至于这几只杂鱼，我帮你清理干净。话音落下，他身上猛地爆发出一股恐怖的威压，竟以一人之力硬生生顶住了对面5大高手的气场。轰隆！就在这时，上古战场的入口彻底开启。走！洛无尘没有给他思考的时间，率先冲入了那道虚空裂缝。姬清玄深吸一口气，看着那个背影，咬牙切齿地低语了一句：“洛无尘，你 TM 给本宫等着。”虽然嘴上发狠，但他心中那股冰冷的寒意却在不知不觉间消散了。他化作一道红光，紧随其后。断龙山上空，各大势力纷纷入场，一场席卷天骄的血腥厮杀正式拉开序幕。一阵天旋地转的空间传送感过后，双脚踏上实地的瞬间，一种失重感袭来。这里的天空不是灰暗的，而是呈现出一种诡异的深紫色。无数巨大的碎裂星辰如同岛屿般悬浮在半空，星光与煞气交织，形成了一道道绚丽却致命的极光。这里是上古战场，陨星海。洛无尘掸了掸衣袖，神色如常，体内的混沌神魔体自动运转。那些对于旁人来说如同复古之躯的星煞之气，被他吸入体内后，瞬间被混沌磨盘碾碎提纯。呼！在他身旁，姬清玄脸色依旧冰冷，周身黄道龙气流转，将靠近的星煞尽数弹开。他看都不看洛无尘一眼，显然还在为刚才那句没朋友耿耿于怀。殿下，洛无尘打破了沉默，指了指前方那片在这星光下若隐若现的阴影，微笑道：“既然进来了，那就别生闷气了。前面的路不太平，还需要殿下手中的剑来开道。”哼！姬清玄冷哼一声，长剑出鞘，不用你说，本宫还没那个闲工夫跟你置气，等杀了敖烈，再跟你算总账。话音未落，嘶！前方的陨石阴影中突然传来一阵令人头皮发麻的嘶鸣声，只见数十头通体漆黑、长着星辰斑点的虚空猎犬从阴影中扑杀而出。滚！姬清玄正愁一肚子火没处撒，他一步跨出，身形如电，瞬间冲入兽群，剑光如龙，大开大合。地术，君临天下！轰！金光横扫，方圆100丈内的虚空被一扫而空，短短10几息，几十头异兽就被这位暴走的大周长公主屠戮殆尽。洛无尘站在后方，啧啧称奇，看来殿下的火气确实很大呀。慕冰云瞥了他一眼，还不是你惹的？走吧。洛无尘没有多做停留，迈步向着深处走去。敖烈那条小泥鳅应该就在核心区域，去晚了，怕是他要跑。3人一路深入，越往陨星海的深处走，周围的环境就越发诡异。原本随处可见的虚空异兽竟然消失了，四周安静的可怕，只有星辰碎片碰撞发出的沉闷声响。不对劲！姬清玄突然停下脚步，凤眸微眯，警惕地环顾四周，这里太安静了。按照古籍记载，核心区域应该有大量心灵守护才对，现在却一直都看不到。他前世的战斗直觉在疯狂示警，事出反常必有妖。慕冰云也握紧了手中的冰剑，寒气在周身凝聚。只有洛无尘依旧背负双手，神色悠闲地走在最前面，仿佛是来踏青的。怕什么？洛无尘轻笑一声，或许是敖烈太热情，提前帮我们清场了呢。他话音刚落，脚步正好踏入了一片巨大的陨石带中心。嗡！就在这一瞬间，周围那原本静止不动的数千颗陨石突然爆发出刺目的星光，一道道复杂的阵纹在虚空中亮起，彼此勾连，瞬间化作了一座遮天蔽日的巨大阵法，将方圆100里的空间彻底封锁。轰隆隆，星光化作锁链，如同巨蟒般缠绕而来，带着镇压一切的恐怖重力。周天星斗杀阵残缺版，虽然是残缺的，但在这种星辰之力浓郁的地方，借天地大势，足以困杀圣境以下的所有强者。哈哈哈！姬清玄、洛无尘，你们终于来了！一阵猖狂的大笑声从阵法顶端传来，只见虚空一阵扭曲，5道强横的身影显现而出，为首一人正是东海龙宫太子敖烈。他身披金甲，脚踏星光，居高临下的俯视着被困在阵法中央的3人，眼中满是猫戏老鼠的快意。在他身旁，南疆古子赤离、北原冰灵族少主等人一字排开，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封王境的恐怖气息。敖烈，果然是你！姬清玄脸色一沉，手中长剑嗡鸣，这就是你给本宫准备的大礼。不错，敖烈狞笑道。姬清玄，你追杀了我半年，真以为本太子怕了你？本太子不过是在引君入瓮。这座大阵借用了陨星海的天地大势，再加上我们5人的联手，今日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之地。还有你，小白脸！敖烈将目光转向洛无尘，眼中闪过一丝嫉恨。听说你是榜首，哼，今天我就要让世人知道，所谓的榜首也不过是个没脑子的蠢货。面对这必杀之局，姬清玄和慕冰云被靠背，神色凝重到了极点。5位同阶强者，加上这座号称能困杀圣境之下无敌手的大阵，这一战悬了。然而身处风暴中心的洛无尘却依然没有拔剑，他抬头看着天上的敖烈，又看了看四周绚丽的星光锁链，他并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相反，他环顾四周，微微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一抹满意的笑容。这阵法不错，我很满意。洛无尘摸了摸下巴，似乎在认真思考着什么。片刻后，他抬起头，对着敖烈等人灿烂一笑。既然你们这么热情，
那作为回报，那就奖励你们家里人吃个席吧。吃席？听到这2个字，敖烈的脸皮疯狂抽搐，手中的令旗猛地挥下。既然你想死，那本太子就成全你，全力催动大阵，把他给我轰成渣！杀！一旁的南疆古子吃离、北元兵林少主等4位蜂王敬天骄也纷纷狞笑，祭出各自的本命法宝，将全部灵力注入脚下的阵眼之中。轰隆隆，周天星斗杀阵瞬间运转到了极致，漫天星辰碎片仿佛活了过来，无数道比水桶还粗的星辰灭绝光束，带着毁灭一切的法则之力，如暴雨般向着阵法中央倾泻而下。这股力量足以瞬间湮灭任何一位蜂王进出期的修士。姬清玄脸色大变，手中长剑发出嗡鸣。即便她是重生女帝，面对这种必杀之局，也感到了一阵窒息的压力。就在她准备燃烧本源，拼死一战的时候，一只温热的大手轻轻按在了她的肩膀上。殿下，别慌。洛无尘不知何时站在了他的身前，白衣胜雪，背影如山。他看着漫天落下的毁灭光束，非但没有紧张，反而侧过头，对着姬清玄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我们的交易是，你杀敖烈，我清杂鱼。现在杂鱼有点多，而且还要加上这座破阵。他顿了顿，语气突然变得有些玩世不恭。不过我这个人最讲信誉，只要你肯加钱，什么都好说。姬清玄一愣，还没反应过来，洛无尘却突然凑近了些，那双桃花眼微微弯起，声音低沉而暧昧，哪怕是殿下之前提过的暖床也不是不行。轰！这句话比头顶落下的星辰光束还要让姬清玄猝不及防，他的脸颊瞬间爆红，一直红到了耳根。羞耻，太羞耻了！自己当时怎么会说出那么不知羞耻的话？现在被他拿出来当面调侃，简直是公开处刑。你闭嘴！姬清玄咬着红唇，羞愤欲绝地瞪了他一眼。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想这种事？你这个混蛋！面对他的怒骂，洛无尘没有回应，甚至脸上的表情都没有丝毫变化，他只是淡淡的收回了目光，仿佛刚才那句调戏的话不是他说的一样。既然种子已经种下，那就没必要再废话了。下一瞬，他脸上的笑意骤然收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心悸的冷酷与霸道。洛无尘一步踏出，不再是闪避，而是主动迎向了那漫天杀招。轰轰轰！无数道光束、毒虫、冰锥疯狂地轰击在洛无尘的身上，他体内的混沌神魔体全面复苏，一尊顶天立地的神魔虚影在他身后拔地而起，双臂张开，竟是以一种只手补天的姿态，硬生生撑起了那压落的星辰大阵。护体金光剧烈颤抖，他的衣衫瞬间破碎，皮肤上炸开一道道血痕，但他一步未退。而在他身后的姬清玄竟然连一丝风雨都没有感受到。别发呆！洛无尘略带沙哑的声音传来，他随手抹去嘴角的血迹，头也不回地喝道：洛，我给你铺好了那条泥鳅，你去杀。随着他的一声低喝，他猛地挥拳，硬生生在大阵的封锁中撕开了一条通往敖烈的真空通道。姬清玄看着那个沐浴在雷火与鲜血中的背影，心中五味杂陈。他没有说话，只是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将这份复杂的情绪压在心底。下一刻，他的眼神重新变得冷厉如刀。唰！他身形如电，顺着那条通道冲天而起，直指阵法顶端的敖烈。敖烈，耐命来！阵法顶端，敖烈惊慌大吼：该死！拦住他！快拦住他！想走！下方的洛无尘冷笑一声，他双手结印，体内的混沌气化作4条锁链，瞬间锁定了准备去支援敖烈的赤离、冰灵少主等4人。我说过，这些杂鱼归我。然而就在这时，那北元冰灵族少主眼中寒芒一闪，手中多出了一枚雪白的冰珠。狂妄！既然你找死，那我就先送你上路。极寒冰域！轰！一股恐怖的寒潮爆发，试图冻结洛无尘的混沌锁链。哼！班门弄斧！一声清冷孤傲的冷哼突然在洛无尘身侧响起。一直沉默的慕冰云终于出手了，他身着冰蓝长裙，一步踏出，原本就寒冷彻骨的虚空温度再次骤降。他看都没看那冰灵少主一眼，只是随手一指点出，在本座面前玩冰，你还嫩了点。万古皆冻！咔嚓！那冰灵少主释放出的寒潮竟然在瞬间反噬，被一股更加霸道、更加纯粹的黄级寒气强行冻结，连同他本人都被冻僵在半空，动弹不得。慕冰云站在洛无尘身旁，手中凝聚出一柄冰剑，冷冷地看着被冻住的对手，头也不回地对洛无尘说道：这个玩冰的小子交给我，其他的你自己解决。他虽然嘴上说着不想当打手，但身体却很诚实地帮他分担了压力。洛无尘看着身边这个冷冰冰的女皇，嘴角微扬，并没有说什么，他只是转过头看向剩下的3人，南疆古子赤离加2个龙套天骄，眼中的杀意毫无保留地释放。现在1对3，优势在我。轰！大战全面爆发，高空之上女帝战恶龙，地面之上少主携女皇横扫群魔，地面战场杀！伴随着敖烈的怒吼，周天星斗杀阵全面爆发，无数道星辰灭绝光束如暴雨般倾泻而下，封锁了每一寸空间。与此同时，3大蜂王强者也打出了最强杀招。南疆秘术万古噬天，赤离双手舞动，黑色古云遮天蔽日，带着俯视万物的剧毒。雷霆阁少阁主引动9天雷霆，化作雷毛轰杀，
神风谷传人驾驭无形锋刃，切割虚空。面对这毁天灭地的攻击，洛无尘却站在原地，连躲避的动作都没有。他周身泛起一层淡淡的混沌金光，那是混沌神魔体的护体神光。轰轰轰！所有的攻击，无论是星光、雷霆、锋刃还是蛊毒，结结实实的轰在了他的身上。爆炸声震耳欲聋，烟尘瞬间淹没了他所在的位置。中了！赤离面露喜色，正面硬吃这么多攻击，就算是铁打的也要化成水。然而烟尘散去，那道白衣身影依旧挺拔地站在那里。衣衫虽然有些破损，但身上竟然连一道血痕都没有。那些恐怖的能量打在他身上，就像是泥牛入海，瞬间被混沌气消融吞噬。这就完了。洛无尘拍了拍肩膀上并不存在的灰尘，抬起头，眼神淡漠，力道太轻，连给我淬体都不够。什么？三人骇然失色，如见鬼魅。既然你们打完了，那就轮到我了。洛无尘心念一动，斗战胜法在体内瞬间运转。玩虫子，太脏！嗡！一轮金色的烈阳在他掌心凭空诞生。斗战胜法演化太阳真火，随着他一掌推出，金色的火焰化作一只展翅的三足金乌，冲入那片黑色古云之中。滋滋滋，漫天的蛊虫瞬间化为灰烬，连毒气都被蒸发得一干二净。洛无尘并没有停手，他身形一晃，施展出了极致的空间身法。死！他的身影鬼魅般出现在赤离面前，指尖吞吐着璀璨的剑芒，剑光一闪，赤离捂着喉咙，仰天倒下。转身面对袭来的雷霆长矛，他单手虚握，竟然直接徒手抓住了那柄狂暴的雷矛，反手一掷，轰！雷矛贯穿了雷震的胸膛，将他钉死在虚空。至于最后的神风谷风舞，被他隔空一拳震碎护体罡风，轰成血雾。短短时息，三位风王尽天骄陨落。洛无尘收回手，白衣胜雪，不染一丝尘埃。另一边，穆冰云也结束了战斗，将那个玩冰的少主冻成了冰雕。他看了一眼洛无尘那行云流水的操作，美眸中闪过一丝讶异，但很快恢复了平静。你刚才用的是什么法门？演化万法，直指本源，这种手段颇为不凡。洛无尘转过头，看着这位高冷的女皇，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想学啊？我教你啊！穆冰云闻言冷哼一声，眼中闪过一丝属于皇者的傲然。本座有自己的道，何须学你的法？他没有再多言，看了一眼战场深处，那里隐约有极其寒冷的宝光闪烁，显然是对他恢复实力大有裨益的机缘。他没有告别，身形化作一道冰蓝色的流光，独自向着遗迹深处飞去，干脆利落。洛无尘收回目光，神色淡然，不需要依附，不需要承诺，这才是强者之间的默契。高空之上，姬清玄与敖烈的战斗也到了尾声，没有了外人的干扰，姬清玄彻底爆发出了女帝的威势。敖烈，前世之仇，今日了结！他厉喝一声，人剑合一，化作一道贯穿天地的金色长虹，直冲敖烈的7寸。不！敖烈发出绝望的龙吟。是！金色长虹划过，巨大的龙头高高飞起，无头龙尸重砸落在陨星海的废墟之中。东海龙宫太子陨落，姬清玄落在龙尸旁，大口喘息着。他看着那颗龙头，心中积压了2世的怨气终于烟消云散。洛无尘走了过来，熟练地剖开龙尸，取出了那颗散发着璀璨光芒的龙珠。这是我的那份。他收起龙珠，然后直视着姬清玄，伸出了一只手。殿下，还有一样东西，是不是该兑现了？姬清玄一怔，随即反应过来，他没有犹豫，从怀中取出一枚散发着古老黄道气息的金色玉简，放在了洛无尘手中。这是人黄金的上半部残卷。姬清玄看着玉简，眼中闪过一丝傲意。虽然只是残卷，但其中记载了黄道龙气的运用法门，乃是我大周立国之本。你若能参悟1、2，对你的修行大有裨益。洛无尘接过玉简，指尖触碰的瞬间，系统提示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叮！系统提示：宿主从气运之女姬清玄手中获取核心传承物人黄金残卷，判定坠夺成功，触发红颜攻心。恭喜宿主获得奖励人黄金地金完整版。注：此经乃人族共主所修之法，统御万民，镇压国运。洛无尘不动声色地收起玉简。很好，既然你给我残卷，那我就笑纳全本了。交易完成。洛无尘心情不错，他看了一眼四周，这片战场已经被清理干净，剩下的机缘还需要去寻找。那我就不打扰殿下了，告辞。他转身欲走，准备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机缘。等等，身后姬清玄突然开口叫住了他。洛无尘停下脚步，侧过头，殿下还有事？姬清玄站在原地，看着这个男人的背影，从最初的互相试探到刚才的并肩作战，他发现自己对这个男人的感觉变了，不再是单纯的利用，也不再是单纯的征服欲，而是一种在漫长孤寂的重生之路上，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甚至让他感到安心的存在。他咬了咬嘴唇，似乎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最终还是问出了口：洛无尘，我们现在算是朋友了吗？对于一个习惯了孤家寡人、前世被背叛致死的女帝来说，问出这句话已经是他放下戒备的极限。洛无尘闻言，转过身看着他那双带着一丝希冀的凤眸，他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目光在那深染血的凤袍和他手中的储物戒上停留了片刻。随后他灿烂一笑，
给出了一个极度现实却又让人无法反驳的答案：如果你经常送我礼物的话，那就算。说完，他大笑一声，身形化作流光，向着陨星海深处飞去，只留下姬清玄一个人站在原地，愣了许久。礼物？他看着那个远去的背影，原本紧绷的脸庞突然松弛下来，嘴角勾起一抹无奈却并不讨厌的笑意。真是个贪得无厌的家伙。不过，既然你想要……半日后，洛无尘跨越了数万里疆域，来到了一处名为藏冰谷的险地。这里没有星光，只有漫天的血煞红云，大地之上密密麻麻地插满了无数残破的兵器，数百名来自各大圣地古教的核心真传正混战在一起，鲜血染红了大地，尸体堆叠在断冰之间，转眼间又被煞气侵蚀成白骨。洛无尘立于云端，混沌神瞳扫视全场，最终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捕捉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哼，冤家路窄，藏冰谷边缘，王腾，交出那把斩灵刀，否则今日就是你的死期。一名手持双斧的魁梧大汉，半步封王，正带着7、8名同门好手围攻一个浑身是血的青年。那青年正是被家族强行救回，重新送入战场的王腾。呸！什么狗屁北原少主！双斧大汉一口唾沫吐在地上，嘲讽道：“听说你在皇城被玄天少主打得半死，最后还是靠你那个圣人老爹撕裂虚空才把你救走的。一个只会哭着喊爹的废物，也配拿着准圣兵？”这句话如同尖刀般扎进了王腾的心窝，也点燃了他心中积压已久的戾气。废物！王腾缓缓抬起头，双目赤红如血，那是受伤野兽被逼入绝境后的疯狂。就算我败给了洛无尘，他手中的乱天剑猛地爆发出璀璨的金光，乱骨战意冲天而起，也不是你们这群杂碎能羞辱的。乱骨剑绝杀！轰！王腾身形暴起，不顾身上的伤势，强行催动本源，剑光如瀑，瞬间笼罩了那7、8名散修。啊！怎么可能？他还有力气！惨叫声此起彼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王腾毕竟是封王境强者，含怒出手之下，那名双斧大汉连一招都没接住，就被连人带斧劈成了2半，剩下的几人更是被剑气搅成了碎肉。短短几息，围攻他的所有敌人尽数伏诛。呼呼！王腾拄着剑，半跪在尸堆中，大口喘息。他浑身浴血，灵力几乎耗尽，但手中依然紧紧抓着那把刚从地下挖出来的斩灵刀。虽然赢了，但他眼中没有喜悦，只有深深的疲惫和空虚。我赢了，可是为什么感觉这么累？他赢了对手，却赢不了心中的阴影。就在这时，藏冰谷的另一侧入口，2道人影缓缓走来，为首一人身着淡紫色流苏长裙，手持星盘，气质空灵若仙，天机阁圣女月玲珑。而在他身旁跟着一位身穿道袍、相貌英俊的青年，天机圣子莫问天，至尊榜第3。师妹，这藏冰谷煞气太重，你跟紧我，我有天机伞护体，万邪不侵。莫问天温柔地说道，试图去牵月玲珑的手。月玲珑不着痕迹地避开了，语气疏离，多谢莫师兄，我自己能行。他手中的星盘飞速旋转，目光在战场上四处搜寻，喃喃自语：我在找变数。脑海中浮现出那晚论道时看到的混沌一角，那种神秘浩瀚的气息让他食髓知味。那个男人，他一定也在这里。见师妹对自己爱答不理，莫问天心中憋着一股火。就在这时，他的目光扫过了远处的战场边缘，正好看到刚刚结束战斗，浑身是血、虚弱不堪的王腾，以及他手中那把散发着准圣兵波动的斩灵刀。那是北原王腾。莫问天眼睛一亮，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堂堂至尊榜第4，只是杀了几个杂鱼就成了强弩之末。他看了一眼身边的月玲珑，心中有了计较。这斩灵刀乃是准圣兵，若是能夺来送给师妹，定能博他一笑。而且踩着重伤的王腾上位，既安全又有面子。师妹稍待，我去救来。莫问天整理了一下衣袍，一步跨出，身形如幻影般掠过战场，直接落在了王腾面前。王兄，别来无恙啊！莫问天居高临下的看着半跪在地上的王腾，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周身封王境初期的气势毫无保留地压了过去。莫问天，王腾抬起头，眼中满是警惕。你想干什么？不干什么。莫问天指了指王腾手中的斩灵刀，理所当然地说道：我看王兄刚刚经历一场恶战，身受重伤，这把刀煞气太重，你怕是把握不住，不如交给我，由我代为保管，如何？这就是明抢了。趁着王腾刚刚爆发完就力已经心力未生的虚弱期，趁火打劫。你无耻！王腾大怒，洛无尘欺负我也就算了，你个算命的也敢来踩我一脚，滚！王腾强提一口气，挥刀便斩，冥顽不灵。莫问天冷哼一声，手中天机伞猛地张开，化作一道旋转的星图，轻松挡下了这虚弱的一刀，随后反手一掌拍出，天机印，砰！本就重伤且灵力枯竭的王腾哪里挡得住这一击，他直接被一掌拍飞，口吐鲜血，手中的斩灵刀也脱手飞出，落在了莫问天手中。多谢王兄赠刀。莫问天把玩着战利品，转身看向远处的月玲珑，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想要邀功。然而月玲珑并没有看他，他的目光越过了莫问天，死死盯着藏冰谷上空的某一处云层，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惊喜与渴望。他来了！云端之上，洛无尘看着下方的这一幕，
看着莫问天那傅小人得志的模样，又看着岳玲珑那拉丝的眼神，他笑了，笑得有些恶劣。天机圣子吗？抢了我的猎物，还要用我的东西去讨好我的炮女人。既然人都到齐了，洛无尘身形一动，并没有直接现身，而是向着藏冰谷最深处的一处禁地掠去。那里有一股强烈的机缘波动，而这把斩灵刀正是钥匙。那就在那里把这出戏唱完吧。藏冰谷边缘地带，莫问天手中握着那把还在滴血的斩灵刀，脸上挂着自以为迷人的微笑，快步走到岳玲珑面前。师妹，你看。他将刀递了过去，语气中带着一丝炫耀和讨好。这把刀煞气内敛，刀深刻有古纹，定是开启谷底某处秘藏的钥匙。你修习天机术，最喜探秘，这把刀送给你，或许对你有用。为了这把刀，他不惜当众出手抢夺重伤的王腾，甚至不顾圣子的脸面。在他看来，只要能博师妹一笑，这点名声算什么？然而岳玲珑看都没看那把刀一眼，他的目光越过莫问天，死死盯着半空中的云层。那双平日里清冷智慧的眸子，此刻竟然泛起了一层激动的雾气。师妹，莫问天的手僵在半空，笑容有些凝固。你不喜欢吗？这可是准圣兵来了。岳玲珑突然轻呼一声，根本没有理会莫问天。他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裙摆，原本清冷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一抹不易察觉的柔媚。嗡，云层散开，一道白衣胜雪的身影脚踏虚空，缓缓降落。洛无尘负手而立，周身缭绕着淡淡的混沌气，宛如谪仙凌尘。洛师兄。岳玲珑走上前，盈盈一礼，声音虽然依旧保持着圣女的矜持，但那语气中的熟稔和亲近却是怎么也藏不住的。洛无尘微微颔首，目光扫过全场，他看了一眼莫问天手中滴血的斩灵刀，又看了一眼远处正艰难从地上爬起来，满脸怨毒的王腾，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弧度。啧。洛无尘摇了摇头，语气戏谑：堂堂至尊榜第3天机阁的门面，竟然也会做这种趁火打劫、强抢伤患的勾当。莫兄，你这吃相未免也太难看了一些。你……莫问天脸色涨红，想要反驳，却又不知从何说起。他看向岳玲珑，希望师妹能帮他说句话。然而岳玲珑却微微侧过头，似乎对他的行为也感到有些丢脸。噗！莫问天只觉得胸口中了一箭。叮！系统提示：宿主成功挑拨天机圣子与圣女的关系，致使重要剧情人物岳玲珑的舔狗莫问天心态炸裂，触发红颜攻心机制。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天机罗盘，仿品，圣阶下品。洛无尘手中光芒一闪，出现了一个古朴精致的罗盘，上面星光流转，显然不是凡物。岳师妹。洛无尘随手将罗盘抛给岳玲珑，就像是在扔一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刚才在路上捡的，我看这东西与你有缘，送你玩了。岳玲珑慌忙接住，定睛一看，美眸瞬间瞪大。这虽是仿品，但其上蕴含的星辰道运，比他手中的本命罗盘还要强上3分。这可是圣阶宝物啊！师兄，这太贵重了。他有些受宠若惊。这有什么？洛无尘淡淡道：比起你昨晚，比起你对大道的追求，这不算什么。岳玲珑俏脸一红，显然听懂了他的暗示，低头摩挲着罗盘，眼中满是欢喜。一旁的莫问天彻底傻眼了，他拼死拼活抢来的准圣兵，师妹看都不看一眼，人家随手扔个罗盘，师妹就视若珍宝。而且他们昨晚怎么了？什么大道？不可能！莫问天在心中疯狂自我安慰，师妹一心向道，冰清玉洁，绝不会做出那种事。他一定是被此人的混沌体质吸引，单纯是为了学术研究。对，一定是这样。他强行压下心中的酸楚和怀疑，努力维持着圣子的风度。这时洛无尘转过头看向他，伸出手勾了勾手指：拿来吧。莫问天一愣，下意识问道：啊什么？那把刀？你……莫问天握着刀的手青筋暴起，他想动手，但他想起了那天在皇城，洛无尘正面硬汉圣兵将不可一世的王腾打得像死狗一样的恐怖实力，打不过，真的打不过。连拥有乱骨战体和圣阶战车的王腾都败了，他这个只擅长推演的天机圣子上去也是送死。如果不交，不仅要挨打，还会当着师妹的面丢尽脸面，显得自己小赌鸡肠。好，既然师妹要去，那便给你。莫问天深吸一口气，将斩灵刀狠狠扔向洛无尘，眼中满是怨毒，却还要强撑着面子。洛无尘，这境地凶险，若是护不住师妹，我唯你是问。洛无尘稳稳接住长刀，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他转身对着岳玲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走吧，师妹，带你去看看真正的风景。岳玲珑乖巧地跟在他身侧，两人并肩向着藏冰谷深处走去，背影看起来竟是如此和谐，只留下莫问天一个人站在原地，看着两人的背影，拳头捏得咯咯作响。师妹只是为了求道，他一遍遍地重复着这句话，仿佛只要说得多了就会变成真的。而在更远处的废墟中，重伤的王腾看着这一幕，突然发出了一阵神经质的低笑，呵呵，哈哈哈哈！莫问天，你也有今天，被人当面抢了机缘，还要看着心爱的女人跟人跑了，这种滋味是不是很爽啊？闭嘴！莫问天怒吼一声，手中的天机伞猛地遁地，一股狂暴的灵力波动席卷而出，将周围的碎石震成齑粉。就算我输给了洛无尘，也不是你这种丧家之犬能嘲笑的。滚！
他在咆哮，在发泄，但在那愤怒的吼声背后，谁都听得出来，那是属于失败者同病相怜的悲哀。藏兵谷深处，迷雾尽头，随着洛无尘手中的斩灵刀插入那扇布满铜锈的巨大青铜门，轰隆隆尘封了数万年的禁地缓缓开启。走吧，洛无尘收回长刀，率先迈步走入，岳玲珑紧随其后，他的脚步甚至比洛无尘还要急切几分。当两人的身影消失在门后的瞬间，青铜大门轰然关闭，一道淡金色的结界随之升起，将这里与外界彻底隔绝。门内是一处幽静的石室，中央有一张由整块悟道石雕琢而成的石床，散发着氤氲的道韵。刚一进门，岳玲珑就迫不及待地转过身，那双平日里清冷智慧的眸子，此刻却泛着一丝令人心颤的水光。洛师兄，他声音软糯，带着一丝撒娇的意味，完全没有了在莫问天面前的高冷。自从那晚在驿馆出尝混沌真意后，他的修为瓶颈虽然破了，但那种灵魂深处被混沌气填满的充实感一旦消退，随之而来的便是更深的空虚与渴望。怎么，这就等不及了？洛无尘靠在石壁上，看着主动凑上来的圣女，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意。这里可是有那位上古冰主的传承，你不先看看？传承虽好，但比起师兄的倒不值一提。岳玲珑走到他面前，伸出纤细的手指，熟练地解开了洛无尘的腰带。他的动作虽然还有些羞涩，但却异常坚定。师兄，自从那晚之后，我对天机的感悟又遇到了一些瓶颈。他抬起头，眼神迷离地看着他，吐气如兰。我感觉体内的混沌气不够了，请师兄再帮我补课，好吗？看着眼前这个食髓之味、主动所求的女学霸，洛无尘眼底的笑意愈发浓郁。既然师妹如此好学，做师兄的自然要倾囊相授。他一把拦住岳玲珑的纤腰，将她带到了那张宽大的悟道床上。这次我们换个课题研究。此处省略3000字混沌大道交流。而在青铜大门之外，轰轰轰，一道道狂暴的攻击狠狠砸在静止光幕上，激起层层涟漪，却无法撼动分毫。莫问天披头散发，双目赤红，像个疯子一样攻击着大门。他也是刚刚才摆脱了那些散修的纠缠，一路追踪至此。可是他晚了一步，大门已经关上了。玲珑，玲珑，你在里面吗？该死，为什么进不去？这禁制为什么这么强？莫问天嘶吼着，声音凄厉。他贴在门缝上，试图通过那一丝缝隙感知里面的动静。隐隐约约间，他似乎听到了一些声音，那是他从未听过的，属于师妹的娇媚低吟。师兄，那里道韵好强，这就是混沌的深处吗？虽然隔着禁制，声音很模糊，但这只言片语却像是一道道天雷，狠狠劈在莫问天的天灵盖上。不可能！莫问天脸色惨白，整个人瘫软在门前。他不是傻子，这种声音，这种语气，除了那种事，还能是什么？师妹，你怎么呢？他一直奉为女神，连手都不敢牵一下的师妹，此刻竟然在里面和那个抢了他刀的男人做这种事，而且听起来他似乎还很享受。啊呀呀！莫问天崩溃了，他跪在地上，双手抓着头发，指甲刺破了头皮，鲜血直流。洛无尘，你个畜生，你抢了我的机缘，还玷污我的师妹，我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啊！然而他的无能狂怒被厚重的青铜门彻底隔绝。门外是甜朵心碎的哭嚎，门内是大道交融的欢愉。这种极致的反差构成了这世间最讽刺的画卷。许久之后，石室内风平浪静，岳玲珑慵懒地靠在洛无尘怀里，如同一只吃饱了的猫咪。他体内的气息再次暴涨，那股原本晦涩难懂的天机之力在混沌气的冲刷下变得无比通透。莫师兄好像在外面。岳玲珑听着外面隐约传来的哭喊声，微微皱眉，却没有丝毫同情，反而有些厌烦。他好吵，打扰我们悟道了。没事。洛无尘抚摸着他的秀发，淡淡道，让他叫吧，有些狗叫累了自然就走了。叮，系统提示音响起。系统提示：气运之子莫问天心态彻底炸裂，产生被夺气的极致怨恨与绝望，触发红颜攻心机制。恭喜宿主获得奖励上古冰主传承完整版地精。注：这石室暗格中原本藏着的仅是残缺传承，且煞气极重。系统奖励的未进化后的完整地精，远超原版。洛无尘闭目片刻，瞬间领悟了那部浩瀚的地精。随后他睁开眼，目光落在石室角落的一个隐蔽暗格上，那里放着一卷散发着浓郁煞气的羊皮古卷，正是原本属于这里的残缺传承。洛无尘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虽然他已经有了系统给的完整版，这残卷对他来说就是垃圾，但是这东西也不能留给外面那条狗。他抬手一招，那卷羊皮古卷飞入手中，被他随手扔进了储物界的角落吃灰。走吧。做完这一切，洛无尘低下头，看着怀里的岳玲珑穿衣服。好戏散场了，我们也该出去了。再等一下吗？岳玲珑在他胸口蹭了蹭，有些恋恋不舍。我还想再感悟一会儿。洛无尘这女人真是越来越贪吃了。禁地石室内，洛无尘整理好衣冠，看着面若桃花，气息比之前更加凝实深邃的岳玲珑，嘴角勾起一抹坏笑。师妹，待会儿出去了可别露馅。他伸指挑起她的下巴，戏谑道：莫圣子还在外面等着呢，若是让他知道我们在里面做了什么，怕是会气坏身子。就当我们只是论了一场道，
如何？岳玲珑闻言，有些无奈地白了他一眼，眼神中带着一丝羞意和纵容。这男人真是恶趣味，但没办法，谁让自己已经彻底栽在他手里了呢？好吧，岳玲珑俏脸一红，只能无奈答应。他深吸一口气，运转灵力压下脸上的潮红，努力摆出一副清冷圣女的模样，但这副欲盖弥彰的样子反而更显诱人。轰隆隆，沉寂许久的青铜大门终于开启，莫问天猛地从地上弹起，死死盯着门口。他在外面守了整整2个时辰，脑补了1万种画面，心都要碎了。但在门开的一瞬间，他还是强行挤出了一个笑容。门开了，首先走出来的是一袭白衣胜雪的洛无尘，他神色平淡，看不出丝毫异样。紧接着，岳玲珑跟在他身后走了出来。他虽然衣衫整齐，但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慵懒和魅意，却是怎么也藏不住的。师妹！莫问天冲了上去，目光急切地在他身上扫视。莫师兄！岳玲珑有些心虚地避开了他的目光，声音敷衍：“你怎么还没走？”然而，莫问天敏锐地发现师妹的脖颈处有一点极其淡的红痕，那是洛无尘故意留下的。而且他走路时双腿似乎有些发软，重心都微微靠向洛无尘那边。轰！莫问天脑海中警铃大作，脸色瞬间煞白。师妹，你的脖子，还有你的腿。他颤抖着指着。岳玲珑心中一惊，下意识想遮掩，但又觉得太麻烦，于是随口胡诌道：“这个呀，里面机关太多，不小心磕到了。腿麻是因为盘坐太久了。”这借口烂的连他自己都不信。就在他以为要露馅，准备直接摊牌的时候，突然一只大手不动声色地揽住了他的后腰。洛无尘的手指在他腰间最敏感的软肉上狠狠地掐了一把，并顺势往怀里带了带。啊！岳玲珑猝不及防，发出一声娇媚入骨的惊呼，整个人不受控制地软倒在洛无尘怀里，眼角瞬间泛起了生理性的泪花。他抬头，嗔怪又委屈地瞪了洛无尘一眼，咬着牙传音道：“你干什么？疼死我了！”洛无尘面带微笑，嘴唇微动，只有岳玲珑能听到的声音在他识海响起。演戏要演全套，太敷衍可不行。这一幕落在莫问天眼中，却完全变了味。师妹叫得这么痛苦，娇媚，眼角还带着泪花，身体还这么虚弱，需要人扶？难道师妹，你是不是遭受了煞气的反噬？莫问天像是突然顿悟了一样，大声叫道，眼中满是心疼和自责。我就知道奈上古宾主的传承煞气太重，你为了误导，竟然被煞气入体，受了这么重的内伤，连站都站不稳了。怪我，都怪我无能，不能帮师妹分担。岳玲珑，洛无尘。岳玲珑看着面前这个自我攻略到感天动地的师兄，彻底无语了。但既然台阶都铺好了，他也懒得解释，顺势靠在洛无尘怀里，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是啊，煞气太重了，多亏洛师兄用身体帮我渡气疗伤。洛兄高义。莫问天对着洛无尘深深一拜，眼中虽然还有嫉妒，但更多的是一种还好没发生最坏情况的庆幸。多谢洛兄照顾我师妹，此恩莫某记下了。他甚至不敢去深想用身体渡气是什么意思。只要我不问，只要师妹不说，那就是正经疗伤。哪怕师妹现在就在别的男人怀里，那也是因为她受了伤，站不稳。我是圣子，我要大度。洛无尘看着这个拼命给自己戴绿帽还要说谢谢的男人，强忍着笑意，一本正经道：“举手之劳，岳师妹悟性极高，我们配合得很，默契。岳师妹，既然你伤势未愈，就先回天机阁的驻地稳固境界吧。”洛无尘松开了手，语气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我还有些私事要处理，就不送你了。”是，师兄。岳玲珑虽然有些不舍，但也知道此时不宜纠缠。他看了一眼洛无尘，那眼神中的依恋让一旁的莫问天心如刀绞。洛无尘拍了拍莫问天的肩膀，意味深长地笑了笑，随后他转身，并未离开藏冰谷，而是向着谷口的一处阴暗废墟走去。废墟深处，这里堆满了断裂的兵器，煞气比别处更加浓郁，寻常修士根本不愿靠近。但在那阴影之中，却蜷缩着一个浑身缠满绷带的人影。王腾，他手里提着半截断剑，眼窝深陷，胡子拉碴，整个人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腐朽与颓废气息。曾经那个喊着我儿王腾有大地之姿的北原少主，如今就像是一条被打断了脊梁的野狗，躲在阴沟里舔舐伤口。我是废物，我是废物。王腾双目无神，喃喃自语，他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甚至连抬头看一眼天空的勇气都没有。就在这时，一双洁白无瑕的靴子停在了他的面前。王腾身体猛地一颤，缓缓抬起头。当他看到那张熟悉的温润如玉的脸庞时，瞳孔瞬间收缩到了极致。洛无尘，他声音嘶哑，身体本能地向后缩去，直到背部抵住了冰冷的岩石。没有愤怒，没有战意，只有恐惧，深入骨髓的恐惧。洛无尘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就像看着一只随手可以碾死的蚂蚁。躲在这里做什么？洛无尘淡淡道：“你的父亲还在外面等你，等着你重回巅峰，去证你的大地之道呢。”大地，呵呵。王腾惨笑一声，丢掉了手中的断剑，眼中满是绝望。我这样的人也配称帝？我连自己的道心都守不住，确实不配。洛无尘毫不留情地补了一刀。他看着眼前这个已经彻底烂掉的男人，眼中的那一丝玩味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杀意。王腾，上路吧！王腾，上路吧！
洛无尘的声音不带一丝烟火气，指尖的金光凝聚。坑底，王腾看着那点致命的金光，原本空洞的眼中突然涌现出一股回光返照般的疯狂。他没有求饶，反而死死盯着洛无尘那张高高在上，仿佛从未尝过败绩的脸，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嘲笑。洛无尘，你现在是很强，你现在是赢了，但是你也别太得意。天道好轮回。王腾咳出一口血沫，眼神怨毒。你如此狂妄，总有一天也会输。你瞧不起我？哼！等你从云端跌落泥潭的时候，我看你会是个什么德行？恐怕你会比我更不堪，比我更像一条狗。听到这话，洛无尘原本准备按下的手指微微停顿了一下。失败吗？他眼中的淡漠消散了一瞬，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深邃的追忆。在那一瞬间，他的思绪仿佛穿透了时空，回到了前世那个蔚蓝色的星球。那时候他不是什么玄天少主，也不是什么混沌神魔体，他只是一个失业的美术生。酒吧喝酒醋，那就是前世的他，死得莫名其妙，死得毫无重量。哼！洛无尘从回忆中抽离，嘴角勾起一抹自嘲，但随即化作了比钢铁还要坚硬的冷酷。如果这一世我输了，洛无尘在心中给出了答案。输了一次就觉得自己完了，我还不至于这么废物。他看着坑底的败犬，眼神中不再有玩味，只有一种看透本质的冷漠。王腾，你和乱谷大帝差太远了，上路吧。洛无尘不再多言，指尖金光一闪，嗤一声轻响，金光洞穿了王腾的眉心。北原少主，乱谷传人，带着他那所谓的大帝之姿，彻底消失在了这个黄金大世。叮！系统提示：宿主成功击杀金色气运之子王腾，判定终极收割，斩草除根。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奖励：金色传说集唯一9秘行字秘，物品描述代表世间极速的无上秘术，修至大成，可涉足时间领域，万法不沾身。洛无尘收回首，神色漠然。他大袖一挥，将尸体处理干净。就在这时，怀中的传讯玉符猛地亮起。极北冰原，坐标3372，发现万年冰魄雪莲，有强敌。穆冰云的声音虽然极力保持冷静，但透着一丝凝重。此地似乎是上古盘天教的旧址，对方是从地底废墟的神元石中解封的古代怪胎，封王境巅峰修为，肉身极强。盘天教旧址，洛无尘眼中金光一闪，难怪上古盘天教以体修闻名，当年宗门大战被打碎了山门，化作了这片战场的一部分。想必这怪胎就是当年盘天教举全宗之力封印在地底深处以待后世复兴的种子。如今冰川崩裂，神元破碎，这家伙苏醒了，有意思。洛无尘嘴角微扬，脚下一动，行字秘开。嗡！洛无尘只觉得体内的灵力瞬间被抽空了30%，他的双腿之上浮现出一道道古老晦涩的道纹，仿佛触碰到了空间的某种规则。不愧是9秘之一，即便是我初次施展也如此艰难。洛无尘心中暗惊，想要大成恐怕还需要漫长的磨砺，但即便只是皮毛也足够了。轰！他脚下的空间瞬间折叠，洛无尘的身影直接凭空消失，化作一道肉眼无法捕捉的流光，向着极北冰原的方向急速掠去。上古战场，极北冰原，这里是一片巨大的遗迹废墟，断壁残垣被厚厚的冰雪覆盖。在废墟中央，穆冰云手持冰剑，周身极寒黄威全开，身后隐隐浮现出一座冰雪神宫的虚影。他没有败，但打得非常吃力，嘴角甚至溢出了一丝金色的血液。在他的对面站着一名赤裸上身，皮肤呈现出古铜色的青年，他长发披肩，双眸如电，浑身肌肉虬结，散发着一股来自蛮荒时代的凶煞之气。修为赫然是封王境巅峰，古代怪胎石中玉，上古盘天教圣子。他在黑暗的地底沉睡了数万年，醒来便见到了这盛世，也见到了眼前这个绝色女子，绝对零度，冰封万里。穆冰云一声轻斥，燃烧本源，手中冰剑挥出，恐怖的寒气瞬间将方圆1000丈冻结，连空间都凝固了。然而破！石中玉大喝一声，仅仅是凭借肉身的震荡，就将那层层冰封瞬间震碎。他大步向前，无视了漫天冰剑的传射，那些足以洞穿山岳的冰封打在他身上，只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连白印都没留下。5万年前，本座便已修成不灭金身雏形。女人的法术，软绵无力。石中玉狂笑，一拳轰出，恐怖的拳风如炮弹般炸开，将穆冰云震得连退数10丈，气血翻涌。穆冰云咬牙切齿，若是同阶一战，他有把握斩杀此辽，但现在境界差距太大，加上体修对法修的天然克制，让他极为被动。做我的侍妾，这雪莲归你，否则本座就打到你服。石中玉眼中闪烁着野兽般的光芒，再次逼近。你也配？穆冰云眼中杀意涌动，正准备燃烧本源拼命。就在这时，一道平淡的声音突兀的在这冰天雪地中响起，我也觉得你不配。石中玉猛地停下脚步，浑身汗毛倒竖，一道白影毫无征兆的出现在了穆冰云的身前。洛无尘双手负后，看着对面那个像野人一样的古代怪胎，轻轻摇了摇头。连衣服都穿不好的野蛮人，也想抢我的人。他抬起一根手指，指了指石中玉，给你个机会，跪下磕头，然后滚，跪下找死。石中玉怒吼一声，脚下冰原崩碎，他整个人如同一头太古蛮龙，
携带着千万军的恐怖巨力，瞬间冲到了洛无尘面前。盘天神拳，这一拳没有任何灵力花哨，纯粹是气血之力的爆发，连空间都被挤压出了肉眼可见的波纹。面对这足以打爆山岳的一拳，洛无尘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动用混沌意象镇压，也没有施展行字秘躲避，他只是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同样握紧了拳头，体内气血如拱江般奔涌。来得好，他要的就是这种纯粹的肉身碰撞。砰！两只拳头狠狠撞在一起，恐怖的冲击波横扫四方，方圆1000丈内的冰层瞬间化为齑粉。洛无尘身躯一震，向后退了3步，每一步都在坚硬的悬冰上踩出一个深深的脚印，而石中玉仅仅退了半步。石中玉眼中闪过一丝诧异，这个小白脸竟然没有动用灵力神通，而是想跟自己这个盘天教圣子比拼肉身，这是狂妄还是愚蠢？再来！洛无尘稳住身形，不仅没有挫败，反而眼中战意更盛。他能感觉到，在刚才的碰撞中，一股古老而霸道的劲力顺着拳头钻入他的经脉，那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发力技巧，是上古体修对人体秘藏的极致开发。这就是上古法吗？洛无尘心中低语，利用气血冲刷窍穴，以身为重，有点意思。他再次冲了上去，依旧是纯粹的肉身搏杀。砰砰砰！冰原之上，2道身影如同2头人形暴龙，疯狂对轰，拳拳到肉，血肉横飞。洛无尘运转万法真解，泛起推眼金光，在真解的映照下，石中玉每一次发力的气血走向，每一寸肌肉的律动，都被瞬间拆解成最原始的大道纹理。那晦涩难懂的上古法，正随着交手次数的增加，在他眼中一点点变得透明。穆冰云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他不明白，明明洛无尘拥有那种镇压一切的混沌意象，为什么不用？为什么要用自己的短板去碰对方的长处？此时的洛无尘白衣染血，身上多处骨骼发出不堪重负的响声，看起来完全处于下风。然而，只有身在局中的石中玉感觉到了不对劲。这小子，石中玉越打越心惊。起初他还能完全压制洛无尘，但随着战斗的推移，他发现对方的肉身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适应他的节奏，甚至对方的出拳角度、发力方式都在隐隐模仿他。他在偷师，他在拿自己当教科书。混账！石中玉心中涌起一股被羞辱的暴怒。他堂堂古代怪胎，竟然被一个后世的小辈当成了陪练。想学我的法，你也配？石中玉眼底闪过一丝阴狠，他并没有立刻发作，而是表面上装作体力不支，攻势稍微放缓，甚至故意卖了个破绽，引诱洛无尘深入。但在他的体内，那沉寂了数万年的本源精血正在疯狂燃烧，他在蓄力，他在等待一个一击必杀的机会。洛无尘似乎并没有察觉到危险，见石中玉露出破绽，立刻欺身而进，一拳轰向对方的胸口。就是现在，给老子死！石中玉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狂笑，他原本有些萎靡的气息，在这一瞬间暴涨了10倍。一道璀璨夺目的血色神环在他脑后浮现，他手中的盘天石斧不知何时出现，带着开天辟地的恐怖威势，对着近在咫尺的洛无尘当头劈下。盘天尽数，开天一斧。这一击他蓄谋已久，这一击封锁了空间，锁定了因果。别说是封王初期，就算是封王巅峰，在毫无防备之下被这一斧劈中，也要当场饮恨。赢了！石中玉眼中满是嗜血的快意。然而面对这必杀的一击，洛无尘的脸上并没有出现丝毫的惊慌，相反，他的嘴角缓缓勾起了一抹终于等到了的笑意。等你很久了，洛无尘轻声说道。他一直在等，等的就是石中玉毫无保留爆发全力的这一刻。只有在对方全力施展尽数的瞬间，那晦涩难懂的上古运气路线才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他眼前。他要看的是这上古时代法门的全貌。原来如此，这就是上古体修的运力法门。在那一瞬间，洛无尘眼中的世界仿佛慢了下来，他看清了石中玉体内每一丝气血的流动，看清了那开天一斧中蕴含的大道法则。无数感悟涌上心头，化作了冲击瓶颈的最后一把钥匙。轰！洛无尘体内的气息骤然暴涨，封王境初期，封王境中期，不仅是境界的突破，更是肉身层次的跃迁。他体内的混沌神魔体在这一刻吸纳了上古体修法的精髓，发出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洛无尘不退反进，他没有躲避那柄足以开天的石斧，而是缓缓抬起了右手，五指握拳。这一次不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融合了上古炼体术与自身混沌道果的至强一拳。混沌崩天！砰！拳头与石斧在半空中狠狠撞在了一起，时间仿佛静止了一瞬。紧接着，咔嚓一声清脆的碎裂声响起，在石中玉惊恐欲绝的目光中，他那柄半生了数万年、坚不可摧的圣冰石斧，竟然从接触点开始寸寸崩裂，化作漫天石屑。不，这不可能！轰！拳劲未消，势如破竹，打碎了石斧之后，洛无尘的拳头长驱直入，重重地轰在了石中玉的胸膛上。噗！石中玉引以为傲的不灭金身，在这一拳面前就像是纸糊的一样，他的胸膛瞬间塌陷，后背炸开一个巨大的血洞，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倒飞出1000丈之远，狠狠砸进了一座冰山之中，将整座冰山撞得粉碎。一拳，圣冰碎，怪胎败！洛无尘收回拳头，身上的伤口在突破后的庞大生机下迅速愈合，他感受着体内奔涌的力量，
满意地点了点头。多谢你的法。他看向废墟中的石钟玉，眼神淡漠。作为回报，我会让你死得痛快点。话音未落，他一步跨出，缩地成寸，瞬间出现在废墟之上，掌心混沌气涌动，化作一口灰蒙蒙的杀剑。剑锋之上，隐约可见刚刚参悟的古老符文闪烁，没有任何迟疑，一剑挥落，寒芒照亮了整片冰原，也映照出石钟玉那张因绝望而扭曲的脸庞。寒风呼啸，卷起地上的冰屑。洛无尘站在石钟玉的碎尸旁，随手一招，一枚古朴的储物戒飞入手中，神识探入，即便以他的眼界，也不由得微微点头。不愧是盘天骄举全宗之力保留下来的火种，底蕴确实深厚。里面不仅有堆积如山的极品灵石，还有数卷上古体修的孤本秘籍，以及几瓶早已在当时绝迹的神元液。虽然石钟玉不是气运之子，没能触发系统的额外奖励，但这波摸尸的收获也足以抵得上一个圣地的半成库藏了。洛无尘毫不客气地将所有东西收入囊中，他转过身看向不远处正捂着胸口脸色苍白的慕冰云。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冰皇，此刻那一袭冰蓝色的长裙上沾染了不少血迹，气息有些紊乱，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挺直了脊梁，维持着那份属于皇者的最后倔强，不肯露出一丝软弱。洛无尘缓步走到他面前，慕冰云看着他，眼神复杂。虽然他很想硬气地说一句我不需要你救，但事实摆在眼前，若非洛无尘及时赶到，他今日恐怕真的要折在这个蛮子手里。这种欠了人情的憋屈感让他心中很是烦躁。还能走吗？洛无尘的声音听不出喜怒。死不了。慕冰云偏过头冷冷道，只是境界尚未恢复，被他压制了而已。若我恢复巅峰，这种货色我一只手就能捏死。洛无尘没有接话，他手掌一翻，一株散发着极致寒气、晶莹剔透如同艺术品的莲花出现在手中。万年冰魄雪莲，这就是石钟玉和慕冰云争夺的源头，也是重塑冰系法身、提纯灵力的圣物。拿着。洛无尘将雪莲递了过去。慕冰云愣了一下，并没有第一时间伸手。这是你的战利品，而且我已经欠了你很多资源了。他是傲，但不贪。他不想让自己彻底沦为这个男人的附庸，那是对他皇者尊严的践踏。谁说是白给你的？洛无尘看着他，眼神冷漠而霸道。你现在的实力太弱了，连个古代怪胎都处理不了。我身边不养闲人，也不需要一个随时都要我去救的累赘。他直接抓过慕冰云的手，将那株冰凉刺骨的雪莲强行塞进他手里，拿去炼化，尽快恢复实力。这是命令。慕冰云握着那株雪莲，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累赘两个字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但理智告诉他，他现在确实很弱，只有变强才有资格谈尊严。好。慕冰云深吸一口气，将雪莲收入袖中，抬起头直视着洛无尘的眼睛，语气坚定，这株药算我借你的，日后我会加倍还给你。听到这话，洛无尘原本冷漠的脸上突然绽放出一抹极其玩味的笑容。他上前一步，瞬间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强大的男子气息扑面而来，逼得慕冰云下意识的想要后退。日后，洛无尘伸出手，一把拦住了他纤细柔韧的腰肢，将他整个人强行带入怀中。不用日后。他低下头看着怀中惊慌失措的女皇，声音低沉而充满侵略性，现在就可以。你。慕冰云刚想挣扎，却发现对方的手臂如同铁箍一般，根本无法撼动。他的脸颊瞬间染上了一层红晕。他这一生从未被人如此霸道的对待过，这种陌生、羞耻却又无法反抗的感觉，让这位曾经高高在上的女皇感到一阵心慌意乱。抓紧了。洛无尘并没有给他反驳的机会，直接发动行字秘。轰！空间折叠，他抱着慕冰云，化作一道流光冲天而起，向着上古战场的中心区域急速掠去。风声在耳边呼啸，慕冰云被他紧紧抱在怀里，感受着那个胸膛传来的温度和有力的心跳。他咬着嘴唇，最终放弃了徒劳的挣扎，将头轻轻靠在了他的肩膀上。混蛋！他在心里骂了一句，但抓住他衣襟的手却不自觉地紧了几分。感受着怀中人的体温，洛无尘的思绪却飘向了别处。与慕冰云接触越久，洛无尘便越发觉得这块万年玄冰难啃，哪怕偶尔能让他意乱情迷，露出昙花一现的羞红，可转眼间他便又能用那层厚厚的冰冷伪装将自己重新包裹，软硬不吃。相比之下，反倒是那位傲娇女地基清玄更容易攻陷。最有意思的是，之前正是慕冰云一句冷冰冰的一句有些女人就是贱骨头，这句金玉良言可是帮洛无尘在姬清玄那里尝到了不少甜头。看来这位冰冷仙子才是真正看透女人本性的高手。洛无尘心中暗笑，当即做出了决断，既然这块冰暂时捂不化，那便先将重心转移到姬清玄身上，去好好调教那位女帝陛下。毕竟聪明的男人不会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半个时辰后，洛无尘带着抱着慕冰云回到了上古战场的中心区域。此时王腾已死，敖烈已亡，石钟玉也成了过去式。这片战场上已经没有能阻挡他脚步的同辈中人。落地后，慕冰云像是触电一样迅速挣脱了他的怀抱，整理了一下衣衫，努力恢复清冷的神色，但耳根的红晕却怎么也消不下去。洛无尘也不在意，目光投向战场的极深处，那里有一座若隐若现的古老祭坛。去找姬清玄。洛无尘淡淡道，
那个女人虽然傲了点，但手里掌握的情报确实不少。这上古战场最大的机缘帝皇祭坛应该就要开启了。帝皇祭坛，穆冰云神色一动，迅速进入了护道者的角色。传闻中可以洗礼神魂，甚至让人提前铸就圣道根基的地方。不错，洛无尘眼中闪过一丝金光。这片战场的韭菜割的差不多了，是时候去收各位，然后准备迎接最后的机缘。上古战场核心之地，一座宏伟古朴的青铜祭坛悬浮在虚空之中。它没有过多的装饰，只有99级斑驳的石阶，以及祭坛顶端那团如同大日般耀眼的金色光团圣道本源。那是上古诸圣留下的法则结晶，对于感悟天地大道、突破圣境壁垒有着极大的注意。此刻，祭坛下方，姬清玄一身戎装，早已等候多时。他周身黄道龙气流转，抵御着来自祭坛的恐怖威压。在看到2道流光从远处飞掠而来时，他原本紧绷的脸庞松弛了几分，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他的右手悄悄探入袖中，握住了一个温热的紫金玉盒，那是他在来此途中拼着受伤才斩杀了一头半生兽夺来的龙血洗髓果。他记得洛无尘身负真龙宝术，此物对他大有裨益，若是送给他，即便不谈盟约，也算还了一点人情。然而当流光散去，看清来人时，姬清玄袖中的手猛地一僵，因为他看到洛无尘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还带着那个在摘星楼上曾与他气场不相上下的冰蓝裙女子穆冰云，而且两人的距离极近。穆冰云神色清冷，却极其自然地走在洛无尘身侧，那是一种只有长期相处才能养成的默契。姬清玄原本准备拿出来的玉盒，被他死死攥在手里，直接发白。随后他不动声色地将手从袖中抽出，空空如也。洛少主，姬清玄迎了上去，目光却越过洛无尘，死死盯着穆冰云，语气中带着一股难以掩饰的酸味。既然大家都分头行动寻找机缘，怎么洛少主倒是和这位穆姑娘走到一起了？看来这一路很是精彩啊。他特意在精彩2字上加重了读音，眼神犀利。穆冰云闻言只是淡淡的瞥了他一眼，作为曾经的冰皇，他对这种小女儿般的争风吃醋毫无兴趣。洛无尘，穆冰云开口，很自然地叫着他的名字，语气平淡随意。既然到了，那就办正事吧。这祭坛上的威压不弱，这种熟人和无视让姬清玄更加不爽。这女人凭什么直呼他的名字，而且还一副女主人的姿态？眼看2个同样高傲、同样有着女皇命格的女人就要当场掐起来，空气中火药味弥漫。洛无尘无奈地摇了摇头，修罗场虽然有意思，但现在可是办正事的时候。他伸出2只手，分别按在了2个女人的肩膀上。好了，洛无尘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叙旧的话以后再说，现在机缘在前，谁也别掉链子。他看向那座散发着恐怖波动的祭坛，这祭坛蕴含着上古诸圣的意志，非大毅力者不可登。殿下，你既然修的是黄道龙气，这里便是你最好的试炼地。姬清玄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醋意。正事要紧。他瞪了穆冰云一眼，心中冷哼，等出了战场，本宫再让你知道谁才是最适合站在他身边的人。哼，本宫自然知道，不用你提醒。他转身走向石阶，轰！当他的脚踏上第1级台阶时，一股排山倒海的圣威轰然降临。姬清玄身躯一震，身后9条金龙虚影浮现，发出震天咆哮，硬生生顶住了压力。他一步一步，虽然艰难，但走得极稳。前世的女帝底蕴让他在这威压面前有着天然的抗性。我们也走。洛无尘看了一眼穆冰云，跟紧我。不用你说。穆冰云虽然嘴硬，但身体却很诚实地靠向了洛无尘。洛无尘笑了笑，迈步踏上石阶。嗡！就在他踏上台阶的瞬间，那原本狂暴排斥一切的圣道威压竟然出现了诡异的停滞，并没有什么功法特意运转，也没有什么体质异象爆发。洛无尘只是站在那里，但他本身仿佛就是一种比这祭坛更加崇高、更加古老的存在。那些圣道威压在他面前，就像是臣子见到了君王，根本不敢造次，反而化作了一股柔和的清风，绕着他旋转。洛无尘如履平地，他甚至不需要动用灵力，就这样背负双手，闲庭信步地向上走去。前方正在苦苦支撑，汗流浃背的姬清玄听到身后轻松的脚步声，回头一看，顿时心态崩了。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他咬着牙，每走一步都要消耗巨大的心神。可这家伙呢，就像是在逛自家后花园一样。洛无尘走到他身边，停下脚步，低头看着他那张因为用力而泛红的俏脸，嘴角微扬。殿下，需要帮忙吗？他伸出手，虽然是在笑，但眼神中却带着一丝调侃。求我就带你上去。姬清玄看着那只手，又看了看他那张欠揍的笑脸，羞愤不甘，却又无可奈何。他知道，凭他现在的状态，想要登顶至少还要3个时辰，而洛无尘恐怕只需要3息。本宫不需要。他咬着牙，倔强的想要迈出一步，却发现双腿沉重如铅，这就不可爱了。洛无尘轻笑一声，他不再废话，直接上前一步，一把拦住他的腰肢，左手牵着穆冰云，右手搂着姬清玄。他挣扎了一下，没挣脱，坐稳了。轰！他脚下发力，直接无视了剩下的几10级台阶，化作一道流光，瞬间冲上了祭坛顶端。祭坛之巅，洛无尘并没有独吞那团圣道本源，他将其一分为3，最大的一份自己吸收，
用来淬炼混沌神魔体，冲击蜂王境后期。剩下的2份分别给了姬清玄和穆冰云。他不在乎什么地精，什么本源，只要自身足够强大，这些外物不过是锦上添花。数个时辰后，上古战场开始崩塌，排斥之力传来，3人同时睁开双眼，气息皆有精进。该出去了。洛无尘站起身，看着逐渐破碎的天空。这次上古战场之行可谓圆满。王腾已死，敖烈已亡，是终于成了养料。他在年轻一代中已无敌手。走吧！他大袖一挥，带着2位绝色女皇化作流光冲出天际。外界断龙山各大势力的强者早已等候多时。当看到只有寥寥数人出来时，所有人都预感到了大事发生。而当洛无尘带着2位气息恐怖的女子强势归来，一则消息瞬间引爆全场：王腾已死，敖烈亦亡，少尊榜前列更是几近凋零殆尽。谁也没想到，这场原本被认为将持续许久的大势之争，以一种近乎荒诞的速度提前宣告了落幕。大周皇城长公主府，自斩杀敖烈、平定上古战场后，洛无尘便一直暂住于此。今日府中格外热闹。师兄，江心月身着玄天圣女法袍，虽风尘仆仆，却难掩绝色。在他身后，安若雪、岳玲珑也相继赶到，再加上原本就在此的姬清玄和穆冰云，一时间花园内莺莺燕燕，但这绝美的画面下却是暗流涌动的修罗场。姬清玄坐在主位上，揉了揉眉心，有些头疼。既然都到了，那便说正事。他恢复了冷艳的女帝姿态。天道学院即将开学，这是汇聚了5域所有顶尖天骄的最高学府。副院长古河前辈就在大殿，他想亲自邀请洛少主入学，作为首席道子。几人对此皆是兴致缺缺，毕竟那些真正底蕴深厚的古老世家、圣地亦或是不朽皇朝，真正的核心传人素来都是清禁族内资源秘密培养，绝无外送之理。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学院不过是潜水难养真龙，根本给不了那些天骄想要的指点。这一次大张旗鼓的邀请，怕也只是为了借势博个虚名罢了。走吧！洛无尘心中自有筹谋，没有多看周围那些含情脉脉的眼神，径直走向大殿。大殿之上，一位须发皆白、仙风道骨的老者正端坐饮茶。天道学院副院长古河，一身修为已达真圣中期，周身法则流转，虽然收敛了气息，但依旧给人一种高山仰止的感觉。见到洛无尘进来，古河主动站起身，微笑着拱手：“洛少主，久仰大名，老夫此来是代表天道学院，诚邀少主入学。只要少主点头，第一道子的身份便是你的。”这条件可谓是诚意满满，但洛无尘却摇了摇头。副院长的诚意，我感受到了。他看着古河，缓缓说道：“不过，我对做学生没什么兴趣。”那少主的意思是？古河一愣：“我要去天道学院。”洛无尘嘴角微扬，语出惊人，但不是做学生，而是做特级教习。什么？此言一出，满座皆惊。古河眉头紧锁，原本温和的脸色沉了下来，属于真圣的威压隐隐释放。洛少主，老夫承认你天赋异禀，是万年难遇的奇才，但为人师表，靠的是对大道的深刻感悟和岁月的沉淀。你毕竟年轻，境界未到圣境，如何能负重？境界未到，洛无尘笑了，他没有辩解，也没有动用任何灵力，他只是迎着古河那属于真圣中期的威压，向前迈出了一步。轰一声闷响，洛无尘周身的气血骤然沸腾，如同一座喷发的火山。他的皮肤泛起淡淡的金光，每一寸肌肉都仿佛蕴含着能够撕裂苍穹的力量。在他身后，隐约浮现出一尊模糊的神魔虚影，单凭肉身之力，竟然硬生生撑开了古河的圣道力场。在这股纯粹的肉身力量面前，古河释放出的圣道法则，虽然只是试探性的2成力，竟然发出了不堪重负的哀鸣，被硬生生逼退了3尺。肉身成圣，这股气血，古河瞳孔骤缩，眼中闪过一丝震惊。虽然他刚才未动真格，但仅凭肉身气血就能逼退真圣威压，这等体魄简直骇人听闻。洛无尘负手而立，声音平静：“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天道学院要的是能教书育人的强者，而不是只会死修境界的老古董。”他伸出一根手指：“论战力，我肉身成圣，这算不算满足第1条？”他又伸出第2根手指：“论绝技，我身负多种上古秘术，更将黄道龙气推演到了极致，这算不算满足第2条？”最后他看向古河，目光睥睨。至于第3条，镇压刺头。洛无尘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笑意：“副院长，你觉得这一届的学生里有谁没被我打过？榜首做老师，谁敢不服？”古河沉默了片刻，眼中闪过一丝赞赏。确实，现在的年轻天骄多修术法，肉身孱弱，若能有这样一位肉身成圣的强者去打磨他们，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而且以洛无尘的实力，当个教习绰绰有余。好一个肉身成圣，好一个榜首做老师。古河当机立断：“既然如此，老夫便聘请少主为我院特级体修教习，专门负责天自斋弟子的肉身打磨与实战演练。”洛无尘收敛了那恐怖的气血，微笑着回礼：“那就多谢副院长成全了。”听到这话，身后的众女反应各异。既然洛无尘起了游玩的兴致，他们自然也不愿错过。江心月和安若雪对视一眼，2人的脸蛋同时泛起一抹动人的绯红。
他们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某些羞人的画面：白天是严肃清冷的骆老师，晚上却是……而岳玲珑更是咬着红唇，眼中水波流转。他本想和骆师兄做同学，结果师兄成了老师，那以后在学院里补课的时候，岂不是更刺激？这种身份上的禁忌感，让这几位已经沦陷的绝色佳人心中升起一股异样的期待。唯有姬清玄和慕冰云微微皱眉，虽然觉得哪里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与此同时，中州天道学院藏经阁最偏僻的角落，一个穿着灰扑扑杂役服饰、毫不起眼的少年正在拿着扫帚一下一下地扫着落叶。他叫秦风，没人知道，这个看起来只有筑基期的杂役，其实已经在这里扫了10年的地，真是修为已达封王境巅峰。叮！恭喜宿主在藏经阁签到满10年，获得奖励太古星辰诀地经。秦风心中狂喜，但表面上却稳如老狗，隐藏，必须隐藏，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不狗到大地绝对不出山。然而就在这时，他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心悸，仿佛有一头太古凶兽正在向他逼近。那是系统对他发出的最高级别预警。怎么回事？我的趋吉避凶天赋在疯狂报警。秦风脸色一变，抬头看向皇城的方向，额头渗出冷汗。大凶之兆，有什么危险要降临学院了？而且好像是冲着我这个方向来的。不行，我得藏得更深一点，哪怕是扫地也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缩了缩脖子，抱着扫帚把自己缩进了阴影里，恨不得变成一粒尘埃。殊不知猎人已经拿着教鞭，带着一群绝色助教，微笑着向他走来了。天道学院无双峰，这座山峰灵气浓郁化雨，乃是学院专门为特级导师准备的私人道场，也就是教师的高级住所。骆无尘、江江新月、安若雪、岳玲珑等红颜安顿在此处修行后，便拿起了副院长送来的教务玉简。天道学院分天、地、玄、黄4级斋舍，我负责的是汇聚了各族最顶尖妖孽的天字寨。骆无尘看着名册上那些赫赫有名的名字：姬清玄、天机圣子，以及来自其他几域的天骄，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显然，对于这位女帝而言，所谓的学院之行不过是个幌子，她真正的目的恐怕就是骆无尘。然而，天机圣子这个舔狗竟然也闻着味儿跟来了，是他没想到的，因为此人既非气运之子，又有着一身缩头乌龟的好涵养。骆无尘索性留了他一命毕竟，若是没了这位苦主，他在对陷岳玲珑时岂不是少了大半的兴致？这潭水虽然浑，但还不够乱。骆无尘手只轻轻敲击着桌面，眼中闪过算计，若是再往这群桀骜不驯的鲨鱼里面扔一条看起来最弱小、最不起眼的鲶鱼，并给予这条鲶鱼最高的地位。所谓鲶鱼效应，就是引入一个异类来激活整个群体的活力、仇恨。骆无尘站起身，走到露台边缘，那一刻，他那足以媲美圣人的恐怖神念如潮水般铺开，瞬间覆盖了整个天道学院的每一个角落。藏经阁，他的目光穿透层层禁制，锁定在了学院深处那座古朴楼阁的一个阴暗角落里。那里有一个气息极其微弱，仿佛随时会消散在空气中的身影。若非骆无尘对气机感应敏锐至极，恐怕也会像其他人一样忽略掉这里尘埃。定，目标锁定藏经阁1楼扫地杂役区，姓名秦风，身份红色气运之子，狗道流，扮猪吃虎流，目标性格分析极度谨慎，信奉狗道，极其抗拒出名和沾染因果。不想出名，骆无尘收回神念，嘴角的笑容愈发灿烂。那我就让你一夜成名。对付这种狗道流主角，杀他太费劲，保命底牌多，稍有风吹草动就跑路。最好的办法就是毁了他的道，把他强行拉到聚光灯下，让他成为所有人的眼中钉，逼他不得不出手，不得不暴露。天道学院藏经阁，这里是学院底蕴所在，每日来往弟子络绎不绝。而在角落里，穿着灰扑扑杂役服饰的秦风正低着头，一丝不苟地扫着地上的落叶，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他无关。叮！恭喜宿主在藏经阁签到成功，获得敛息术神级。秦风心中狂喜，表面却稳如老狗。有了这神级敛息术，就算是圣人来了，也只能看到我是一个断体期的废物。稳了，继续苟，只要我不浪，这世上就没人能发现我是封王境。然而就在这时，轰！一股庞大的威压突然降临在藏经阁门前，原本喧嚣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纷纷恭敬地让开一条道路，拜见骆教习。在一众弟子敬畏或好奇的目光中，骆无尘依袭紫纹白袍，特级教习服饰，缓步走入藏经阁。他身上没有丝毫灵力波动，但那股肉身成圣自带的生命压迫感，却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呼吸困难。秦风心脏猛地一缩，大恐怖，绝对的大恐怖！他立刻低下头，弓着腰，拼命运转神级敛息术，恨不得把自己变成一块石头。别看我，别看我，我是空气，我是尘埃。骆无尘走进大厅，目光在人群中随意扫过，最后精准无比地落在了角落里那个扫地的身影上，嘴角微微上扬。他迈开脚步，径直向着角落走去。人群自动分开，露出了那个瑟瑟发抖的杂役。秦风看着那双洁白的靴子停在自己面前，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他不得不停下扫帚，依然低着头，声音颤抖地说道：“大人，请让让，小的在扫地。”抬起头来，骆无尘的声音温和，
却带着不可违抗的意志。秦风无奈，只能缓缓抬起头，露出了一张平平无奇、系统伪装后的脸，眼神中满是惶恐和卑微。大人，小的只是个杂役。杂役？洛无尘笑了，他伸出手，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重重地拍了拍秦风的肩膀，就像是在看一块绝世璞玉。好一个扫地僧，好一块浑金璞玉！洛无尘声音突然拔高，传遍了整个藏经阁。没想到我出任教习，就能在这一堆庸才里发现如此惊世骇俗的体修苗子。什么？周围的弟子们全都懵了。良才美玉，这个毫无灵力波动的杂役，洛教习，你眼瞎了吗？秦风更是吓得魂飞魄散，内心疯狂咆哮：卧槽，你有病吧？我哪里美玉了？我是废柴啊！求求你别奶我了！你想害死我吗？他刚想开口解释自己真的是个废物，洛无尘却根本不给他机会，直接从袖中掏出一枚代表着天字斋身份的紫金天字令，强行塞到了秦风手里。我洛无尘看人从不出错。他环视全场，对着那些目瞪口呆的天骄们大声宣布道：此子骨骼惊奇，乃是万年难遇的体修奇才，即日起特招他入天字斋，归入我门下修行，并且洛无尘看着已经石化了的秦风，给予了最后一击。鉴于他天赋异禀，我提议由他担任天字斋的体修斋首。轰！整个藏经阁彻底炸锅了。天字斋那是只有皇子真传才能进的地方，还要当斋首候选人，这简直是把一群恶狼的尊严踩在脚下摩擦。无数道嫉妒、愤怒、不服的目光瞬间如同利剑一般，狠狠刺向了秦风。如果眼神能杀人，秦风现在已经千疮百孔了。秦风握着那块烫手的令牌，看着洛无尘那张人畜无害的笑脸，心中一片冰凉。完了，我的狗道大业全完了，这就是捧杀，赤裸裸的捧杀。叮！系统提示：宿主强行曝光狗道流气运之子秦风，并将其置于风口浪尖，致使其心态崩坏，安全感归零，触发为人师表机制。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因果锁定符，无论他怎么改名换姓易容，在宿主眼中都无所遁形。洛无尘凑到他耳边低声道：秦同学，明天第一堂体能课记得准时到，为师会好好操练你的。翌日清晨，天道学院天字斋演武场，虽然是清晨，但这里的气氛却燥热得如同正午。数十名来自五域顶尖势力的年轻天骄齐聚于此，最前排，姬清玄、穆冰云、江星月、安若雪这4位绝色佳人并肩而立，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他们并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高台，等待着那个男人的出现。肃静！一道平淡的声音从高台上传来。洛无尘一袭紫纹白袍，负手而立。他并没有刻意释放修为，但他站在那里，周身的血气就如同汪洋大海般深不可测。那是一种肉身成圣后自然流露出的生命层次压制，仿佛一头太古凶兽披着人皮，让人本能的想要臣服。而在他身旁站着一位身着天机阁圣女服饰的女子，手持名册和玉笔，气质空灵而知性。助教岳玲珑。台下的莫问天看到这一幕，心中猛地一酸，但他很快深吸一口气，在心中疯狂安慰自己，这是公事，是为了修行。师妹是为了近距离观察强者的道法，绝不是因为私情。一定是这样。洛无尘目光扫视全场，最后淡淡道：我是你们的体修教习洛无尘。岳助教负责记录成绩，他大袖一挥，一只古朴的香炉出现在演武场中央，香炉中插着3根淡金色的线香，这是学院特批的龙髓香。洛无尘指尖轻弹，线香点燃，一股令人毛孔舒张的异香瞬间弥漫全场。此香乃是用亚龙骨髓炼制，吸入体内可淬炼筋骨，强化气血。众天骄眼中露出喜色，这可是好东西啊！但是洛无尘话锋一转，神色变得严肃起来。修仙之路，肉身为舟，灵魂为桨。若是肉身太弱，哪怕法术再强，被人近身也是一拳的事，传毁人亡。所以第一堂课，我要送你们一场造化。此龙髓香药力霸道，若无外力压迫，吸入体内只会淤积成毒，唯有在高压之下，周身毛孔大开，气血沸腾，才能将其完美吸收。规则很简单，抗压，站着才能吸收，药力变强。若是倒下了，洛无尘眼神淡漠，那就只能趴在地上吃灰了。祖龙创世经，龙域镇山河。嗡！整个演武场的空气瞬间变得粘稠如水银，纯粹的真龙威压轰然降临。扑通扑通，压力袭来，不少根基不稳的弟子膝盖一软，险些跪下。但为了那珍贵的龙髓香，所有人都咬紧牙关，死命支撑，疯狂运转功法，引导药力入体，淬炼肉身。姬清玄、穆冰云等人更是周身发光，借着这股压力，鲸吞海吸，气息肉眼可见的增强。而在角落里，秦风心中却是冷笑：龙髓香这点蝇头小利也配让我暴露实力？我有系统签到，什么资源没有？想要用这个诱惑我出力？没门！此时不到，更待何时？只要我表现得足够废，洛无尘肯定会对我失望，把我踢出天字寨。到时候我还是那个快乐的扫地僧。想到这里，秦风没有任何犹豫，他白眼一翻，惨叫一声：爸，我不行了！扑通，他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地上，甚至还抽搐了2下，装的那叫一个像。随着他这一倒，因为身体松懈，经脉封闭，那漫天的龙髓香气机瞬间与他隔绝，
再也无法吸入分毫。他成功的躲过了机缘。高台之上，洛无尘看着这一幕，面无表情。他没有出手惩罚，也没有言语嘲讽，甚至连看都没多看一眼，仿佛那个趴在地上的摘手就是一团无关紧要的空气。其他人继续。洛无尘淡淡开口，加大了威压的输出。然而洛无尘不在意，不代表其他人不在意。周围那些正在苦苦支撑、汗流浃背的天骄们，看到秦风竟然第一时间就趴下了，眼中瞬间充满了鄙夷和不屑。切，这就是摘手，简直是烂泥扶不上墙。洛教习说他是奇才，让他当体修摘手，我还真信了。这种废物也配和我们同列天自摘，简直是耻辱！呸，装死倒是挺快。就连江心月和安若雪此时也皱起了眉头，眼中满是失望。原本以为师兄看中的人多少有点本事，没想到竟是个不可雕琢的朽木。此时此刻，趴在地上的秦风脸贴着冰冷的白玉石砖，听着周围那些毫不掩饰的嘲讽声，内心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以前他是扫地杂役，大家无视他，把他当透明人，他觉得那是众人皆醉我独醒，那是高手的寂寞。他心里有着一种俯视众生的优越感，你们这些所谓的天骄，连我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可现在他被强行拉到了聚光灯下，成了所有人的焦点，而这个焦点是废物、耻辱、笑话。那种优越感在众人的唾沫星子下正在一点点碎裂。这群蝼蚁竟然敢嘲笑我！秦风的手指深深扣入泥土，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羞愤。我可是蜂王境中期，我一根手指就能碾死你们！他想爬起来，他想爆发气势，狠狠打烂这些人的脸，告诉他们谁才是真正的天才。但是他最终还是没有站起来，他强行在心中维持着那份虚假的清高，拼命给自己洗脑。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若是现在站起来证明自己，岂不是落了下乘，跟着群庸人一般见识？我要狗，我要人，等我成帝的那一天，再让你们知道什么叫高攀不起。秦风死死咬着牙，用这种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强行压下了心中的怒火和羞耻，继续像条死狗一样趴在地上装死。但这滋味真他妈难受啊！看着别人在变强，看着别人在嘲笑自己，而自己只能趴在地上吃土，这种明明我有实力，却不得不装孙子的憋屈感，正在一点点侵蚀他的道心。叮，系统提示：宿主利用捧杀策略，将气运之子秦风置于全员鄙视链的底端。秦风产生强烈的羞愤、不甘与自我怀疑，触发痛苦守恒定律。恭喜宿主获得双倍暴击奖励：圣阶巨灵阵盘、太古断体液1桶。洛无尘听着系统的提示音，看着下方那个身体微微颤抖、背气的摘手，嘴角微不可察的上扬。这就对了，你想扮猪吃虎，那我就让你做一头真正的猪。你还想苟到最后一脸清高，然后不经意的被大家发现自己无敌？呵，做梦！呼呼！随着洛无尘收回龙威，演武场上响起了一片粗重的喘息声。唯有趴在角落里的秦风，此时正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拍打着身上的灰尘。他什么都没得到，还吃了一嘴的灰。周围投来的鄙夷目光让他如芒在背，但他心中却在冷笑，强行维持着那份虚假的清高。一群蠢货，为了这点蝇头小利拼死拼活。真正的高手从不显山露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而在不远处，一名身着素白长裙、气质如兰的少女正静静地注视着他，眼中带着一丝关切。宁女，中州古世家传人，修为高达神功境巅峰，在天字斋也是排名前列的天骄。他是秦风在学院里为数不多的朋友。数月前，他曾偶遇秦风在藏经阁扫地，那看似普通的挥动扫帚，在他的眼中却蕴含着一种暗合天道的独特韵律。那一刻，他便认定这个杂役绝不简单，定是一位大隐隐于世的高人。秦风又在藏拙了。宁宇心中暗想，刚才的压力虽大，但以他的底蕴，绝不可能第一个倒下。他是不想争这些虚名罢了。就在这时，高台上的洛无尘再次开口了：“今天的体能课到此结束。”他理了理衣袖，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了秦风身上，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不过，既然选出了摘手，那就要立个规矩，从明天开始，天字斋每月增强体质的资源全部发放给摘手。资源虽然在摘手手里，但你们可以挑战他。洛无尘眼神变得冷酷，凡是向摘手发起挑战的同学，无论输赢，都可以从摘手那里分走一份资源作为切磋费。而作为摘手，为了磨砺自身，不得拒绝任何挑战。什么？秦风猛地抬头，心中狂骂：这哪里是磨砺，这分明是把他变成了人形提款机。只要打他一顿，甚至不用打赢就能拿资源。这群饿狼还不把他生吞活剥了？好了，下课。洛无尘说完，转身欲走，但他走了2步，又停了下来，似乎想起了什么。他回过头，看着那个缩在角落里，恨不得原地消失的秦风，露出了一抹无比温和、充满了鼓励的笑容。秦风同学，洛无尘当着所有人的面，语重心长地说道：“我知道你很厉害，也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既然进了天字斋，就不要这么内向了。适当的时候，也要展示一下自己的锋芒，别让同学们看扁了。”说完，他带着助教月玲珑飘然离去。轰！这番话就像是往油锅里倒了一瓢水。众天骄原本只是鄙夷，现在彻底变成了嫉妒和贪婪。洛教习竟然这么看重他，还说他很厉害。
我不信，正好挑战他就能拿资源，顺便试试他的成色。秦风都要哭了，大哥，我求求你了，你别夸我了行不行？你这是嫌我死得不够快啊！而人群外的宁宇听到这话，美眸中却闪过一丝惊喜。果然，洛教习也看出来了。他看着离去的洛无尘，心中升起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知己感。全学院只有我和洛教习看穿了秦风的伪装，看来这位新来的特级教习眼光确实毒辣。几乎是洛无尘前脚刚走，后脚秦风就被围住了。秦大斋手，赵天霸，中州赵家世子，神功境后期，捏着拳头，浑身肌肉隆起，一脸狞笑的走了过来。既然洛教习都说你很厉害，那就别藏着掖着了。师弟，我想领一份切磋费，顺便见识一下你的高招，我也要挑战。一群天骄争先恐后，人群外，宁宇并没有上前，而是静静地看着这一幕。作为朋友，他有些期待，被逼到这个份上，秦风应该会出手了吧？哪怕只是随意一招，应该就能让赵天霸这种莽夫知难而退。秦风看着这群如狼似虎的同学，咽了口唾沫，心中却在飞快盘算，既然不能拒绝，那就演得像一点。秦风心中算盘打得飞快，我不能直接躲开，那样太假。我要在这一拳即将打中我的瞬间，用凌波微步稍微偏一下头，让他擦着我的耳朵过去，造成我运气好的假象。这样既能输掉比赛，把资源给他们，又不至于输得太难看，还能在宁宇面前保留一份从容。他当然注意到了宁宇的目光，那是他在这个学院里唯一的朋友，他不想让他失望。看拳！赵天霸怒吼一声，浑身灵力爆发，一拳轰向秦风的面门。这一拳是大力沉，带着呼啸的风声，神功后期的力量没有丝毫保留。秦风嘴角微不可察的上扬，太慢了。他身体微微一侧，准备秀一波微操。然而就在他身体刚要动作的瞬间，嗡！一股极其隐晦却霸道无比的空间禁锢之力，毫无征兆地降临在他的脚踝上。那不是阵法的力量，那是洛无尘临走前留下的暗手。秦风脸色大变，他的脚动不了了。原本精妙的微操，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僵硬，瞬间变成了把脸主动送上去接拳头，而且是那种伸长了脖子去接的姿势，极度滑稽。砰！一声闷响，结结实实，赵天霸那沙包大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了秦风的鼻梁上。嗷！秦风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鼻血狂飙，眼泪瞬间就下来了。他整个人向后仰倒，重重摔在地上，摔了个四脚朝天，姿势极其不雅。全场寂静了一瞬。不远处的宁宇美眸微微睁大，眼中闪过一丝错愕，没躲开。怎么会？难道是我看错了？不，或许是他不想伤了赵天霸。可是这姿势也未免太狼狈了，连灵力护体都没开。他心中的那个隐士高人形象出现了一丝裂痕。他下意识地看向吴双峰的方向。洛教习明明也说他很厉害，难道我们都看走眼了？还是说秦风有什么难言之隐？或许我该找个时间去问问洛教习。我还以为他要躲呢，结果是把脸凑上去打，真是个废物，连躲都不会躲。赵天霸狂笑，哈哈，不堪一击，资源拿来。秦风捂着鼻子躺在地上，整个人都傻了。剧本不是这样的啊，我明明算好了距离和角度，为什么我的脚动不了？接下来的整整一个上午，秦风都在经历这种地狱。每一次他想秀操作，想展现一点不凡的时候，都会有一股神秘力量打断他，让他变成真正的笨拙的毫无还手之力的真猪。他想扮猪吃虎，结果洛无尘让他明白，在这个学院里，你只能当猪，没有虎给你吃。深夜，天道学院杂役房，秦风鼻青脸肿地躺在硬板床上，眼泪止不住地流，太憋屈了。他可是蜂王境中期啊，竟然被一群神功境的小屁还当沙包打了一整天。洛无尘，秦风咬牙切齿，他虽然没证据，但直觉告诉他，这一切绝对是那个洛无尘搞的鬼。定。与此同时，无双峰上正在和姬清玄下棋的洛无尘脑海中响起了美妙的提示音，系统提示宿主利用暗中干扰手段，多次打断气运之子秦风的人前显圣，致使其高手人设在红颜、宁宇面前出现裂痕，触发痛苦守恒定律。恭喜宿主获得奖励太初原液一滴。洛无尘落下一子，嘴角微扬。怎么了？心情很好？姬清玄看着他，有些好奇。没什么。洛无尘看着窗外杂役房的方向，笑道：只是想到了开心的事。他顿了顿，指尖摩挲着棋子，语气中带着一丝戏谑。有些人啊，有实力都要忍着。姬清玄闻言微微一愣，随即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啊，还有这种规？深夜，月明星稀，天道学院后山杂役房，堵堵堵！破败的木门被轻轻敲响。正在床上哼哼唧唧涂药的秦风一惊，连忙收敛了眼中的怨毒，换上了一副云淡风轻、宠辱不惊的表情，甚至还特意摆了一个盘膝打坐的姿势。请进。门被推开，宁宇提着一个精致的食盒走了进来，月光洒在她素白的裙摆上，宛如仙子凌晨。她看着满身伤痕、脸肿得像猪头一样的秦风，美眸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秦师兄，我给你带了些疗伤药。宁宇放下食盒，并没有嫌弃这里的脏乱，坐在了床边破旧的椅子上。多谢您师妹。秦风故作深沉的压低声音，区区皮肉之苦，何足挂齿。宁宇看着他，犹豫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心中的困惑。白天在演武场，
以你扫地时展现出的步法韵律，赵天霸那一拳，你明明可以避开的，你为什么不躲？来了，就是这个问题。秦风心中狂喜，果然，宁师妹还是懂我的，她看出了我的不凡。现在只要我用一番富含哲理的话把这个逼装圆了，我的高人形象就稳了。于是秦风缓缓抬起头，虽然脸很疼，他努力让自己的眼神变得深邃而忧郁，45度角仰望窗外那并不存在的明月。宁师妹，他叹了口气，语气沧桑，这世间争斗犹如过眼云烟，胜又如何，败又如何？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若躲了，赵师兄便会颜面尽失，从此恨上我。我若受了，他出了气，我也便清静了。吃亏是福，难得糊涂啊。说完，他还特意露出了一个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苦涩笑容，试图展现出一种大智若愚的境界。然而宁宇并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露出崇拜的神色，相反，他的秀眉越皱越紧，眼神变得极其古怪。如果是没有那一拳之前听到这番话，他或许会觉得高深莫测，但是今天他亲眼看着秦风像个沙包一样被按在地上摩擦，那种狼狈，那种无力，甚至被打得鼻涕眼泪横流的样子实在是太真实了。而且真正的隐士高人即便藏拙也会有一种从容的气度，可现在的秦风顶着猪头缩在发霉的房间里，嘴里说着吃亏是福，这给他的感觉不是高深，而是阿 Q 精神。这分明是一个弱者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强行找补的虚荣和借口。难道我看错他了？宁宇心中那层神秘的滤镜正在一点点碎裂。他不是大智若愚，他是真的死要面子活受罪。原来秦师兄是这么想的。宁宇的语气变得有些客气和疏离，他站起身，既然师兄觉得被打是福，那我就不打扰了，你好生歇息吧。说完，他放下药，转身离去。走到门口时，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还在那里摆 pose 的秦风，心中暗暗叹了口气，也许他真的只是个普通人，是我之前脑补太多了。房门关上，秦风还在自我陶醉，稳了，这波稳了，宁师妹肯定被我的境界折服了，这才是狗道的最高境界。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女神心中已经从隐士高人变成了普信男。几日后，天道学院中央广场，晨钟敲响，万鸟惊飞。天道学院四斋天地玄黄数千名弟子齐聚于此，高台之上，副院长古河与4位斋主并肩而立，甚威浩荡。肃静！古河的声音传遍全场，无需灵力扩音，便清晰地映入每个人脑海。每3年一次的新生试炼将于明日正式开启，地点万妖山脉，任务猎杀妖兽，获取妖丹积分。此次试炼不仅关乎你们个人的学分，更关乎各斋的资源分配。望尔等全力以赴，莫要夺了学院威名。随后，各斋主上前宣读具体的规则和注意事项。台下的气氛逐渐热烈起来，摩拳擦掌者有之，紧张不安者有之，直到最后，一个白衣胜雪的身影缓步走上高台。他没有释放任何圣境威压，但他出现的那一刻，原本喧闹的天字斋区域瞬间安静的若真可闻。特级体修教习洛无尘。洛无尘目光扫过全场，最后落在了人群中那个顶着猪头、伤还没耗利索、拼命想把自己藏在别人身后的秦风身上，嘴角勾起一抹温和的笑意。秦风同学。洛无尘并没有用灵力传音，而是直接开口，声音不大，却让全场都能听见。关于这次试炼，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唰，数千道目光瞬间聚焦在秦风身上，秦风身躯僵硬，冷汗瞬间湿透了后背。别喊我，别喊我，求求你了！我知道你平日里低调，不愿显山露水，这是好事。洛无尘语重心长，像是一个最懂学生的词师，但是既然进了天字斋，就要有天骄的担当，过度的谦虚就是骄傲了。这次试炼，我希望你能放下包袱，好好表现，别再把自己藏在尘埃里了，让大家看看你真正的光芒。说完，他甚至对着秦风露出了一个充满鼓励和信任的微笑。轰！如果说之前只是小范围的议论，现在就是全校皆惊。洛教习竟然如此看重这个杂役，难道他真的有什么我们看不出来的惊世才华？天字斋的众多天骄们看向秦风的眼神彻底变了，不再是单纯的鄙夷，而是充满了审视、嫉妒和敌意。既然教习说你厉害，那我们在试炼里一定要好好称量一下你的斤两。秦风看着洛无尘那张笑脸，心里已经骂开了花。我表现你大爷啊！你这是要把我架在火上烤死啊！而人群中的宁宇听到这番话，秀眉紧紧蹙起。洛教习竟然还在鼓励他，甚至说他是在藏拙，难道真的是我看走眼了？秦风那晚的拙劣表现也是伪装的一部分。他看着台上那个风姿绝世的男人，心中充满了困惑。不行，等散会后，我一定要去找洛教习问个明白，他的眼光绝不会出错。散会后，洛无尘回到无双风主殿，刚一推开门，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便映入眼帘。姬清玄并没有穿平日里的凤袍或戎装，而是极其罕见的穿了一身天道学院的紫金流云纹学生制服。这制服设计的修身，将他那前凸后翘的完美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双修长的腿和纤细的腰肢，在高冷的女帝气质衬托下，竟生出一种极其强烈的禁欲系诱惑。他正坐在书案前，手里拿着一本古籍。姬同学，洛无尘关上门，倚在门框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不去准备明天的试炼，跑到教习的房间里做什么？还穿成这样？姬清玄合上书，抬起头，那张绝美的脸上带着一贯的高傲与冷艳，只是耳根处微微有些发红。本宫，我是天字斋的学生，穿院服有什么问题吗？他强作镇定，凤眸微挑，直视着洛无尘。倒是洛教习对那个秦风如此上心，当着全校的面给他造势，你就不怕他摔死？怎么，殿下这是在质疑我的教学水平？哼，本宫只是不想看到天字斋的脸被一个废物丢尽了。姬清玄双臂抱胸，微微扬起下巴，用一种挑衅的语气说道：洛无尘，我们打个赌如何？哦，赌什么？就赌这次试炼。姬清玄眼中闪过一丝好胜的光芒，如果本宫拿下了个人积分第一，并且证明了那个秦风就是个扶不上墙的烂泥。他顿了顿，眼神有些飘忽，但还是咬着牙说了出来：那你就要答应本宫一个要求。洛无尘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什么要求？姬清玄深吸一口气，努力维持着女帝的威严，但声音却越来越低。本宫最近修炼遇到了一些瓶颈，若是本宫赢了，明晚你要来本宫的寝殿，彻夜为本宫讲经。说完这句话，他的脸已经红得像晚霞一样。什么讲经？这就是赤裸裸的邀请，但他偏要用这种公事公办，我是为了修炼的傲娇借口说出来。洛无尘看着眼前这个明明羞得不行，却还要强撑着摆架子的女帝，心中不禁莞尔。好，洛无尘身体前倾，伸出手，轻轻帮他整理了一下有些歪斜的领口，指尖有意无意地划过他滚烫的肌肤。这个赌我接了，不过姬同学，他凑到他耳边，声音沙哑，老师讲课可是很严厉的，如果晚上你学不会，可是要受惩罚的。姬清玄浑身一颤，狠狠瞪了他一眼，却并没有推开他的手。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裙摆，留给洛无尘一个高傲的背影。谁惩罚谁还不一定呢。试炼上剑，夜色渐深，无双风。听涛阁内烛火摇曳，洛无尘正在烹茶，动作行云流水。在他对面坐着一脸纠结的宁宇，这位出身书香世家的神功境巅峰天骄，此刻显得有些局促，几次欲言又止，最终他还是忍不住开口了：洛教习，弟子有一事不明，是关于秦风。弟子白天看他在演武场的表现，实在是不堪入目，不仅毫无骨气，更是丑态百出。他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不解。可是教习您却对他青睐有加，甚至力排众议，让他当体修斋首。弟子斗胆一问，您究竟看中了他什么？洛无尘闻言并没有急着回答，他放下茶壶，目光变得深邃而悠远，仿佛在回忆着什么。良久，他才缓缓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惊讶和欣慰：宁宇，你既然这么问，那你是不是也从他身上察觉到了什么？宁宇一愣，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弟子曾偶遇他在藏经阁扫地，那份专注，那种隐隐暗合天道的韵律，让弟子觉得他绝非池中之物，定是一位大隐隐于世的高人。果然，洛无尘笑了，那个笑容就像是孤独的行者终于遇到了同路人。他看着宁宇，眼神变得格外柔和。我原以为这偌大的学院只有我一人看出了他的不凡，没想到你竟也有如此慧眼。轰！这句话瞬间击中了宁宇的心房，一种强烈的被认可感和惺惺相惜油然而生。原来洛教习和我一样，我们是这世上唯二懂秦风的人。可是洛无尘话锋一转，眉头微微皱起，脸上露出一丝恰到好处的困惑。他今天的表现却又让我有些看不懂了，那种狼狈，那种滑稽，不像是装出来的，倒像是真的无能。但若说是真的无能，又解释不通那种扫地的韵律。洛无尘叹了口气，看着宁宇，眼神真诚。实不相瞒，哪怕是我现在也有些拿不准了，连教习你也拿不准。宁宇更惊讶了，人心隔肚皮，他又刻意隐藏，想要看穿，谈何容易？洛无尘身体微微前倾，直视着宁宇的眼睛，神色变得严肃而认真。所以，宁宇，我需要你帮我，帮您。宁宇心跳加速，既紧张又期待。不错。洛无尘的声音充满了磁性，带着一种特殊的诱惑力。这次试炼，我作为随队教习，虽然会跟着你们，但为了避嫌，不能时刻盯着他，所以我需要你做我的眼睛，你离他最近，也最容易观察到细节，帮我盯着他，记录他的一举一动，尤其是他在生死关头的微表情，下意识的反应。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庸才，也不能放过一个天才。宁宇被这种神圣的使命感打动了，他用力点了点头。弟子明白了，弟子一定不负教习重托。很好。洛无尘满意地点头，随后他压低了声音，语气变得私密而暧昧。这件事关系到秦风的未来，也关系到天字斋的声誉，不宜让第三人知道。所以他看着宁宇那张清丽脱俗的脸庞，缓缓说道：从明天开始，试炼期间的每一个晚上，等扎营之后，你都要单独来我的营帐，向我详细汇报你的观察结果。我们需要一起好好分析一下。宁宇的脸颊瞬间红透了。每晚单独营帐，这听起来怎么这么让人害羞？但看着洛无尘那坦荡且充满信任的眼神，他又觉得自己想多了。教习是为了教学，是为了惜才，我怎么能有这种龌龊的念头？是，弟子领命。宁宇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但心中却涌起一股莫名的期待。翌日，万妖山脉外围，秦风穿着显眼的红袍，站在队伍最前面，身后跟着几百号人。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挂着铃铛的小丑。出发！刚一进山，秦摘手，这边好像有妖气，你去探探路吧。赵天霸推了秦风一把，秦风刚想拒绝，就被众人起哄架了上去。他心惊胆战地走在最前面。好！就在这时，侧面的丛林中突然窜出一头铁背苍熊，神功境中期，咆哮着冲向队伍。啊！妖兽！走在最前面的秦风吓得亡魂大冒。按照他的真实实力，吹口气都能弄死这头熊，但他不能暴露啊！不行，我要狗，我要装作很害怕的样子，越怂越好。于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他怪叫一声，抱着头，连滚带爬的往人群里钻。救命啊！熊吃人了！赵师兄救我！那姿势之狼狈，表情之惊恐，简直浑然天成。全场死寂了一瞬，紧接着，赵天霸一刀劈死了苍熊，鄙夷的啐了一口废物。而人群中，宁宇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嘲笑，他手里捏着一块流影石，眉头紧锁，眼神充满了困惑和纠结。这也太真实了吧！灵力紊乱，瞳孔放大，甚至连冷汗都流出来了。如果是演戏，这也未免太舍得下本钱了。他看着秦风那副劫后余生、毫无形象的样子，心中的滤镜不仅没有碎，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不对，这里面肯定有深意。普通人遇到这种危险，要么吓傻，要么拼命，他却能第一时间找到赵天霸这个最适合的挡箭牌，这说明他乱中有序。难道这也是一种高深的生存智慧？宁宇越想越觉得头大，他发现自己完全看不懂秦风了。不行，我看不透。他下意识地望向队伍后方，那里悬浮着一座豪华的教习行宫。今晚扎营的时候，必须早点去找骆教习，只有他那样的人物才能解开这个谜题。我得把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他，让他帮我分析分析。入夜，万妖山脉营地中央燃起了巨大的篝火。经历了一天的厮杀，虽然只是外围，但不少娇生惯养的天骄还是感到了疲惫。而在营地最边缘，一个阴暗的角落里，秦风孤零零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定，检测到宿主身处特殊签到点万妖山脉外围古树下，距离签到点不足50米，是否签到？系统的提示音让他精神一振。那棵古树就在前面，只要走过去待一会儿就能签到。秦风心中火热，他装作若无其事地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迈步向那棵古树走去，准备假装去那边乘凉。站住！一声爆和突然响起，赵天霸扛着大刀，带着几个不怀好意的天字斋学员，直接挡住了他的去路。秦斋手，大晚上的，你想去哪啊？赵天霸一脸戏谑，眼神中透着一股子狠劲。我只是去那边透透气。秦风皱眉道：怎么，这也违规吗？透气？我看你是想逃跑吧？赵天霸把刀往地上一插，冷笑道：白天遇到妖兽你就往回钻，现在大晚上的往林子里钻，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心？万一你跑了，明天的试炼谁来带队背锅？兄弟们，为了咱们的积分，还是请摘手老老实实坐着吧。对，坐回去，别想跑，我们可都盯着你呢。众学员纷纷起哄。秦风看着那明晃晃的刀刃，又看了看远处那棵近在咫尺却远在天边的古树，气得浑身发抖。欺人太甚，简直欺人太甚！我只是想去签个到啊，你们这群混蛋！但在众人的逼视下，他还不想暴露实力，只能憋屈地坐了回去，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把头埋进膝盖里，继续当他的鸵鸟。同一时间，营地中央那座最豪华的紫金营帐内，骆无尘身着宽松的便袍，靠在软榻上，手中拿着一卷古籍，案几上一壶悟道茶正冒着袅袅热气。进来吧。帘幕掀开，一身素白长裙的宁宇走了进来。他看了一眼四周，确定布下了隔绝阵法后，才微微松了一口气，对着骆无尘恭敬行礼。弟子宁宇深夜冒昧，还请教习见谅。此时的宁宇神色有些纠结，似乎心中藏着极大的困惑。坐。骆无尘亲自为他倒了一杯茶，神色温和，仿佛一个真正关心学生的师长看你心神不宁的样子。怎么，是不是对今天的试炼有什么疑问？宁宇双手捧着茶杯，感受着掌心的温度，犹豫了许久，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了。教习，弟子有一事不明，是关于秦风。他抬起头，那双充满智慧的眸子里闪烁着思考的光芒。弟子白天一直在观察他，虽然他的表现确实不堪入目，遇到妖兽就跑，甚至不惜拿同学当挡箭牌，但是宁宇顿了顿，语气变得有些不确定，却又带着一丝坚持。弟子发现他在逃跑的时候，虽然看起来慌不择路，但每一次闪避的方位都恰好躲过了妖兽的扑杀路线，而且他第一时间就跑到了赵天霸身后。赵天霸是我们之中防御最强的，普通人在极度恐惧下只会盲目逃窜，而他却能瞬间找到最安全的盾牌。宁宇看着骆无尘，试探性地问道：这说明他乱中有序，思维并没有混乱，难道这也是一种高深的生存智慧？他在用这种极其狼狈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的真实实力。骆无尘闻言并没有急着反驳，反而露出了赞赏的神色。观察入微，心思细腻。骆无尘点了点头。宁宇，你能看到这一层，说明你的眼光确实远超常人。教习，您的意思是他也可能真的是个高手？宁宇眼睛一亮，仿佛找到了知音。有可能。骆无尘模棱两可地说道，随即话锋一转，但也有可能，这只是弱者在无数次逃亡中练就的本能。他放下茶杯，身体微微前倾，
目光直视着宁宇。光靠猜是不够的，我们需要验证。验证？宁宇不解。不错。洛无尘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如果他真的是在藏拙，那他一定有他的底线。当这种伪装带来的羞辱超过了他的底线，或者当生命受到真正的威胁时，他自然会露出獠牙。所以，宁宇，洛无尘看着他，声音变得低沉而富有磁性。我需要你继续做我的眼睛，接下来的试炼会更加危险。你帮我盯着他，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每天晚上，你都要来这里，向我汇报你的观察结果。我们一起剥开他的伪装，看看里面藏着的到底是真龙还是一条虫。宁宇心跳加速，这不仅仅是一个任务，更像是一个只属于他和洛教习之间的秘密游戏。共同探究真相的感觉，让他对眼前这个男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亲近感。是，弟子领命。宁宇用力点了点头，眼中燃起了求知欲的火焰。我一定会看清他的真面目的。很好。洛无尘满意的笑了，他站起身，走到宁宇身旁，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香肩上。不过，我看你今日心神损耗颇大，道心似有不稳。一股温热醇厚的混沌气顺着他的手掌缓缓注入宁宇体内，抚平着他因思考过度而躁动的神魂。那种感觉就像是寒冬里的一轮暖阳，让人忍不住想要依靠。教习，宁宇身子一软，下意识地靠在了洛无尘身上，鼻尖萦绕着男子清冽的气息，他有些慌乱，脸颊瞬间红透了。别动。洛无尘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带着一丝不容抗拒的温柔。你的神魂有些震荡，我帮你稳固一下，今晚就在这调息片刻再走吧。他的手并没有乱动，只是静静地放在他的肩头，但那种若有若无的亲密感却比任何越界的行为都更让人心跳加速。宁宇没有拒绝，他低着头感受着那只大手的温度，心中对秦风的好奇正在逐渐被对身后这个男人的依恋所取代。帐外寒风呼啸，帐内暧昧暗生。而在不远处的另一座营帐里，姬清玄透过营帐的缝隙看着洛无尘营帐上那两道依偎在一起的剪影，手中的茶杯瞬间化为齑粉。洛无尘，女帝咬牙切齿，眼中醋海翻波，更有一种被冷落的恼怒。好，很好，既然你精力这么旺盛，无处发泄。他看着那个方向，嘴角勾起一抹危险而霸道的弧度。等明天本宫赢了赌约，本宫定要让你扶着墙出去。试炼第2夜，万妖山脉腹地，夜色深沉，寒风凛冽。在宁宇汇报今日的情况离开后，洛无尘的营帐内却依旧是春意盎然。师兄，这荒郊野岭的，师妹怕你冷，特意来给你暖暖。江心月身着一袭薄纱睡裙，端着一碗灵汤，笑意盈盈地钻进了帐篷。还没等洛无尘说话，帐帘再次被掀开，安若雪一身紧身夜行衣，勾勒出火爆的身材。他看了一眼江心月，神色不变，对着洛无尘恭敬行礼。少主，属下刚才巡视营地，发现东南角的阵法似乎有些灵力波动，虽然已经修复，但为了少主安危，属下觉得有必要贴身护卫。紧接着，抱着一叠玉简的月玲珑也走了进来。洛教习，他一本正经地说道，这是今日各学员的体能数据和试炼表现，我整理好了，特来请您过目，有些细节还需要您亲自定夺。说完，他还特意关上了帐门，顺手打了一道隔音禁止。3个女人一台戏。洛无尘靠在软榻上，看着这3位风格迥异却都目的明确的角色佳人，嘴角微扬。既然都是为了公事，那就一起探讨吧。而在营帐外，穆冰云抱剑而立，听着里面的动静，冷哼一声，却并未离开，反而像是个尽职尽责的守门人。第3日黄昏，试炼即将结束，众人深入到了山脉最核心地带。吼！伴随着一声震动山林的咆哮，一头体型如小山般的紫金翼狮王风王镜率领着数百头高阶妖兽，将天字斋的学员们团团包围。兽潮，该死，是兽王！众天骄大乱，赵天霸等人虽然奋力抵抗，但在兽潮的冲击下节节败退，不少人已经挂了彩，鲜血染红了地面。人群后方，秦风眯着眼睛缩在角落里，看似慌张，实则稳如老狗。他看着前方那些正在拼命厮杀，一个个被打得吐血倒飞的同学，心中没有丝毫波澜，甚至还在冷静地计算，现在出手太早了，显不出我的手段，再等等，等他们都绝望了，等那个赵天霸快被打死的时候，我再出手。他就这样冷眼旁观，看着一个个同门倒在血泊中，看着宁宇为了保护师弟师妹被震伤了手臂。终于，当狮王张开血盆大口，即将吞噬一名重伤的弟子时，就是现在。秦风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他的手指悄悄摸向袖口，那里藏着一枚9霄神雷针。去！他右手背在身后，屈指一弹，动作极其隐蔽，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除了那个一直对他抱有怀疑的宁宇。萧！一道细微到几乎看不见的荧光划破长空，下一秒，轰！正准备大开杀戒的紫金翼狮王，脑袋突然像西瓜一样炸裂开来，庞大的身躯轰然倒塌，掀起漫天烟尘。死了！怎么回事？谁出的手？众天骄死里逃生，一个个面面相觑，满脸茫然。角落里，秦风深吸一口气，装作一副也被吓傻了的样子，拍着胸口，好险好险，吓死我了！一定是哪位路过的前辈高人出手相救。他心中却是得意万分，嘿嘿，这就教示了符衣去，深藏功与名。不仅如此，他还特意悄悄抬起头，看向不远处正捂着手臂的宁宇。
他眨了眨眼，做了一个极其隐晦的吹手指的动作，试图向这位知音传递信号。看到了吗？是我干的，厉害吧？然而他并没有看到预想中崇拜的眼神。宁宇捂着受伤的手臂，死死盯着正在表演劫后余生，还在那里挤眉弄眼的秦风。他看清了，他看得清清楚楚，那道荧光就是从秦风指尖弹出的。他真的有实力。宁宇心中不仅没有惊喜，反而涌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他明明有能力秒杀兽王，为什么不出手？为什么要等到大家都受了伤，甚至差点有人丧命的时候才出手？他在等什么？等我们死绝吗？还是在等一个可以满足他虚荣心的世界？他想起了洛无尘的话，如果不逼他一把，他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这就是所谓的隐士吗？宁宇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恶心感，拥有力量却冷眼旁观，看着同窗流血却只顾着隐藏自己，这不仅是自私，更是冷血。和洛教习相比，他的人格简直卑劣如尘埃。这一刻，宁宇对秦风不再是怀疑，而是定性。这是一个空有实力却无德性的小人。面对秦风投来的那个求表扬的眼神，宁宇没有任何回应，他冷冷地转过头，只留给他一个充满了失望与厌恶的背影。秦风笑容僵在脸上，怎么回事？宁师妹没看到，还是他被吓傻了？唉，真是可惜了这一波完美的微草。试炼结束，回到学院中央广场之上，人山人海。副院长古河站在高台上，手中拿着积分榜，神色激动。本次新生试炼虽然过程凶险，但各斋弟子表现英勇，尤其是天字斋，虽遭遇兽王，却能全身而退，积分更是遥遥领先，夺得4斋第一。华台下，地玄黄3斋的教习和弟子们纷纷投来羡慕嫉妒的目光。现在公布个人积分榜首，古河声音洪亮，姬清玄斩杀高阶妖兽数百，以绝对的优势碾压群雄，当之无愧的第一。至于那头紫金翼狮王，因为死得太快且太诡异，并没有被算在任何人的积分里，成为了本次试炼的一大悬案。个人积分倒数第一，秦风全程无击杀记录，表现一言难尽。全场发出一阵哄笑，天字斋的其他天骄们更是毫不留情的嘲讽斋首，笑话，要不是我们拼命，他早就喂狮子了。秦风缩在角落里，虽然心里不爽，但也松了口气。还好还好，虽然丢人，但至少没暴露。高台上，洛无尘看着台下，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他缓缓走下高台，来到了姬清玄面前。洛教习。姬清玄收起长剑，虽然凤袍上沾染了些许血迹，但更显英姿飒爽。他微微扬起下巴，如同一只骄傲的凤凰，直视着洛无尘的双眼。这次试炼，本宫拿下了个人第一。洛无尘点了点头，神色平淡。殿下实力超群，确实不错，继续努力。说完，他便准备转身离开。姬清玄愣住了，就一句不错？站住！他一步跨出，挡在洛无尘面前，咬着红唇，眼神中满是不可置信和羞恼。洛无尘，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忘了什么？洛无尘一脸茫然。哦，对了，恭喜殿下。你！姬清玄气的胸口剧烈起伏。这个混蛋，他绝对是故意的。他明明知道那个赌约，明明知道自己为了赢下这个赌约付出了多少努力，现在竟然跟他装傻充愣。洛无尘，姬清玄深吸一口气，努力维持着女帝的矜持，但那张绝美的脸庞已经红透了。他凑到洛无尘身侧，用一种只有2人能听到的声音，咬牙切齿却又带着一丝颤抖的说道：愿赌服输，你答应过本宫的。本宫最近修炼人黄金，到了关键时刻，心魔丛生，急需有人护法。他强撑着不让自己露怯，眼神飘忽。今晚子时来青鸾峰姬清玄的学生居所，本宫命令你彻夜讲经，助本宫破境。你要是敢不来，他狠狠瞪了他一眼，虽然想装出凶狠的样子，但那眼波流转间却全是女儿家的娇羞与期待。本宫就治你个大不敬之罪。看着眼前这个明明羞耻到了极点，却还要强行找借口潜规则教习的女帝，洛无尘终于没忍住，嘴角勾起一抹得逞的笑意。逗你的。他反手握住了姬清玄的手腕，手指轻轻摩挲着他的脉搏，声音瞬间变得低沉而暧昧。既然殿下这么勤奋好学，那今晚子时青鸾峰，我会准时去给殿下好好补习。子时月上中天，天道学院青鸾峰，这里是学院专为皇族子弟开辟的修行之地。此刻整座山峰都被一层淡淡的金色结界笼罩，闲人免进。洛无尘身形如风，毫无阻碍地穿过了结界，落在了山顶的寝殿前。门没锁，殿内传来一道清冷威严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的声音。洛无尘嘴角微扬，推门而入。殿内并没有点灯，只有几颗夜明珠散发着柔和的光晕。姬清玄盘坐在宽大的云床之上，他并没有穿那身充满诱惑的学生制服，而是换回了一袭正红色的鎏金凤袍，头戴凤冠，妆容精致，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女帝威仪。显然他是想用这种全副武装的姿态来掩饰内心的慌乱，给自己壮胆。洛教习，你迟到了3夕。姬清玄缓缓睁开双眼，凤眸微眯，试图先声夺人，让本宫等你可是大不敬。哦，洛无尘反手关上门，不但没有请罪，反而闲庭信步地走到床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殿下穿得这么隆重，是为了事情吗？你！姬清玄的气势瞬间破功，
脸颊绯红，胡说八道。本宫是让你来讲经的，护法懂不懂？懂，当然懂。洛无尘笑了笑，直接脱鞋上床，盘坐在了他对面，两人膝盖抵着膝盖，呼吸相闻。既然是护法，那就要有护法的样子。洛无尘收敛了笑意，神色变得严肃起来，把手给我。你卡在蜂王境中期有一段时间了吧？今晚我助你破境。姬清玄咬了咬嘴唇，虽然羞涩，但还是伸出了双手，十指相扣。嗡！就在接触的瞬间，洛无尘体内的混沌气与真龙血同时沸腾，顺着手臂涌入了姬清玄的体内。虽然两人修的都是人皇经，但洛无尘有着混沌体作为根基，他的灵力更加厚重包容。当这股力量进入姬清玄的经脉时，他体内的黄道龙气不仅没有排斥，反而像是久旱逢甘霖一般，发出了欢快的鸣颤。姬清玄娇躯一颤，忍不住发出了一声低吟。那种被更强大的力量引导、梳理、冲刷的感觉，让他灵魂都在颤栗。专心点！洛无尘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跟着我的引导，运转周天。是。姬清玄此时哪里还有半点重生女帝的威严？他在这种极致的灵力共鸣下，只能本能的顺从。1个周天，2个周天，随着时间的推移，姬清玄身上的凤袍已经被汗水浸透，紧紧贴在身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他的脸颊绯红，眼神迷离，体内的瓶颈在那股霸道灵力的冲击下，早已支离破碎。轰！一股强大的气势从他体内爆发。蜂王境中期，蜂王境后期，突破了困扰他许久的心魔与瓶颈，竟然在这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姬清玄缓缓睁开眼，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眼中满是惊喜。他看着面前的洛无尘，刚想说声谢谢，却见洛无尘并没有松手，反而身体前倾，那双深邃的眸子里燃烧着名为征服的火焰。殿下，经讲完了，境界也突破了。洛无尘的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丝危险的气息。但我记得我说过，如果学不会是要受惩罚的。虽然你学会了，但学得太慢，依然要罚。你这是强词夺理。姬清玄心跳如鼓，身体本能的向后缩了缩，眼中闪过一丝慌乱。他看着这个男人，那股极具侵略性的气息让他感到害怕，但内心深处却又有着一种期待已久的颤栗。洛无尘，姬清玄死死抓着身下的颈背，红唇紧咬，虽然羞耻到了极点，却依然强撑着最后一点傲气，声音颤抖：罚就罚，但你给本宫记住了，你要是敢弄疼本宫跟你没完。这大概是这位长公主最后的倔强了。洛无尘笑了，他伸手摘下她头上的凤冠，任由那一头青丝如瀑布般散落。随后他低下头，吻上了那张还在放狠话的红唇，将所有的威胁都堵了回去。放心，我会让殿下终身难忘。红烛摇曳，凤鸾颠倒，这一夜青鸾峰上的结界整整震动了一宿。而在天命掠夺系统的界面上，一行行金色的字体正在刷新。定，系统提示：宿主成功与红色气运之女姬清玄达成身心交融，判定完美征服，女帝归心，触发红颜攻心终极奖励。恭喜宿主获得黄道龙气9缕圆满。物品说明：黄道之己，可利用此龙气修成传说中的人皇领域。凡皇朝所属修士，龙族生灵，在领域内将受到天然的血脉压制。恭喜宿主获得先天至宝混沌帝皇剑胚，成长型金色神物。物品描述：由混沌石与黄道龙气孕育而成的先天剑胎，虽未成型，但潜力无限，可随宿主修为提升而进化，最终可蜕变为极道帝兵。与此同时，天道学院天字斋的弟子舍去，宁宇独自一人坐在窗前，手中拿着那卷关于秦风的观察笔记。月光洒在纸上，上面的字迹密密麻麻，记录了他曾经对秦风的各种脑补和期待。真是可笑啊！宁宇看着这些字，嘴角泛起一丝苦涩的笑意。他指尖燃起一缕灵火，将这卷笔记点燃，火光映照着他清丽的脸庞。他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洛无尘在演武场上那温和而充满期许的眼神，以及他语重心长对秦风说的话：我知道你很厉害，别再把自己藏在尘埃里了。宁宇长叹一声，眼中满是惋惜与不平。洛教习是那样信任他，给他机会，给他资源，可秦风呢？宁宇的眼神骤然变了。他回想起受朝中秦风明明有能力一击必杀，却非要等到最后关头才出手的画面。他不是为了出风头，也不是为了保护谁，他只是在享受。宁宇一针见血地在心中剖析道：他享受那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优越感，享受那种我随手一击便可救世，但我偏要藏着的病态快感。在他眼里，我们这些同窗的性命不过是他用来铺垫深藏功与名这个人设的道具罢了，何其自私，何其虚伪。他看着化为灰烬的笔记，眼神逐渐变得清明而坚定。这种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不配得到教习的栽培，更不配得到我的关注。他站起身，推开窗户，望向远处那座灵气缭绕的无双峰。他以为洛无尘在那里，眼中不再有迷茫，只有一种找到了方向的崇拜与向往。从今往后，我只信该信的人。洛教习，他轻声低语，脸颊微红。明日的早课，我有些修行上的疑惑，不知能否去请教您呢？夜风吹过，少女的心事散落在风中。她并不知道，她心心念念的洛教习，明日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给她解惑。
反正今晚注定是没空给他解惑了。翌日清晨，天道学院青鸾峰寝殿内，姬清玄慵懒地靠在床头，看着正在穿衣的洛无尘，眼神有些恍惚。昨夜的疯狂助他突破了封王境后期，也让他对这个男人的依赖感达到了顶峰。醒了，洛无尘系好腰带，转过身，神清气爽。哼！姬清玄立刻拉起被子遮住春光，重新端起了傲娇长公主的架子，也就那样吧。洛教习的奖金水平马马虎虎，勉强及格。洛无尘挑眉，俯身将他圈在阴影里，勉强及格。那昨晚是谁一直在求饶？你闭嘴！姬清玄脸瞬间红透了，羞愤地推他：快走，别耽误本宫的正事。黄豆那边传来了几份加急奏折，本宫还要远程批阅。说着，他手中灵光一闪，一枚雕刻着金龙的黄道传音符悬浮而起。好，我走。洛无尘在他唇上啄了一口，因姬清玄喉间溢出一声细软轻吟，不待他反应，洛无尘已抽身离开。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姬清玄摸了摸滚烫的脸颊，原本冷硬的线条此刻却柔和的不可思议。前世本宫孤身一人登临绝巅，最后却落得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本以为众生一世依旧要走那条孤寂的无敌路。他手指轻轻摩挲着被子，仿佛上面还残留着洛无尘的温度，眼中闪过一丝从未有过的坚定与柔情。可没想到竟遇到了这个冤家。也罢，天道学院的传承虽好，但对本宫而言已无大用。既然心已经落在了你身上，那本宫便不想再做什么孤家寡人的女帝了。姬清玄目光投向窗外的大周皇城方向，帝王霸气中夹杂着一抹只属于小女人的温柔。是时候回去了。既然这一世有了牵挂，那本宫就更不能输。我要回去彻底肃清朝堂，完成前世未尽的布局。只有掌握了绝对的权力，未来大势争锋，我才有足够的底气站在他身边，而不是做他的附庸。虽然心里舍不得，但她是大周的长公主，不能只沉溺于儿女情长。短暂的分别是为了未来更好的重逢。虽然心里已经把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但嘴上他是绝不会承认的。哼，就让他以为本宫是政务繁忙吧。离开青鸾峰，洛无尘回到了无双峰传道崖。刚一落地，就看到一道素白的身影正静静地候在那里。宁宇，他似乎来得很早，手里捧着几卷古籍，正在尘封中研读。拜见教习。见到洛无尘，宁宇合上书卷，恭敬行礼。这么早？洛无尘在石凳上坐下，神色温和，是来汇报关于秦风的观察结果。是。宁宇在他对面坐下，神色变得格外认真。教习，经过这次试炼，弟子看清了。哦。洛无尘眼中露出一丝期待，他果然是在藏拙，对吗？是的。宁宇点了点头，语气肯定，却带着深深的鄙夷。在受朝最危急的关头，那头紫金翼狮王并非死于意外，而是死于一枚极其隐蔽的神雷针。出手的人正是秦风，他的实力绝对在封王境，甚至能做到瞬杀兽王。哈哈哈！好，好。洛无尘抚掌大笑，脸上露出了那种伯乐相马的欣慰与得意。我就知道我没看走眼，这小子果然是块璞玉，什么废物，什么内向，都是他的伪装。宁宇，多亏了你，证实了我的猜想。看着洛无尘因为发现天才而高兴的样子，宁宇心中却更加难受了。教习是如此爱才，如此信任秦风，可秦风呢？教习，宁宇打断了洛无尘的笑声，语气中带着一丝愤慨和失望。他确实是在藏拙，但是弟子觉得此人不可深交，更不值得教习如此栽培。为何？洛无尘收敛笑容，做出一副不解的样子。有实力还不好吗？有实力却无德行。宁宇直视着洛无尘，一字一顿地说道。他明明有能力秒杀兽王，却一直躲在人群后冷眼旁观，直到大家都受了伤，甚至有人差点丧命，他才出手。他不是为了救人，他是为了满足自己那种事后深藏功与名的扭曲虚荣心。他把同窗的性命当成他表演的道具，把您的信任当成他炫耀的资本。宁宇眼中闪过一丝厌恶，这种人极度自私，心中只有自己。若是让他成长起来，恐怕非但不会感激学院，反而会成为祸害。听完这番话，洛无尘沉默了许久，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辜负后的失落与深思。原来是这样吗？洛无尘轻叹一声，眉宇间染上了一抹自责。我只看到了他的天赋，却忽略了他的心性。我本以为只要给他机会，给他舞台，他就能成长为栋梁，没想到是我看走眼了。看着洛无尘那副自责的模样，宁宇心中猛地一痛。那样完美，那样睿智的教习，竟然为了一个小人而自责。教习，这不怪您。宁宇情不自禁地向前倾身，急切地安慰道：是秦风太善于伪装，是他辜负了您的苦心。您爱才心切，这是大德，怎么能因为小人的卑劣而责怪自己？若非您安排我去观察，我们恐怕都要被他一直蒙骗下去。他伸出手，大胆地握住了洛无尘那只放在石桌上的手，语气急切而坚定。在学生心里，您是最好的老师，错的是秦风，绝不是你。洛无尘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满眼都是关切的少女，他并没有抽回手，而是反手轻轻握住，眼中闪过一丝感动。宁宇，他声音温润，如同春风拂过。多谢你，在这学院里能有你这样明事理、辨是非，还善解人意的学生，是我的幸运。轰！宁宇的脸颊瞬间红透了，
被握住的手传来温热的触感，顺着指尖直达心底。他没有躲闪，反而顺势向前半步，几乎是依偎在了洛无尘身侧，眼神迷离而依恋。而在不远处的山道拐角处，一个穿着天子摘手服饰的身影正躲在巨石后面，死死盯着这一幕。秦风因为被全班孤立，只能一大早躲到这里来透透气。此时他看着宁宇那激动的神情，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期待。宁师妹一定是去质问洛无尘的。秦风在心中疯狂脑补，他肯定看穿了洛无尘的虚伪，他是在为我鸣不平，他是在告诉洛无尘不要再针对我了。宁师妹，果然只有你懂我。他竖起耳朵，试图听清那边的对话，可惜距离太远，又有阵法隔绝，他听不清内容，只能看到两人的动作。就在这时，传到崖上的画面变了，他看到了宁宇主动握住了洛无尘的手，他看到了洛无尘温柔的反握回去，他看到了两人对视时宁宇眼中那毫不掩饰的心疼与爱慕。最后他看到宁宇顺势靠向洛无尘，两人在晨光中宛如一对璧人。秦风脸上的窃喜瞬间凝固了，他就像是被雷劈了一样，呆立当场。他看到了什么？他心目中那个唯一懂他、冰清玉洁的宁师妹，竟然在主动安慰那个打压他的恶魔。而且看那个表情，那是质问吗？那分明就是崇拜，是心疼，是投怀送抱。不可能！秦风双目赤红，感觉天都要塌了。宁师妹，你不是去帮我说话的吗？你为什么要对他露出那种眼神？难道连你也觉得我是个废物？连你也背叛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被背叛感和羞辱感涌上心头。他一直以为宁宇是他的知己，是他狗道路上的唯一慰藉，结果现在他的知己正在心疼他的仇人洛无尘。秦风咬牙切齿，指甲深深刺入了掌心，鲜血滴落，他感觉自己就像个笑话，彻头彻尾的笑话。叮！系统提示音在洛无尘脑海中响起，系统提示气运之子秦风目睹红颜知己，单方面认为宁宇与宿主亲密互动，产生极度强烈的极度崩溃与自我怀疑。秦风的心态彻底失衡，狗道之心濒临破碎，触发痛苦守恒定律。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悟道茶树1000年份。洛无尘感应到了远处那股充满怨毒的气息，他并没有回头，只是任由宁宇握着他的手，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他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稍微流露出一丝虚假的脆弱，就能让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那个躲在暗处的废物，除了无能狂怒，什么也做不了。辰时，天道学院传道大殿，今日是特级教习洛无尘的第一堂正式公开课。大殿内座无虚席，天字斋以及其他各斋的精英弟子尽数到场，聆听这位传奇教习讲解肉身成圣的奥秘。2个时辰的讲道深入浅出，字字珠玑，让在场所有天骄都听得如痴如醉。高台之上，洛无尘放下手中的经卷，身侧的岳玲珑身着那套剪裁修身的深蓝助教服，立刻乖巧地递上一杯温茶，甚至还细心地用手帕擦了擦杯沿，眼神中流露出的柔情，瞎子都能看出来。这一幕落在台下前排的莫问天眼中，简直比万箭穿心还要痛苦。他的手死死抓着蒲团的边缘，指节发白，眼眶通红。师妹，你是天机阁的圣女啊，怎么能做这种端茶倒水的粗活？而且你为什么要对他笑得那么甜？你对我从来都是冷冰冰的。酸楚、嫉妒、不甘在心头翻涌，但他不敢发作，只能闭上眼睛，在心中疯狂进行自我催眠。冷静，莫问天，你要冷静，这是助教的工作。师妹是为了尊师重道，对，一定是洛无尘那个混蛋利用职权逼迫师妹的。师妹心里一定很委屈，等下了课，我一定要好好安慰师妹。就在莫问天还在心里给自己找补的时候，台上的洛无尘开口了：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洛无尘抿了一口茶，目光扫视全场，最后淡淡道：下课之前还有一项人事变动要宣布。他目光流转，在人群中精准地捕捉到了那个缩在角落里极力降低自己存在感的秦风。秦风同学虽然性格沉稳，但经过这几日的观察，我认为他在体魄一道上并无建树，不具备统领大家修行的能力，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洛无尘语气平淡，仿佛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因此即刻起废除秦风体修斋首之位。好了，下课。说完，洛无尘甚至没有多看秦风一眼，带着助教岳玲珑在众人的恭送声中飘然离去。随着教习离开，原本压抑的大殿瞬间沸腾了。这一次不是质疑，而是欢呼，是大快人心。好，洛教习英明，早就该废了，让那个废物当斋首，简直是我们天字斋的耻辱。哈哈哈，终于不用看这个软脚虾的脸色了。无数嘲讽、快意的目光投向角落里的秦风。然而，身处风暴中心的秦风此刻非但没有愤怒，反而心中狂喜，甚至差点笑出声来。太好了，终于把这个烫手山芋扔出去了，不当斋首就不用被针对，不用被挑战，我就能继续当我的小透明，继续苟着签到了。洛无尘啊，洛无尘，你以为是在惩罚我，殊不知你是在帮我啊。他长舒一口气，感觉浑身轻松。下意识的，他抬起头，目光穿过喧嚣的人群，看向了不远处的宁宇。宁师妹，他嘴角勾起一抹只有懂的人才懂的微笑，眼神中带着一丝你看我又成功隐身了的默契。你应该懂我吧？这些人都在笑我丢了官，但只有你知道，这正是我想要的。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
你应该能体会吧。他期待着宁宇回应他一个我懂的眼神。然而当他的目光与宁宇接触的那一瞬间，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宁宇正准备离开，感受到目光，只是淡淡的扫了他一眼，那张清丽绝俗的脸上没有丝毫的默契，也没有半分懂你的笑意，有的只是平静到极点的冷漠，以及一丝毫不掩饰的厌恶。这种自私懦弱没有担当的小人，多看一眼都觉得脏。宁宇直接转过头，不再看他，他看向高台离去的那个背影，眼中充满了迷妹般的崇拜与柔情。只有教习这样光明磊落、洞察秋毫且心怀大义的强者才值得敬佩。轰！这一眼彻底击碎了秦风心中名为理智的最后一道防线。原来在你眼里我也是个废物吗？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一个人能理解我的狗道。秦风惨笑一声，他引以为傲的深藏功与名在这一刻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他以为自己在演戏，结果在宁宇眼里他就是个真正的小丑。就在这时，赵天霸带着几个跟班走了过来，拦住了秦风的去路。此时教习已走，他们终于可以肆无忌惮了。喂，废物！赵天霸一把抓向秦风的衣领，狞笑道：什么？被撤了职，心里不爽？前几天让你占着茅坑，浪费了大家多少资源？你以为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吗？兄弟们手正痒呢，正好拿你这个前摘手练练手。这就是纯粹的找茬。没有了摘手这层身份的保护，秦风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可以随意揉捏的软柿子。啪！一只手死死扣住了赵天霸的手腕。赵天霸一愣，想要挣脱，却发现对方的手像铁钳一样纹丝不动。他低下头，正好对上了秦风那双布满血丝、如同野兽般疯狂的眼睛。你……赵天霸心中莫名一慌。秦风缓缓站起身，他不再佝偻着背，不再躲闪目光，一股压抑了10年、隐藏了10年的恐怖气息，在这一刻如同火山喷发般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轰！狂暴的灵力风暴席卷全场，瞬间震碎了周围的桌椅。蜂王镜中期，而且是根基扎实、灵力精纯到极致的蜂王镜。你们！秦风的声音沙哑，带着无尽的戾气。一口一个废物，叫得很爽是吧？真以为我是废物啊？既然你们不想让我狗，既然连你宁宇也看不起我，秦风猛地一拳轰出，没有任何花哨，就是纯粹的灵力宣泄，那就都给我去死！砰！距离最近的赵天霸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护体灵光瞬间崩碎，胸口塌陷，整个人如同炮弹般倒飞而出，狠狠砸在100米外的大殿柱子上，生死不知。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惊恐地看着那个浑身缭绕着恐怖气息的身影。这是那个扫地杂役，这是那个废物秦风。蜂王镜中期比在场99%的天骄都要强。高台后的回廊上，并未走远的洛无尘停下脚步，神识扫过大殿内的乱象，嘴角微微上扬。这就对了。大殿之内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站在废墟中央，浑身缭绕着星辰之力的身影，那个平时唯唯诺诺，仿佛连只蚂蚁都不敢踩的扫地杂役，那个被他们嘲笑了一整天，刚才还像死狗一样被废除摘手的秦风，竟然是一位蜂王境中期的绝世强者。这怎么可能？一名世家天骄吓得瘫软在地，他的气息比赵天霸强了10倍不止。他一直在隐藏实力，他一直在耍我们。有人反应过来，眼中满是恐惧。这种实力，就算是争夺榜首也有资格，他为什么要装孙子？场中央，秦风长发乱舞，双目赤红，压抑了10年的狗道之心，在这一刻彻底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扭曲的破坏欲。秦风狂笑，笑声中带着无尽的嘲讽和癫狂。废物，软脚虾，我看你们才是废物，一群有眼无珠的蠢货，老子是不屑跟你们争，真当老子是泥捏的？他目光横扫全场，那些刚才还对他冷嘲热讽的天骄们，此刻接触到他的目光，纷纷惊恐后退，甚至不敢与他对视。这种唯我独尊的感觉让秦风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这才是强者该有的待遇。去他妈的狗道，老子要杀光这群看不起我的人！他猛地转头看向不远处的宁宇，宁师妹。秦风向着他伸出手，眼中带着一丝疯狂的希冀。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我的实力，我没有骗你，我真的是高手。之前那些不过是我的伪装，现在你总该相信我了吧？然而宁宇并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露出崇拜或惊喜的神色，他看了一眼远处生死不知的赵天霸，又看了看此刻面目狰狞、浑身杀气的秦风，他后退了一步，眼中的厌恶比之前更甚，甚至多了一丝恐惧。你这个疯子！宁宇声音发颤，却字字清晰。你明明有这样的实力，却眼睁睁看着大家受伤；你明明可以堂堂正正的赢，却非要装神弄鬼。现在被拆穿了，就恼羞成怒残害同门。秦风，你不仅虚伪，你还恶毒！轰！这句话成了压垮秦风理智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原本伸出的手僵在半空，眼中的希冀瞬间化为了滔天的怨毒。恶毒？你说我恶毒？秦风咆哮起来。我忍辱负重10年，就是为了这一天。你们不懂我，你们都不懂我。既然不懂，那就都给我去死！轰！他体内灵力暴走，身后浮现出一片浩瀚的星辰异象。太古星辰诀，星陨灭世。无数星辰虚影在大殿上方凝聚，带着毁灭一切的气息，就要无差别的轰杀在场的所有人。
不好，他疯了，快跑！众天骄间叫着想要逃窜，但在蜂王镜的威压下，他们连腿都迈不动。宁宇更是首当其冲，看着那坠落的星辰，绝望地闭上了眼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嗡！一道温润如玉却坚不可摧的白色光幕凭空出现在众人头顶。那毁天灭地的星辰陨石砸在光幕上，竟然像是雨点落入湖面，只激起圈圈涟漪，随后便消弭于无形。在我洛无尘的课堂上，谁允许你动我的学生？一道平淡却威严的声音响彻大殿。洛无尘去而复返，他不知何时出现在了宁宇的身前，单手负后，另一只手轻轻抬起，撑开了那道守护所有人的光幕。白衣烈烈，纤尘不染，在漫天星光的映衬下，他宛如一尊守护世间的神智。教习，宁宇睁开眼，看着那个挡在自己身前的背影，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得救了！在最绝望的时候，是他站了出来。洛无尘见到这个罪魁祸首，秦风的仇恨值瞬间锁定了目标，新仇旧恨涌上心头，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都是你害的！如果不是你逼我，我怎么会暴露？怎么会变成这样？你这个伪君子，我要杀了你！秦风怒吼一声，燃烧精血，所有的星辰之力汇聚在掌心，化作一颗耀眼的毁灭星河，对着洛无尘狠狠砸去。面对这疯狂的一击，洛无尘并没有嘲讽，反而轻叹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痛心疾首的神色。秦风，我原本以为你只是性格孤僻，没想到你的心性竟然已经扭曲到了这种地步。拥有力量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是为了守护。洛无尘的声音传遍全场，正气凛然。你因一己私欲，便要拉着同窗陪葬，甚至堕入魔道。既然如此，身为教习，洛无尘眼神一厉，浑身浩然正气，其实是黄道龙气伪装的，爆发，我便留不得你了。话音落下，洛无尘缓缓抬起右手，五指虚握，斗战胜法，演化，只手遮天。嗡！一只由混沌气凝聚而成的遮天巨手凭空在秦风头顶成型。这只手掌纹路清晰，每一道掌纹都仿佛是一条大道法则，带着镇压诸天万界的无上威严。轰！巨手落下，那颗看似恐怖的毁灭星河在混沌巨手面前就像是个脆弱的鸡蛋，瞬间被捏爆。紧接着，巨手去势不减，带着不可抗拒的伟力，将秦风连人带招狠狠拍在了地上。砰！整个大殿剧烈震颤，地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掌印深坑。秦风趴在坑底，浑身骨骼尽碎，七窍流血，像是一滩烂泥。他引以为傲的系统，他隐藏了10年的修为，在洛无尘面前竟然连一招都走不过。可，为什么？秦风眼神涣散，还在喃喃自语：我有系统，我是主角，我是要狗到大地的。洛无尘缓步走到坑边，他看着这个可怜虫，并没有说什么你是废物之类的狠话，他只是摇了摇头，用一种遗憾的语气说道：下辈子记得走正道。洛无尘大袖一挥，一股柔和却致命的劲力落下，彻底震断了秦风的心脉。噗！秦风气绝身亡，双眼依旧圆睁，死不瞑目。定！系统提示：宿主成功击杀金色气运之子秦风，判定终极收割，以正义之名完美镇杀。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奖励太古星辰诀地精完整版，含星辰本源。洛无尘感受到体内多出的一股庞大本源，心中满意，但面上却露出一丝哀伤。他转过身，看着满脸敬畏甚至有些感动的众学员，抱歉让大家受惊了。洛无尘轻声道：是我这个做教习的失职，没能早点发现他的魔性。不，教习您救了我们，多谢洛教习救命之恩。洛教习威武，这种魔头死有余辜。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感激的欢呼声。宁宇更是痴痴地看着洛无尘，心中的崇拜已经达到了顶峰。洛无尘沐浴在众人的赞美声中，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杀人夺宝诛心，还要让被救的人感恩戴德，这才是反派的自我修养。夜色深沉无双风，听涛阁内烛火摇曳。洛无尘正坐在书案前，手中拿着一卷古籍，神色平静。嘟嘟嘟，院门被轻轻敲响。其实早在敲门声响起之前，感知敏锐的洛无尘便察觉到了外面的动静。江心月原本正端着灵果走来，看到站在门口踌躇的宁宇后，他停下了脚步，随后带着月玲珑默默离开，将空间留给了这个的少女。进来。洛无尘开口，门被推开，一道素白的身影走了进来。宁宇换上了一袭淡雅的襦裙，发髻轻挽，透着一股书卷气，手中提着一个精致的食盒。教习见到洛无尘，宁宇盈盈一礼，声音温婉：学生深夜冒昧打扰，无妨。洛无尘放下书卷，温和地看着他：这么晚过来是有事？宁宇走到桌边，将食盒中的灵茶和几碟精致的点心取出，轻声道：今日大殿之上，若非教习出手，学生恐怕已经没命了。大恩不言谢，学生做些茶点，希望能让教习解解乏。有心了。洛无尘端起灵茶抿了一口，赞许地点了点头。教习喜欢就好。宁宇顺势在案几对面的蒲团上坐了下来。原本送完东西，若是没有别的事，身为女弟子，此时应当告退了。但宁宇没有动，他似乎很享受这静谧的时光，主动找了个话题：教习，其实学生一直有个疑问，关于体修的气血搬运之法。哦，洛无尘并未点破，而是耐心地解答起来。两人就这样在灯下交谈，时间一点点流逝，
窗外的月亮已经爬到了中天，更深露重，案几上的红烛已经燃去了一大半，光线渐渐暗淡。洛无尘看了一眼窗外的天色，放下手中的茶杯，似笑非笑地看着宁宇。宁宇，天色不早了。这是一句逐客令，也是一次试探。宁宇身子微微一僵，却没有起身的意思。他看了一眼窗外漆黑的山路，又看了一眼面前温暖的灯火，双手下意识地绞着衣角，指节微白。是啊，天色晚了。他低着头，声音细若蚊蝇。他不想走，回到那个空荡荡的舍区，又要面对秦风带来的心理阴影。只有在这里，在这个男人身边，他才能感到安心。可是女子的矜持让他说不出流宿的话。为了掩饰尴尬，也为了拖延时间，他目光慌乱地在桌上一扫，看到了那方砚台。他仿佛抓到了救命稻草，连忙拿起墨块，在砚台里轻轻研磨起来。动作虽然轻柔，却显得有些僵硬和多余。教习若是还要看书，学生帮你研磨，哪怕只是做些摘录，也是好的。这是一个极其拙劣的借口。洛无尘手里拿的是玉简古籍，根本不需要笔墨，但这也正是他最真实的慌乱的少女心事，只想找个理由多待一刻。洛无尘看着灯火下美人研磨的温婉侧脸，那微颤的睫毛暴露了他内心的紧张。他是个聪明人，既然美人情深意重，那他就却之不恭了。研磨，洛无尘伸出手，轻轻握住了他研磨的柔仪，制止了他的动作。宁宇，你看清楚。他指了指自己手中的玉简，语气中带着一丝戏谑。我看的是上古玉简，无需笔墨，而且这砚台里的墨早就干了。宁宇的手被握住，浑身一颤。他低头一看，果然因为太紧张，他根本没加水，只是拿琢磨块在干磨。谎言被当场戳穿，他像是被踩了尾巴的小鹿，慌乱地抬起头，正好撞进洛无尘那双深邃如渊的眸子里。教习，我只是……他想要解释，却发现喉咙发干，什么也说不出来，脸颊瞬间红透了。洛无尘并没有让他难看，他缓缓站起身，绕过书案，走到他面前，将他从蒲团上拉了起来，顺势揽入怀中。这里没有外人，不必如此拘谨。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霸道。既然不想走，那就别走了。宁宇靠在他怀里，感受着那强烈的男子气息，整个人都软了下来。他没有反抗，只是顺从地将头埋进了他的胸口，双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衣襟。这就是默许。洛无尘轻笑一声，拦腰将他抱起。正好，我今晚也不想看着枯燥的死物了。他低下头，看着怀中羞涩的家人，意味深长地说道：听说七窍玲珑心妙用无穷，对感悟大道有奇效。今夜我想请您大小姐助我修行。宁宇羞涩地将脸埋进他的颈窝，身躯微微颤抖，却依然乖巧地任由他抱着走向内室。良久，云收雨歇。宁宇蜷缩在洛无尘怀里，脸上带着初为人父的娇羞与满足。那一夜的洗礼让他的道心重新变得澄澈通透，对大道的感悟也更上一层楼。定，系统提示：宿主成功收服气运之子秦风的天命红颜宁宇，判定身心彻底归附，触发红颜攻心机制。恭喜宿主获得奖励9叶天心草，圣阶极品。洛无尘手中多了一株散发着9色光晕的仙草。他现在的修为是封王境后期，距离巅峰只差1线。他没有依赖系统，而是盘膝而坐，运转混沌神魔体炼。他张口将9叶天心草吞入腹中，恐怖的混沌气如同磨盘一般，将仙草的药力瞬间碾碎，提纯化作滚滚洪流，冲刷着4肢百骸。半个时辰后，轰！一股强横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随即又被完美的收敛入体。封王境巅峰，他感觉自己现在的状态前所未有的好，距离那个超凡入圣的圣境也只隔着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了。次日，天道学院山门外。什么？无尘，你要走？副院长古河一脸不舍，这刚当上教习没几天，怎么就要走了？洛无尘踏足天道学院，本就是为了那气运之子，如今猎物已除，便再无留恋的必要了。洛无尘微笑道：副院长误会了，我并非辞职，而是带队出去历练。这特级教习的职位还得麻烦您给我留着。9条蛟龙拉着的沉香辇悬浮于空，洛无尘站在辇车之上，身后站着江心月、安若雪、岳玲珑以及刚刚加入满脸幸福的宁宇。就在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慕冰云并没有上车，他站在山门前，那一袭冰蓝色的长裙在风中猎猎作响。你不走？洛无尘看着他，不跟你们一起了。慕冰云抬起头，那张绝美的脸上恢复了往日的清冷与骄傲。这段时间跟在你身边，虽然恢复了不少，但也让我看清了自己的弱小。我是曾经的冰皇，我不想做一个只能在旁边看着，甚至还要你来救的累赘。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洛无尘，我要去一趟极北之地的冰神渊，那里有属于我的机缘。等我再次出现在你面前时，我会让你看到一个真正的女皇。洛无尘看着他，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光芒。这才对，他需要的是一把能替他征战天下的兵刃，放他出去磨砺，才是将利益最大化。好，洛无尘微微颔首，声音平静而威严。去吧，别死了，毕竟你这条命现在可是我的资产。慕冰云闻言，嘴角微微抽搐，狠狠瞪了他一眼，但并没有反驳，深深看了他一眼，身形化作一道冰蓝色的流光，向着北方急速掠去。我们也走吧。洛无尘收回目光，大袖一挥，去大周皇城，去和姬清玄道个别，然后
冲击圣境！大周皇城长公主府，今日的府门前格外热闹，却也格外令人窒息。一支身披黑甲的亲卫军整齐列阵，煞气冲天。为首一人身披黑金战甲，胯下骑着一头赤炎酸泥，气息浑厚，赫然是封王境后期的强者。大周异姓王，镇北王萧战。长公主殿下。萧战骑在酸泥背上，神色倨傲。臣在北境苦守10年，只为今日。臣今日带来的不仅是聘礼，更是北境30万将士的民心。只要殿下下嫁于我，臣保大周北境百年无忧。否则，若是臣寒了心，那30万将士恐怕也要寒心。届时边境不稳，可就怪不得臣了。这哪里是求婚，这分明就是挟公自重，以兵变相威胁。府门内，姬清玄一身地袍站在台阶上，那张绝美的脸上布满了寒霜。他并不怕萧战本人，但他忌惮那30万大军。若是真的哗变，虽然不至于动摇大周根基，但边境防线势必混乱，基层管理能力将遭受重创。萧战，你是在威胁本宫？姬清玄手按长剑，凤眸中杀机毕露。不敢。萧战嘴上说着不敢，脸上却挂着那标志性的歪嘴笑。臣只是不想让殿下太过劳累。争！姬清玄忍无可忍，正欲拔剑，啊！一声震耳欲聋的龙吟声毫无征兆地从9天之上传来。只见9条巨大的蛟龙拉着一座奢华的沉香辇，如同一颗金色的流星，笔直地向着长公主府坠落。放肆！何人敢在皇城放肆？萧战怒吼。哪里来的苍蝇？太吵了！一道冷漠的声音落下，紧接着一只遮天蔽日的金色巨手毫无征兆地在虚空中凝聚成型，直接一巴掌拍了下来。轰！大地剧烈震颤，烟尘冲天而起。待烟尘散去，广场上出现了一个深达数丈的巨大掌印，而在掌印的中心，那位不可一世的战神萧战，连同他胯下的酸泥，已经变成了一滩看不出形状的肉泥。周围那些原本气势汹汹的亲卫军，此刻一个个面如土色，手中的兵器哐当掉了一地，双腿发软，跪倒一片。王爷死了！完了！镇北军群龙无首，这下要乱了。叮！系统提示：宿主击杀紫色气运之子萧战，战神归来。判定秒杀，终极收割。恭喜宿主获得奖励：战神淬体液、圣阶下品3瓶，血煞金晶、圣阶炼器材料。洛无尘随意收起奖励。紫色气运的奖励虽然不算顶级，但这淬体液用来打磨一下肉身还是不错的。姬清玄看着这一幕，虽然解气，但眉宇间却闪过一丝头疼。萧战一死，那30万骄兵悍将谁来管？这烂摊子最后还得他来收拾。他转头看向那个从辇车上走下来的白衣男人。洛无尘一袭白衣，纤尘不染，身后跟着众位绝色佳人，仿佛刚才只是随手拍死了一只蚊子。姬清玄看着他，眼神有些无奈，又有些宠溺。这个冤渣做事总是这么随心所欲，虽然是在帮我出气，但也不考虑后果。他心中虽然在抱怨，但那双凤眸里却并没有真正的责怪，反而透着一种拿你没办法，谁让你是我男人的纵容。抱歉，来晚了一步。洛无尘走到他面前，微笑道：“没弄脏殿下的门口吧？”哼！姬清玄在他面前虽然还要维持女帝的架子，但语气明显软了下来。人是杀痛快了，但这烂摊子怎么办？北境无主，必生祸乱。放心，我既然管杀，自然也管卖。洛无尘轻笑一声，他手掌一吸，一枚染血的黑金虎符从肉泥中飞出，落入他的掌心。他随手将虎符递给姬清玄，随后转身，目光扫视着那些跪在地上的亲卫军，声音洪亮，传遍全城。传我玄天少主令，即日起，玄天圣地将派遣3位圣境长老、5000内门弟子入驻北境，协助长公主镇守边疆。那30万大军若愿归顺，便是我玄天的盟友。若敢有异心者，洛无尘眼中寒芒一闪，身上爆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杀意。这地上的一滩烂泥，就是他们的下场。轰！此言一出，既有大棒，又有玄天圣地这个强力外援做甜枣靠山，那些亲卫军哪里还敢有二心？我等愿将，愿听长公主号令。危机瞬间化解，不仅解决了兵权问题，还顺势将玄天圣地的势力插手到了大周的边防之中，可谓一举两得。姬清玄看着这一幕，心中最后一丝顾虑也消散了。他看着眼前这个运筹帷幄的男人，心中一暖。他不仅帮他杀了人，还帮他平了乱，这份周全，这份霸道，确实让人无法抗拒。算你识相。姬清玄收起虎符，虽然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但面上还是傲娇地扬了扬下巴，主动挽住洛无尘的手臂。既然来了，那就进来吧，本宫正好有些乏了。当夜，长公主府内殿没有了外人，姬清玄卸下了所有的伪装，依偎在洛无尘怀里。两人温存片刻后，洛无尘抚摸着她的秀发，轻声道：“明日我就要回东荒了。”姬清玄身躯微僵，眼中闪过一丝不舍，但她毕竟是女帝，并没有做小儿女姿态。去吧，正事要紧。洛无尘看着他那副故作坚强的样子，嘴角微扬。他翻身而起，将这位高傲的女帝压在身下，目光灼灼地看着她：“我帮你解决了这么大一个麻烦，又送了你那么多玄天弟子守边疆，殿下，这笔账我们是不是该算了？”姬清玄看着他那极具侵略性的眼神，脸颊瞬间飞起红霞。他当然知道他想要什么，若是旁人敢这么跟他讨价还价，早就被他一剑斩了。
但对这个男人，他愿意。哼，贪得无厌。姬清玄伸手勾住他的脖子，红唇轻启，眼神迷离。那本宫今晚便赏你一次侍寝的机会。不，这次我要换个方式。洛无尘突然凑到他耳边，声音低沉而沙哑，说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甚至有些羞耻的要求。姬清玄听完，整个人都僵住了，脸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你变态！他羞愤地瞪着他。本宫是女帝，怎么能那样？怎么，殿下不愿意？洛无尘做事要起身。那算了，我还是回去吧。别！姬清玄下意识地拉住他，看着他那似笑非笑的表情，知道自己又被拿捏了。他咬着红唇，眼中水波流转，最终还是败下阵来。只要你喜欢。他闭上眼睛，声音细若蚊蝇，带着无限的羞涩与纵容。本宫依你便是。洛无尘大笑一声，俯下身去。遵命，我的女皇陛下。帷幔落下，红浪翻滚。这一夜，为了报答那个男人的周全守护，这位高傲的女帝彻底放下了所有的尊严，只为了博君一笑。清晨，大周皇城外，九龙沉香辇悬浮于空，整装待发。城门口，姬清玄身着一袭庄重的黑金凤袍，牵着一个身穿龙袍，看起来只有12、13岁的少年，静静地站在那里。那是大周的皇帝。姬豪，小豪，去送你。洛大哥。姬清玄轻声提醒。姬豪看着前方那个气场温润如玉，如同画中仙人的洛无尘，心中既敬畏又崇拜，一紧张嘴就瓢了。见过姐夫。话音刚落，空气突然安静了一瞬。姬清玄的脸颊微红，狠狠瞪了弟弟一眼。姬豪吓得脸色煞白，以为自己冒犯了这位绝世猛人，连忙改口：不对，是见过洛少主，朕刚才失言了。洛无尘并没有生气，反而温和一笑，伸手拍了拍小皇帝的肩膀，输入了一道温和的灵力，帮他平复心绪。陛下言重了，童言无忌。安抚完小的，洛无尘看向姬清玄。这位女帝虽然眼眶微红，但脊梁挺得笔直，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小儿女姿态。她是皇者，有她的骄傲。我要走了。洛无尘道。姬清玄深吸一口气，上前一步，替他整理了一下衣领，动作虽然亲昵，但语气却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洛无尘，你给本宫记住了，这次中州同辈之争是你独占鳌头，但你别得意得太早。下次见面。他抬起头，那双凤眸中燃烧着炽热的野心与战意，直视着他的眼睛。本宫一定会从上面压制你。说完，他似乎意识到了这句话的歧义，脸颊瞬间飞起2朵红云，连忙傲娇地补充道：我说的是修为，你别想歪了。洛无尘看着他那副欲盖弥彰的可爱模样，嘴角微扬，握了握他的手。好，我等着那一天的到来。姬清玄没有抽回手，眼神坚定。他是重生者，脑海中有着上一世身为至尊的完整记忆与感悟，更知晓未来无数机缘。哪怕洛无尘现在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他也坚信自己终有一日能登顶，这便是他的底气。告别了姬清玄，洛无尘看向身侧的岳玲珑。师兄，我就不跟你回玄天了。岳玲珑神色认真，天机阁乃是天下情报枢纽，我回去能更好的为你监控天下大事，你的背后需要一双眼睛。洛无尘微微颔首，去吧，万事小心。岳玲珑深深看了他一眼，随后驾驭星盘，化作流光向着中州深处飞去。送走了岳玲珑，洛无尘带着剩下的3女江心月、安若雪、宁雨登上了九龙沉香辇，回东荒。九龙咆哮，撕裂虚空。数日后，东荒玄天圣地。浩浩荡荡的紫气从西方滚滚而来，九龙沉香辇沐浴着金光，缓缓降临在玄天圣地的上空。无数弟子抬头仰望，眼中满是狂热与敬畏。少主归来，便是玄天的主心骨回来了。洛无尘并未停留，直接驾驭辇车落在了圣主峰。水月宫前，南宫里负手而立，一袭紫金长裙，神色清冷。他早已感应到了徒弟的气息，自然也感应到了他身后那3道各具风情的女子气息。辇车落地，洛无尘带着3女走出。弟子洛无尘拜见师尊。洛无尘上前行礼，神色从容淡定。在他身后，3女也齐齐跪拜，态度恭敬到了极点，拜见圣主。南宫里的目光缓缓扫过3人：江心月、圣女、安若雪、真传、宁雨。新来的这3个女子，每一个都是人间绝色。且看他们站在洛无尘身后的站位，显然关系匪浅。作为圣主，南宫里对此心知肚明，他没有点破，只是淡淡的收回目光，看向洛无尘，似笑非笑：让你去中州历练，你倒是好本事，不仅修为精进了，连家底都厚实了不少啊。这语气里的酸味，只有洛无尘听得出来。洛无尘面不改色，恭敬道：师尊明鉴，这几位都是不可多得的修道种子，徒儿虽能指点1、2，但毕竟不如师尊境界高深，为了不误了他们的前程，特意带回来，恳请师尊严加管教。南宫里看着他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心中又好气又好笑。明明是给自己找了一堆红颜知己，还要说的这么冠冕堂皇。既然是少主带回来的，那便是自家人。南宫里恢复了圣主的威严，拿出大幅的气度，淡淡道：星月，你带他们去飞仙峰安置，从明日起，本座会亲自指点你们修行，若是谁敢偷懒，他身上圣威一闪而逝，逐出师门。是，谨遵圣主法旨。
三女如蒙大赦，连忙告退。他们并不知晓洛无尘与南宫里的真实关系，只当这是圣主的威严，在南宫里这位高高在上的圣境强者面前，他们是半点脾气都不敢有。等到闲杂人等都离开了，水月宫的大门砰的一声紧紧关闭，隔绝了外界的一切探查。殿内只剩下师徒二人，空气瞬间变得粘稠而暧昧起来。上次洛无尘的感情牌让他破了防，可如今见他平安归来，他在心安之余却猛然惊醒。那股令人战栗的背德感，终究是压倒了心中的悸动，让清醒与理智再次回归，封锁了他的一切杂念。洛无尘卸下了在外人面前的伪装，缓步走向南宫里。师尊，他轻声唤道。南宫里身躯微微一僵，他转过身，看着眼前这个已经比自己还要高大的男人，眼神有些躲闪，耳根微微发红。你想干什么？他故作镇定，试图维持师尊的威严。刚回来就没大没小，既然带了那么多人回来，不去陪他们，赖在本座这里做什么？他们是他们，你是你。洛无尘上前一步，直接将他逼到了墙角，双手撑在他身侧，将他圈在怀里。在我心里，师尊你是特殊的。南宫里的心脏猛地跳落了一拍，虽然早已和他有过肌肤之亲，虽然心里早已认定了他，但每次这种单独相处的时候，那种强烈的背德感依然会涌上心头。他是我的徒弟，是我从小带大的，可是我的身体在渴望他。这种禁忌的拉扯感让他既羞耻又隐隐有些期待。少贫嘴！南宫里想要推开他，但手抵在他的胸膛上，却软绵绵的使不出力气。你现在是蜂王境了，要以身作则。徒儿一直都很以身作则。洛无尘低笑一声，抓住了他那只手，放在唇边亲吻，眼神灼热的仿佛要将他融化。尤其是在尊师重道这件事上，南宫里脸颊爆红，他当然听懂了他话里的双关。师尊，徒儿在外漂泊这么久，甚是想念师尊的教导。洛无尘不再给他说话的机会，他低下头，吻上了那张日思夜想的红唇，霸道而热烈。同时，他的手熟练地解开了那象征着圣主威严的紫金腰带。南宫里身躯一颤，象征性的挣扎了2下，随后便彻底软化在他的怀里，双手环住了他的脖颈，笨拙地回应着：既然反抗不了，那就享受这种沉沦吧。帷幔落下，遮住了满室的春光。逆徒，我真是栽在你手里了。东荒陨仙岭，这里是东荒公认的第一禁地，终年被灰色的煞气笼罩。传说曾有真仙在此陨落，其怨念化作了扭曲的法则，因此这里人迹罕至，方圆千里如鬼域般死寂。一道白衣身影正缓步走在枯寂的黑土上。洛无尘并未带任何随从，他此行的目的很纯粹，借此地残留的仙道毁灭法则，打磨自身的混沌神魔体，冲击圣境壁垒。然而当他穿过一片枯木林，来到一处名为弱水独沼的险地时，脚步却不得不停了下来，因为前方竟然有人。那是一群试图横渡沼泽的修士。弱水独沼，鸿毛不服，飞鸟难渡，且存在天然的禁灵立场。几个自是修为不错的神功境散修，此刻正陷在泥潭里，越挣扎陷得越深，发出凄厉的惨叫，转眼间就被腐蚀成了白骨。而在岸边安全地带站着一男一女，那女子身着雪白仙裙，容貌极美，肌肤胜雪，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不食人间烟火的高贵与傲气，修为赫然是蜂王境巅峰。但她有极度的洁癖，看着那翻滚着腐蚀气泡的黑水，她眉头紧锁，仿佛多看一眼都会脏了眼睛。在她身旁站着一个身穿青衫，一脸正气的青年，修为蜂王境中期，但他此刻却像个随从一样，一脸热切地看着女子。洛无尘眼中金光一闪，定，自动捕捉高价值目标。目标1：灵清，气运等级金色，天选守护者，金手指，神级守护系统。只要保护指定女性目标，就能获得奖励并提升修为。性格热血正直，但也容易被利用。目标2：灵傲雪，气运等级金色，可成长。身份上古真仙残魂转世，新生意识，与前世真仙并非同一人，仅继承了小部分记忆碎片与全部的傲气，重修一世，只为寻回遗落在陨仙岭深处的真仙法。退，性格极度高傲，洁癖，目中无人，真仙残魂转世。守护系统，洛无尘嘴角微扬，本来只是想来闭关突破，没想到还是碰上了这种主角剧本。不过他还是准备先突破到圣境，再来整治这2个人。毕竟磨刀不误砍柴工，等入了圣，这些所谓的气运不过是囊中之物。他神色淡漠，径直走向沼泽边。仙子，这弱水沼泽凶险异常。这时林清还在努力推销自己，露出一个阳光的笑容。如果仙子不嫌弃，在下愿意被仙子过去，在下皮糙肉厚，不怕这脏水，分文不取，只为助仙子一臂之力。然而林傲雪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那眼神就像是在看一只试图讨好天鹅的癞蛤蟆。不需要。他声音冷漠，本座不喜欢欠人人情，更不喜欢弱者碰我。林清笑容僵在脸上，尴尬无比。就在这时，洛无尘走了过来，他身上那股即使在禁法立场下依然如烘炉般燃烧的恐怖气血之力，瞬间吸引了林傲雪的注意。更让他目光停留的是，这个男人长得极好，剑眉星目，风神俊朗，那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混沌气质，即便是在他原身那个时代
也是绝世罕见的美男子，这才是真正的强者肉身，这才是配得上本座的脚力。喂，林傲雪开口了，语气依旧带着一股颐指气使的傲慢。那个穿白衣服的，你过来，被本座过沼泽。洛无尘停下脚步，转过身，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他。你有病，自己只是路过，这女人把他当家奴了。林傲雪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竟然有人敢拒绝他的命令。他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中的不悦，随手扔出一枚散发着极寒之气的珠子，这是万年冰魄珠，圣阶材料。他抬起下巴，像是在施舍，带我过去，这东西归你，这是你的造化。一旁的林青看得目瞪口呆，自己免费帮忙被拒，这人态度恶劣还要收钱，仙子为何要选他？洛无尘接过珠子，掂量了一下，还不错，能用来给募兵云当零食，但他并没有动。不够，他伸出2根手指在面前搓了搓，神色平静得像个市侩的商人。你，林傲雪微怒，贪得无厌，你可知这珠子的价值？我只知道这沼泽很臭，我的血很贵，而且我很忙。洛无尘耸了耸肩，随手将珠子抛了回去，转身欲走。既然给不起价，那姑娘就自己游过去吧。林傲雪看了一眼那翻滚的泥浆，胃里一阵翻腾，比起脏了身子被敲诈一点身外之物算什么？站住！林傲雪咬着银牙，又掏出一块珍贵的星辰陨铁扔了过去，加上这个够了吗？洛无尘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收起2样宝物，嘴角勾起一抹笑容。成交。他走到林傲雪面前，林傲雪松了一口气，虽然有些肉疼，但好歹不用踩泥坑了。他优雅地伸出双手，准备趴在这个男人的背上，虽然有些羞耻，但为了干净，只能忍了。你要干什么？洛无尘却后退半步，皱眉看着他伸出的手。不是你要带我过去吗？背我呀！林傲雪理所当然地说道。背你？洛无尘笑了，笑得很冷。你想多了。他扫了林傲雪一眼，语气平淡，却说出了让这位女仙差点当场爆炸的话。我嫌你太重。你？林傲雪瞪大了美眸，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太重？她是仙灵之体，身轻如燕，这个凡人竟然嫌她重，这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侮辱。话音未落，洛无尘突然出手，一把抓住了林傲雪后背的衣领，就像是提溜一只小鸡仔一样，将这位高傲的女仙直接提了起来。走好不送！洛无尘手臂肌肉隆起，肉身成圣的恐怖怪力在这一刻爆发。他并没有动用灵力会被禁止，而是纯粹依靠肉身力量，对着沼泽对岸猛地一甩，嗖！林傲雪整个人化做一颗白色的人肉炮弹，带着尖锐的破风声，直接飞越了数千米的沼泽上空。虽然这里净空，但只要力气够大，抛物线也能把你送过去。啊呀呀呀！那个穿白衣服的，我要杀了你！天空中传来林傲雪凄厉且羞愤的惨叫声。砰！远处传来一声闷响，显然是落地了。洛无尘拍了拍手，神色淡然，钱货两讫，童叟无欺。他转过头看了一眼旁边已经石化了的林青，以及那些还在泥潭里挣扎的路人甲。看什么看？洛无尘脚下一踏，地面崩裂，整个人借助反作用力冲天而起，同样以一种极其暴力的物理方式跳过了这片沼泽，只留下林青站在风中凌乱。这也行？难道女神喜欢这款？砰！林傲雪双脚落地，在坚硬的黑土上踩出2个深坑。她虽然姿态还算平稳，但发髻微乱，衣摆在风中猎猎作响。那张绝美的脸上此刻布满了寒霜。那个谁？她咬牙切齿，手中光芒一闪，一柄散发着极寒之气的冰魄仙剑出现在掌心。作为曾经的真仙，虽然现在只是新生意识，她何曾受过这种待遇？被人像扔沙袋一样扔过沼泽，简直是奇耻大辱！我要杀了你！林傲雪一剑刺出，剑气化作一条冰龙，直取洛无尘的咽喉。然而洛无尘甚至连手都没抬，他只是站在那里，周身气血微微一震。轰！那条看似凶猛的冰龙在距离他3尺处，就像是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瞬间崩碎成漫天冰屑，万法不侵。这就是肉身成圣的霸道。省省吧！洛无尘掸了掸衣袖上的冰渣，语气平淡，钱货两讫。我送你过来了，也没弄脏你的衣服，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你那是送吗？你那是扔？林傲雪气的胸口剧烈起伏，结果一样就行。洛无尘不想跟他废话，目光投向前方那片被浓雾笼罩的枯木林。再说了，你确定要把力气浪费在我身上？真正的危险在前面。林傲雪心中一凛，他感应到了那片迷雾中有着令他这个转世身都感到心悸的邪恶气息，那是真仙死后怨念化作的诡异生物。就在2人对峙之时，呼哧呼哧，身后传来一阵粗重的喘息声。只见一道青色身影狼狈不堪地从沼泽方向冲了过来，他浑身是泥，衣服被腐蚀得破破烂烂，显然是硬扛着净灵力场和毒水跑过来的。林青，仙子，你没事吧？林青刚一落地，顾不上擦脸上的泥，第一时间冲到林傲雪面前，挡在他身前，警惕地盯着洛无尘，是不是这个混蛋欺负你了？仙子别怕，有我在，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汗毛。林傲雪看着眼前这个满身恶臭泥浆的男人，眉头瞬间皱成了川字，他下意识地后退了3步，用袖子捂住口鼻，眼中满是嫌弃，离我远点，脏死了。林青，洛无尘看着这一幕，
差点笑出声。他再次开启系统，探查了一遍林青的属性。目标：林青，金手指，神级守护系统核心机制，只要宿主为了保护绑定对象高颜值女性而受伤、流血，甚至濒死，就能获得海量守护值。守护值可用来兑换修为、丹药、复活币等。当前任务：保护林傲雪进入陨仙岭深处。原来如此，洛无尘眼神一亮，受伤就有奖励，这不就是天生的肉盾吗？而且还是那种不用奶妈自己就能回血，甚至越打越兴奋的极品肉盾。这位兄台，洛无尘突然收敛了冷漠，换上了一副相见恨晚的表情，走上前拍了拍林青的肩膀，避开了泥巴。别误会，刚才事急从权，我看这位仙子身娇体弱，不便涉险，才用特殊手段送她过来。既然你来了，那保护仙子的重任自然非你莫属。身娇体弱，林傲雪瞪大了眼睛，他堂堂蜂王巅峰，哪里弱了？但林青听了这话，却是精神一振。没错，仙子冰清玉洁，这种粗活累活当然该我来做。他看向洛无尘的眼神瞬间友善了不少，看来兄台也是个懂怜香惜玉的人。既然如此，我们结伴同行如何？洛无尘发出了邀请。这迷雾林凶险异常，我负责断后，你负责开路保护仙子，如何？没问题。林青把胸脯拍得震天响，有我在，绝不让任何东西靠近仙子3尺之内。这正是他刷系统积分的好机会啊！林傲雪刚想拒绝，却看到洛无尘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嘴唇微动，传音道：“这可是免费的劳动力，你不想脏了自己的手，总得有人去清理那些恶心的东西吧？”林傲雪一怔，他看了看前方阴森的迷雾，又看了看一脸热血且耐揍的林青，虽然这人脏了点，但用来挡灾似乎确实不错。于是他冷哼一声，没有说话，算是默许了。3人小队正式成立，洛无尘、指挥官老六、林傲雪，核心导航林青，肉盾打手。刚进入迷雾林不到100丈，嘎！一阵刺耳的尖笑声响起，迷雾翻涌，无数双猩红的眼睛亮起。噬魂鸦，成千上万只巴掌大小的黑色乌鸦，浑身缭绕着死气，铺天盖地的冲了过来，每一只都能轻易动穿神功境修士的神魂防御。小心，是噬魂鸦！林傲雪脸色微变，刚要祭出法宝，莫慌！洛无尘突然大喊一声：“林兄，展现你男子气概的时候到了！这些乌鸦最怕阳刚之气，你顶上去，我来护住仙子。”说完，他拉着林傲雪迅速后退，直接退到了林青身后10丈开外。林青一听这话，只觉得热血上涌，女神就在身后看着，这时候不拼命什么时候拼？来吧，杂碎们！林青怒吼一声，不仅不躲，反而主动冲进了鸦群之中。为了仙子，金刚不坏身，开！轰！他浑身金光大作，任由那些噬魂鸦疯狂啄食他的血肉。定！检测到宿主正在保护女神，身体受创，守护值加100。定！左臂被撕裂，守护值加500。定！神魂受到冲击，守护值加1000，奖励神魂修复液1瓶。林青痛并快乐着，虽然浑身鲜血淋漓，但他看着系统面板上飞涨的积分，笑得比谁都开心。后方，林傲雪看着那个在鸦群中被啄得血肉模糊却依然死战不退的背影，不仅没有感动，反而觉得有些毛骨悚然。这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他为什么不躲，甚至还在笑？洛无尘站在他身旁，双手负后，悠闲地看着前面的战斗，淡淡道：“这就是舔狗的最高境界，只要能感动自己，死也甘愿。”他看了一眼林青头顶那金灿灿的气运，嘴角的笑容愈发玩味。多好的韭菜啊，这么耐用，一定能帮我们走到最后。半个时辰后，迷雾林边缘，随着最后一只噬魂鸦被一拳轰碎，这场惨烈的战斗终于画上了句号。此时的林青形象可谓是凄惨到了极点，衣衫褴褛，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鲜血淋漓，甚至有些地方露出了森森白骨。但他身上的气息不仅没有衰弱，反而因为系统的特殊奖励机制，受伤换修为，淬炼肉身，那原本只有蜂王境中期的肉身强度，此刻竟隐隐有着向后期突破的趋势。呼呼，林青抹了一把脸上的血污，转过身，对着林傲雪露出了一个笑容：“仙子，幸不辱命，这些乌鸦已经被我杀光了，你没事吧？有没有被吓到？”他期待着女神的关怀，哪怕只是一句谢谢，或者递给她一方手帕擦擦血。然而，林傲雪看着眼前这个血葫芦一样的人，下意识地捂住了口鼻，后退了2步，那眼神中没有丝毫感动，只有浓浓的嫌弃和生理性不适。离我远点！他声音冷漠，仿佛在驱赶一只带着病毒的野狗，一身血腥味，难闻死了。别把我的裙子弄脏了。林青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眼神暗淡下去。仙子，我这是为了保护你啊，我又没求你保护。林傲雪理所当然地说道：“是你自己要冲上去的，况且你这身法也太笨拙了，弄得满地都是血，恶心。”在他的前世记忆里，真正的强者杀人是不沾血的，这种搞得自己像个屠夫一样的打法简直低级。林青愣在原地，心中五味杂陈。就在这时，洛无尘走了上来，他一袭白衣，依旧纤尘不染，甚至连发丝都没有乱。刚才的战斗中，他一直站在林青身后压阵。林兄，莫要灰心。洛无尘伸手拍了拍林青的肩膀，用灵力隔绝了血污，语重心长地说道：“仙子乃是天上人物，有些洁癖是正常的，而且
你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虽然仙子嘴上不说，但心里肯定已经记住了。男人嘛，伤疤就是勋章。你看你现在多有气概。林青一听，原本暗淡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光芒。真的吗？兄台你也这么觉得？当然。洛无尘肯定地点头，我从不骗人。被洛无尘这么一鼓励，林青瞬间觉得自己又行了。他拿出一颗系统奖励的疗伤丹药吞下，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兄台说的对，为了仙子，这点伤算什么？洛无尘微微一笑，不再多言。三人继续前行，穿过迷雾林，眼前的景象骤然一变。这是一片赤红色的荒原，大地上插满了断裂的残剑，密密麻麻，一眼望不到边。每一柄断剑都散发着凌厉的剑气，无数剑气汇聚在空中，形成了一道恐怖的万剑诛仙阵。这便是允仙岭外围最著名的险地埋剑地。停下！林傲雪面色凝重，这是当年真仙的一缕剑意演化而成的杀阵，若是硬闯，会被万剑穿心，那怎么办？林青问道。林傲雪眯起眼睛，回忆着脑海中残缺的记忆。此阵虽然凶险，但有一个破绽，需要有人进入阵中，引动万剑齐发，消耗掉阵法的锐气。只要阵眼露出来，我便能以秘法破阵。说完，他转过头，目光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林青身上。他并没有看洛无尘，在他的逻辑里，洛无尘是他之前用宝物雇佣的，属于交易伙伴。这种付费劳动力要用在刀刃上，不能随便浪费。而林青是他自己死皮赖脸跟上来的，属于免费劳动力。既然是免费的，那自然是不用白不用。那个谁，你去。林傲雪指了指剑阵，你皮糙肉厚，去把剑气引出来。林青看了一眼那恐怖的剑阵，头皮有些发麻。这可不是乌鸦，这是剑气啊，每一道都足以斩杀蜂王初期，这么多加起来，搞不好真会死的。怎么不愿意？林傲雪冷笑一声，眼中满是轻蔑。刚才不是还说为了我赴汤蹈火吗？看来也只是嘴上说说罢了。谁说我不愿意？林青最受不得这种激将法，尤其是来自女神的鄙视，再加上脑海中系统突然发布的任务，触发支线任务，落身扛剑阵，奖励不灭金身诀第2层。我去！林青怒吼一声，全身金光大作，像个惊人一样，义无反顾地冲进了埋剑地。铮铮铮！就在他踏入的瞬间，万剑齐鸣，无数道恐怖的剑气如同暴雨般落下，疯狂切割着他的身体。啊呀呀！惨叫声此起彼伏，但在系统的加持下，林青虽然血肉横飞，却始终吊着一口气不死，甚至越战越勇，硬生生吸引了整个大阵的火力。就是现在，林傲雪眼中金光一闪，他并没有管林青的死活，而是身形如电，趁着剑气被引走的空隙，直冲阵眼而去。而在后方一直没有动作的洛无尘，此刻却缓缓闭上了眼睛。他没有去看林青的惨状，也没有去看林傲雪的破阵，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体内的混沌神魔体全力运转，开始与这片天地间弥漫的毁灭法则进行共鸣。随着林青被砍得越惨，剑阵运转得越剧烈，那原本深埋在地下的上古剑意便被搅动得越发活跃，溢散在空气中。这本是破阵者应得的机缘洗礼，但此刻洛无尘却像个无底洞一样，疯狂吞噬着这些无主的法则碎片，混沌化万道，万道归一。洛无尘心中低语，无数道细微的却纯粹至极的毁灭法则避开了前方拼命的两人，如百川归海般汇入他的体内，滋养着他的道基。他在截胡，林青用肉身抗住了伤害，林傲雪用秘法破开了阵眼，而洛无尘拿走了最核心的法则感悟。片刻后，洛无尘睁开眼，瞳孔深处仿佛有一柄绝世神剑在孕育，一闪而逝。蜂王巅峰的壁垒裂开了，他吐出一口浊气，看着前方剑阵光芒逐渐暗淡，露出了通往深处的道路。随后他整理了一下衣袖，神色如常的迈步跟了上去，只留下一道若有若无的背影，融进这漫天的杀气之中。穿过埋剑地后，天色渐晚，陨仙岭的夜来得格外突兀，原本灰暗的天空瞬间漆黑如墨，一股比白天阴冷数倍的寒风呼啸而过，风中仿佛夹杂着无数亡魂的呜咽声。在这里，夜晚意味着大恐怖，不能再走了。林傲雪停下脚步，看了一眼四周翻滚的黑雾，神色凝重。隐仙岭的夜晚，法则会发生逆转，那些死去的生灵会化作不祥出来觅食，必须立刻布阵休息，等到天亮再出发。好，听仙子的。林青浑身是血，刚抗完剑阵，却精神抖擞。他拖着那把快卷刃的阔剑凑上来，仙子，我去找些干柴来生火。站住！林傲雪捂着鼻子后退一步，眉头紧锁，别靠近我，你身上的血腥味会引来诡异，而且我不吃凡俗烟火。说完，他手掌一翻，祭出了一个晶莹剔透的玉盘，清新阵盘随着灵力注入，一道柔和的白色光幕升起，笼罩了方圆3丈的范围。光幕内温暖如春，尘埃不染，与外面的阴森诡域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个阵盘范围有限，顶多容纳2-3人。林傲雪走进阵中，整理了一下裙摆，坐在一块干净的青石上，然后他抬起头，看向一直没说话的洛无尘。那个谁，你进来。他的语气依旧傲慢，但比对待林青要好得多。毕竟在他眼里，洛无尘是收了钱的高级雇佣兵，而且身上干净，气息强大，甚至那股混沌气味让他觉得有点舒服。洛无尘挑了挑眉，也没有客气，迈步走进了光幕。这时候
浑身是泥的林青也想跟着钻进来。谁让你进来的？林傲雪冷冷地呵斥道。出去！林青一只脚刚踏进光幕，整个人僵住了。仙子，我也受了伤，而且外面很危险，正因为危险，才需要有人守夜。林傲雪理所当然地说道。这阵法空间有限，容不下那么多人，而且你这一身血污，进来会弄脏这里的灵气。你在外面守着，若是遇到危险，也好第一时间预警。林青看着光幕内相对而坐的两人，白衣胜雪的洛无尘，冰清玉洁的林傲雪，就像是一对神仙眷侣，而他站在黑漆漆的寒风中，像一条看门狗。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涩涌上心头。凭什么他能进？林青指着洛无尘，声音有些颤抖。凭他收了我的钱，凭他比你强，凭他比你干净。林傲雪不耐烦地打断他，你有意见？林青握紧了拳头，指甲嵌入肉里，心中满是屈辱与不甘。就在这时，叮！触发紧急支线任务长夜守护。任务描述：陨仙岭夜晚百鬼夜行，女神处于危险之中，作为守护者，请在镇外坚守一夜，击退所有来犯之敌。任务奖励：守护积分加5000，获得特殊体质碎片荒古圣体1/10。看到系统面板上跳出的奖励，林青原本灰暗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荒古圣体碎片，那可是传说中的无敌体质啊！只要凑齐了，什么洛无尘，什么真仙，统统都要被他踩在脚下。只要变强，只要我足够强，仙子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林青深吸一口气，眼中的屈辱化作了狂热的动力。他对着光幕内的林傲雪重重抱拳：仙子放心，既然你让我守夜，那我就在外面守着。今晚就是一只蚊子，也别想飞进去打扰你们休息。说完，他盘膝坐在光幕外的风口处，横剑立马，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林傲雪像看傻子一样看了他一眼，随后不再理会。阵法内一片死寂，洛无尘盘膝而坐，似乎在闭目养神。林傲雪坐在他对面，正在擦拭着手中的冰魄仙剑。突然，洛无尘毫无征兆地开口了，他的声音平静，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就像是在问今天天气如何一样自然。林仙子，你说要给我生猴子，是认真的吗？哐当！林傲雪手中的仙剑掉在了地上，她整个人僵在那里，那张原本高冷如冰山的绝美脸庞上，瞬间涌现出一股难以言喻的羞愤。你说什么？她猛地站起身，死死盯着洛无尘，声音尖锐：什么生猴子？你这个凡人疯了吗？竟敢对本座说这种污言秽语！洛无尘，你别以为自己有几分姿色，又肉身成圣，就有资格觊觎本座。他指着洛无尘的鼻子，不依不饶地说道：本座乃是真仙转世，9天之上的神女，哪怕现在虎落平阳，也绝不是你这种下界凡俗能高攀得起的。是，我承认你长得确实不错，实力也马马虎虎，但这并不能改变你我之间云泥之别的差距。想让我给你生那种东西，你做梦，下辈子也不可能。本座就算是一辈子孤老终生，也绝不会看上你这种狂妄自大的凡人。他越说越激动，仿佛受到了天大的侮辱。在他的逻辑里，凡人对他产生这种想法就是一种亵渎。然而，没什么，他淡淡的说了一句，观察着外面林青的神色与举动，随后闭上眼睛，重新入定，仿佛刚才那句话根本不是他说的一样。林傲雪看着他这副我说完了，你继续演的冷漠态度，一口气憋在胸口，差点没背过气去。这种感觉比吵架输了还难受。他咬着银牙，捡起地上的剑，坐回原位，嘴里还在不依不饶地嘀咕着凡人无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之类的话，试图找回一点场子。深夜，此时，一阵凄厉的鬼哭声突然在营地周围响起，黑暗中无数道惨白色的影子从地下钻出。怨灵潮来了！守在阵外的林青猛地睁开眼，看着那密密麻麻扑上来的怨灵，他不仅没有恐惧，反而兴奋的浑身发抖。为了圣体碎片，杀！林青怒吼一声，燃烧气血，如同一个人形火炬，冲进了怨灵群中。光幕内，林傲雪还在生闷气，心不在焉地擦着剑，而洛无尘依旧稳如泰山，但他周围的空间却在微微扭曲。他在利用林青作为诱饵，吸引怨灵聚集，然后暗中运转混沌神魔体的吞噬特性，悄无声息地吞噬着那些被林青打散的精纯魂力。翌日清晨，当第一缕灰白色的晨光穿透浓雾，洒在陨仙岭焦黑的土地上时，那令人窒息的阴风终于停止了呼啸。那些在夜色中游荡的怨灵与不祥，如同潮水般退去，潜入了地下深处。光幕撤去，林青城大字形躺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盔甲破碎，血迹斑斑，活像是一个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厉鬼。昨晚这一夜，他为了完成系统的守护任务，足足击杀了上千只怨灵，此时早已精疲力竭。但诡异的是，他身上的气息不仅没有衰弱，反而因为系统的特殊奖励机制，受伤换修为，淬炼肉身。在那一夜的疯狂厮杀与挨揍后，他的修为竟然直接打破了瓶颈。轰！一股强横的气息从他体内爆发，蜂王境巅峰。此时的林青，论境界甚至已经追平了林傲雪，放在外界绝对是一方霸主。仙子，林青感受到体内澎湃的力量，艰难地爬起来，脸上挤出一个虚弱却自豪的笑容。我突破了，我现在也是蜂王巅峰了，以后能更好地保护你了。昨晚没有任何东西打扰到你休息。他期待着，哪怕没有拥抱，
哪怕没有丹药，至少给一个肯定的眼神吧，毕竟自己现在也是顶级强者了。然而林傲雪从打坐中醒来，走出阵法，他看着面前这个浑身散发着恶臭、血污，甚至还挂着几块腐肉的男人，原本舒展的眉头瞬间拧紧了。辛苦了，他淡淡的说了一句，然后不动声色的给自己加持了一个防风咒，将林青身上的气味隔绝在外。既然天亮了，那就赶紧去洗洗。这副模样成何体统？林青他的笑容裂开了，那种拼了命突破却被嫌弃的感觉让他心里堵得慌。但为了那一丝从指缝里露出来的荒古圣体碎片，他只能忍气吞声，跑到远处的小水坑里清洗去了。半个时辰后，队伍再次出发，越往深处走，周围的环境越发诡异，空间开始变得不稳定，空气中布满了肉眼难辨的空间裂缝，这些裂缝如同发丝般细微，却锋利无比，一旦触碰便是身首异处。小心！林傲雪神色凝重，这里残留着真仙死前的空间法则，这些裂缝没有规律，且能屏蔽神识探查。我来开路。清洗干净的林青为了挽回形象，仗着自己刚突破到封王巅峰，自告奋勇冲在最前面。我有金刚不坏身，又有巅峰修为，区区裂缝。是。话音未落，一道细微的黑线划过，林青引以为傲的护体金光像纸一样被切开，左肩瞬间飙起一道血溅，深可见骨。若非他反应快缩了脖子，这一下脑袋就搬家了。啊！林青惨叫一声，捂着肩膀连连后退，眼中满是惊恐。这裂缝太阴毒了，连封王巅峰的肉身都扛不住。林傲雪看着这一幕，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烦躁。这个保镖除了耐揍，脑子真是一点都不好使。这种地方靠蛮力怎么行？就在他犹豫着要不要祭出本命仙气强行开路时，一只修长干净的手伸到了他的面前。跟着我。洛无尘的声音平淡，却透着一股令人心安的从容。林傲雪愣了一下，看着那只手，又看了看洛无尘那双深邃如渊的眼睛，不知为何，他竟然没有像对待林青那样产生排斥感。也许是因为他昨晚展现出的神秘，也许是因为他身上那种若有若无的令他感到亲切的混沌气息。你行吗？他有些迟疑。洛无尘没有回答，只是收回手，附在身后，迈步向前走去。他的步伐很慢，却很奇特，左3步，右2步，时而停顿，时而侧身。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那些连神识都难以捕捉的空间裂缝，在他面前就像是早已标记好的路障。他每一次落脚都精准地避开了所有的危险区域。那一袭白衣在充满了死亡气息的裂缝丛林中穿梭，竟有一种闲庭信步的优雅。林傲雪的美眸微微睁大，作为真仙残魂转世，他自然看得出，这不仅是运气，更是对空间法则有着极深的领悟。这个凡人竟然懂空间大道，还愣着做什么？若无尘停在一处安全点，回头看他，再不走，裂缝就要游离过来了。林傲雪回过神，咬了咬红唇，不再犹豫。他踩着洛无尘走过的脚印，一步步跟了上去。两人一前一后，配合得竟出奇的默契。林青捂着伤口跟在最后面，看着前面那2道和谐的背影，觉得自己就像个多余的电灯泡，心里的酸水直冒。行至中途，嗡！原本平静的空间突然发生了一次剧烈的震荡，一道巨大的空间乱流毫无征兆的在林傲雪身侧爆发。这是法则潮汐，根本无法预判。不好！林傲雪脸色大变，此时他正处于就力已尽、心力未生的尴尬时刻，根本来不及躲避。眼看那乱流就要将他吞噬，一只有力的臂膀突然揽住了他的腰肢。洛无尘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身侧，他没有多余的废话，也没有趁机占便宜的猥琐，他只是冷静地揽住他，脚下重重一踏，整个人带着他向左侧横移了3丈。轰！原来的位置瞬间塌陷，化作虚无。惊魂未定，林傲雪靠在洛无尘怀里，甚至能听到他沉稳的心跳声，鼻尖萦绕着男子清冽的气息，而不是林青那种血汗味。他这一生还从未与异性如此亲近过。按理说他应该愤怒，应该推开他，但此刻他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没事吧？就在他发愣的时候，洛无尘已经松开了手，主动后退半步，拉开了2人之间的距离。他的动作绅士而得体，没有丝毫的留恋，仿佛刚才只是随手扶了一把路边的树木。林傲雪心中微微一空，随即脸颊有些发烫。他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发丝，努力维持着高冷的声线，但语气却比之前柔和了许多。多谢。这是他第一次对洛无尘说谢谢，也是第一次真正正视这个男人。举手之劳。洛无尘掸了掸衣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目光清澈。既然收了你的报酬，自然要保你周全。走吧，前面就是核心区域了。说完，他转身继续开路。林傲雪看着他的背影，眼神变得复杂起来。强大、神秘、从容、懂分寸，比起那个只会用蛮力弄得浑身脏兮兮的林青，眼前这个男人似乎才更有资格做他的同行者。等等我。这一次他没有再端着架子，而是主动跟了上去，距离洛无尘更近了几分。后方，林青擅闯仙宫者死！8尊石像鬼齐声咆哮，挥舞着巨大的石斧，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势，向着3人围杀而来。小心，是仙宫守卫！林傲雪神色一凛，手中冰魄仙剑出鞘。这里的禁制还没解决。来得好！林青此时刚突破封王巅峰，正是自信心爆棚的时候。仙子退后！
这些石头疙瘩交给我！金刚不坏身，法天象地！林青怒吼一声，身躯迎风暴涨，化作一个小巨人，硬生生地抗住了3尊石像鬼的攻击。砰砰砰，火星四溅，虽然被打得连连后退，气血翻涌，但他竟然真的抗住了。我也来助阵。洛无尘没有袖手旁观，他并指为剑，混沌气化作剑芒，斩向另外几尊石像鬼。林傲雪也不再保留，大罗仙光斩灵。他单手结印，一道璀璨的七彩霞光从指尖迸发，瞬间洞穿了一尊石像鬼的胸膛。紧接着，他剑锋一转，空间法则涌动，虚空禁锢，周围的空间瞬间凝固，将2尊试图偷袭的石像鬼死定在原地。轰轰轰！一场激战在仙宫前爆发，3人联手，主要是林青在挨揍，林傲雪在全能输出，洛无尘在划水，竟然奇迹般的压制住了这8尊恐怖的半步圣境守卫。半个时辰后，随着最后1尊石像鬼被林青用头撞碎，战斗终于结束。呼呼，林青瘫坐在地上，浑身是血，但脸上却挂着傻笑。赢了，仙子，我们赢了！看来这真仙境地也不过如此嘛。林傲雪收剑而立，并没有理会林青的欢呼，他看着满地的碎石，并没有胜利的喜悦，反而心中那股不安感越来越强烈。太容易了，这可是真仙陵寝，怎么可能只有这种程度的守卫？他深吸一口气，握紧手中的剑，一步步向着那口悬浮的水晶棺走去。越靠近那片灰雾缭绕的绝对领域，他心跳就越快。终于，他站在了领域的边缘，隔着翻滚的灰雾，他清晰地看到了那具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尸体。就在他目光触及尸体的瞬间，嗡！他脑海中突然发出一阵尖锐至极的哀鸣，那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极致恐惧预警。跑！林傲雪脸色瞬间惨白，没有丝毫犹豫，甚至没有解释半个字。他猛地转身，灵力全开，整个人化作一道流光，向着来时的路疯狂逃窜。仙子，你怎么了？刚爬起来的林青懵了，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刚才还赢了，现在却像见了鬼一样跑路。林傲雪根本顾不上他，他只有一个念头，逃，离这里越远越好。然而就在他转身逃离，经过洛无尘身边的那一瞬间，一直沉默不语，仿佛是个透明人的洛无尘突然笑了。那个笑容在昏暗的宫殿里显得格外诡异和冰冷。来都来了，怎么能空手而归呢？洛无尘轻声说道。林傲雪浑身汗毛倒竖，心中警铃大作，他下意识的想要躲避，甚至第一时间激活了保命的太乙护身咒。嗡！一道璀璨的金色光照瞬间在他体表成型，但太迟了，也太近了。砰！一只白皙修长、蕴含着肉身成圣恐怖怪力的手掌，毫无征兆的印在了他的正胸口。这一掌摧枯拉朽，咔嚓！那层足以抵挡半步圣境攻击的金色光照，在洛无尘的手掌下如同蛋壳般破碎。噗！林傲雪一口鲜血狂喷而出，整个人如同被攻城锤击中，双脚离的向着后方急速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了1000丈之外的坚硬石壁上。咳，林傲雪滑落在地，气息萎靡，不可置信地抬头看向洛无尘。洛无尘，你都干了什么？一旁的林青看傻了，反应过来后发出惊怒的咆哮。洛无尘收回手，拍了拍衣袖，神色淡漠，他没有解释，只是静静地看着那片翻滚的灰雾。1000丈之外，石壁之下，林傲雪瘫软在地，虽然只是被震伤吐血，但体内那股霸道的混沌气劲如同锁链一般封锁了他部分的经脉，让他暂时行动不便。他捂着胸口，眼神冰冷且绝望地看着那个步步逼近的白衣男人。唉，洛无尘走到他面前，并没有急着动手，而是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发出了一声充满讽刺的感叹，毕竟不是曾经的那位真仙了呀。说完，他不再看林傲雪，而是抬起头，对着那片死寂翻滚的灰雾朗声道：喂，里面的东西，按照之前的约定，人我已经给你送到了。完美的真仙命格，最契合的夺舍容器。洛无尘指了指脚下的林傲雪，语气像是在谈论一件货物的归属。现在该你兑现承诺，把真仙本源交给我了吧。林傲雪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震惊，眼中的光芒只是变得更加暗淡，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苦笑。果然如此，从他把自己打飞的那一刻起，他就猜到了。呵呵呵，灰雾之中传来一阵阴冷贪婪的女性笑声，那声线竟与林傲雪惊人的相似。紧接着，一道身影从棺椁的阴影中缓步走出，她虽勉强维持着女子的轮廓，面容却早已狰狞扭曲，周身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尸臭，那正是真仙残念被禁区煞气侵蚀后诞生的畸形恶念。她盯着前方回应道：人类，你很守信，本座以这陨仙灵100万载煞气本源起誓，天道为证，待我夺舍攻城，那团真仙本源便是你的报酬。若为此事，必遭煞元反噬，神魂崩解。就在这时，叮！检测到女神即将被献祭，处于极度危险之中。神级守护系统发布绝境任务，阻止交易，守护林傲雪。任务奖励：荒古圣体血脉全开。半个时辰。住手！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炸响，一道金色的身影如同一颗燃烧的流星，瞬间冲到了洛无尘面前。林青，他在之前的战斗中因伤突破到了半步圣境，此刻听到这种肮脏的交易，整个人都要气炸了。我不许你把他交出去！林青双目赤红，手中阔剑燃烧着金色的盛焰，对着洛无尘当头劈下。这一剑
含怒而发，甚至撕裂了周围的空间裂缝。哦，半步胜境。洛无尘眉头微挑，眼中闪过一丝金光，但他并没有应接，也没有反击，因为他知道这小子的系统是个受虐狂，越打他越强，把他打伤了，他不仅回血还爆装备，所以不能打，只能困。洛无尘身形如柳絮般飘起，单手在虚空中画出一个圆，那足以开山裂石的一剑砍进这个圆里，竟然像是砍进了棉花堆，所有的劲力被瞬间化解得干干净净。给我滚开！林青不信邪，疯狂挥剑，1秒钟斩出数千次，但洛无尘游刃有余，无论林青怎么攻击，他都只是闪避、牵引、卸力，绝不造成任何实质性的伤害。该死，该死！你为什么不还手？林青急得快疯了，系统不判定受伤，他就无法触发更强的力量，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拖住。既然你们这么难舍难分，灰雾中那个阴冷的女声再次响起，带着一丝不耐烦和极致的贪婪，那我就自己来取货吧。那具完美的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肉身林傲雪，此刻正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孤零零地躺在远处。这种诱惑他根本无法抗拒，机会，贪婪战胜了谨慎，那具鲜活的契合度100%的肉身就在眼前。嗖，恶念化作一道凄厉的乌光，瞬间冲出了那片保护他的绝对领域。他的速度快若闪电，在空中拉出一道黑色的残影，直扑远处动弹不得的林傲雪。结，小美人别怕，姐姐我会好好疼爱你的身体的。林傲雪看着那扑面而来的恶臭女鬼，那张扭曲的人脸在她瞳孔中急速放大，她想动却动不了，她想喊却发不出声，那种身为真仙转世的骄傲，在这一刻被名为绝望的潮水彻底淹没。不好，仙子！正在被放风筝的林青余光看到了这一幕，想去救，但被洛无尘一道柔和却坚韧的空间墙死死挡住。不，恶念越过战场，他距离林傲雪只有不到10丈了，他甚至已经张开了双臂，做好了拥抱新生的准备。离开了绝对领域，他的气息虽然跌落了一些，但依然保持在入圣境后期的恐怖水准。对付一个受了轻伤的蜂王境，依然是碾压。他是我的了！扑哧，一声极其沉闷却又清晰无比的利刃入肉声，突兀的在这片空间中炸开，画面仿佛在这一刻定格。恶念那狂喜、贪婪的表情瞬间凝固在了那张扭曲的脸上，他前冲的势头戛然而止。他有些茫然的低下头，难以置信的看着自己的胸口，那里一只缭绕着混沌气、锋利无匹的手掌从他的后心狠狠刺入，又从前胸透体而出。这恐怖的一击直接贯穿了他的灵体，造成了重创。抓到你了！一道淡漠、戏谑，如同恶魔低语般的声音贴着他的耳边缓缓响起。洛无尘，他不知何时摆脱了林青，利用行字秘的急速，在这个最关键、最致命，也就是恶念以为交易达成、最放松警惕的时间点，出现在了他的身后。这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远处的林青保持着冲锋的姿势，整个人僵在原地，大脑一片空白。怎么回事？他不是和那个怪物是一伙的吗？地上的林傲雪更是懵了，他看着那个刚才还口口声声要把他卖掉的男人，此刻却站在他身前，一只手贯穿了那个怪物的胸膛，鲜血、煞气、飞溅染红了他的白衣，但他脸上的表情却依旧是那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嘲弄。你，恶念艰难地转过头，死死盯着洛无尘，眼中满是被背叛的愤怒与不解。为什么？我不是都发过誓言了？洛无尘并没有抽出手掌，而是任由利刃插在恶念的胸膛中，死死锁住他的身形。他轻笑一声，眼神冷酷的让人心悸。我会信你，杀了你，东西一样是我的。说完，洛无尘微微侧头，目光越过恶念的肩膀，看了一眼彻底懵逼的林傲雪，那眼神中没有救援的温情，反而透着一种更加深沉、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算计。他心中的盘算在这一刻越发坚定。好！被贯穿胸膛的禁区恶念发出了一声凄厉至极的尖笑。生死关头，他燃烧了本源，无数条灰色的煞气锁链从他体内爆射而出，无差别的轰向四周。他不求杀敌，只求逼退身后的洛无尘，好让自己逃回那无敌的绝对领域之中。想跑？洛无尘神色不变，身形如鬼魅般向后飘退，避开了煞气爆发的中心。但他并没有让开道路，在退后的同时，他双手结印，无数道混沌气劲化作一面无形的墙壁，死死封住了恶念退回领域的路线。此路不通。恶念捂着胸口那个巨大的空洞，撞在了混沌墙壁上，发出一声绝望的闷响。他转过身，死死盯着洛无尘，眼中的怨毒几乎要化为实质。但他知道现在的重伤状态根本打不过这个恐怖的男人。突然，他的目光落在了不远处正举着阔剑、满脸纠结的林青身上，那双猩红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狡诈与恶毒。恶念忽然笑了起来，声音变得妩媚而充满蛊惑。那个叫林青的小子，你还看不明白吗？我早就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也暗中策反过林青。这个女人，她根本就看不上你。就算你们战胜了我，她也不会选择你的。他指着远处瘫软在地、神色厌恶的林傲雪，洁癖，语气嘲弄。你看他，哪怕你刚才为了他拼命，哪怕你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在乎过吗？在他眼里，你就是一条脏兮兮的狗。
甚至连狗都不如。住口！林青浑身颤抖，握剑的手青筋暴起。别急着否认。恶念舔了舔嘴唇，抛出了那个足以让任何理智崩塌的诱饵。既然得不到他的心，得到他的人不也一样吗？帮我杀了这个白衣男人，让我完成夺舍。我向你承诺，待我彻底掌控了那具肉身，适应期过后，恶念露出了一个淫邪至极的笑容。那具身体给你用一次也不是不行。轰！这句话如同一枚核弹在林青的脑海中炸开。用一次女神的身体。他下意识地转过头看向了林傲雪。听到这番污言秽语，林傲雪整个人都在颤抖。他没有骂，因为他知道现在的自己是待宰的羔羊，激怒对方只会死得更快。但是当他接触到林青投来的那种带着一丝犹豫，甚至是一丝渴望的目光时，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本能。他死死咬着嘴唇，一言不发，但那双美眸中流露出的神色却是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厌恶。那种眼神就像是在看阴沟里的老鼠，看粘在鞋底的污泥。哪怕一言不发，这种无声的鄙夷却比任何恶毒的咒骂都要伤人10000倍。林青看着他，看着那双眼睛，那眼神中的厌恶像是一把尖刀，彻底刺穿了他心中最后一点名为良知的底线，也粉碎了他所有的幻想。厌恶我，哪怕到了这种地步，你还是厌恶我。林青喃喃自语，随后他的表情逐渐扭曲，变成了一种病态的疯狂。既然你看不起我，既然无论我怎么做你都看不起我，那我就毁了你。定，宿主意念转变，神级守护系统目标变更，当前守护对象禁区恶念，任务发布击杀洛无尘，协助新女神完成夺舍。轰！林青身上的金光再次暴涨，他毫不犹豫地转身，并没有攻击恶念，而是与恶念并肩而立，剑锋直指洛无尘。洛无尘，去死吧！局面瞬间逆转，原本的正义2打1变成了如今的邪恶2打1。一个半步圣境的林青，加上一个入圣境后期的恶鬼，重伤，联手围杀洛无尘。面对这种绝境，洛无尘并没有惊慌。虽然他自信能打赢这2个货色，但他是个稳健的反派，从不走险棋。林青那个守护者系统是个巨大的变数，万一有什么复活、自爆之类的底牌，阴沟里翻船就不好了。他一边镇压着暴动的恶念，一边分神看向远处神色绝望的林傲雪，淡淡开口：“林傲雪。”洛无尘的声音平淡，甚至带着一丝“你太让我失望”的语气。“你还愣着做什么？我之前给过你2次暗示了，你还不懂吗？”林傲雪一愣：“暗示？什么暗示？”在这个生死存亡的瞬间，他的大脑开始飞速运转，回忆着这一路上洛无尘的种种怪异举动。林仙子，你说要给我生猴子，是认真的吗？当时他只觉得是羞辱，但现在想来，洛无尘怎么会突然说这种没头没脑的话？他是在提醒我，有一个声音跟我一模一样的人，正在暗中和他说话，还有过空间裂缝的时候畅通无阻的表现。纵然肉身成圣，凭什么能在真仙法则残留的裂缝中如履平地，还带着他？那不是因为他对空间法则领悟深，而是因为他和恶念达成了虚假交易。恶念为了让他这个容器进来，故意给洛无尘开了后门。洛无尘如果不配合演戏，他们根本走不到这里。还有刚才那一掌，看似很辣，实则是把他打出了恶念的必杀范围，同时利用他做诱饵，把缩在乌龟壳里的恶念调出来杀。轰！一切都串起来了。林傲雪的美眸瞬间睁大，震惊地看着那个白衣背影。原来是这样，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卖我，他一直都在布局，他在用一种我无法理解的方式，在2个怪物的夹缝中为我们杀出一条生路，而我却像个傻子一样，不仅没看懂，还一直在怀疑他，甚至在心里诅咒他。我太蠢了。愧疚、自责、感动以及对自己智商的羞愧瞬间填满了他的胸腔。洛无尘，我竟然没有懂你。林傲雪咬着牙，强忍着体内的剧痛，挣扎着从地上站了起来。他不能就这样看着，他绝不能辜负了这个男人的一片苦心。大罗真显，替我号令！燃！他直接燃烧了本源精血，强行冲开了洛无尘随意留下的封印，手中仙剑爆发出一股决绝的七彩神光。去帮我拖住林青。洛无尘的声音适时传来，冷静而果断。至于这个丑东西，洛无尘手中的混沌帝皇剑胎缓缓抬起，指向了那团重伤的恶念。交给我。林傲雪用力点头，眼中燃起熊熊战意。好！他身形一闪，直接冲向了正准备攻击洛无尘的林青。林青的守护系统看似厉害，实则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只有帮被守护的对象抗下伤害才会触发奖励。只要让林傲雪去将他彻底牵制，让他分身乏术，无法替被守护者挡刀，那么他那个越挨打越强的系统就成了摆设。轰！璀璨的玄光剑气与金色的拳印狠狠撞击在一起。林傲雪虽然之前被洛无尘一掌轰飞，看起来狼狈，但那一掌洛无尘用了巧劲，更多的是推力而非杀力。此刻他燃烧了本命精血，气势虽然不如巅峰，但双手结印，勾动虚空法则，构建出一道坚不可摧的虚空壁垒，硬生生将狂暴状态下的林青拦在了100丈之外。滚开！林青此时已经彻底癫狂，他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奉若神明，如今却对他拔剑相向的女人，心中的爱意早已扭曲成了极致的恨意与破坏欲。既然你不让我得到，那我就杀了你，再去帮那个恶念夺舍你的尸体。林青，你真让人恶心。林傲雪面若寒霜，
手中仙剑挥舞，漫天神辉化作杀阵。只要我还活着一口气，你就别想过去干扰洛无尘。啊呀呀！洛无尘，又是洛无尘！林青被这个名字刺激的理智全无，他不管不顾，任由那些神辉刺入他的身体，也要强行冲破防线。系统，给我力量！我要杀了这婊子，去救我的新女神！然而，预想中的金光护体并没有出现，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在他脑海中响起：叮，警告，宿主正在遭受攻击。逻辑判定中，当前守护对象禁区恶念位于另一处战场，攻击来源前任守护对象林傲雪。判定结果，宿主并未在此时此刻替当前守护对象恶念承受伤害，此行为不属于守护范畴。守护值加0，伤害转化率0%。林青惊恐地发现自己那引以为傲的越挨打越强的 buff 竟然失效了。他被林傲雪刺中的地方不再冒出金光修复，而是实打实地飙血，剧痛。怎么回事？系统，我在为了救他而战斗啊！林青在内心咆哮。系统那毫无感情的机械音再次响起，检测不到为当前守护对象抗下伤害，请求驳回。另一边，核心战场，轰隆隆，恐怖的轰鸣声响彻天地。洛无尘与禁区恶念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这恶念毕竟是入圣境后期的存在，虽然被洛无尘被刺虫创了本源，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他此刻完全显化出了煞气真身，化作一尊高达100丈的千手鬼母，无数条漆黑的煞气手臂如同狂风骤雨般轰向洛无尘，每一击都带着腐蚀虚空、污秽灵魂的恐怖力量。人类，你毁了我的核心，我要把你撕成碎片！恶念尖啸，声浪滚滚，周围的空间裂缝被他的力量牵引，化作黑色的风暴卷向洛无尘。面对如此狂暴的攻势，洛无尘神色凝重。这怪物发起狂来，确实有些棘手。如果是别的力量，或许还会被你压制。洛无尘长发乱舞，周身气势骤然一变，那一身白衣之上竟隐隐浮现出金色的龙纹，一股至刚至阳、威压诸天的皇者之气从他体内轰然爆发。可惜，你遇到的是我，人皇晶，黄道龙气啊！9条金色的五爪金龙虚影从洛无尘背后腾空而起，将周围的阴煞之气瞬间冲散。混沌体为基，人皇晶为用。这一刻，他宛如上古人皇复生，万法不侵，诛邪退避。这是黄道之气？你怎么可能？恶念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这种至阳至刚的力量，正是他这种阴邪之物的克星，没什么不可能的。洛无尘脚踏虚空，一步跨出，便有金莲绽放。他不再闪避，而是选择正面硬汉。人皇印，镇山河。他单手结印，一方如山岳般巨大的金色大印凭空凝聚，带着镇压9天10地的威势，对着那千手鬼母当头砸下。砰！无数条煞气手臂在金印之下寸寸崩断，化作黑烟消散。恶念被这一击砸得身躯下沉，发出痛苦的哀嚎。但下一刻，他彻底疯狂了，想杀我没那么容易。万魂是体，恶念那千手鬼母的身躯突然炸开，化作亿万道漆黑的冤魂，铺天盖地地钻入了洛无尘的黄道领域之中。他们无视防御，直接啃噬洛无尘的护体金光，甚至试图钻入他的七窍。吃吃吃！金光与黑气剧烈摩擦，发出令人牙酸的腐蚀声。洛无尘眉头一皱，一只冤魂突破防线，狠狠咬在了他的肩膀上，撕下了一块血肉，鲜血飞溅。虽然他是混沌体，但这可是入圣境后期的本源攻击，依然让他受了伤。好，很好。看到自己的血，洛无尘眼中的战意反而更盛了。他舔了舔嘴唇，露出一抹嗜血的笑容。既然你想拼命，那就看看谁的命更硬。轰！他体内的气血如烘炉般燃烧，黄道龙气与混沌气完美融合，化作一件金灰交织的战甲，覆盖全身。人皇拳，定乾坤。他一拳挥出，没有任何花哨，只有极致的力量与霸道。金色的拳芒化作一条咆哮的巨龙，瞬间轰碎了面前数万只冤魂。砰砰砰！双方在虚空中疯狂对撞，恶念的每一次攻击都带着致命的尸毒与诅咒，让洛无尘身上多了数道深可见骨的伤口，白衣染血，触目惊心。而洛无尘的每一拳也都重重轰击在恶念的本源上，打得他灵体溃散，惨叫连连。这不是一边倒的屠杀，这是一场真正的惨烈的圣战。你只是个蜂王境，你为什么还不死？为什么？恶念越打越心惊，越打越恐惧。他已经燃烧了80%本源，连入圣境的底牌都用尽了。可眼前这个男人就像是不知疲倦的战神，哪怕胸膛被煞气贯穿，哪怕骨骼断裂，他身上的气息非但没有衰弱，反而在一种神秘力量的滋养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恶念死死盯着洛无尘伤口处那流转的淡淡青金色光芒，瞳孔骤缩。这种恢复力，这种生生不息的龙气，你练的不止是人皇经，这是传说中的祖龙创世经。你到底是什么怪物？一个人怎么可能同修2大地经？洛无尘没有回答，他只是冷冷地抹去嘴角的血迹，体内的混沌气再次暴涨，化作一柄通天彻地的黑色巨剑。死人，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轰！战斗的余波再次炸开，将周围的空间彻底粉碎。2道身影在混沌中纠缠厮杀，不死不休。轰隆隆！虚空震颤，混沌气与煞气在苍穹之上疯狂对撞，
如同灭世磨盘，将周围的空间寸寸碾碎。禁区恶念被若无尘一技人黄印砸得身躯崩裂，他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该死的人类，给我等着！他发出一声尖笑，顾不得反击，身形化作一道凄厉的乌光，疯狂地朝着那水晶棺周围的绝对领域冲去。只要回到那个圈子里，在那绝对领域的庇护下，没人敢动他。然而，就在他即将触碰到灰雾边缘的瞬间，轰！一道白衣身影后发先至，如鬼魅般出现在了他的必经之路上。洛无尘神色冷漠，右腿如战斧般高高抬起，裹挟着混沌万钧之力，对着冲过来的恶念狠狠劈下。滚回去！砰！伴随着一声沉闷的爆响，恶念甚至来不及惨叫，就像是一颗被踢飞的皮球，以比来时快10倍的速度倒飞而出，重重砸进了远处的废墟之中。你真要赶尽杀绝！恶念从废墟中爬起，看着那个封锁了所有退路的白衣身影，眼中的恐惧彻底化为了疯狂。退路已断，唯有死战。既然你要我死，那就一起死吧！恶念不再防御，他体内的煞气核心开始剧烈坍塌，无数条灰色的因果锁链从他体内爆射而出，无差别的轰向四周，试图将洛无尘连同这片空间一同拉入毁灭的深渊。禁术万魔解体魂爆，想拉我垫背？洛无尘浑身浴血，那不仅有敌人的，也有他自己的，但他眼中的神光却越发璀璨，那是战至巅峰的快意。面对恶念的自杀式袭击，他没有退，更没有躲。你还不配！轰！洛无尘体内发出一声龙吟般的咆哮，祖龙创世经运转到极致，青金色的生命精气如汪洋般喷薄而出，瞬间修复了他体表被煞气腐蚀的伤口。与此同时，他一步跨出，脚下混沌莲花绽放，身形瞬间暴涨，法天象地，混沌神魔身，一尊高达100丈、缭绕着混沌迷雾的巨人虚影在洛无尘身后拔地而起。这尊巨人看不清面容，却散发着令诸天万界都为之颤抖的古老气息。结束了！洛无尘抬起右手，身后的神魔虚影同步动作。那只遮天蔽日的混沌巨手，掌心中凝聚着一枚金色的人皇印，对着那正在自爆边缘的恶念狠狠按了下去。混沌阵势，黄道杀拳，几大地经在混沌体的调和下，与此刻完美融合。轰！这一拳仿佛打穿了万古岁月，天地间瞬间失去了声音，只剩下一片刺目的白光。在那毁灭性的光芒中，恶念那刚刚积蓄起来的自爆能量，直接被这一拳生生压了回去。紧接着，他的身躯、他的怨念、他的本源，在这一拳的绝对碾压之下，寸寸崩解，化为虚无。不是封印，不是击退，是纯粹的物理层面的灰飞烟灭。随着光芒散去，那高达100丈的千手鬼母早已消失不见，天地间只剩下那个白衣染血却傲立于虚空的男人。远处，噗！正被林傲雪死压制的林青突然浑身剧烈抽搐，仰天喷出一口夹杂着内脏碎片的黑血。叮！检测到当前守护对象禁区恶念已彻底死亡，守护任务协助夺舍判定失败，任务评级 Def 极差，惩罚执行扣除宿主30%神魂之力，全属性灵石下降50%。啊呀呀呀！林青发出杀猪般的惨叫，那种灵魂被生生撕裂的痛苦让他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战斗力。他瘫软在地，双手死死抓着地面，指甲崩断，鲜血淋漓。输了，又输了，为什么？为什么我连一个鬼都守护不了？林傲雪看着像死狗一样的林青，冷冷地收回了剑。对于这种已经彻底废掉且令他感到无比恶心的人，杀了他只会脏了自己的手。他的目光越过废墟，看向了那个站在空中的男人。这一刻，整个陨仙岭的灵气都在暴动。轰隆隆！洛无尘站在那里，体内传来一阵阵如同雷鸣般的骨骼爆响。他体内的生死玄关，封王境的最后一道关卡，在那场酣畅淋漓的大战后，已然自行破碎。封王尽头，便是入圣。嗡！天地共鸣，漫天的法则金莲在虚空中绽放，每一朵都蕴含着精纯的大道法则。紫气东来3万里，混沌种青莲，圣人意象，万仙来朝。洛无尘闭着双眼，沐浴在这漫天的大道洗礼之中。他肉身早已成圣，此刻随着灵力修为打破壁垒，浩瀚的圣道法则涌入丹田子府，与肉身完美共鸣。精气神三宝合一，这是灵力的质变，是生命层次的彻底升华。入圣境成。当他再次睁开双眼时，整个陨仙岭核心区域的重力仿佛都增加了1倍，那是一种生命层次的绝对压制。洛无尘从空中缓缓落下，虽然恶念已死，但那口水晶棺周围的绝对领域依然稳固如初。那是真仙死前的布局，万古不灭，依然死死锁住内部的契机，将那足以压他万古的真仙契机死死锁在方寸之间。还需要最后一把钥匙吗？洛无尘心中了然，他没有急着去破阵，而是转过身，那双淡漠如神的眸子落在了远处正在吐血的林青身上。还没死。洛无尘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缓步走去。这场闹剧该结束了，你也该上路了。看着那个步步逼近的杀神，林青吓得魂飞魄散。不，别过来！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胁，他不想死，他还有系统，他还能翻盘。系统，救我！快救我！我要绑定新的守护对象，快！不管是谁。叮！正在搜索附近符合条件的目标。林青看着不远处的林傲雪，眼中闪过一丝希冀。绑定林傲雪，
她是真仙残魂转世，快绑定她！只要判定她是我的女神，我就能替她抗伤害回血。定，请求驳回。目标：林傲雪，对宿主的好感度为100，极度厌恶。系统提示：强扭的瓜不甜，甚至有毒，无法绑定敌对单位。该死！林青看着已经走到面前，抬起手掌的洛无尘，绝望到了极点。没时间了，不管了，随便绑定一个，只要是活的就行。他指着面前的洛无尘，发出了最后的嘶吼：绑定他，绑定洛无尘，我要守护他。他已经彻底疯了，根本没空思考他的系统无法绑定敌人，他只想抓住哪怕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然而系统那冰冷、机械且带着一丝诡异嘲讽的声音，彻底宣判了他的死刑。定，严重错误。目标检测：洛无尘，性别男，颜值绝世无双，但并不重要。驳回理由：本系统为女神守护系统，不支持拼刺刀服务，请宿主自重。林青就在他表情凝固的那一瞬，扑哧，洛无尘的手掌落下，没有任何犹豫，直接震碎了他的心脉，随后刺入丹田。林青眼中的光芒迅速涣散，那原本笼罩在他头顶的金色气运光柱，在这一刻轰然崩塌。几乎是同一时间，一道只有洛无尘能听到的，充满了机械质感却又悦耳无比的提示音在他脑海中炸响。定，恭喜宿主成功击杀金色气运之子林青，触发终极收割机制，正在生成适合宿主的奖励。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奖励9秘之者自秘，完整无缺。注：此乃神话时代9大天尊之一所创的无上疗伤圣术，修至大成，滴血重生，不死不灭。嗡！随着系统奖励的发放，一段晦涩深奥，仿佛蕴含着生命起源的古老经文，深深烙印在了洛无尘的识海深处。9秘之者自秘，这门无上秘术太过高深，纵然是以洛无尘的悟性，也不可能在瞬间将其修至大成。此刻的他仅仅是初窥门径，但即便只是领悟了一丝皮毛，那经文中蕴含的庞大生机，也如同春雨般滋润着他的四肢百骸。呼！洛无尘吐出一口浊气，体内的暗伤被迅速抚平，断裂的经脉重新连接，状态虽然没有达到所谓的滴血重生，但也足以让他在同阶战斗中立于不败之地。他看了一眼脚下林青的尸体，随手弹出一朵混沌火苗，尘归尘，土归土，没有任何废话，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金色气运之子，就这样化作了一捧劫灰，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处理完杂鱼，洛无尘转身看向了那个依旧站在原地神色复杂的绝美女子。还能走吗？她的声音温和了一些，恢复了那副令人如沐春风的模样。林傲雪捂着胸口，脸色虽然苍白，但眼神中却满是欣喜与感激。她看着洛无尘，用力点了点头，这点伤不碍事。洛无尘，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恐怕真的会被那恶念夺舍，那样就万劫不复了。不必客气，既是盟友，自当互助。洛无尘迈步走向那口悬浮的水晶棺，但在距离那绝对领域还有3丈远的地方，他停下了脚步。前方的空气看似平静，实则充斥着令圣人都感到心悸的排斥力。哪怕那位真仙已经死去了不知多少岁月，这残留的事依然不是现在的洛无尘可以强行闯入的。这阵法排斥一切外来者。洛无尘很有自知之明的负手而立，侧过身，目光鼓励地看向林傲雪，前面的路我走不了了，去吧，那是你的宿命，拿回属于你的东西。林傲雪深吸一口气，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明明真仙机缘就在眼前，这个男人却能做到不争不抢，甚至主动护送他来到这里，这就是君子之风吗？他不再犹豫，迈步向前。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那连入圣境强者都无法靠近的绝对领域，在感应到林傲雪的气息后，竟然如同水波一般荡漾开来，自动为他分开了一条道路。1步2步，他毫无阻碍地走向水晶棺。因为受了伤，他的步伐有些虚浮，那袭染血的白衣在仙光的映照下，显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破碎美感。他身姿婀娜，青丝如瀑，那纤细的腰肢盈盈一握，整个人就像是一朵在风雨中盛开的雪莲，圣洁高贵，让人忍不住想要呵护，又或者想要摧毁。洛无尘依旧是那如沐春风的表情，但他附在身后的手掌却悄无声息地绷紧。他的目光落在林傲雪那绝美的背影上，眼神冷漠的像是在看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如果这个女人拿到了传承，却不懂得分享，那么她就屈死有道了。好在林傲雪并不知道，在那温柔的注视背后，是一把早已磨得雪亮的屠刀。她走到了水晶棺前，透过晶莹剔透的棺盖，看着里面那具沉睡了不知多少岁月的女尸，血脉的共鸣达到了顶峰。她伸出颤抖的手，指尖一滴本命真血滴落，瞬间融入了水晶棺中。咔嚓，封沉了万古的仙棺缓缓开启。那团一直在尸体胸口律动的真仙本源，仿佛找到了归宿，化作一道流光，瞬间没入了林傲雪的眉心。轰！林傲雪娇躯一震，整个人悬浮而起，被一层柔和的仙光包裹。但这并不是立地飞升，也没有让她瞬间拥有真仙的修为。那团本源本身就是完整的真仙传承，但在没入她体内的瞬间，因为她如今的肉身和神魂太过孱弱，根本无法承受这浩瀚的信息洪流，本源自动触发了保护机制，化作了一道道繁奥的封印，蛰伏在她的识海深处。良久，光芒散去，林傲雪缓缓落地，她有些茫然地摸了摸自己的眉心，
那种血脉相连的感觉让他确信自己已经得到了认可。他转过身，快步走到洛无尘面前，脸上带着喜悦。洛无尘，我成功了，我开启了传承，恭喜！洛无尘微笑着点头，眼神却不经意地扫过他眉心那若隐若现的仙纹。下一秒，林傲雪的神色变得有些黯淡和愧疚，他低下头，不敢看洛无尘的眼睛，声音有些低沉。可是，对不起。洛无尘眉头微挑，语气平静，为何道歉？林傲雪咬着嘴唇，显得十分局促不安。这团本源虽然融入了我的体内，但它自动形成了一道极强的封印，它不仅仅是能量，更是完整的传承载体。但我现在的境界太低了，根本无法承受真仙的全部道果，所以还有一部分的仙晶、仙术都被封印锁住了，我现在根本拿不出来。他觉得自己食言了，人家洛无尘拼死拼活把他送到这里，结果到了分战利品的时候，他却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我现在能解开的只有这一篇羽化飞仙经的残卷，以及这几门真仙起手式的神通。说着，他抬起玉指，一点眉心，一道璀璨的白光从他指尖凝聚，化作一枚晶莹剔透的传承玉简。他双手捧着玉简，递到洛无尘面前，眼神中满是歉意。我知道这比起完整的真仙传承来说差得太远了，但这真的是我现在能拿出的全部了。洛无尘，你会不会怪我？看着眼前这个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生气的林傲雪，以及他手中那枚毫无保留递过来的玉简，洛无尘眼中那深藏的寒意终于在这一刻消融，他附在身后的手掌也缓缓松开。傻瓜！洛无尘伸出手接过玉简，声音温柔的有些过分。我帮你又不是为了图你的东西，你能找回自我，不再受那恶念侵扰，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就在他的手指处碰到那枚残缺玉简的瞬间，叮！气运之女林傲雪对宿主敞开心扉，主动献上核心机缘，触发红颜攻心机制，检测到该机缘残缺不全，系统正在进行暴击补偿。恭喜宿主获得完整版真仙经羽化飞仙经无缺版。洛无尘内心简直要笑出声了，不仅白嫖了传承，甚至连以后解封的功夫都省了。但他表面上却叹了一口气，收起玉简，轻轻揉了揉林傲雪的脑袋。既然你心里过意不去，那这残卷我就收下了，等你日后彻底解开了封印，若是还记得今日之情，再不记我便是。我一定记得。林傲雪信誓旦旦的保证，眼神坚定无比。以后不管解开什么传承，我都会第一时间给你看。说完，他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刚才的言语有些过于急切，脸颊不由得飞起两朵红云。他低下头，手指下意识地搅着衣角，显得乖巧而温顺，哪里还有半点当初刚见面时那副眼高于顶，看谁都一脸嫌弃，甚至对旁人指指点点的高傲模样。现在的他更像是一个做错事等待原谅的小女孩，不仅承认了自己的愚钝，更是彻底放下了所有的骄傲。洛无尘看着这一幕，眼底闪过玩味。很好，原本那个眼高于顶的林傲雪，如今在他面前不仅承认自己有些蠢，还摆出了这副扭捏乖顺的姿态。这女人算是拿下一半了，至于剩下的一半，那便是好事多磨了。此地是了，我们也该离开了。洛无尘看了一眼那已经失去光泽的水晶棺，转身向外走去。东荒道域玄天圣地，作为东荒传承最久远的霸主级势力之一，玄天圣地占据了整整10万大山，这里灵气化物，仙鹤翩跹，一座座悬空神岛在云海中沉浮，无数琼楼玉宇若隐若现，尽显仙家气派。今日圣地内如往常一般平静祥和，一群内门弟子正在演武场上切磋道法，几位执事长老正盘坐在云端讲经。突然，吃了！玄天圣地最核心的区域上空，苍穹毫无征兆地裂开了一道巨大的黑色口子，狂暴的空间乱流还没来得及肆虐，就被一股至高无上的柔和力量瞬间镇压。什么人大胆，竟敢擅闯玄天圣地核心重地！受到恐怖的气息瞬间从圣地深处升起。然而，当他们看清从裂缝中走出的那道白衣身影时，所有的杀气瞬间化为了惊喜与敬畏。是少主，少主回来了！虚空中，洛无尘一步跨出，白衣胜雪，发丝轻扬，他周身没有任何灵力波动，却仿佛与这方天地完美融合，仅仅是站在那里就成为了世界的中心。无论是那撕裂虚空的手段，还是那份从容不迫的气度，都昭示着这位玄天少主实力的深不可测。而在他身后，林傲雪紧随其后走出。此时的他虽然跟在洛无尘身后，但当感受到下方那些投射而来的或是好奇或是探究的目光时，他原本那种小跟班般的姿态瞬间消失无踪。哼！一声冷哼，林傲雪柳眉微蹙，那双清冷的眸子如寒星般扫视全场。他融合了真仙本源，不仅获得了传承，更是借此契机一举踏入了圣人境。虽然他知道下面这些都只是玄天圣地的普通弟子，并没有杀意，所以刻意收敛了9成9的力量，但即便是一丝泄露出来的圣人威压，配合真仙一点遗留的仙道气运，依旧恐怖无比。看什么看？本座也是尔等可以直视的。刹那间，下方原本喧闹的人群如坠冰窟，所有人都感觉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捏住，呼吸困难，双腿发软，本能的想要跪拜下去。好冷，好可怕的气息！这位白衣女子到底是谁？怎么感觉比传功长老还要恐怖？眼看着气氛降至冰点，不少弟子甚至脸色苍白，摇摇欲坠。
洛无尘适时地转过身，脸上带着如沐春风的无奈笑容，轻轻抬手化解了那一缕压向众人的威压。随后，他温和地拍了拍林傲雪的肩膀，语气像是在哄一个不懂事的朋友。好了，傲雪，不知者无罪，他们都是我玄天圣地的弟子，也是我的师弟师妹，并非有意冒犯，给个面子，收收神通吧。这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既维护了林傲雪的面子，又展现了他作为少主对自己人的爱护与宽厚。下方那些惊魂未定的弟子们闻言，看着自家少主的眼神简直充满了崇拜和感激。看看，这就是咱们少主，多么温柔，多么护短。听到洛无尘的话，林傲雪身上那股令人窒息的冰山寒意瞬间如春雪消融。他看了一眼洛无尘，眼中的冷漠迅速褪去，乖巧地点了点头，听你的。这极致的双标，若是让旁人看见，恐怕道心都要崩碎。对待众生如冰山，唯独对他一人如春水。洛无尘嘴角微勾，他很满意这种效果。正当他准备带着这只被驯服的孔雀回青云峰时，无尘一道清冷威严却又带着一丝丝慵懒磁性的女子声音突然从圣地最高处的那座神峰上传来，声音不大，却清晰地回荡在天地之间。既然回来了，就先别急着回青云峰了。那道声音再次响起，语气中似乎带着某种深意，带着你身后那个小丫头来一趟水月宫。洛无尘目光微闪，师尊，平时这个点他不应该在闭关吗？看来自己回来的动静还是太大了。是，师尊。洛无尘隔空拱手，随即转头对有些紧张的林傲雪说道，走吧，带你去见见我的师尊，也是这玄天圣地的主人。圣主峰水月宫，这里是玄天圣地禁地中的禁地，终年云雾缭绕，除了洛无尘，即便是太上长老也需通报方可进入。大殿内极为宽敞，地面由万年玄冰玉铺就，倒映着大殿中央那一方灵池中的圆月倒影。在大殿上首的云榻之上，一名身穿紫色流仙裙的绝美女子正侧身斜倚着，她青丝如瀑，肌肤胜雪，手中把玩着一枚晶莹的玉如意，一双凤眸似醉非醉，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魅意与霸气。正是南宫里弟子洛无尘，拜见师尊。洛无尘上前行礼，神色自若。林傲雪跟在他身后，虽然也弯腰行礼，但脊背挺得笔直，显然还在维持着他的骄傲。南宫里没有第一时间理会洛无尘，他那双仿佛能洞穿世间一切虚妄的凤眸，越过洛无尘，竟直落在了林傲雪身上，审视玩味，还有一丝淡淡的压迫感。片刻后，南宫里红唇轻启，声音慵懒却笃定，太出圣地的那个小圣女林傲雪，无尘，你这次出去除了突破圣境，还顺手把隔壁太出圣地最宝贝的圣女给拐回来了。洛无尘闻言，脸上闪过真实的惊讶，他转头看了一眼林傲雪，挑了挑眉，哦，原来你是太出圣地的圣女，这一点他还真没眼。之前系统只提示这是真仙残魂转世，是机缘，是肥羊，至于他在世俗界到底是谁，洛无尘根本没空去查。而且传闻中太出圣女常年闭关不出，神秘莫测，谁能想到就是眼前这个高傲的女人。林傲雪也是一愣，随即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我也不是有意隐瞒，而且我平日里极少离开宗门，以为你未必听说过。随后他对着南宫礼行了一礼，大方方道，晚辈林傲雪见过南宫圣主。既然被认出来了，他也不再遮掩。呵呵，南宫里轻笑了一声，手中的玉如意轻轻敲击着云榻，目光在两人身上流转。不用解释了，既然到了我玄天圣地，那便是客。他语气平淡，没有再深究，但那双眸子却若有若无地瞥了一眼林傲雪。身为女人，她太懂那种眼神了。这个平日里高不可攀的太出圣女，看自家徒弟的眼神，哪里是一见如故，那分明就是身心沦陷的前兆。一股莫名的酸意在南宫里心头泛起，他看着洛无尘那副公事公办的淡定模样，心里更是有些发堵。这个逆徒在外面沾花惹草也就罢了，带回来还要在位师面前装正经。行了，南宫里坐直了身子，强行压下心头的异样，恢复了清冷高贵的圣主威严，挥了挥手，既然是客人，那便好生招待。你也刚突破圣境，境界还需稳固，带领圣女去青云峰安置吧。为师也要继续闭关了。他在感人，因为他怕再看下去，自己会忍不住当着外人的面露出什么破绽，做出什么有失师尊身份的事情来。洛无尘神色坦然，面对师尊的大度，也保持着该有的心理素质。他拱手一礼，语气平静，是，弟子告退。没有任何拖泥带水，也没有多余的解释或安抚。他转身看向林傲雪，温和一笑，走吧，回我的青云峰。林傲雪乖巧地点头，紧紧跟在他身后。随着殿门轰的一声关闭，两人的身影彻底消失在视线中。大殿内重新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南宫里原本挺直的背脊瞬间松弛下来，他手中的玉如意滑落，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但他却仿佛没有听见。他看着空荡荡的门口，那双原本充满威严的凤眸中，此刻却交织着复杂至极的情绪，有失落，有嫉妒，但更多的是一种深陷泥潭般的自我厌弃与纠结。南宫里啊，南宫里，你到底在期待什么？又在生什么气？他抬起手，轻轻抚摸着自己有些发烫的脸颊，脑海中浮现出那个逆徒刚才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以及之前那2次疯狂而荒唐的经历。明明都已经那样亲密无间了，可是
碍于这层师徒名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带着别的女人离开，甚至连一句挽留的话都不能说。逆途良久，空旷的大殿中响起一声悠悠的叹息，带着无尽的幽怨与贝德的沉沦。夜深了，玄天圣地，青云峰，9条灵脉汇聚之地，灵气浓郁成雾，在月光的照耀下，整座山峰仿佛披上了一层银色的轻纱，美得如梦似幻。紫云宫内，洛无尘缓缓睁开双眼，经过几个时辰的闭关，他已经初步将系统奖励的羽化飞仙经融入了自己的混沌神魔体中。此刻的他虽然境界未变，但气质却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若说之前的他是深渊般不可测，那么现在的他便是在深渊之上多了一层如谪仙般的飘渺与出尘，更加令人着迷。忽，洛无尘起身走到窗边，目光落在了不远处那座灯火通明的听雪楼上，那是他安排给林傲雪的住所。2座楼阁之间只隔了一片幽静的紫竹林，既然已经带回来了，也是时候彻底盖个章了。洛无尘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对于林傲雪，他不仅仅是贪图她的金色气欲，这个女人本身那种清冷出尘，却又对他一人展露柔情的反差，确实让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征服欲。最重要的是，这种事宜早不宜迟。听雪楼顶层露台，林傲雪刚刚沐浴完毕，她有着极重的洁癖，在陨仙岭那污秽之地待了那么久，哪怕身上没有沾染半点尘埃，她心里也觉得难受至极。这几个时辰里，她足足用灵泉水清洗了3遍，直到确认身上每一寸肌肤都只剩下清冽的香气，这才罢休。她换上了一袭由玄天圣地特供的月光锦织就的长裙，为施粉黛的脸庞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晶莹剔透，长发湿漉漉的披散在肩头。她独自坐在露台的玉桌旁，手中握着一只酒杯，眼神有些迷离地看着不远处的紫云宫。其实她很慌，在太初圣地，她是高不可攀的圣女，她看谁都觉得是俗物，看谁都带着几分嫌弃，那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高贵。但在这里，这一路走来，她那颗高傲了20多年的心已经被洛无尘那近乎完美的表现彻底击溃了。当一个人引以为傲的资本被另一个人全方位碾压时，剩下的便只有无尽的自卑。我真的配得上他吗？林傲雪低声喃喃，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袖，眼神中满是患得患失的脆弱。我好像什么都帮不了他，甚至连传承都解不开，还要他保护，他会不会觉得我很没用？会不会只是在可怜我？这种念头一旦升起，便如野草般疯长。他越想越觉得自己像是个累赘，除了这句还算看得过去的皮囊和那虚无缥缈的针线名头，他似乎一无是处。就在他陷入深深的自我否定时，在想什么？一道温润如玉的声音突然在他身后响起。林傲雪娇躯猛地一颤，像是受惊的小鹿般回过头，只见洛无尘不知何时已经穿过镜纸，站在了露台之上，月光洒在他身上，将他衬托得如同从画中走出的神明。洛无尘。林傲雪有些慌乱地站起身，下意识地想要后退一步，双手不安地整理着衣襟，强烈的自卑感瞬间袭来。你怎么来了？我还没收拾好。他明明已经沐浴更衣，完美无瑕，但在他面前，他总觉得自己哪里还不够好。来看看你。洛无尘自然地走到他对面坐下，目光在他那刚出浴的绝美姿态上停留了片刻，没有掩饰，只有欣赏。看来我这青云峰的水土还算养人。洛无尘轻声说道，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现在的你比在陨仙岭时更美。听到这句夸赞，林傲雪的脸颊瞬间红透了，心脏砰砰直跳，声音细若蚊蝇。你哄我的吧，我从不骗人。洛无尘笑了笑，伸手拿起桌上的酒壶，为2人的杯子斟满。他将一杯酒递给他，看着他那躲闪的眼神，缓缓说道，傲雪，你在怕什么？林傲雪接过酒杯，手有些抖，借着酒意，他咬了咬嘴唇，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心底的不安。洛无尘，我其实脾气很差，认识我的人都说我高傲冷漠，看不起人，我也知道我这样不好，但我就是忍不住嫌弃他们。像我这样性格恶劣的人，是不是很讨人厌？他抬起头，眼神中带着一丝乞求，仿佛在等待审判。他怕洛无尘也觉得她是个只有皮囊，性格却一团糟的女人。听到这话，洛无尘却是忍不住笑出了声。他放下酒杯，往前迈了一步，直接逼近了他。傻瓜！他伸出手，轻轻撩起他耳边的一缕湿发，别在耳后，动作温柔的让人沉沦。谁说这是缺点啊？林傲雪愣住了。洛无尘注视着他的眼睛，语气认真而笃定。你那不是高傲，也不是性格恶劣，那是洁癖，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更是灵魂上的。他毫无心理负担地编织着谎言，仿佛在哄骗一只无知的金丝雀。正如这世间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你之所以嫌弃他们，是因为你哪怕身处这滚滚凡尘，骨子里依旧保留着属于仙的纯净。你不愿与那些庸脂俗粉同流合污，不愿被这世俗的尘埃沾染半分。在我看来，这份嫌弃恰恰是你身上最珍贵、最让我着迷的地方。轰！这番话如同一道惊雷，直接击穿了林傲雪内心所有的防线。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从来没有人能把他的臭脾气解读得如此清新脱俗，如此神圣美好。原来我不是性格恶劣，原来我是为了保持纯净，原来他不仅不讨厌，反而最着迷这一点。
林傲雪呆呆地看着洛无尘，眼眶瞬间红了，那种被全世界误解，却唯独被一人深深懂得的感动，瞬间淹没了他心中的自卑与不安，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洛无尘，他的声音有些哽咽，眼神从原本的躲闪变成了炽热的依恋。所以，洛无尘低下头，两人的鼻尖几乎碰到了一起，呼吸交缠。不要改，我就喜欢你这副看不起众生，却唯独只看着我的模样。林傲雪感觉自己要融化了，在这个男人面前，他所有的理智、矜持、高冷，统统溃不成军。他不想再思考了，他只想把自己的一切都给眼前这个懂他的男人。他踮起脚尖，有些笨拙，却又无比勇敢地送上了自己的红唇，双手紧紧环住洛无尘的脖颈，仿佛那是他在溺水中唯一的浮木。我不敢，洛无尘，我想把自己给你，只要你不嫌弃。声音颤抖，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娇羞与渴望。看着眼前这朵彻底绽放、主动求欢的高岭之花，洛无尘眼底闪过一丝满意的笑意。他不再多言，反手扣住他的后脑，加深了这个吻。随后，一把将怀中的家人横抱而起，大步向着屋内走去。月光如水，洒落在听雪楼的露台上，夜风拂过，紫竹林沙沙作响，掩盖了一世的旖旎春光。定检测到气运之女林傲雪，身心彻底沦陷。检测到林傲雪融合真仙传承，命格发生蜕变，当前气运等级金色红色。恭喜宿主成功完成红颜攻心成就，系统奖励结算中。恭喜宿主获得天地至宝混沌青莲子1枚。注：混沌青莲生于混沌，万古唯一，可演化一方混沌世界，源源不断地提供最纯粹的混沌本源，不仅能让宿主的法力无穷无尽，更可助宿主打破天道极限。洛无尘一边享受着怀中的温香软玉，一边看着系统面板上的奖励说明。混沌青莲子，这可是好东西，意味着往后他的混沌灵气不再需要依赖外界能量进行转化，而是自成源泉，生生不息，无穷无尽。不仅让他彻底告别了蓝凉耗尽的隐忧，更是将他本就强悍的续航能力提升到了一个令人战栗的层次。洛无尘，我累了，累，这才刚刚开始。随着帷幔再次落下，听雪楼内又是一夜春风度，玉露金丰盛无数。翌日清晨，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洒落在青云峰的听雪楼上。紫竹林中露珠晶莹，随风滚动，几只灵雀在枝头跳跃，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叫。晨风微凉，带着紫竹特有的清香，将昨夜的旖旎气息悄然吹散，只留下一世的温馨与静谧。听雪楼内，洛无尘神清气爽地站在窗前，体内的混沌青莲子正缓缓旋转，源源不断的混沌本源如涓涓细流般滋润着他的四肢百骸，那种浑身充满了无穷力量且永远不会枯竭的感觉，简直让他想要仰天长啸。这就是无限续航的含金量。身后的大床上传来一声慵懒的嘤咛，帷幔被一只藕臂轻轻掀开，林傲雪拥着颈被勉强坐起身，青丝如瀑般垂落在光洁如玉的香肩上。经过一夜的洗礼，他眉宇间那股原本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仙气，此刻竟融化成了似水的柔情。他看着洛无尘的背影，眼神迷离，脸颊上带着尚未褪去的红晕。醒了。洛无尘回过头，走到床边坐下，自然的伸手帮他理了理发丝。身体还好吗？林傲雪脸一红，想起昨晚自己的不堪和求饶，娇嗔地瞪了他一眼，声音软糯沙哑，你还说你是铁打的吗？他试着动了动，只觉得浑身骨头都像是散架了一样，那种极致的欢愉过后是深深的疲惫。好好休息。洛无尘在他额头上轻轻一吻，语气温柔却不容置疑。丁雪楼我已经布下了禁制，没人能打扰你，这2天你就在这里稳固境界。林傲雪乖巧地点了点头，重新钻回了被窝。他确实需要休息，而且他知道洛无尘刚回宗门，肯定还有很多正事要忙。洛无尘笑了笑，整理好衣袍，转身走出了听雪楼。然而他所谓的正事确实很正经，但也很有深度。青云峰紫云宫主殿，大殿内香炉袅袅，3道绝美的身影早已在此等候多时。坐在左侧守卫泡茶的是一身白衣，气质高贵典雅的江心月。作为玄天圣地的圣女，自从当年因龙血诸果走火入魔被洛无尘救回来后，她便死心塌地，俨然成了这青云峰的内当家。站在窗边安静看书的是身穿鹅黄色长裙、气质如兰的宁雨。这位昔日中州秦家的才女，在看清了气运之子秦风的真面目后，早已将一颗芳心全部系在了洛无尘身上。而在大殿角落的阴影处，还跪坐着一名身穿素色道袍，看起来清纯柔弱的少女安若雪。她低眉顺眼，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乖巧师妹，但只有洛无尘知道，在那素净严实的道袍之下，她正穿着当初他赏赐的那件羞耻的红色肚兜。随着殿门开启，洛无尘迈步而入。师兄，师兄，教习，3个称呼代表了3段截然不同的关系。宁雨至今还保留着当初在天道学院时的称呼，这2个字从他口中喊出，总带着一股别样的书卷气与竞技感。江心月最先放下茶盏，迎了上来。他虽然依旧温婉，但那双美眸中却藏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幽怨。师兄，你终于舍得从听雪楼出来了，那位林姑娘真的那么好？宁雨虽然没说话，但也合上了手中的古籍，
眼神巴巴地看着他，像是一只被冷落的小猫。洛无尘看着眼前的3个女人，嘴角勾起一抹淡笑。若是一个个去哄，太浪费时间了。作为拥有无限续航挂的男人，他选择高效解决。好了，别酸了。洛无尘走过去，自然地揽住江心月的腰，又揉了揉宁雨的脑袋，最后目光扫过地上的安若雪。洛无尘并没有解释什么，他只是看着3女，语气温和而霸道：在我心里，你们的位置无人可替，不需要过多的言语。对于爱他的女人来说，一句无人可替便是最大的定心丸。说完，他直接挥手打出一道结界，将整个紫云宫封锁。星月，你体内的太上忘情灵力最近似乎又有些躁动。宁雨，你上次问我的关于那几处晦涩经文的注解，今日教习正好为你通过实践解答。至于若雪，洛无尘走到安若雪面前，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她那略显苍白的脸色，声音平淡，却意有所指：你的冰心诀似乎练差了气，体内有一股燥热难以压制啊。安若雪娇躯一颤，头埋得更低了。她知道师兄指的是什么，那是她修炼的天魔魅骨，在看到主人后产生的本能反应，也是她身为奴仆的渴望。若雪，请师兄责罚。她声音细若蚊蝇。很好。洛无尘解开外袍，眼神变得深邃而火热。既然都在那边，一起检查一下你们最近的修行成果吧。啊，一起。宁雨的小脸瞬间爆红，江心月也是羞得低下了头，但却没有任何人拒绝。在青云峰，洛无尘的话就是天线，此处省略1万字。这场集体指导进行得异常顺利，洛无尘展现出了令人战栗的体魄与掌控力，不仅完美解决了3女心中的醋意，更是让他们的修为都得到了一次洗礼。当洛无尘走出紫云宫时，3女早已累得连手指都不想动一下，哪里还有力气去计较什么太初圣女？后院起火，不存在的。洛无尘整理了一下衣襟，抬头看向了圣地最高处，那座终年云雾缭绕，仿佛透着一股低气压的圣主峰，那里才是真正的修罗场，也是他今天最后的，也是最难啃的一块骨头。南宫里，圣主峰水月宫大殿内静悄悄的，连平日里侍奉的侍女都被遣散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清冷。南宫里身穿一袭紫金色的凤纹长袍，端坐在云榻之上，他手里拿着一卷清净经，正在一遍又一遍地诵读。人能常清净，天地悉皆归，欲寂不生，即是真静。随着经文的诵读，他那颗因为得知洛无尘带回女人而躁动不安的心，终于慢慢平复了下来。他长舒了一口气。是的，他是玄天圣主，是大圣境的强者。之前的种种不过是一时心魔作祟，他怎么能对自己的徒弟产生那种不知廉耻的占有欲？结束了。南宫里眼神恢复了往日的清明与高傲。南宫里，你要自重，以后要好好做一个严师，断不可再。师尊，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在殿外响起，紧接着洛无尘的身影迈步而入，他逆着光，脸上带着那抹让南宫里又爱又恨的从容笑容。咔嚓，南宫里刚刚筑起的新房，在听到这2个字的瞬间，像是被重锤击中的玻璃裂开了一道细缝。他握着经卷的手猛地一紧，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平静与冷漠。你来做什么？若是为了安顿那太初圣女的事，去找长老殿商议即可，本座正在闭关清修，没空听你。话未说完，洛无尘直接取出腰间的少主令，对着大殿虚空猛地一掷，轰！水月宫最高级别的隔绝大阵轰然开启，层层叠叠的符文亮起，将外界的一切感知彻底切断。整个大殿的光线瞬间暗了下来，只剩下暧昧的幽光。南宫里心头一跳，那种刚刚被压下去的慌乱再次如潮水般涌来。他抬起头，美眸含怒，却有些色厉内荏。洛无尘，你要做什么？这里是水月宫，我是你师尊，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你再胡作非为。弟子知道。洛无尘一步步走上台阶，直接来到了他的云榻前。他没有像往常那样行礼，而是直接俯下身，双手撑在他的身侧，将他困在自己与云榻之间。那一身还没完全散去的脂粉气，混合着他身上独特的男子气息，瞬间钻进了南宫里的鼻腔。你……南宫里刚想呵斥他身上的味道，却见洛无尘那双深邃的眸子正死死地盯着他，仿佛要看穿他的灵魂。师尊刚刚是在诵经吗？洛无尘的声音低沉沙哑，是为了修身养性，还是为了不想弟子？闭嘴！南宫里偏过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咬牙道：就要胡言乱语？你一身的脂粉气，刚从别的女人那里出来，就跑到这里来气我？滚出去！本座不想见到你。他明明是在感人，可那语气中的酸味与委屈却怎么也藏不住，那种被得的嫉妒与自责的痛苦交织在一起，让他几乎要崩溃。弟子也不想来。洛无尘突然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与痛苦。可是弟子此次外出，侥幸得了一门无上真仙法，羽化飞仙经。听到真仙法3个字，南宫里的挣扎微微一顿，有些错愕地看着他。洛无尘趁热打铁，眼中闪过孝顺与狂热。弟子想着，师尊卡在大圣巅峰多年，距离准地只差临门一脚，此经乃是真仙所留，奥妙无穷，或许能助师尊一臂之力，打破桎梏。弟子想把这门仙经毫无保留地传给师尊。南宫里心头巨震，真仙法，这是何等珍贵的机缘，他竟然毫不犹豫地要送给自己。你这太贵重了。师尊如母，亦是弟子的靠山。洛无尘目光灼灼，师尊越强，
弟子在外面才能越狂。只要师尊安好，弟子便是献出一切，又何妨？这番话说得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若是忽略他此刻那极具侵略性的姿势，简直就是一副绝世好徒弟的模样。可是南宫里心中的坚冰在这一刻彻底融化了。他看着眼前这个为了自己不顾一切的徒弟，心中涌起无限的感动与愧疚。自己刚才还在怀疑他，还在赶他走，他却一心只想让自己变强。然而还没等他感动完，洛无尘的眉头突然一皱，脸上露出一抹痛苦的潮红。只是此经太过霸道，弟子刚修成，体内气血翻涌，燥热难耐，若不及时疏导，恐怕会伤及根基。他低下头，鼻尖轻轻蹭过南宫里的耳垂，引起他一阵战栗。这世间唯有师尊的玄天地经与弟子同源，也唯有师尊能救弟子。你……南宫里身子一软，那种熟悉的被套路的感觉又回来了。但这一次伴随着那份沉甸甸的真仙法和孝心，他竟然找不到任何拒绝的理由，甚至他心底深处也隐隐渴望着这种借口。是不是借口？师尊检查一下不就知道了。洛无尘不再给他思考和挣扎的机会，他低下头，霸道地吻上了那张喋喋不休的红唇。南宫里瞪大了眼睛，双手下意识地抵在他的胸口，想要推开。不可以，这不对，我刚刚才发誓要断了念想。理智在疯狂预警，道德在耳边尖叫，但身体却像是背叛了灵魂一般，在他熟悉而霸道的攻势下迅速软化。那种一边自责一边沉沦的背德快感，如同最致命的毒药，让他在痛苦中颤抖，却又在颤抖中紧紧抓住了洛无尘的衣襟。罢了，为了真仙法，为了救无尘，就再纵容这一次吧。他在心中这样欺骗着自己，随后闭上眼，任由自己再次坠入那无底的深渊。圣主峰水月宫，黄昏时分，笼罩大殿的隔绝阵法缓缓散去。云榻之上，南宫里披着有些凌乱的紫金凤袍，周身缭绕着一股玄奥至极的飞仙道韵。他缓缓睁开双眼，感受着识海中那部晦涩深奥的羽化飞仙经残篇，以及体内那因为疏导而变得无比活跃的大圣本源，美眸中满是震撼。虽然这仅仅是一部分经文，并非完整传承，但其中蕴含的真仙大道却正好弥补了他玄天地经中的几处关键缺憾，这就足够了。若是完整的真仙法，他或许还会因为太过贵重而心生疑虑或不安，但这卷残篇恰到好处，既珍贵到让他无法拒绝，又像是一个合理的机缘分享，给了他一个完美的台阶。他说是外出历练所得的残本，看来是真的。南宫里在心中为自己找好了理由，为了修复根基，为了冲击准地，本座不得不借助这卷残经的力量。至于之前的种种，不过是传功过程中的必要手段罢了。想通了这一点，那种折磨他的背德感瞬间减轻了大半。师尊，这份孝心您可还满意？洛无尘已经穿戴整齐，站在一旁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南宫里脸颊一烫，那种被徒弟看穿的羞耻感让他瞬间炸毛。他强撑着圣主的威仪，随手抓起旁边的软枕砸了过去。得了便宜还卖乖，既然有此仙经残篇，本座需立刻闭关参悟，赶紧滚回你的青云峰去。这期间任何人不得打扰，尤其是你。没有任何多余的废话。既然有了完美的借口，闭关突破，他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这个让他道心大乱的逆徒赶出去，然后躲起来好好平复一下心情。滚！伴随着一声羞愤的怒喝，一道柔和却不可抗拒的灵力直接将洛无尘送出了大殿。紧接着轰的一声，水月宫大门紧闭，层层禁制开启，一副在此必死关的架势。洛无尘站在殿外，整理了一下衣襟，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他当然不会给完整的仙经，一来那是他的底牌，不可轻易示人，二来对于师尊这种性格，若是给的太满，反而会让他压力过大。只有这种恰到好处的残篇，才能成为他自我攻略的最佳理由，让他放下心理包袱。搞定！师尊这边的火算是彻底灭了，甚至等他出关之时，因为实力的提升，他对这种关系的抗拒感只会越来越低。数日后，玄天圣地青云峰，这几日峰内一片宁静。江心月在闭关参悟功法，宁宇沉浸在书道感悟中。至于林傲雪，听雪楼已人去楼空，他在与洛无尘不舍的告别后，便独自返回了太初圣地。虽然依恋，但他亦有自己的骄傲与坚持，唯有彻底消化传承，未来才有资格与他并肩而立。紫云宫密室，昏暗的灯火摇曳，洛无尘静静地坐在黑龙皮座椅上，闭目养神，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就在这时，密室静止波动，一道倩影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随后小心翼翼地开启了所有隔绝阵法。来人正是安若雪。在这个绝对私密的空间里，他卸下了所有伪装，他走到洛无尘面前，没有任何犹豫，双膝一软，直接跪伏在地，额头贴着冰冷的地面，行了一个标准的奴仆大礼。主人，他的声音带着刻在骨子里的敬畏与顺从。若雪有事禀报。洛无尘淡淡道：说。安若雪依旧跪伏在地，声音沉稳，却透着一丝凝重。刚刚奴婢收到了宗门的消息，是北元魔教的最高级别魔神令。洛无尘眉头微挑，来了兴趣。北元，那是一片与东荒截然不同的苦寒之地，也是魔修的乐园。而安若雪所在的天魔教，正是北元顶尖势力之一。继续。是。安若雪深吸一口气，教主传讯，
说是北原万魔窟出现了异动，传说中的初代魔祖留下的传承即将现世。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严峻，唯有最后的圣者方有资格开启万魔窟，去承载那份传说中的至高魔祖传承。魔祖传承，洛无尘的手指轻轻敲击着扶手，在寂静的密室中发出嘟嘟的声响，他的眼睛渐渐亮了起来。这种古老传承现世，往往是天道意志最喜欢安排的剧本。在那种混乱、血腥、没有任何规则的魔域之中，一定藏着一颗长势喜人、肥美多汁的大韭菜。或许是一个被废柴逆袭的魔修少年，又或者是一个扮猪吃虎、图谋不轨的异类。有意思。洛无尘突然开口，打断了安若雪的陈述。他缓缓站起身，目光中闪烁着猎人嗅到血腥喂食的兴奋。去准备一下，我们出发。跪在地上的安若雪猛地抬起头，美眸中满是错愕。他原本还在组织语言，准备陈述此次传承的凶险，甚至做好了苦苦哀求主人出手的准备。毕竟他离宗多年，魔功根基已然浅薄，若是独自回去必死无疑。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还没求，主人竟然直接就要去。主人的意思是您要陪奴婢去北原？安若雪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声音都在颤抖。可是那魔祖传承凶险万分，而且您是玄天圣地的少主，代表着正道魁首，若是进入魔域，正道、魔道……洛无尘轻笑一声，缓缓走到他面前。刹那间，密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原本神圣祥和的气息瞬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比深渊还要黑暗、比魔神还要恐怖的混沌魔威。这是混沌神魔体中魔的一面，纯粹而霸道，足以让万魔臣服。他低头看着目瞪口呆的安若雪，眼中没有丝毫被世俗规则束缚的犹豫，唯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淡漠与霸道。什么魔道正道的，我只走自己要走的道。话音落下，他周身魔气收敛，又变回了那个温润如玉的少主模样。他低下头看着跪在脚边的安若雪，伸出手轻轻摩挲着她那细腻的脸颊，声音突然变得有些低沉和玩味。而且若雪，平日里在宗门，碍于你那冰清玉洁的身份，我对你可是还没怎么尽兴呢。听到这话，安若雪的娇躯猛地一颤，她抬起头迎上洛无尘那极具侵略性的目光，她的眼中涌出的是浓浓的感激与顺从。主人不仅愿意为了她去闯那龙潭虎穴，更是需要她。多谢主人垂怜。安若雪眼角含泪，脸上泛起一抹动人的红晕。她缓缓直起身子，双手颤抖着解开了自己那象征着圣地真传的腰带，柔声道：既如此，在出发之前，请让若雪好好服侍主人。霸主级势力，不朽道统荒古世家，标准拥有完整地兵，且必须有大圣巅峰或准帝坐镇，地位万世不朽，是这个世界的真正统治阶层。顶尖势力标准无地兵，但有大圣境强者坐镇，地位威震一方，底蕴深厚，仅次于霸主。一流势力标准有真圣强者坐镇，地位也就是通常说的大教，在普通修士眼中已是庞然大物。二流势力标准有入圣、半圣圣人、进修士，地位能够称霸一片区域，开宗立派，算是有头有脸的势力。路边北原，这是一片彻底疯狂的土地。当那一艘没有任何标识的黑色非洲撕裂虚空降临在这片冻土之上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漫天飘洒的暗红色雪花，空气中没有冰雪的清冽，只有浓郁的化不开的铁锈味与血腥气。这法则有点意思。洛无尘站在船头，一身黑金长袍猎猎作响，他伸出一只手接住了一片飘落的红色雪花，雪花触手即化，并没有钻入体内，而是化作一道微弱但精纯的能量，消散在天地间。在他身后，安若雪静静侍立。此刻的她早已不是玄天圣地那个唯唯诺诺的清纯师妹，她摘下了在正道伪装时的素色面纱，换上了一袭符合着天魔教圣女身份的墨色流仙裙，裙摆层层叠叠，如同盛开在暗夜中的黑曼陀罗，上面用暗金丝线绣着繁复古老的魔纹，那紧致的布料完美勾勒出她惊心动魄的曲线。原本温婉的眉眼间，此刻画着淡淡的冷艳妆容，眉心一点嫣红朱砂，透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森然与高贵，这才是她真正的模样。北原顶尖势力之一天魔教的圣女，一朵带刺的剧毒玫瑰。她看着眼前这如同炼狱般的景象，声音清冷而凝重：主人，看来传说是真的，魔祖传承开启的前兆血炼苍穹已经启动了，仔细说说。洛无尘负手而立，看着下方混乱的大地。安若雪深吸一口气，解释道：野原魔道势力错综复杂，但魔神令一出，意味着当年那位另类成道者初代魔祖留下的规则彻底复苏。另类成道者，洛无尘眉头微挑，那是凌驾于准帝之上，甚至可以叫板大地，却因为未能争得天命而稍逊半筹的无上存在。这种人物留下的手段确实不凡。是的，安若雪指着下方那条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万魔古道，在这段时间里，这条通往传承之地万魔窟的必经之路被魔祖定下的铁律笼罩。杀戮即是荣耀，亦是天赐，在这里只要击杀对手，天地规则便会感应道圣者的魔性，从而降下纯净的灵力灌顶。这并非是掠夺死者的修为，而是规则的奖励。杀得越多，战意越强，天地回馈的奖励就越丰厚，且没有任何副作用。说到这里，安若雪顿了顿，补充道：不过这规则有2个限制。
第一，只对修魔者有效，若是正道修士杀人，天地规则不会降下任何奖励，这也是为什么正道很难插手魔渊夺嫡，在这里他们没有续航，越打越弱。第二，规则对老一辈强者无效，修行岁月超过500载的长老级人物，即便杀人也得不到任何反馈，反而在这种高强度的消耗战中，极容易被那些杀红了眼得到规则加持的年轻天骄越阶斩杀，所以这是一场专属于年轻一代魔修的狂欢。听完这番话，洛无尘的眼睛瞬间亮了，杀人就有天地奖励，不用自己费力去修炼，规则直接喂到嘴边，而且正道不行，只有修魔者行。巧了，他这混沌神魔体既是神也是魔，只要他不使用那标志性的意象，单凭这具肉身和手段，谁能看出他是那个正道少主？退1万步讲，就算真的被看到了又怎样？这混沌神魔体长在我身上，我修我的道，怎么？难道就因为体质太强，还不让人修炼了？原来如此。洛无尘嘴角的笑意逐渐扩大，变得玩味。而和善既然规则鼓励杀戮，他轻轻弹了弹手指，语气平淡：那我就得好好除魔卫道了。万魔古道入口区域，这里仅仅是整个试炼之路的起点，却已经变成了一台巨大的绞肉机。所有试图染指魔祖传承的魔修，都必须从这里一路杀到北原深处的万魔窟。杀杀杀！数不清的魔修正在混战，所有人的起点都不相同，但终点只有一个。为了减少竞争对手，为了在抵达终点前积攒足够的规则奖励来突破境界，每个人都在疯狂杀戮。轰！洛无尘的飞舟并没有减速，而是直接以霸道的姿态蛮横地撞入了这片战场。什么人敢在万魔古道飞行？好嚣张的家伙！那艘船上没有标志，是散修。下方一群杀红了眼的魔修瞬间被激怒，他们来自赤血宗，刚灭了一个小门派，此时正是气焰嚣张的时候。领头的一名独眼魔修浑身浴血，手持一把鬼头大刀，见状狞笑一声，猛地斩出一道100丈刀气。管他是什么人，在这万魔古道，谁拳头大谁就是道理，把他打下来，资源平分，不知死活。站在非洲上的安若雪美眸一寒，手中多出了一柄漆黑如墨的细剑，他刚想出手，却被洛无尘拦住了。我来，正好试试这所谓的规则奖励成色如何。洛无尘一步踏出非洲，他没有动用任何可能会暴露身份的混沌意象，也没有使用太初圣地的真仙法。面对这漫天的刀光血影，他只是简简单单的抬起手，以指代剑，灭一字吐出，周围天地间那浓郁到极致的煞气仿佛瞬间找到了主人，疯狂地向他指尖汇聚。这是一记纯粹的杀戮之剑，入乡随俗，借天地煞气杀人，最是无迹可寻。争！一道暗红色的剑波瞬间以洛无尘为中心，向着下方荡漾开来，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也没有绚丽的光影，只有极致的快和极致的锋利。不好！这股气息，那名独眼魔修的狞笑瞬间凝固在脸上，瞳孔剧烈收缩，他想逃，但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剑波扫过，下方数千名赤血宗魔修动作瞬间定格，下一秒，噗噗噗，数千颗头颅几乎在同一时间冲天起，鲜血喷涌如注，瞬间染红了苍穹。轰隆隆！紧接着，天地规则有感，天穹之上瞬间汇聚成一道巨大的赤红色光柱，如同神罚一般，轰然灌入洛无尘的体内。那是数千份奖励叠加后的具象化体现。洛无尘闭上眼，感受着体内那翻涌的灵力。这股能量虽然来自杀戮规则，却异常纯净温和，如百川归海般融入他的四肢百骸，推动着他的修为缓缓精进。不错，洛无尘睁开眼，感受着体内那涌动的力量，满意地点了点头。这规则倒是大方，省去了不少苦修的功夫。而此刻，周围幸存的其他魔宗修士全都吓傻了，一个个僵在原地，手中的兵器哐当掉了一地，看着空中的那个黑衣男子，眼神中满是惊恐。一击秒杀数千人，连凭借杀戮达到封王境巅峰的赤血宗大弟子都挡不住一招。这股威压是圣境，绝对是圣境。有人声音颤抖地喊道：天呐，魔神令才刚开始，这人怎么可能就已经到了圣境？按照规则的奖励换算，他得杀了多少人才能堆出这种境界？10万还是20万？在他们眼中，洛无尘根本不是什么修炼已久的强者，毕竟有古灵限制，而是一个在短短时间内通过疯狂屠戮几万人，硬生生靠规则奖励把修为堆上去的绝世魔头。魔鬼，这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快跑啊！一时间，原本拥挤的古道入口瞬间清空，所有人都恨不得多长2条腿，疯了一样向两侧逃窜，生怕慢了一步就被这个杀人狂魔给顺手收割。洛无尘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并没有追击的兴趣，一群杂鱼而已，奖励太少，不值得浪费时间。走吧。洛无尘回到非洲，语气随意地对安若雪说道：继续前进，万魔窟还在前面，这仅仅是个开始。非洲再次启动，在无数敬畏恐惧的目光中，如同一尊巡视领地的魔王，向着万魔古道的深处，那片更加混乱、更加血腥的传承之地疾驰而去。万魔古道中断，随着非洲不断深入，周围的环境变得愈发恶劣，天空中的暗红变得更加深沉，飘落的不再是细碎的雪花，而是巴掌大小的血色冰晶，每一片都蕴含着足以冻裂低阶修士神魂的恐怖煞气。非洲之上，
洛无尘慵懒地倚靠在铺着白虎皮的软榻上，手中把玩着一只晶莹剔透的玉杯。他看了一眼身旁正在为他斟酒的安若雪，一身墨色流仙裙将她那魔女的气质衬托得淋漓尽致，眉心的朱砂更是平添了几分森然。但洛无尘看着他，脑海中浮现的却是昨夜在船舱内的旖旎风光。不得不说，相比起曾经那个清纯唯诺的圣地师妹，如今这副魔女本相下带着几分傲气，却又不得不彻底臣服的反差感，确实别有一番滋味。主人，酒温好了。安若雪感受到洛无尘那侵略性十足的目光，那张冷艳的脸蛋上飞快闪过一抹红晕，双腿下意识地并拢了几分，但眼神却愈发恭顺。洛无尘接过酒杯，目光转向非洲之外。随着深入古道，他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事情。在这片混乱的杀戮场中，除了那些浑身煞气的纯粹魔修外，他还感应到了几股极其隐晦，但本质却与之格格不入的气息。下方，一名手持黑色鬼头刀，杀得浑身浴血的魔修，在击杀对手后，为了压制心中翻涌的杀念，手指下意识地掐了一个某正道宗门特有的清新法印。远处，一个驾驭毒物的黑袍人，其体内运转的灵力路线虽然经过了伪装，但依旧能看出是某种正道玄功的变种。哼，有意思。洛无尘嘴角勾起一抹嘲弄的弧度，看来不仅仅是我们，有不少所谓的正道天骄也耐不住这杀人升级的诱惑，偷偷修炼了魔功，隐藏身份来这里分一杯羹啊。主人，安若雪看着前方那座散发着冲天鬼气的关隘，神色一凝，前方就是枯骨关。看那漫天鬼物和招魂幡的样式，盘踞在此的应该是10大魔门之一的炼魂宗。炼魂宗，洛无尘抿了一口酒，淡淡道：“这可是条大鱼。”是的，炼魂宗弟子手段阴毒，且极为排外。安若雪解释道：“看这阵势，他们是想封锁关隘，坐收渔利。能有如此魄力布下万鬼是魂大阵的，恐怕只有那位炼魂宗的少宗主魂力。”洛无尘放下酒杯，站起身来，整理了一下衣袖。他感受着体内那早已达到圣人境2重天巅峰的瓶颈，眼中闪过一丝精芒。他指了指下方那些守在外围的炼魂宗弟子：“若雪，那些王境、半步圣境的小鱼小虾，交给你了，去把这几日的境界彻底稳固下来。”安若雪美眸一亮，当即单膝跪地，声音中透着绝对的自信：“若雪定不负主人厚望。”枯骨关隘口前方，一层惨白色的鬼雾将天地笼罩，鬼雾之中，数百名身穿灰袍的炼魂宗弟子严阵以待。而在最中央的一座白骨高台上，一名面色苍白、嘴唇发紫的青年正盘膝而坐，周身气息澎湃，圣道法则在他身后凝聚成一尊狰狞的鬼王法相。炼魂宗少宗主魂力，他原本卡在半步圣境多年，但这几日在枯骨关截杀了数百名强者，凭借着海量的规则奖励，终于在昨日成功冲破桎梏，踏入了梦寐以求的入圣境。而且得益于魔祖规则，他的境界稳固无比，没有任何虚浮之象。圣境，这就是圣境的力量。魂力握紧拳头，脸上露出了狂喜与残忍。轰！一艘黑色非洲撕裂鬼物悬停在了枯骨关上方。什么人敢闯枯骨关？下方的炼魂宗弟子纷纷怒喝，回答他们的是一道如黑色陨石般坠落的倩影。杀你们的人！安若雪落地瞬间，半步圣境的威压爆发，手中细剑化作漫天死神镰刀，噗噗噗，鲜血飞溅，红光降临。每一次杀戮，安若雪的气息便强盛一分。那股昨夜被主人滋润过的妩媚与此刻的杀伐果断交织在一起，让她看起来宛如一尊绝美的修罗。找死！魂力眼看着手下被屠，勃然大怒，他猛地站起身，入圣境的威压轰然砸下打来的剑臂，正好本少主刚突破，拿你祭旗。他刚要出手，我的侍女也是你能动的。一道淡漠的声音突兀的在高台之上响起，魂力猛地回头，惊骇的发现一名黑衣男子不知何时已经站在了他身后，负手而立，衣不染尘。你！魂力心中警铃大作，他能清晰的感觉到对方身上那股虽然内敛，却比他这个圣境还要深不可测的恐怖气息。入圣境1重天，根基尚可。洛无尘打量着魂力，微微颔首，不错，算是一份不错的机缘。机缘！魂力羞怒交加，手中招魂幡猛地刺出，狂妄，给我死！啪！洛无尘没有用任何花哨的神通，直接一巴掌扇了过去。这一巴掌裹挟着混沌神魔体那碾压一切的巨力，直接无视了魂力的所有防御。咔嚓！圣阶招魂幡碎裂，手掌重重地印在了魂力的天灵盖上。砰！这位刚突破圣境、意气风发的天骄，脑袋直接炸成了一团血雾。轰隆隆！随着魂力的陨落，天地规则瞬间做出了剧烈的反应。这一次的奖励前所未有的丰厚，魂力自身的圣境修为精华，化作了一道直径足有10丈的深红色光柱，轰然灌入洛无尘体内。洛无尘没有任何迟疑，当即运转混沌神魔体，体内那如同黑洞般的本源之力瞬间张开，贪婪而高效地将这股从天而降的精纯能量尽数吸纳。能量如江河入海，疯狂冲击着他的境界壁垒。咔嚓！体内仿佛有什么东西破碎了。圣人境2重天破，圣人境3重天，气息瞬间暴涨，不仅突破了，而且在庞大能量的灌注下，直接稳固在了3重天。洛无尘睁开眼，感受着体内那全新的力量，嘴角勾起一抹笑意。不错，
他甩了甩手上的血迹，看着下方那些已经吓傻了的炼魂宗残兵，对安若雪挥了挥手：“若雪，杀光，别浪费了。”枯骨棺，浓郁的血腥气在隘口久久不散，惨白色的鬼物已经被鲜血染成了诡异的粉红色。原本盘踞在此不可一世的炼魂宗精锐，此刻已尽数化为了冰冷的尸体，横七竖八地倒在古道两旁。忽安若雪缓缓收剑归鞘，她那一身墨色流仙裙上依旧不染纤尘，但周身缭绕的煞气却比之前浓郁了数倍。在清理了那数百名试图逃窜的炼魂宗弟子后，他刚刚突破的半步圣境修为彻底夯实，甚至隐隐触摸到了那一层入圣的门槛。那种掌控生死的强大力量感，让他那双原本清冷的眸子中多了一分对力量的沉醉，以及对给予他这一切的主人的狂热崇拜。他转过身，身形一闪，回到了悬浮在半空的黑色非洲之上。安若雪恭敬地跪伏在洛无尘脚边，双手呈上一枚沾着血迹的储物戒指：“主人，幸不辱命。”炼魂宗上下300余人已尽数伏诛，这噬魂力以及众人的资源，洛无尘随意的扫了一眼，便兴致缺缺的收了起来。到了他这个境界，普通的资源已经很难入眼，他在乎的唯有这古道上特殊的规则奖励。启程吗？洛无尘微微眯起眼，目光投向古道深处那翻涌的血云，继续前进。这万魔古道虽然只是开胃菜，但这才刚过中段，应该还有不少像样的猎物等着给我们送经验。是。安若雪应了一声，随即操控非洲化作一道黑色流光，轰然撕裂长空，向着古道深处疾驰而去。藏剑谷，这里的地形极为特殊，两岸峭壁如削，谷底插满了残破的古剑，空气中弥漫着混乱的庚金之气与魔气。而此刻，这里正上演着一场残酷的追逐战。萧，两道盾光正在拼命飞掠，虽然速度极快，但明显气息紊乱，已是强弩之末。前方一人身着月白剑袍，身姿挺拔如松，正是玄天圣地第2真传顾倾城。他此刻发丝凌乱，嘴角溢血，手中长剑虽然依旧寒光凛冽，但剑身上的光芒已然暗淡。在他身旁，则是一袭流云水绣裙，怀抱琵琶的瑶池圣女云溪。云溪的脸色惨白如纸，她不断地拨动琴弦，为顾倾城施加加速与治疗的术法。但在这魔气滔天的环境里，她的竟是青莲体受到极大压制，从天地间汲取灵气的效率变得极低，根本入不敷出。倾城师姐，那是炼尸宗的飞天夜叉潮，甩不掉的。云溪回头看了一眼身后，声音中带着一丝绝望。只见两人身后并非是几个具体的敌人，而是一片遮天蔽日的黑色乌云，那是由成千上万只背生双翼、面目狰狞的飞天僵尸组成的尸潮。而在尸潮之中，隐约可见3个长相极其丑陋的驼背老者，正踩在巨大的尸龙背上，发出刺耳的怪笑。北原3煞，这3人擅长操控尸魁，在这万魔古道，他们就是移动的灾难。该死！顾倾城咬紧银牙，眼中满是悔意。云溪，都怪我，若不是那个盗走我蜂蜜宝的叛徒擅长剧毒，我不得不请你出手相助，也不会连累你跟我一起追到这北原。正好遇到这血炼大阵开启，那名叛徒极为狡猾，一路北逃。云溪念及两人私交，又恰好他弟功法克制毒素，便主动提出同行协助。谁曾想那叛徒竟是故意将他们引入这魔祖开启的死局之中。如今大阵封锁，两人直接卷入了这片修罗场，成了魔修眼中最鲜美的正道肥羊。师姐别说了，我们是朋友，不必言谢，更不必言悔，小心后面。云溪一声惊呼，只见后方的尸潮中数百只飞天夜叉猛地加速，喷吐出大片的尸毒绿火，封锁了他们的前路。没办法了，顾倾城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他猛地停下身形，手中长剑发出一声悲鸣：“云溪，我来引爆剑心，炸开一条路，你趁机。”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瞳孔猛地一缩，因为在他停下的瞬间，他看到前方的浓雾中突然冲出了一艘巨大的黑色非洲。那非洲没有任何标识，通体漆黑，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恐怖魔威，如同一头深海巨兽，无声无息的撕裂云层，横亘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前有魔州拦路，后有尸潮追杀。完了！顾倾城的心彻底沉到了谷底。这艘非洲上的气息深沉如渊，比身后的北原3煞还要恐怖无数倍。这是天要亡他们。而此时，后方的北原3煞也看到了那艘突然出现的非洲，但他们早已杀红了眼。再加上这里是混乱的万魔古道，谁也不服谁。看着那艘挡路的非洲，老大毒煞根本没有停下的意思，反而狰狞一笑：“哪来的不长眼的东西，敢挡老子的路？小的们，给我冲过去！”连人带船一起撕碎。在他们眼中，2个正道圣女已经是囊中之物，谁敢抢食，谁就是敌人。好！得到指令的尸潮瞬间沸腾，成千上万只飞天夜叉发出刺耳的咆哮，如同一股黑色的洪流，不仅淹没了顾倾城和云溪，更是张开血盆大口，铺天盖地的向着那艘黑色非洲撞了过去。非洲船头，洛无尘原本只是路过，看着那迎面撞来的漫天尸潮，以及那令人作呕的尸臭味，他的眉头微微皱起。他低头看了一眼下方那2个已经闭目等死、狼狈不堪的正道女修，随后目光冷漠地扫向那些不知死活、试图啃食非洲防御阵法的僵尸。这就是所谓的不长眼吗？洛无尘掸了掸衣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声音冷漠，没有丝毫情绪波动，
唯有一股令人胆寒的霸道。敢脏我的船！下一瞬，他抬起右脚，对着下方的虚空重重一打，轰隆！一股无法形容的恐怖震荡波以非洲为中心瞬间爆发，那是纯粹的肉身之力与混沌魔气的结合，霸道、毁灭、不讲道理。砰砰砰砰！这一脚之下，方圆10里的空间仿佛都发生了坍塌，那铺天盖地、看起来恐怖无比的尸潮，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就在这股震荡波中，瞬间炸成了漫天的血雾与碎肉，连同那些刺鼻的尸臭都被这股霸道的劲气强行轰散。原本喧嚣的藏剑谷瞬间变得死一般寂静。那3个站在狮龙背上正准备看好戏的北原3煞，此刻脸上的狞笑还将在脸上，但身体已经在那股冲击波中化为了齑粉，连同他们脚下的巨大狮龙也一并灰飞烟灭，漫天血雨洒落，但却没有一滴落在非洲之上，全被护体魔光挡在了外面。顾倾城和云溪呆呆地立在半空中，身上沾满了那些僵尸炸裂后的黑血，显得狼狈不堪。他们看着眼前这一幕，大脑一片空白。刚才发生了什么？那个让他们绝望的尸潮没了。他们颤抖着抬起头，看向那艘悬停在头顶的黑色非洲。只见船头之上，一名黑衣男子负手而立，正居高临下的俯瞰着他们。他一身黑金长袍，周身缭绕着恐怖的混沌魔气，宛如一尊从深渊走出的魔主。顾倾城握剑的手在颤抖，这个人的气息太可怕了，绝对是魔道巨擘。他已经做好了死战的准备。然而，就在他准备拼死一搏的时候，那个如神魔般的男子突然开口了，声音中没有丝毫魔修的暴力，反而透着一股让他感到无比熟悉却又不敢置信的沉稳与威严。倾城，云溪妹妹。洛无尘微微前倾身子，目光穿透魔雾，落在2女狼狈的身影上，眉头微微皱起，语气中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责备与关切。北原凶险，谁让你们来这种地方的？胡闹！藏剑谷上空，死一般的寂静中，只有风吹过黑色长袍的猎猎声，漫天的血雨被非洲的护罩隔绝在外。那道站在船头如神似魔的身影，此刻在2女眼中却比世间任何光芒都要耀眼。洛师兄，一声带着几分委屈与幽怨的呼唤打破了寂静。云溪抱着琵琶，身形化作一道青色流光，第一时间冲上了非洲。她身着一袭淡青色的流云水绣裙，腰间束着白玉丝带，勾勒出盈盈一握的纤腰。虽然此刻发丝微乱，裙摆沾着些许尘土，但那肌肤依旧胜雪，眉眼如画，怀抱琵琶的模样宛如落入凡尘的受精仙子，透着一股让人心生怜惜的柔弱美。她落在甲板上，那双原本温婉如水的眸子此刻早已通红，看着近在咫尺的洛无尘，眼中的爱意复杂难明。自从上次瑶池圣地主动提亲，被洛无尘以魔幻未灭和以加维的大义理由拒绝后，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气。洛师兄，真的是你？云溪咬着下唇，声音低柔，带着一丝只有恋人之间才懂的小脾气。我还以为你拒绝了联姻，便是再也不管云溪的死活了。刚才那种绝境，我差点就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紧随其后，一道月白色的剑光落下，顾倾城收剑而立，他身穿一袭月白色的修身剑袍，身姿挺拔如松，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刃，长发高高竖起，五官精致而冷艳。即便是在这狼狈的时刻，那股宁折不弯的锋利剑意依旧让人不敢逼视。此刻，这位平日里正直刚毅的未来剑圣，胸口微微起伏，看着洛无尘的眼神中满是发自肺腑的敬重。他神色肃然，无比郑重地行了一个大礼：“倾城，见过大师兄。”“多谢大师兄救命之恩。”顾倾城抬起头，眼神复杂的看着这个一直让他仰望的男人。之前在宗门，倾城便欠下大师兄一个无条件承诺，至今未还。如今大师兄又救我一命，这份恩情，倾城实在不知该如何偿还。说到这里，他的目光落在洛无尘那身黑金魔袍以及周身缭绕的混沌魔气上，那股气息深沉霸道，甚至比之前的北原3煞还要纯粹。若非那张脸是他熟悉的俊美脸庞，他绝对会认为这是一尊绝世魔头。大师兄，顾倾城迟疑了一下，还是问出了心中的疑惑：你怎么会在这里？还有你身上的气息，难道你为了在这魔域行走，修炼了什么魔功？一旁的云溪也反应过来，暂时收起了小幽怨，担忧地看着他：是啊，洛师兄，这魔气如此浓郁，会不会伤及你的根基？面对2女的担忧与疑惑，洛无尘负手而立，神色平静，只有一种掌控一切的淡然。他缓缓抬起手，掌心之中一团黑色的混沌魔气在跳动，随后瞬间转化为纯正的金色灵力，接着又化为凌厉的剑气，千变万化，随心所欲，不必大惊小怪。洛无尘淡淡开口，声音中透着一股强大的自信：我乃混沌体，包罗万象，演化万法，区区魔气不过是信手拈来罢了。既然要深入这万魔古道争夺机缘，自然要入乡随俗。顾倾城和云溪闻言顿时恍然大悟，眼中的担忧瞬间化为敬佩。是啊，大师兄可是拥有传说中的混沌体，别人避之不及的魔气，在他手中不过是随意玩弄的工具。原来如此。云溪看着洛无尘，突然想到了什么，美眸中闪过一丝甜蜜的光芒，小声问道：洛师兄，你会出现在这里，是不是因为收到了消息，知道我们被困，特意赶来救我们的？在云溪看来，万魔古道何其广阔，如果不是特意寻找，怎么可能这么巧就在他们生死攸关的时候出现了？哪怕他嘴上拒绝了婚事，
但身体却很诚实地赶来救他，这说明他心里是有他的。洛无尘闻言微微一愣，他看着云溪那双充满希冀的眼睛，沉默了。就在洛无尘沉默的这一瞬间，正是一道清冷的声音突兀地从阴影处传来，替洛无尘回答了这个问题。顾倾城和云溪猛地回头，只见一名身穿墨色流仙裙、戴着银色面具的黑衣女子缓缓从黑暗中走出，她身上的气息冷冽刺骨，赫然是半步圣境的魔修。顾倾城眼皮一跳，虽然没有直接拔剑，但身体却本能的绷紧，下意识的侧身挡在了云溪面前，手掌轻轻按在剑柄上，目光警惕。大师兄，这位是？他的气息是纯粹的魔修。面对顾倾城的防备，那名黑衣女子没有任何慌乱，甚至连眼神都没有波动，她只是缓缓走到洛无尘身后，单膝跪地，用一种恭敬而又笃定的语气说道：“少主不善言辞，便由属下来解释吧。”随后他抬头看向云溪，声音平静却有力：“前几日暗线来报说云溪圣女与顾真传误入大阵，身陷险境。少主得知消息后，未曾有片刻停歇，直接动用秘法横渡数万里虚空，这才在千钧一发之际赶到。为了救二位，少主这一路可是连眼都没有合过。”轰！这番话一出，直接绝杀了。云溪整个人都僵住了，他看着洛无尘那张依旧淡然，似乎不屑于解释的侧脸，眼泪瞬间夺眶而出。横渡数万里，不眠不休，只为了救他。原来他拒绝联姻，并非无情，而是真的心怀大义。当他真正有危险时，他比谁都急。洛师兄，云溪心里的那一丝幽怨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感动与甜蜜。他轻轻拉住洛无尘的衣袖，声音哽咽：“对不起，是云溪不懂事，还怪你。”洛无尘他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安若雪，心中暗暗称奇，这安若雪怎么比我还懂怎么眼神情男主，这助攻打的简直满分。既然戏都演到这份上了，洛无尘自然顺水推舟。他轻轻拍了拍云溪的手背，语气温和了一些：“无妨，人没事就好。”这时顾倾城虽然也感动，但渐修的理智让他依然盯着地上的黑衣女子，疑惑道：“列位是，既然称呼大师兄为少主，难道也是我们正道中人？”因为安若雪戴着面具且气质魔化严重，顾倾城完全没有将她与那个印象中柔弱的安师妹联系起来。安若雪站起身，面对顾倾城的审视，神色冷淡地吐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假名，属下代号冷月，乃是少主多年前便安插在北原魔道的暗线。说着，他看了一眼洛无尘，眼中闪过一丝恰到好处的忠诚。我的任务便是潜伏于黑暗之中，为少主提供情报，扫清障碍。至于这一身魔功，身为暗线，若不修魔，如何在魔教立足？顾倾城闻言，眼中的警惕瞬间化为敬佩，原来是大师兄的暗卫，怪不得大师兄对北原局势了如指掌。而且这位冷月姑娘为了大义，竟然甘愿潜伏魔窟修炼魔功，原来是冷月姑娘。顾倾城松开了握剑的手，对着安若雪拱手一礼，神色肃然，身在黑暗，心向光明。冷月姑娘大义，倾城佩服。安若雪面具下的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神特么心向光明，我是身在黑暗，心向主人。不过他还是维持着高冷的人设，淡淡回礼，职责所在。洛无尘看着这一幕，心中十分满意，这队伍算是带好了，一个傻白甜，一个愣头青，外加一个神助攻卧底，这配置简直绝了。好了，洛无尘摆了摆手，打断了他们的寒暄，展现出领袖的威严。既然人齐了，那就休整一下。冷月，带他们去船舱疗伤。是，少主。安若雪、冷月恭敬领命，随后对两女做了个请的手势。云溪一步三回头的看着洛无尘，最后在洛无尘鼓励的目光下，才乖乖跟着安若雪进了船舱。有了洛师兄在，他觉得这哪里是万魔古道，简直就是踏青郊游。非洲继续深入，安顿好两女后，洛无尘独自站在船头，前方的血雾越来越浓，空气中的压迫感也成倍增加。远处，一座巨大的黑色山岳轮廓若隐若现，那里便是万魔古道的终点，也是魔祖传承的核心区域万魔窟。洛无尘看着那个方向，双眸微眯，人已经到齐了，接下来就是最后的舞台。万魔古道深处，上古遗址。当黑色非洲穿过最后那层浓稠如血的迷雾，下方的景象瞬间冲击着众人的感官。这里没有丝毫的祥和，只有一种极度荒诞的血腥与疯狂。巨大的废墟广场上，战场被泾渭分明地切分成了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修罗场，这群人是真正的猎食者，不仅有数十名修为在圣境的年轻魔道天骄，更可怕的是，人群中还混杂着10几名气息阴鸷、眼神如鹰隼般锐利的中年修士，他们骨龄皆在500岁大限的边缘，修为更是打磨到了入圣境的极致。在这万魔古道中，他们遵循着魔祖留下的最原始残酷的规则杀人，天降重赏。每当他们斩杀一名对手，虚空中便会降下一道粗大的赤红色光柱，如同醍醐灌顶般，将精纯的能量强行灌注到他们体内。此刻，他们满脸狞笑，浑身浴血，挥舞着屠刀，收割着场中那些失去了抵抗能力的弱者。哈哈哈！这书声虽然诡异，但这股压制力来得正好。第二部分是屠宰场，数千名道心崩溃的魔修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疯狂磕头忏悔，如同待宰的羔羊。面对强者的屠刀，
他们甚至不知道反抗，只是沉浸在无尽的悔恨中引颈受辱。第三部分则是一群极其诡异的守护者，在那读书声的源头，数百名魔修强者正结成大阵，死死护住那些跪地忏悔的弱者。他们看向那个书生的眼神狂热而扭曲，那是看到了至高神明或深渊主宰的眼神。不许打扰魔主讲道，谁敢踏入这片净土半步，便是对至尊的亵渎。这群人的行为在魔道中简直是异类，明明也是满手鲜血的魔修，此刻却仿佛变成了为了信仰而战的狂热死士。在这混乱的漩涡中心，一名身穿洗得发白的如山，手持古卷的青年盘膝而坐，他神色悲悯，口中朗朗书声不断，仿佛看不见周围的血肉横飞，只一心沉浸在他的教化大业之中。人之初，性本善。非洲之上，洛无尘站在最前方，脑海中系统面板瞬间弹出，叮，检测到高阶因果律能量场，目标扫描完成。姓名李长安，气运等级金色，变异，气运类型敌化流，伪魔主型，身份万魔宗第一魔子，功德系统宿主，系统 buff 无垢琉璃心，被动光环机制映照观测者内心。对善者纯净者看到的是他原本的样子，平平无奇的书生；对恶人心中有鬼者，观测者心中的杀孽越重，魔念越深，他们眼中的李长安就越恐怖。看到的不再是人，而是自己内心深处最恐惧的投射，如阎王、魔主、天罚。实质伤害对神魂和道心产生实质性压迫，罪孽深重者会直接道心崩溃。特殊豁免，修为达到准地之上，道心圆满坚定者可完全豁免。真心归顺忏悔者仅能豁免实质性神魂伤害，心魔投影依旧存在，但不再造成反噬。敌化判定，若观测者通过自我攻略敌化，将恐惧源自行解释为魔主的考验或至高真理，系统将判定其为狂信徒，大幅提升士气。洛无尘看着下方的李长安，眼中闪过冷意。利用道心坚定的强者剔除杂质，利用敌化的信徒保护火种，好手段。就在这时，那股读书声中蕴含的法则之力陡然增强。一声压抑到极致的闷哼声突然响起。洛无尘回头，只见安若雪冷月，脸色苍白，额头满是冷汗，身体微微颤抖。但在他的视野里，那尊恐怖的魔主审判虽然可怕，却无法让他屈膝，因为洛无尘平日里对他的各种深度调教，无论是身体的掌控还是精神的支配，早已让他形成了一种近乎病态的坚定。这世间除了主人，谁也没有资格审判我。他咬着牙，死死地站立着，眼神中只有对身前那个男人的狂热，硬生生扛住了这股直击灵魂的威压。而一旁的云溪虽然也听到了那诡异的读书声，但她只是微微蹙眉。作为瑶池圣女，她天生拥有尽世青莲体，心思纯净无垢，并未造下太多杀念。在那无形的心境映照下，她看到的只是一个有些古怪的书生，虽然有些不适，但并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然而顾倾城却撑不住了，他是剑修，修的是直剑，讲究宁折不弯。在那无形的心境映照下，他曾经为了正道斩杀的那些亡魂，在此刻被无限放大，化作了对他直剑之道的拷问。我杀他们真的是为了公义吗？还是为了正我的道才借了公义的名？我的剑不值了。顾倾城的双眼瞬间失去了焦距，那种源自灵魂深处的自我否定瞬间冲垮了他的神智。他手中的长剑哐当一声掉落在甲板上，整个人如同被抽去了几两，软绵绵的向后倒去。啪！洛无尘伸手稳稳地接住了这位未来剑圣。而另一边，云溪看到这一幕，立刻戏精附体啊！好强的魔音，云溪也不行了，他精准地倒向了洛无尘的另一侧，死死抱住他的胳膊。洛无尘无视了云溪占便宜的行为，低头看向怀里眼神涣散的顾倾城。他抬起手，一指点在顾倾城的眉心，一股霸道的混沌之气瞬间冲入他的识海，强行隔绝了那股读书声的干扰。醒来！顾倾城猛地惊醒，大口喘息，浑身已被冷汗湿透。他看着近在咫尺的洛无尘，又看了看自己刚才崩溃的样子，眼中满是羞愧与后怕。洛无尘松开他，居高临下的看着他，语气冷漠而直接：“你的道心不坚。”这简简单单的6个字，如同一把利剑，狠狠刺入了顾倾城的心脏。洛无尘没有给他辩解的机会，接下来的路你走不了，退回古道中段，在那里等我。大师兄！顾倾城急了，这是命令。洛无尘声音冷冽。顾倾城咬紧牙关，心中万般不甘。他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旁边的冷月、安若雪，只见那个平日里沉默寡言，在黑暗中行走的魔道暗线，此刻虽然脸色苍白，却依然笔直地站立着，手握匕首，如同一柄忠诚的利刃护在洛无尘身侧。连身处黑暗的他都能抗住，我竟然输了！我堂堂玄天圣地剑道真传，竟然不如大师兄的一个暗卫心智坚定。这一瞬间，顾倾城的道心再次受到了10000点暴击，羞愧、挫败、自我怀疑。他深吸一口气，捡起地上的长剑，不敢再看洛无尘的眼睛，只能重重一拜：“倾城，尊命，大师兄，你们保重。”说完，他带着满心的苦涩与狼狈，化作一道流光，向着来时的方向疾驰而去，送走了顾倾城。洛无尘转过身，目光投向下方那混乱的战场。此时船上只剩下了他和冷月、云溪3人，也是时候开始干活了。洛无尘理了理衣袍，嘴角勾起一抹正气凛然的笑意，淡淡开口：“今日
便由本少主除魔卫道。随后，在云溪那满是崇拜与爱慕的小星星注视下，洛无尘不再收敛气息，一步踏出非洲。轰！混沌体全开，一股深沉如渊的恐怖魔威瞬间笼罩了整个废墟广场，甚至压过了那读书生一头。他身形如电，直接悬停在战场最为密集的中央上空，手中那柄混沌帝皇剑胎随意一挥，一道漆黑的剑气长河如同灭世黑龙，无差别的席卷了下方方圆1000丈的区域。轰隆隆！这一剑根本不分敌我，不分强弱，扑哧扑哧扑哧！无论是那些正在满脸狞笑挥刀屠戮的入圣境天骄或老怪，还是那些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忏悔的崩溃魔修，在这一剑之下，甚至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尽数化为漫天血雾。轰隆！天空中顿时降下数10道粗大的赤红色光柱，那是魔祖规则赐予的巨额杀戮奖励，径直轰入洛无尘体内。洛无尘神色不变，体内混沌体疯狂运转，如同一口无底的磨盘，将这股庞大的规则馈赠瞬间吞噬炼化，都是上好的经验包。洛无尘感受着体内节节攀升的气息，嘴角微扬，眼神冷漠如冰。下方的李长安眉头一皱，他的读书声节奏被打乱了。抬起头，他看到了那个在战场中肆虐的黑衣身影。在他眼里，那个人并没有被感化，反而在破坏他的课堂纪律，杀戮他的潜在学生。李长安放下古卷，指了指空中的洛无尘，对着身边那群如狼似虎的守护者淡淡开口：有客来访，不懂礼数，扰乱课堂，滥杀无辜，请他安静。遵命。李长安身后那数百名已经彻底敌化、实力强横的守护者瞬间暴起，他们眼中闪烁着为了维护真理而战的疯狂光芒，放弃了原本的防御，如下山猛虎般铺天盖地地向着洛无尘围杀而去。亵渎魔主者，杀无赦！此乃至尊道场，凡人止步。万魔古道，遗址战场，杀！数百名早已陷入狂热状态的守护者，如同一股黑色的洪流，携裹着视死如归的气势，狠狠撞向了半空中的洛无尘。而在他们身后，是数千名跪在地上毫无反抗之力的崩溃者。洛无尘悬浮虚空，眼神淡漠，他手中的混沌帝皇剑胎发出一声渴望的嗡鸣，剑身之上混沌气流流转，仿佛在孕育着一方破碎的世界。一群蝼蚁也配阻我？洛无尘单手持剑，对着那汹涌而来的人潮轻描淡写地挥出了一剑。轰！一道长达1000丈的灰蒙蒙剑气横空出世，剑气所过之处，无论是圣境强者的护体魔光，还是他们手中的法宝，尽数崩碎。冲在最前面的上百名守护者瞬间化为漫天血雾。轰轰轰！古道规则降临，上百道赤红色光柱从天而降，疯狂涌入洛无尘的体内。洛无尘照单全收，拿到了这股庞大的规则奖励，将其尽数炼化进4肢百骸。他的气息开始节节攀升，入圣境7重8重，但这还不够。洛无尘转头看向下方非洲上的两女，声音冷漠而霸道：“还愣着干什么？此时不除魔卫道，更待何时？”安若雪闻言，眼中寒芒一闪，她二话不说，身形化作一道鬼魅的黑烟，瞬间冲入下方那群跪地不起的人群中，手中漆黑的匕首如死神的镰刀，每一次挥动都有一名失去了反抗意志的魔修倒下。而云溪听到洛无尘那句除魔卫道，心中的最后一点犹豫也烟消云散。洛师兄说的对，这都是为了天地正气。他没有直接杀人，不获得规则奖励，而是盘膝坐下，纤纤玉手拨动琵琶，铮一阵清越激昂的破阵曲响彻战场，无数道青色的灵力光环精准地落在安若雪身上，让她的速度和力量瞬间暴涨3成。同时，音波化作无形的泥潭，笼罩在那些试图反抗的魔修身上，让他们动作迟缓，神魂剧痛。下方废墟中央，盘膝而坐的李长安看着这一幕，眼神却异常平静，甚至带着一丝洞悉规则的冷酷。经过这些日子的摸索，他早就摸透了这该死系统的规则。无垢琉璃心不仅仅是个被动光环，它更是一个针对顺从者的心理放大器。只要他保持这种高深莫测的姿态，系统都会自动将其加上大道之音的特效，强行让周围那些心存敬畏的人进行过度解读。李长安在心中冷笑一声：“呵，我可不是那些话本小说里脑子却跟弦的主角。明明身边的人都跪了一地，眼神狂热的像要吃人，却还要强行装傻，假装看不见周围人的异常。我没那么傻，我知道你们在脑补，我也知道你们把我当成了什么绝世魔主。既然你们喜欢跪，喜欢猜。”李长安的眼中闪过一丝金芒，他缓缓合上古卷，目光扫过那些跪地痛哭的魔修瓦砾，又看了看那些濒死保护他的信徒明珠，然后他轻轻摇了摇头，目光深邃，语气中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惋惜。也就是这满地的瓦砾让明珠蒙了尘。这声音并不大，语焉不详，既没有说谁是瓦砾，也没说谁是明珠，更没有下达任何指令。但在系统的加持下，这句话却如同暮鼓晨钟，精准地在每一个守护者的脑海中炸响。原本还在拼死冲锋的守护者们身体猛地一僵，他们停下了脚步，回头看向那些还在跪地痛哭毫无作用的同伴。在他们已经彻底敌化的脑回路中，瞬间完成了逻辑闭环。懂了，我懂了。一名守护者统领眼中闪烁着狂热的光芒，
浑身颤抖。魔主这是在点化我们。瓦砾，这些只会哭泣的废物，就是阻碍我们散发光芒的瓦砾。因为有这些废物的存在，我们的阵法才运转不灵，我们的刀锋才不够锐利。魔主是在暗示我们，若要明珠蒙尘进去，必先清扫瓦砾。清扫瓦砾，为了明珠的光辉。下一刻，战场上的画风突变，杀！那名守护者统领突然转身，一刀砍下了身边那名跪地魔修的头颅。为了魔主，借你头颅一用，助我破境！所有的守护者彻底疯了，他们不再盲目的冲向洛无尘送死，而是突然调转枪头，疯狂屠杀身边那些跪地不起的崩溃者，甚至开始互相残杀。阳谷，这是真正的阳谷。在这万魔古道的规则下，这种高密度的自相残杀瞬间引爆了天地奖励，无数道赤红色的光柱如同暴雨般落下，每死一个人，活着的人就会变强一分。李长安看着这一幕，表面不动如山，内心却在疯狂计算存活率。对，就是这样，自己悟出来的道理，执行起来才最卖力。半空中，洛无尘看着下方这突如其来的内讧，反而更有兴趣了。他一边继续挥剑收割着靠近的敌人，一边享受着红光灌体。轰！终于在拿到了近半个战场的规则奖励后，他的修为冲破了最后的壁垒，入圣境巅峰。然而，就在战场杀得最惨烈，人数都锐减了大半的时候，一变突生，轰隆隆隆，整个废墟广场突然剧烈震动起来。地面上数千具尸体流出的鲜血汇聚成河，并没有干涸，反而像是有生命一般，沿着地面上古老的纹路疯狂流动。顷刻间，一个覆盖了方圆百里的上古血迹大阵被这海量的鲜血彻底激活。好！一声源自远古的魔笑声从地底深处传出，震得所有人神魂摇曳。无论是还在杀戮的洛无尘，还是正在清理瓦砾的李长安信徒，都被这股力量震得动作一致。紧接着，在广场的最中央，也就是李长安身后的位置，一座高达1000丈、通体由黑色魔晶铸造的古老石门缓缓从血海中升起。石门之上刻着3个古老的魔纹，散发着一股古老厚重的成道者气息。万魔窟，万魔古道的核心，魔祖留下的终极传承之地。因为这场惨烈的血祭开启了。洛无尘看着那座石门，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精芒。终于开了吗？下方的李长安也是一愣，随即心中狂喜。传送门，这是传送门啊！按照一般小说的套路，这众上古秘境里面肯定都是迷宫或者小世界，地形绝对复杂。只要进了这里面，我就有机会甩掉这个黑衣杀神了。此时，他身边还聚拢着几十名浑身浴血、杀气腾腾的幸存信徒。李长安当机立断，他缓缓站起身，拍了拍衣袖上根本不存在的灰尘。他没有看身边的信徒，而是目光深邃地望着那扇漆黑的石门，径直走了过去。在即将踏入石门的前一刻，他头也不回，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大道独行，未免太寂寞了些。说完，他的身影直接没入了那吞噬一切的黑暗之中。这句话在系统的翻译和信徒的耳朵里瞬间变了味，几百名浑身浴血的信徒瞬间泪流满面，激动的浑身战栗，仿佛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邀请。魔主，他在邀请我们。至尊不愿独行大道，他愿意带我们这些蝼蚁一同见证这是何等的荣耀。追随魔主入魔窟，嗖嗖嗖！这几10号残存的精英没有任何犹豫，如同朝圣一般，疯狂地冲进了那扇刚刚开启的黑色石门之中。洛无尘看着李长安消失的背影，眼中的杀意瞬间收敛。他收起长剑，整理了一下衣袍，重新恢复了那副清冷孤傲、正气凛然的剑仙模样。回头看向安若雪和云溪，他的神色变得肃穆而坚定，沉声道：除恶务尽，绝不能让他得到魔祖传承，否则必将祸害苍生。跟紧我！话音落下，他带着2女化作一道流光，义无反顾地冲入了那充满了无尽未知与凶险的万魔窟中。万魔窟内别有洞天，穿过那扇沉重压抑的黑色石门，预想中的阴森鬼气、机关陷阱并没有出现，相反，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是何处？云溪抱着琵琶，瞪大了美眸，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幕。这里没有尸山血海，也没有森罗鬼殿，有的只是一片无边无际、漆黑如墨的汪洋大海。海面平静的像是一面巨大的黑镜，倒映着上方灰蒙蒙的天空。而在那墨海的极远处，隐约可见一座孤岛，岛上矗立着一座古老的石碑。洛无尘站在墨海边，眼中闪过一丝精芒，他伸手轻轻触碰了一下脚下的黑色海水，是他的指尖瞬间冒起一阵青烟，那看似平静的墨水竟然蕴含着极其恐怖的腐蚀规则。这是万古化道墨。洛无尘收回手，声音平静却透着一丝凝重。传闻魔祖当年习笔之处，哪怕是圣人，若无特殊手段，落入其中也会到消身死，化为一滩墨水。就在这时，这片天地间突然回荡起一道宏大而冷漠的规则之音，并非人声，而是大道的轰鸣。魔道漫漫，唯心独尊，无知传承，不论修为高低，只论魔性深浅。欲渡苦海莫迟，须以此为题，道出魔心真言一句。言之有理者，赐魔祖加持，肉身不坏，可渡彼岸；言之无物者，沉沦莫迟，化为养料。考题：这魔祖传承的第一关，竟然是言灵考验，而且明确说了，不论修为，只论魔性。哪怕是凡人，只要魔性够重，
也能获得认可。听到这个规则，李长安身后的几十名圣级信徒全都傻眼了。他们杀人放火在行，让他们作诗，魔祖这题太难了呀！枯骨长老急得直挠那只剩几根毛的头皮。李长安听到这个规则，心中却是大定。魔心真言还要够恶，够霸气，这题我熟啊！我上辈子看的那些历史小说、反派语录，随便拎出来一句都能把你们镇住。他没有犹豫，缓缓转过身，看着身后那些一脸懵逼、如临大敌的信徒，嘴角勾起一抹这就难倒你们了的轻蔑笑容。区莫迟，何足挂齿。李长安大袖一挥，一步迈出，右脚直接悬空踏向那足以腐蚀圣人的墨海。与此同时，他背负双手，仰头望天，声音淡漠而冷酷，引用了那句千古间雄的名言：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轰！简简单单2句话，却将绝对的自我、极致的自私，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全世界的魔道核心理念阐述的淋漓尽致。话音落下，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爆炸，整片墨海甚至连一丝波纹都没有泛起。但就在这一瞬间，一股庞大且无形的力量悄无声息地从虚空中降临，瞬间充盈了李长安的四肢百骸。这股加持来的润物细无声，却让他的气息在刹那间发生了质变。脚下那原本恐怖的腐蚀规则，此刻在他脚下仿佛失效了一般。李长安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心中狂喜。稳了！他不再停留，负手而立，踩着水面，一步步向着对岸走去，背影孤傲绝尘。身后那几十名信徒见状，一个个激动的眼红，也纷纷试图模仿。他们想不出高深的句子，只能硬憋文一番。一名满脸横肉的壮汉魔修，为了过关，憋红了脸，大吼出一句七言：抢亲不嫌时辰早，夺妻须趁夜良宵。虽然缺德，但确实够坏够变态，还押韵了。嗡！他脚下升起一股淡淡的规则之力，竟然真的勉强扶住了。他大喜过望，连滚带爬地追了上去。另一名瘦小的魔修灵机一动，也学着吟唱道：此口常年未曾开，一气熏死万千才。扑通，浪花一卷，直接把他拍到了岸边的泥里。魔祖规则似乎都无语了，恶心和魔性是两码事，滚！除了这群信徒之外，战场上其实还存活着几名没有被李长安洗脑，却也在这场残酷血祭中活下来的魔道天骄和老怪，他们也眼馋这传承。一名浑身血气森森、骨龄接近500岁的鹰钩鼻老者冷笑一声，推开挡路的人，一步踏出。天地不仁，万物皆为刍狗，为求长生，父母妻儿皆可杀。这是一种泯灭人性的极寒之恶。墨海认可，赐予加持，老者踏水而去。紧接着，一名断了一臂的年轻天骄，眼神阴鸷，满脸不屑地扫过众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我的路就是用你们的骨头铺出来的，霸道之恶。他也获得了认可，狞笑着冲向彼岸。很快，这几名真正心狠手辣的魔修精英也都各显神通，凭借着各自心中那股纯粹的恶念，成功渡海。终于，岸边只剩下了洛无尘3人。云溪看着远去的众人，小脸煞白，有些焦急。洛师兄，怎么办？他们都过去了，我们也得赶紧说点什么。可是云溪真的想不出来啊。她是瑶池圣女，从小接受的是正道极致的教育，别说想一句魔道真言了，她搜肠刮肚了半天，连一句像样的狠话都想不出来。一旁的安若雪也是握紧了匕首，低头沉思。大坏蛋！云溪试探性的对着墨海小声嘀咕了一句，墨海毫无反应。云溪颓然的低下头，眼中满是失落。洛师兄，云溪没用，过不去了。洛无尘点了点头，并没有强求。也好，此地虽然过不去，但也安全，你在此等候。随后他转过身，看着那片墨海，又看了看远处背影孤傲的李长安，冷哼一声，歪门邪道。他猛地释放出体内一直压抑的气息，浑身混沌气隐隐翻涌，将衣袍吹得猎猎作响。我洛无尘虽修混沌，但心中自有沟壑，岂会为了区区传承去迎合这死去的魔道意志？我与魔道不共戴天。他一步踏出，浑身散发出一种宁折不弯的傲气。此时的他就像是一位误入魔窟，却誓死捍卫正道尊严的正道魁首。今日我便要以正压魔。洛无尘站在墨海之上，面对那翻涌而来的腐蚀规则，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朗声开口：浩气长存贯九霄，荡平群魔斩狂涛，心若琉璃无一垢，身化圣辉照魔牢。然而就在洛无尘念完这几句，脚步落下的瞬间，一股比刚才李长安那道还要庞大数倍的恐怖加持之力骤然在洛无尘身外凝聚。颠倒黑白，这对于魔祖规则来说是比单纯的坏更高级的魔性。这股力量太强了，强到想要直接爆发出来。洛无尘神色未变，内心却在暗骂：该死，给的太多了。他没有丝毫喜色，体内的混沌气疯狂运转，死死地压制着这股想要爆发的力量，不让其透出一丝一毫的魔气。这要是爆出来，云溪还在岸边看着，他这正道少主的人设当场就得崩。洛无尘眉头微皱，身体微微一颤，仿佛正在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在云溪看来，这就是洛师兄正在用一身正气艰难地抵抗着魔祖规则的镇压。片刻后，洛无尘艰难地强行压制了那股翻涌的力量，转头看向岸边的云溪，露出一个有些苍白但依旧温暖的微笑。看，邪不压正。云溪，等我回来。云溪用力点头，眼泪汪汪。洛师兄小心，一定要平安回来。安若雪
一直静静地看着洛无尘。他缓缓走到墨海边，握着匕首。他不会那些花哨的词藻，也不懂什么是正，什么是魔。他能想到的只有自己这辈子唯一坚守的信条。他朱唇轻启，声音清冷如冰，却又透着一股极端的狂热。此生无愤入仙道，唯愿化身为军刀。很短的一句话，甚至听起来像是一句情话，但那字里行间透出的是为了一个人可以放弃自我，放弃善恶，甚至放弃生命的绝对偏执与疯狂。嗡！墨海微微波动了一下，似乎是认可了这份纯粹。一股淡淡的力量无声地笼罩在安若雪身上，足以支撑他渡海。两人一前一后，踏着平静无波的黑色海面，向着彼岸疾驰而去，跨越了那片足以腐蚀万物的漆黑墨海。在睁眼时，众人已身处一座宏伟的令人窒息的黑色宫殿之中，大殿空旷死寂，而在最中央的白骨王座之上，悬浮着两样东西：一卷破旧泛黄的羊皮手札，一枚通体漆黑、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毁灭法则的黑色御简正式使魔经残篇，魔祖终极传承。然而王座周围笼罩着一层肉眼可见的血色结界绝天地通大阵，此阵隔绝一切灵力，唯有以极其庞大的生命精气血迹方可消融。李长安站在结界前，眼神阴沉，他能感觉到身后那股令他心悸的气息正在快速逼近，那个黑袍人就要来了，没时间慢慢磨了。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并未看向结界，而是看着大殿穹顶那灰暗的色调，伸出手，仿佛在触摸虚空中的尘埃，声音低沉沙哑，带着一种看透世事沧桑的孤寂。这大殿太冷清了，只有白骨的森白，却少了些让魔祖欣慰的颜色。花若盛开，尚需红泥护花，魔若临世，岂能无血铺路？可惜啊，这路上的红色终究是淡了些。这番话在系统的大道之音加持下，瞬间变成了一道催命的圣旨。枯骨长老原本还在迟疑，听到这话，浑身猛地一颤，眼中瞬间充血。魔主嫌弃颜色淡了，他在暗示我们，这白骨王座太俗，需要用鲜血来染红。如果连这点悟性都没有，还有什么资格追随魔主？魔主！枯骨长老扑通一声跪下，涕泗横流，属下愚钝，竟让魔主看着这惨淡失色伤神。既需红色铺路，那便用老朽的热血为魔主染红这片江山。李长安背对着众人，没有回头，只是肩膀微微颤抖。为魔主染红江山！枯骨长老再无犹豫，狂吼一声，整个人化作一道血色流光，狠狠撞向那血色结界。爆！轰！入圣境巅峰强者的自爆，瞬间炸开一团凄艳的血花，血肉精华瞬间糊满了结界。那坚不可摧的屏障开始滋滋作响，融化出一个缺口。与此同时，天穹之上，一道粗大的红光规则奖励降临，精准地灌入李长安体内，判定生效。这是因他一言而死的亡魂，算作他的战绩。好强的力量！李长安感受着体内暴涨的灵力，眼中闪过一丝狂喜。有了带头人，剩下的信徒彻底疯狂了。我也来！祝魔主登基！砰砰砰！一场惨烈至极的集体自爆盛宴开始了。几十名圣境强者争先恐后地冲向结界，化作漫天血雨，结界迅速消融。而李长安沐浴在这漫天的红光、规则奖励之中，他的气息开始疯狂攀升，入圣巅峰，半步真圣，真圣境。当最后一声爆炸平息，李长安浑身浴血，身后仿佛有万魔咆哮，真正有了几分魔主降世的威仪。就在这时，啪啪啪，一阵清脆的掌声从大殿入口处传来。洛无尘带着安若雪慢悠悠地走了进来，他看了一眼满地的碎肉，又看了一眼气势滔天的李长安，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这位道友这招借刀杀人，废物利用，玩的真是炉火纯青，几十条人命就为了给自己铺个路。这魔性确实够味。这一次李长安没有再像之前那样惊慌，他感受着体内那足以毁天灭地的真圣力量，自信心膨胀到了极点。他缓缓转过身，血色的眸子死死盯着洛无尘，脸上露出了一个狰狞而狂傲的笑容。黑袍人，你看！李长安指了指满地的血肉，声音不再掩饰，带着一种掌控生死的傲慢。这便是魔道的真谛，众生皆是资粮，唯我独登彼岸。李长安一步步走向洛无尘，每一步落下，大殿都随之震颤，真圣威压如海啸般压向前方。之前在外面我让你3分，是因为我不想浪费力气，但现在……他猛地张开双臂，身后浮现出一尊由无数冤魂组成的血色法相。我已入真圣，这传承是我的，你的命也是我的。跪下！轰！血色法相一掌拍下，带着真圣境的恐怖杀力，是要将眼前这个黑袍人拍成肉泥。然而面对这威势滔天的一掌，洛无尘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他只是静静地看着李长安，眼神中带着一种看透了本质的怜悯与嘲弄。依靠牺牲一群废物换来的力量，就觉得自己行了？洛无尘摇了摇头，下一瞬他动了，没有花哨的神通，没有漫天的异象，只有简简单单的一拳。九秘斗字秘！轰！这一拳挥出，大殿内的空间瞬间坍塌。斗字秘演化诸天万法，将混沌体的肉身力量推演到了极致。一只金色的拳头仿佛从太古跨越而来，无视了空间的距离，无视了真圣的威压，直接出现在了李长安的面前。什么？李长安瞳孔骤缩，那种刚获得的无敌快感还没捂热，就被一股死亡的寒意彻底冻结。
他想要防御，但太慢了，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一切花里胡哨都是笑话。砰！一声沉闷的爆响，金色的拳头毫无阻碍地轰碎了李长安刚刚凝聚的真圣护体罡气，接着贯穿了他的胸膛。狂暴的混沌气劲在他体内瞬间炸开，将他的五脏六腑、经脉骨骼，连同那个所谓的无垢琉璃心系统，全部震成了齑粉。李长安整个人僵在原地，眼神中的傲慢还未散去，生机却已断绝。轰隆隆，随着真圣陨落，万魔窟的天地规则再次震动，一道比之前所有奖励加起来都要粗壮的血色光柱，如天河道观般瞬间笼罩了洛无尘。洛无尘沐浴在血光之中，体内的气息再度暴涨，虽然没有直接突破，但那一身气息已然触碰到了那层壁垒，距离真圣境仅有一步之遥。他面无表情地收回手，尸体倒下，没有废话，没有嘲讽，没有踩脸，就像是随手拍死了一只叫得比较大声的苍蝇。叮！恭喜宿主成功击杀金色气运之子李长安，触发终极收割。恭喜宿主获得终极奖励9秘之灵字秘。注：灵字秘，修身如金刚，亦如不动尊。大成者肉身万劫不朽，神魂永恒不动。洛无尘越过尸体，径直走上了白骨王座。他伸手一把抓住了那2样悬浮的至宝。叮！检测到宿主截胡原定天命之子的核心机缘，使魔晶残篇，触发痛苦守恒定律。奖励结算中，恭喜宿主获得原始真魔晶。洛无尘神识一扫，看着手中的物品，眼中闪过一丝不屑。原来如此，这使魔晶只有第1卷。魔祖为了让魔道永无休止的争斗下去，每一次万魔窟开启，只留出1卷残篇，真是好算计，像喂狗一样丢1块骨头，让群魔乱舞。他翻看了一下那卷手札，忍不住嗤笑一声，若不是这篇手札，我都怀疑这魔祖是正道了。这手札是魔祖为了打破魔修不可成帝的诅咒而留下的研究笔记，对他无用。但除此之外，那卷故意放出来的残篇功法，简直就是用来挑起争端的诱饵。若雪，洛无尘淡淡开口，属下在。安若雪从阴影中走出，眼中对主人的敬畏更是达到了顶峰。拿着，洛无尘随手一抛，像扔垃圾一样，将那2样足以让整个北原疯狂的至宝扔到了安若雪怀里。安若雪手忙脚乱地接住，整个人都懵了。主人，这可是魔祖传承。洛无尘负手而立，转身向外走去，留给安若雪一个孤高伟岸、正气凛然的背影。我非魔道，而是正道，此物与我无用，你既修魔，便赏你了。安若雪捧着至宝，看着那个背影，感动得泪流满面，直接跪伏在地，谢主人赏赐。洛无尘听着身后的感激声，嘴角微不可察地勾起一抹弧度。哼，你练了这功法，不还是我的奴？洛无尘又瞥了一眼角落里的鹰钩鼻老者与那断臂天骄，语气平淡，却透着刺骨的寒意。累了，顺手送那2个人上路。